从最年轻的全国射箭冠军到因伤退役沦落为无业游民，当完全沉浸的游戏时代席卷而来，他能否凭手中长弓重登巅峰？全国射箭锦标赛迎来第3局最后一箭，全场焦点集中在最年轻选手尚贤身上。在此前的比赛中，尚贤发命中10环保持满分，解说也在关注他能否完美收官。尚贤调整呼吸，松开弓弦，将最后一箭射了出去。箭矢带着强劲的破空声，精准刺穿靶心，全场顿时响起一片欢呼。解说激动地确认，尚贤这一箭再次命中10环，这一箭甚至直接击碎摄像机镜头。解说高呼史上最年轻全国冠军诞生，队友们兴奋地围上来向尚贤祝贺。然而现实中，一份文件重重砸在尚贤头上，上司冲他大发雷霆，责怪他开会走神命令重写报告。尚贤赶忙道歉，默默蹲下身捡起散落的文件。尚贤捡起文件时，双手止不住的颤抖。上司在对面冷眼旁观，私下抱怨他连手都用不了。离开办公室后，尚贤松了一口气，庆幸今天又熬了过来。到了晚上，屏幕里放着当年的比赛画面，广播里依然响着他夺冠时的解说声音。尚贤按下了暂停键，感叹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10年前射箭是他唯一的寄托，可这项运动开销巨大，为了和奶奶生活下去，拿到奖学金成了唯一的出路。为此，他只能倾尽所有，日复一日的疯狂训练拉弓射箭。那时候他被赞誉为天才，以为靠着射箭能拥有光明的前途，没想到一场意外彻底击碎一切，手受了伤。如果当年不是教练帮忙介绍工作，他恐怕早就沦为了无业游民。尚贤长叹一口气，收起对过去的回忆，准备看会儿游戏直播放松一下。打开平台一看，发现榜单上几乎清一色全是完全前行游戏的直播。这种让人完全沉浸的前行技术，最近成了最火的热门趋势，因为必须要用专用胶囊舱才能游玩，大家也把它叫做胶囊游戏。不过胶囊舱的价格极其昂贵，像尚贤这样的打工人根本买不起，能看看直播对他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此时画面里的主播刚好收到悬赏任务，只要在15分钟内用弓射杀野猪，就能拿到10万韩元的打赏。主播信心满满的拉开长弓，向弹幕保证这笔奖金拿定了。紧接着一发技能朝前方射了过去，结果箭全射偏了，野猪在一旁吃草，连毛都没碰到。弹幕瞬间笑成一片，观众打赏嘲讽他技术太烂，主播急得直甩锅，说是设备卡顿，嚷嚷着胶囊游戏里一切都有可能。看着屏幕前热闹的场景，尚贤承认自己有些羡慕，哪怕游戏水平再差，也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想起当年自己为了得到认可，同样拼尽了一切，尚贤叹了口气，顺手关掉页面。尚贤关上电脑准备睡觉，思绪却回到了离职那天。公司面临裁员，主管劝尚贤主动辞职，承诺现在交辞呈能拿到遣散费，要是等到被开除，可能什么都拿不到。尚贤最终决定接受建议，递交了离职申请。主管欣然收下表格，还不忘冷嘲热讽一番，说他当初本就是靠关系进来的，劝他别太往心里去。面对主管的嘲讽，尚贤只能平静地应下一句。离职后，他带着收拾好的箱子回到了狭小破旧的住处。28岁的他就这样躺在床上，思绪不知不觉飘回10年前。那时的他还是一名站在靶场上的射箭选手，那时他曾是最年轻的全国冠军，可如今却只是个没有技能的失业者，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尚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弹出了刚才那位主播重新开播的提醒。看着这条推送，尚贤脑海里浮现出主播说的那句话：胶囊游戏里一切皆有可能。看着手机上的通知，尚贤重新坐回电脑前，在搜索框里输入技术流直播。如果胶囊游戏里一切皆有可能，那自己是不是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射箭？要是把这些直播出来，真的会有观众买账吗？平时常看的那位主播技术并不算好，大家却看得挺开心，那真正靠技能的频道又有多少？按下搜索后，屏幕上瞬间弹出了密密麻麻的直播画面，技术流主播的数量远比自己预想的要多得多。不仅有人在直播里展示技术，也有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而围观。这场景让尚贤感到无比熟悉，就像他曾经接触过的体育世界一样。现实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人脉关系，有着太多无法预测的干扰，但在这个游戏世界里，却和他从小喜爱的竞技场一模一样。只要依靠真正的实力，就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向上提升。这里简单却足够公平。尚贤滑动鼠标，点开了直播平台的页面，看着亮起的屏幕，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如果自己也能在这个地方重新做到呢？尚贤约朋友祝贺在咖啡馆见面，刚坐下就抛出惊人决定，打算花光积蓄买一台游戏胶囊舱。祝贺听到后当场惊叫出声，难以理解尚贤的疯狂举动。尚贤此前根本没接触过游戏，当年因伤被迫放弃射箭，如今竟然要进游戏重新射箭。面对朋友的极力劝阻，尚贤自信地比出大拇指，保证自己在射箭上绝对没问题。祝贺大声质问他没试过怎么敢保证，连平时最沉稳的朋友都如此焦急，让尚贤也不禁怀疑起自己的决定。在前那家缺乏信任的公司里，祝贺是他唯一能倾诉的对象，二人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祝贺出身优渥且事业顺风顺水，因此尚贤平时很信任他的判断。见尚贤陷入走神，祝贺吐槽这跟拿积蓄去撞大运没两样。尚贤老实表示自己不擅长玩牌，气得祝贺直呼这只是个比喻。祝贺问他胶囊舱究竟要多少钱，尚贤回答需要4000万。祝贺听完更加头疼，提醒他
除了设备本身，还有配件、选配和高昂电费。尚贤完全没想到还要额外花钱。祝贺实在看不下去，拍桌警告尚贤乖乖待在原地，等他下班前绝不能擅自决定。祝贺带着尚贤来到一栋大楼前，尚贤抬头一看，这里居然是一家胶囊仓体验网吧。两人沿着楼梯向上走，祝贺解释这里只是体验游戏的地方，并非直接卖设备的专卖店，但尚贤心里依然想着买机器。刚走到楼上，祝贺就对着走廊大声打招呼，熟练地喊了一声康硕哥。只见身材健硕的康硕正在店里搬箱忙碌。康硕热情地进行自我介绍，听说尚贤想买胶囊仓，便主动邀请两人进店，表示店里的二手设备可以便宜卖他。尚贤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位康硕哥居然是网吧老板，他忍不住佩服祝贺，竟然直接带他找老板买二手机器。跟着康硕走进店里，一整排胶囊仓瞬间映入眼帘。康硕拍拍尚贤的肩膀，问他买之前要不要先试运行体验。尚贤赶忙点头答应。康硕带尚贤去采集生物数据，祝贺在一旁解释，这是启动胶囊仓的必要步骤，安慰尚贤很快就能搞定。尚贤进屋准备体验，祝贺顺势向康硕表达感谢。康硕表示不用客气，自己本就想赶紧处理掉二手设备。看着正在接受扫描的尚贤，康硕还是对祝贺说了心里话，直言自己其实有些想劝退这个年轻人。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看了大主播或高手的视频，就怀揣野心冲进这行，只觉得打游戏能够赚钱。许多人以为能把现实技能带进游戏，但事实往往大相径庭。在完全潜行游戏里，现实中的肉体力量根本派不上用场，失去了身体限制，人的判断力反而更容易动摇。说到底，比拼的还是心理素质。康硕直言，尚贤刚失业且经济困难，说不定这次试完后就会主动放弃。祝贺听完陷入沉默，他也觉得如果尚贤就此收手，至少能避免把积蓄全砸在机器上。康硕替尚贤选好了游戏项目，正是他接触过的射箭。康硕建议他先看看测试成绩，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买下机器。随着舱门缓缓关闭，设备正式启动，尚贤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奇妙感觉，身体分明还在原地，意识却正急速冲向另一个世界。随着数据传输完成，一瞬间的强光散去，尚贤再次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座露天射箭场上，阳光洒满绿意盎然的场地，微风吹过带来真实的触感，感受着体内重新涌现的力量，尚贤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赛场上响起了虚拟解说的广播，向观众介绍这位从小展现天赋的选手。感受着周遭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尚贤感叹这里的真实程度，简直就像真的站在顶级赛场舞台上。随着广播提示第一箭即将开始，尚贤伸手准备从箭袋里抽取箭矢，可手触碰箭矢的瞬间，祝贺先前质问他早已放弃射箭的话语再次在耳边响起，剧烈的心跳声打破了赛场喧嚣。尚贤也不禁问自己，真的还能做到吗？尚贤原以为手会像现实中那样颤抖，可握紧弓弦的瞬间居然无比稳定，迟迟未射的一箭让场外祝贺心生疑惑。康硕以为这只是常见的紧张，可祝贺清楚尚贤平时做事向来沉稳。此时赛场上的尚贤搭箭扣弦蓄势呆发，弓弦拉开的力道以及握把的细腻触感都和现实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即便如此，尚贤依然熟练地将长弓拉满。尚贤瞬间意识到自己的手之所以不再颤抖，是因为这里并不是现实。随着弓弦震响，箭矢呼啸而出，精准刺穿靶心，第一箭便直接打出满分10环，彻底震惊了全场。场外观战的祝贺和康硕满脸震惊，首箭命中10环后，尚贤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搭上第二箭，再次拉满长弓，紧接着箭矢接二连三呼啸而出，靶心正中央挤满了一整排箭矢，每一发都稳稳命中满分10环。看着眼前震撼的画面，康硕忍不住发出惊叹。他想起祝贺先前说过，胶囊游戏和现实的手感大不相同。祝贺起初以为尚贤只是适应极快，但看着发10环的操作，他很快意识到这早已超越了单纯适应的范畴。康硕凝视着屏幕里尚贤的背影，心里愈发确定眼前人绝非寻常之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身份？系统提示游戏关闭，尚贤退出了胶囊仓。在一旁围观的康硕和祝贺立刻对他的惊人表现大加称赞。然而刚回到现实，尚贤就一阵恍惚，原本在游戏里稳定精准的手，此刻在现实中又开始止不住地颤抖。看到这一幕的祝贺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尚贤，看着尚贤双手止不住的颤抖，康硕不禁好奇他的真实身份。祝贺这才道出埋藏的真相，尚贤曾是史上最年轻的射箭金牌得主，本可以站在世界之巅，可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摧毁了一切。当时祝贺也想尽办法帮他。听完尚贤的过往，康硕这才恍然大悟。祝贺深深地感叹道，对当时的尚贤来说，射箭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失去射箭的沉重打击一度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绝望。面对祝贺质问他是否忘了何时放弃射箭，尚贤只能自嘲的一笑。那一天他怎么可能会忘记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他依然清楚记得在医院里医生避开他眼神时的冰冷态度，那不得不放弃梦想的一刻，至今仍是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测试胶囊仓出来后，尚贤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连忙挡住脸，直呼太丢人了。祝贺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没过多久，胶囊仓被正式安装到了家里，连直播软件也一并配置完毕。尚贤顺利启动设备，准备在今天正式开启直播。
想起店铺老板康硕，当时被他坚持梦想的热情所打动，哭着给出了极其优惠的价格，让尚贤甚至担心对方会不会亏本。收回思绪后，他直接点击界面进入游戏选择。尚贤选中了早已看好的游戏《王国时代》，这是一款以中世纪佣兵为背景，主打真实战斗机制的大作。虽然热门游戏流量极大，但竞争也极其残酷。而《王国时代》知名度不低，却因为高难度让不少主播望而生畏，这反而给新人留下了绝佳的切入机会。完成角色创建与设置后，系统正式开启前行倒计时。随着一瞬间迸发的耀眼强光，尚贤正式踏入了王国时代的世界。尚贤刚进入游戏，还没来得及看清四周，耳边就传来一阵怒骂，紧接着脸上结实时挨了一耳光，挨打的尚贤重重摔倒在地，浑身酸痛，脸上还带着红痕。他迷茫地睁开双眼，完全没搞清到底是什么情况。尚贤缓过神来，发现自己正身处一辆马车里，车外正传来阵阵惨烈的杀声。佣兵副队长罗曼挥着巨剑上前怒骂，质问他是不是打算一直躲在车里，难道还要再挨一巴掌才肯动弹？听到这话，尚贤这才反应过来，刚才把自己扇倒在地的人正是罗曼，而且这游戏里的痛感居然完全真实。罗曼大声怒吼说有山贼袭来，逼尚贤赶紧拿起武器战斗。话音未落，整个画面突然闪烁，游戏瞬间进入暂停状态，系统弹出提示让他选择初始武器。尚贤环顾四周，发现地上只有刀枪，好在系统面板上保留着弓箭选项。就在他准备勾选弓箭时，眼前竟凭空弹出一条观众留言，这突如其来的弹幕让他大吃一惊。他抬眼一看，直播间里不知不觉来了5名观众，弹幕纷纷劝告王国时代里的弓箭手极其难玩，奉劝他最好不要轻易选择弓箭。观众在弹幕中解释，箭矢不仅容易误伤队友，碰到硬甲还会被直接弹开，平时还要时刻计算剩余数量。尚贤感谢了大家的提醒，可紧接着他还是果断勾选了弓箭。系统显示武器选择成功，直播间里瞬间刷满了问号，观众纷纷吐槽这个新人的脾气还挺硬。尚贤也看出来了，这群观众纯粹是想看他吃瘪。他刚想开口询问，自己明明已经选了弓箭，为什么手头还没拿到武器？话音未落，伴随着车外的一阵惨叫，一把长弓竟然直接飞进了车厢，原来是外面的同伴不幸战死，武器这才掉落到了尚贤手里。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他已成功获得长弓和20发箭矢。直播间弹幕瞬间刷屏，观众吐槽这竟然是用队友的命发装备。还没等尚贤消化完，副队长罗曼又冲过来怒吼，逼他拿上武器赶紧上阵，甚至嘲讽他这水平连谷仓都射不中。面对罗曼的叫嚣，尚贤没有开口争辩，他默默搭箭拉弓，眼神瞬间变得无比专注，箭矢应声飞出，直接贯穿了前方敌人的头部。面对这精准的爆头秒杀，弹幕纷纷表示这绝对是新手的运气。尚贤感受着刚才的手感，发现游戏里的射击逻辑介于竞技与国攻之间，自己很快就摸清了门道。他顺势向观众打听，难道游戏里的箭矢全都是一击必杀吗？热心观众解释，只有命中要害或头部触发爆头机制，才能达成瞬间秒杀的效果。搞懂规则后，尚贤感谢了观众的解答，表示接下来会一件一个清理敌人。弹幕听完却是一片嘲笑，觉得这个新人过于自大。面对观众的质疑，尚贤没有过多解释，他再次搭箭拉弓，决定直接用结果证明一切。尚贤认为精准射击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眼前的敌人正好有20个，而他手里也刚好剩下20发箭矢。随着箭矢接连破空而出，前方的强盗被精准爆头，相继倒地。眼看轻敌效率极高，尚贤没有丝毫犹豫，再次熟练的搭箭拉弓，准备一口气将剩余的敌人全部解决。又是一发精准爆头，尚贤直接射杀了威胁同伴的敌人。原本以为移动目标不好打，上手后发现比预想的还要轻松。此时车厢外的战场上，副队长罗曼正与敌人激战在一起，正面的抗压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尚贤注意到前方的强盗举着盾牌，如果直接正面映射，恐怕会白耗尽箭矢。此时罗曼跃起挥剑，正面狠狠劈向持盾强盗。强盗虽然勉强抬盾挡下这一击，侧面却彻底暴露出了空当。尚贤见状不再犹豫，立刻搭箭扣弦，精准锁定了对方露出的侧翼破绽。趁着对方破绽大开，尚贤果断扣弦放箭，飞出的箭矢瞬间击穿持盾强盗的头部。随着敌人应声倒地，战场上彻底恢复了平静。尚贤环顾四周，确认眼前的强盗已被清理干净。而此时看着监控屏幕的祝贺，也发现原本热闹的聊天频道突然没了声音。祝贺还以为观众是看腻了，结果下一秒弹幕瞬间铺满整个屏幕，全场观众直接沸腾，纷纷质问这个新人到底什么来头，居然连 BOSS 都被他当场射杀。看着满屏的震惊，尚贤感到有些疑惑，难道 BOSS 不能射杀吗？祝贺在聊天窗口解释，通常情况下 BOSS 根本不可能被轻易爆头，连忙追问尚贤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尚贤却觉得理所当然，既然听说爆头就能解决，自己就直接照做了。祝贺接着说明 ，BOSS 不仅手握重盾，而且反应极快，除非用上最大输出，否则不可能击穿。尚贤听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最大火力就是把弓彻底拉满而已。祝贺连忙补充解释，在游戏中把弓拉满不仅难度极大，还会严重影响瞄准精度。听到这番话，尚贤当场愣住，祝贺这才猛然意识到什么，难以置信的追问：他该不会每一箭都是全拉满吧？
还没等尚贤开口回应，佣兵副队长罗曼突然走上前来，严肃地质问眼前的年轻新兵：“刚才爆头射杀 BOSS 的那一箭，到底是不是他射的？”游戏论坛里很快出现了讨论这场直播的热帖，网友们纷纷上传尚贤射箭的视频切片。视频画面中，尚贤再次扣弦拉满长弓，将汇聚全力的箭矢呼啸射出。没想到罗曼的态度瞬间大转弯，兴奋的直夸尚贤太厉害，说自己从没见过天赋这么强的弓箭手，还要把他的惊人表现直接汇报给团长。这出乎意料的变脸，把论坛里的网友全看愣了，纷纷吐槽副队长以前可从未这么热情过。随着这段切片视频迅速爆火，大量新观众纷纷在帖子下留言，询问这位神秘的新人到底是何方神圣。面对大家的好奇，尚贤亲口说出了自己的游戏 ID 阿蒙德。得知这位神射手的名字后，网友们瞬间沸腾，纷纷在网上搜索起主播阿蒙德，这位实力强悍的神级新人，就此彻底被大家牢牢记在心里。查完信息后，网友更纳闷了，因为这账号竟然是昨天才建的，有人怀疑是炒作标题党，也有人猜是高手开小号玩挑战。发帖人赶紧出来澄清，强调对方绝对是个纯新手，连直播间名称都是系统随机生成的。电脑前的尚贤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原来名字还能自己改。看到网友贴出了直播链接，尚贤觉得正好能给频道宣传一波。可当他接着往下看评论时，眼神却突然凝固了。留言提到连顶尖高手都没做到的事，居然被他一个新手给做成了。尚贤看着网友讨论的那个名字，想起之前翻看技术型主播榜单时，这个前职业选手就高居前列，是公认的传奇大咖。而如今论坛评论区里全都是把他与对方放在一起比较的留言，没想到自己才播了1天就能和这种世界级大佬相提并论。网友们也在论坛里开玩笑，劝大家收敛一点，别给新人太大压力，万一真把人家吓到退游可就不好了。看到网友的评价，尚贤感到一阵难以置信。就在这时，搁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尚贤拿起一看，发现竟然是祝贺打来的。他有些纳闷，对方怎么会在这时间找他？尚贤随手接通了电话，电话接通后，祝贺关心起昨天的直播情况，尚贤表达了感谢，表示多亏了对方的帮忙。祝贺提到康硕也有点担心胶囊仓的情况，尚贤看着身后的设备，表示一切正常。祝贺便顺口打听起直播的观看人数，尚贤回答播到最后大概有20个观众。听清数字后，祝贺震惊的直接站了起来，惊呼第一天怎么会有这么多观众？意识到失态，向周围道歉后，他压低声音追问尚贤究竟做了什么。尚贤吃着零食，含糊解释自己只是选对了一款适合的游戏。祝贺忍不住纳闷，他技术这么好，当初干嘛非要跑来大公司实习？尚贤调侃说，有大公司的机会谁会拒绝？祝贺听完也只能无奈笑笑。尚贤准备挂掉电话，开启今天的直播。祝贺有些意外，提醒他原计划不是定在晚上吗？尚贤坦言，眼下的局势已经由不得他选了。尚贤直言自己现在已经是全职主播了。祝贺听完忍不住笑出声，吐槽某人以前在公司摸鱼时可没这么拼。结果话刚说到一半，祝贺就在食堂被上司抓了个正着，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教训。祝贺只能慌忙挂掉电话，只留下尚贤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尚贤忍不住感叹，朴组长还是一如既往的严厉。随后他伸手按下了胶囊仓的启动键，伴随着设备缓缓运转，肚子的饥饿感却忽然涌了上来。尚贤暗自懊悔，刚才应该多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可现在为了能尽快上线直播，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果断迈步躺进了胶囊仓。看完论坛上的热烈讨论，尚贤的心跳到现在都难以平静。这种与人竞争的压力和被人关注评价的焦虑，让他不禁回想起曾经的岁月。没想到大家的关注与讨论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能量。尚贤嘴角微微扬起，看来自己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开播提示刚一弹出，聊天室里就响个不停，收到推送的观众纷纷涌入。坐在舱内的尚贤有些纳闷，感觉今天的聊天室格外热闹。好奇之下，他点开观看人数，想确认一下，眼前的数字让他不敢相信，在线人数竟然直接飙升到了189人，仅短短1天时间，在线人数竟然直接暴涨了9倍。尚贤这才切身体会到论坛上的讨论帖带来了多大的关注。第一次面对这种关注，尚贤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静下来，暗自提醒自己，这里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不过是一场第三人称视角的网络游戏而已。跳出现实的束缚后，原本的紧张感竟神奇的烟消云散。尚贤重新调整好状态，从容地向直播间观众打起招呼，准备接上昨天的进度，继续游戏。与此同时，在办公室的祝贺正一边工作一边趁空喝口咖啡，手边的手机突然亮起，收到了尚贤的开播提醒。尚贤在信息里感谢祝贺的帮忙，并约定下次请他喝酒。祝贺欣然应了下来。看着尚贤如今干劲十足，祝贺心里也由衷的替他高兴。可刚收起手机，祝贺突然猛地反应过来，自己最初打电话过去，明明是有要紧事要交代，结果刚才一打岔给彻底忘了。他努力回想，当时康硕还特意叮嘱过这件事很关键，隐约记得似乎和胶囊仓有关。还没等他理清头绪，同事就过来喊他去会议室开会。祝贺也只能先收起心思去参加会议。祝贺坐在工位上苦思冥想，试图记起康硕当初特意叮嘱的事情。此时尚贤正躺在胶囊仓里，对此还一无所知。
祝贺终于隐约有了些印象。康硕交代的似乎跟身体优化有关。睡前上弦特意上网查了资料，研究大主播如何管理弹幕和避雷。他发现随意提起在线人数容易影响观众体验，引发对立，所以上弦决定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像陪朋友打游戏一样轻松互动。看到弹幕里不少昨天的熟面孔，上弦主动叫出他们的名字，热情感谢大家再次来看直播。观众们纷纷发弹幕回应，甚至有人开玩笑夸他是开播第2天就拥有中粉的直播天才。面对大家的夸赞，上弦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打完招呼，上弦正式启动潜入载入游戏。随着系统提示声响起，他的意识被瞬间拉入虚拟世界。睁开眼后，他发现自己居然直接上线在马背上。上弦顺势向观众交代起最新进度。昨天下播后，自己在游戏里又独自推进了一段。副队长罗曼帮他联系上了佣兵团首领，如今他已顺利接到新任务，正跟着队伍骑马赶往目的地。上弦打算先把枯燥的前置任务处理完。他这次接到的新任务是护送出行贵族。本以为佣兵都是在战场上浴血厮杀，没想到实际干的更像是保镖的工作。弹幕也吐槽这小佣兵团就是保全公司，除了任务设定逼真，连骑马的颠簸感都极其真实。一旁的罗曼看出了他的不自然，主动问他是不是第一次骑马。上弦顺口回答自己以前接触的少，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系统居然能顺畅的帮他进行对答。罗曼则严肃地提醒他，接下来必须尽快习惯马背上的感觉。上弦本以为又要挨一顿臭骂，没想到罗曼不仅没生气，反而竖起大拇指，笑着鼓励他，说以后多的是练习骑马的机会。这罕见的温和态度，瞬间让直播间的弹幕彻底刷屏，观众纷纷表示不可思议。毕竟平日里严厉的罗曼从来没这么温柔，甚至怀疑这个副队长是不是假冒的。看着弹幕里的震惊反应，上弦这才意识到罗曼对待自己的方式确实大不一样。直播间里有老玩家发弹幕询问，好奇阿蒙德接的究竟是什么任务，还提醒这一带随时会遇到马贼突袭。看到观众惊叹自己的推进进度，上弦一头雾水，还没搞懂对方说的骑兵强盗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猖狂的叫嚣，连地面都跟着剧烈震动起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马匹瞬间受惊，马贼的袭击来得极其迅猛，大批骑兵呼啸着向队伍发起冲锋。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罗曼果断下达指令，指挥长枪兵迅速顶到最前面建立防线。可还没等防线完全站稳，敌方头目就已经挥刀砍了上来，防线瞬间被马贼撕开缺口，长枪兵死伤惨重，只能向后方大声求救，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上弦这才意识到敌人的凶悍，直播间的弹幕也跟着炸开了锅。有人期待看他展现骑射，也有不少人怀疑之前热传的视频是假的，觉得在移动的马背上射箭根本不可能。面对满屏的质疑与看衰，上弦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影响。这种怀疑的声音，他在曾经的体育生涯中早已经习以为常。想要回击怀疑，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实力证明给所有人看。上弦伸手从身后抽出一支箭矢，冷静观察着前方的战场。冲上来的马贼大概有50人左右，推进速度相当快。上弦搭箭扣弦，瞬间将长弓拉满，直接瞄准了前方的敌阵，随即果断松手，射出了第一箭。上弦这一箭的目标正是冲在最前头的马贼头目，箭矢划破长空，穿过前方交战的人群，精准射中了头目敌咽喉。随着敌方头目坠马到地，冲锋的马贼瞬间没了势头。亲眼看到这惊人的一幕，罗曼和手下的士兵全都给当场看傻了。首领布鲁卡中箭坠马，整支马贼队伍瞬间陷入混乱，没人敢相信他们的队长居然会被一箭秒杀。直播间里的弹幕更是直接炸开了锅，由于距离实在太远，不少观众甚至还没反应过来，敌方头目就已经当场阵亡。看到满屏惊呼的弹幕，上弦却是一脸茫然，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头目，刚才那一箭只是顺手瞄准了跑在最前面的敌人。随着战况反转，直播间在线人数很快突破200大关。看着异常活跃的聊天室，大家显然都已经看得过瘾了。但上弦心里很清楚，战斗还没有彻底结束，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他重新搭箭拉弓，迅速锁定了下一个敌方目标。随着利箭破空而出，前方的马贼直接被一箭爆头。上弦没有丝毫犹豫，抬手又是一箭，转眼间再次干掉一人。接连几名同伴瞬间倒下，剩余的马贼彻底被吓破了胆，再也顾不上反击，纷纷大喊着下令撤退，掉头仓皇向后逃跑。看到敌人开始溃逃，上弦可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们，他再次拉紧弓弦，稳稳锁定逃跑的目标，随着手指一松，又是一支利箭呼啸着破空而出，利箭瞬间精准贯穿敌人的后背，逃跑的马贼当场应声坠马。直播间里的弹幕再次掀起高潮，观众直呼这操作和气场完全就是大佬级别的存在。见敌军大溃逃，副队长罗曼立刻举剑高声下令，要求全员乘胜追击一个不留。与此同时，系统的任务提示也随之亮起，要求正式更新为追击并彻底消灭所有逃跑的马贼。收到追击任务后，上弦决定一鼓作气，彻底干掉这群溃逃的马贼。而在游戏外的官方论坛上，气氛却变得异常热闹。有主播本想上网看看有没有人在讨论自己，结果刚打开主页就被首页的热门帖子吸引了，上面赫然写着有新手在第2天就解锁了马贼任务的全歼路线。网友们纷纷在帖子里讨论，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个任务根本不存在全歼选项。再往下翻看评论，整版论坛全被同一个名字刷屏，完全想不通这个叫阿蒙德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主播艾康杰洛在电脑前浏览帖子，注意到视频里的玩家竟然在使用弓箭，忍不住怀疑对方是不是在搞弓箭挑战。他一直很好奇，到底是哪个想不开的主播会跑来玩这款冷门游戏，没想到居然还真有同行和他一样。抱着好奇的心态，艾康杰洛顺手点开了视频，想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结果视频画面才刚一播放，震撼的击杀场面直接扑面而来，瞬间让他当场愣在原地，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画面。视频里的精英怪竟然被一剑秒杀，艾康杰洛整个人都看懵了。他很清楚，如果是普通爆头攻击，怪物绝不可能瞬间被秒得连反应都没有，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击杀，唯一的可能就是精准击中了死穴的完美射击。看着视频里的那一剑，艾康杰洛愣在电脑前，他突然意识到，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完美射击？在这款游戏里，命中要害却能秒杀普通怪物，但面对 BOSS 级别的强敌，即使击中要害也无法直接秒杀。大家原本都以为这是铁律，其实游戏里藏着隐藏机制，这是唯一能秒杀 BOSS 的办法。这种超越爆头的隐藏判定，多数玩家甚至从未听说。论坛老老少少争论不休，认为这只是虚构的传说。毕竟在正常游玩中，根本无人能够触发完美射击的条件极其苛刻，必须在满攻后1秒半内出手，同时精准命中死穴正中心，人类几乎不可能完成。可视频里的阿蒙德不仅成功触发，甚至还连续多次命中。艾康杰洛第一反应怀疑对方开挂，但他很快否决了这个念头。谁会在冷门游戏里开挂？为了查清对方身份，他在搜索框敲下阿蒙德的名字，猜测这人不是硬核大神，就是现实中的奥运冠军。可翻出账号资料的瞬间，艾康杰洛当场愣住了。这位连续爆头的神级高手，居然只是个刚入坑的新人。与此同时，游戏里的阿蒙德正骑着马，全速追击逃跑的马贼。佣兵队伍骑马狂奔追击，副队长罗曼并排赶上，见上弦依然紧握长弓，劝他换成长枪或重武器，毕竟马背射箭难度极大。弹幕也纷纷发文劝阻，认为马背骑射根本不现实。上弦心里明白大家说的有理，但他依然想坚持用弓，便向罗曼表示自己没有问题。见上弦态度坚决，罗曼不再劝阻，笑着表示相信他的选择。这份偏爱引来弹幕疯狂吐槽。上弦心里很清楚，自己虽没骑过马，但此前也是首次射击移动目标，只要适应颠簸节奏，很快就能掌握马背射箭。随着马匹全速狂奔，他在颠簸中拉开长弓，稳稳锁定前方溃逃的马贼。这一刻的画面，他已在脑海里演练过无数次。凭着极稳的手感，上弦松手放弦，利箭破空飞射而出，前面的马贼应声倒地，弹幕瞬间轰动，全被这记马背射击彻底折服。可上弦心里却有些遗憾，由于马背过于颠簸，原本瞄准头部的这一箭，最终只射中了对方脖子，一箭没能命中头部，让上弦意识到光靠手感不够，必须让身体配合马匹的奔跑。在全速追击中，他重新调整呼吸与节奏，再次拉紧了手中长弓，利箭破空飞射，精准贯穿前方马贼的头部。看到颠簸马背上完成爆头，弹幕直呼比刚才更加强悍。上弦没有丝毫停顿，在狂奔中再次拉满长弓，又一支利箭呼啸而出，前方的马贼再次应声坠马，几支利箭连番飞出，逃跑的马贼被全数歼灭。见上弦独自解决所有敌人，副队长罗曼当场大声惊叹，直言他简直是神射手降临。周围的佣兵纷纷高声欢呼，庆幸队伍里有如此高手。严肃的 NPC 瞬间变身夸群，直播间弹幕也一片热闹。听着众人的夸赞，上弦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刚清理完马贼，直播间突然响起提示，大主播艾康杰洛砸下10万重赏，留言惊叹这全都是完美击杀。系统提示任务成功完成，受保护的贵族上前表达致意，记住阿蒙德的名字，承诺给予丰厚报酬。可比起游戏里的奖励，上弦的注意力早已被巨额打赏完全吸引。看着面板上的10万巨款，上弦一时间愣在原地，弹幕一片震惊，直言打赏者是个知名大咖，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大咖为何会来到小直播间？见他当场愣住，弹幕纷纷发屏提醒，催他赶紧给出谢礼反应。毫无经验的上弦挠了挠头，不知该如何回应。有观众开玩笑弹幕建议，不如用射箭作为谢礼。上弦眼前一亮，决定展示一项独门绝活。他果断抬手，再次拉满长弓，箭矢破空朝天飞去。满屏弹幕刷满问号，大家看不懂他的操作，纷纷嘲笑这算什么谢礼。上弦看着天空淡定应对，开玩笑说要表演魔术，展示如何让箭凭空消失。然而话音未落，飞向天空的利箭精准降落，当场贯穿了自己的头颅。游戏画面弹出宣告挂彩，彻底宣告游戏结束。弹幕瞬间被爆笑刷屏，观众纷纷吐槽他竟为了10万重赏当场自尽。面对嘲笑，上弦十分平静，这本是他做职业射手时用无锋剑练过的表演技巧。见观众欢喜，他十分开心。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屏幕忽然闪烁起异样光芒，眼前骤然发生变故，意识瞬间被弹离游戏。上弦才反应过来是设备崩溃，他擦着汗走出游戏舱，吐槽旧设备连空调都没有。他连忙拿起手机查看，直播虽被强制中断，聊天室依旧正常运行，弹幕全在为刚才的意外发笑。上弦发弹幕解释崩溃原委，观众非但没有怨言，反而直呼节目效果拉满。看到气氛融洽，他才松了口气。见弹幕夸他是天生主播，上弦仔细想想，这种意外突发状况反倒成了绝佳剪辑素材。
本想打字解释抛物线技巧，转念一想，无需多言，他删光文字，只留下一句：今天直播到此结束。见他干脆利落的直接下播，聊天室瞬间再次炸锅，大家惊叹节目效果拉满，以为那记自杀爆头也是他提前安排的表演。论坛对上弦的讨论越发热烈，甚至拿他与大主播艾康杰洛相比，质问为何捧一个几百人看的新人。上弦下线后翻看手机，见许多帖子频繁提起艾康杰洛，猜想对方定是顶尖玩家。出于好奇，他在视频平台搜索并点开对方的战斗视频，看着视频里行云流水的操作，上弦也被对方的实力震慑。对方的技术确实相当过硬，这让上弦愈发困惑：顶尖大主播怎么会关注自己？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私信，上弦疑惑地看向屏幕，对方一上来便打招呼，自我介绍正是艾康杰洛。上弦顺手点开对方的主页，发现艾康杰洛不仅精通王国时代，还是个涵盖各种游戏的全能大主播。这种多赛道发展的赚钱模式，恰好也是他未来最想达成的目标。面对这位顶尖大咖发来的私信，上弦一时间犯起了难，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才好。私信里，艾康杰洛直言自己彻底被他的技术所征服，希望能找他合作联播，甚至提出可以线下见面交流。要是处理不好，很可能会被大家误以为是在故意蹭对方的热度。正当上弦犯难，不知道找谁商量时，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人正是祝贺，电话一接通，祝贺便表示自己刚看了直播，问他是不是就是阿蒙德。上弦爽快承认，祝贺忍不住打趣，说他现在成了大红人，吸引了那么多观众。面对祝贺的调侃，上弦依然十分平静，表示作为一名射手，随时保持冷静才是关键。紧接着上弦又补充道，自己从小就是天才，早就习惯被大家瞩目了。这话直接把电话那头的祝贺整无语了，忍不住开玩笑抱怨起来。上弦顺势问他，难道特意打电话过来，就为了调侃这几句？祝贺这才抛出一个重磅消息，说自己今天已经正式辞职了。听到这个消息，上弦整个人当场愣住，连忙追问他，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辞职了？祝贺坦言自己跟主管大吵了一架，这才冲动交了辞职信。得知祝贺恢复了自由身，凭对方极其优秀的履历，各大公司肯定会抢着要。上弦动了心思，想请对方来当自己的经纪人，但想到凭对方的身价，自己根本付不起薪水，便默默打消了这个念头。可还没等他开口，电话那头的祝贺却抢先宣布，从今天开始，自己要来做他的经纪人。祝贺直接道了句今后请多关照，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上弦当场懵住。面对祝贺的追问，上弦连忙澄清自己当然愿意，只是坦言自己目前月收入才10万韩元，根本付不起薪水。可祝贺非但不介意，反而提起了先前的糗事，调侃他上次从游戏仓出来哭鼻子的样子，让上弦瞬间急得反驳起来。祝贺解释起自己的动机，看到上弦对射箭的热爱，他才发现自己从未体验过这种投入，这才决定追随兴趣去做想做的事。上弦听完有些担心，提醒他这样会在简历上留下一段空白。祝贺闻言轻笑了起来，自信表示凭他的资历，就算休息1年也随时能找到工作，甚至还调侃等上弦将来红了，自己就摇身一变成黑心老板，和他签下一份终身合约。听着祝贺的打趣，上弦不甘示弱，特意学起主管的语气，开玩笑让祝贺赶紧交辞职信，以后保证带他发大财。调侃完语气一转，上弦表示明天刚好有一项工作。祝贺听完十分意外，忙追问是什么安排。听上弦说是收到了联合直播邀请，祝贺顿时打起精神，夸赞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合作，上弦心里有些拿不准，祝贺则明确表态支持他，爽快答应下来。上弦坦言自己并不擅长社交应酬，祝贺笑着让他放心交给专业人士，建议这次直接免费参与联合直播，纯靠实力说话。两人爽快敲定合作。与此同时，咖啡厅里，经纪人那脸看着阿蒙德的主页，疑惑艾康杰洛为何要主动约见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人。艾康杰洛抓了抓头发，表示自己非常看好对方的潜力，毕竟没有谁一上来就是大明星。那脸翻出他以前的黑历史吐槽，提醒他之前就差点因为帮新人而翻车。艾康杰洛听完急忙打断，坚称阿蒙德的运动天赋绝对是顶尖水平，提前结交这种天才绝对是明智的投资。那脸却不以为然，直言光有技术可不代表能红。接着顺口问了一句，他有没有见过阿蒙德的本人？艾康杰洛顿时愣在原地，只能尴尬承认自己还没见过对方。听到这个回答，那脸瞬间炸毛，吐槽他这也太不专业了。那脸忍不住继续抱怨，万一对方现实里长相和社交能力都很差，到时候直播效果砸了，可千万别找他哭诉。正当那脸还在吐槽时，脚步声突然朝这边靠近，来人客气的上前问候，确认对方是不是艾康杰洛。艾康杰洛连忙扭头打招呼，可刚一抬头，他和那脸当场愣在了原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位身穿西装气场十足的帅哥，来人礼貌地伸出手自我介绍，表示自己就是上弦，也就是游戏里的阿蒙德。刚才还在担心颜值的那脸，瞬间被这超高颜值彻底折服。艾康杰洛也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慌忙伸手跟着打招呼。艾康杰洛赶忙起身握手自我介绍，随后好奇地询问站在上弦身边的另一位是谁。只见那人微笑着递上名片，自我介绍说是上弦的经纪人祝贺。艾康杰洛和那脸接过名片，心里忍不住暗暗吃惊，他在圈里干了这么久，还从没见过专业气场这么强的组合，实在好奇这两人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可当两人低头看清名片上的字时，直接被上面的信息当场震惊到了。
看清名片上大厂背景的硬核履历，艾康杰洛忍不住惊叹对方资历太顶了。祝贺客气的回应过奖，艾康杰洛心里暗骂对方准备的真充分。祝贺转头打听起那脸的身份，那脸顿时慌了神，连忙解释自己只是个普通经纪人。两人甚至紧张的当场大喊请多指教，直接把祝贺和尚贤给看笑了。气氛缓解后，祝贺提议大家坐下谈正事，双方很快在桌前坐定，拿出准备好的时间表讨论直播流程。流程聊得差不多后，艾康杰洛刚提起报酬问题，尚贤就主动开口，考虑到自己是新人，需要多关照，他打算这次不拿任何报酬。听到这个决定，艾康杰洛和那脸当场惊呆了，连忙表示绝对不行，白占便宜容易在日后引发纠纷。尚贤刚要开口回话，就被旁边的祝贺捂住了嘴。祝贺顺势接过话头，表示如果一定要给，按最低时薪结算就行。艾康杰洛听完有些尴尬的解释，这行里根本没有按时薪算钱的。祝贺和尚贤这才明白过来。艾康杰洛顺势提出新方案，建议在联合直播当天把收到的打赏收益5-5平分。听到这么优渥的分成条件，旁边的祝贺大吃一惊，觉得这条件实在太划算了。艾康杰洛随后看向尚贤，询问他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双方顺利达成合作协议。离开咖啡厅后，尚贤忍不住连声感慨，这次合作开局相当不错。祝贺对此也十分满意。祝贺拿出调查数据解释，艾康杰洛上个月赞助收益至少200万韩元，按5-5分成能分到100万。尚贤听完大吃一惊，没想到祝贺私下早已做足功课。随后祝贺又发来一份文件，尚贤点开后赫然发现，居然是刚才谈话的全程录像。面对如此严谨周全的准备，尚贤感叹不愧是大公司出身的高管。关于两人内部的分成，祝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等尚贤月收入超过300万韩元，多出的部分分他20%就行。面对如此慷慨的条件，尚贤一时间不敢相信，毕竟祝贺现在跟着他，几乎算是在白白打工。祝贺笑着让他大可放心，自己早有积蓄且做好规划。尚贤听完大受感动，决定全权信任这位新经纪人。随着合作正式拍板，直播联动的日子很快到来。尚贤准时登录了游戏，尚贤像往常一样开启直播，刚打完招呼，弹幕里就有人爆出猛料，询问他是不是要和艾康杰洛联动。看到消息已经泄露，尚贤十分意外，毕竟双方此前明确约定过暂时保密，为了不影响后续宣传，他决定先装作不知情。随后尚贤顺势转移话题，宣布今天登录游戏的目标是去讨伐马贼首领，甚至放话要尝试一招秒杀。这话一出，弹幕里顿时刷满了质疑，直言首领级别的怪物根本不可能被一击秒杀。面对满屏的质疑，尚贤有些纳闷，毕竟上次对付布鲁卡时，自己确实做到了一击必杀。弹幕赶忙提醒，布鲁卡只是个精英怪，真正的首领怪物体积庞大，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得知真相的尚贤有些尴尬，这才意识到刚才大话吹早了。就在他骑虎难下时，屏幕上突然亮起一条悬赏，观众打赏了1万韩元，并承诺只要真能一招秒杀首领，就追加10万奖金。看到10万韩元的悬赏，尚贤没有犹豫，直接接受。弹幕顿时被他的果断笑翻。刚接完任务的尚贤才后知后觉，自己这下必须硬着头皮秒杀首领了。虽然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高额悬赏带来的关注度，成功调动起了直播间的气氛。尚贤干脆豁了出去，公开放话，一定要拿下这10万奖金。这番表态彻底点燃了弹幕，观众们纷纷跟进追加悬赏，打赏提示音开始响个不停。看着金额不断上涨的打赏列表，尚贤这才惊喜地发现，悬赏任务居然成了带动收益的财富密码。看着还没上线就不断涌入的打赏，尚贤心里乐开了花。这种悬赏对维持收益实在太关键了，他连忙向打赏的观众道谢，表示今天一定会全力以赴。趁着势头正盛，尚贤不再耽搁，直接点击登录切入游戏。画面一转，尚贤顺利降落到游戏世界，发现传送地点和上次一模一样。随着其正式登场，直播间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观众屏息期待这场秒杀秀的开始。尚贤刚从马贼手里救下贵族少女艾米莉亚，面对绝美 NPC 的道谢，弹幕瞬间陷入疯狂告白。尚贤暗自盘算，眼前这位大概就是游戏女主角，接下来的对话选择很可能直接影响后续剧情走向。此时面前弹出了对话选项，比起客套的第一项，弹幕纷纷拱火，让他选第2项索要赏金。可尚贤没有理会，依然按自己的风格选择了客套的，表示只是在履行职责。看到这个中规中矩的回答，弹幕一片吐槽。好在艾米莉亚依然真诚表达了感谢，绝美笑容引得观众一阵欢呼。不过弹幕很快有人提到另一个名字罗瑟妮塔，称她才是真正的女主角，这让不太了解剧情的尚贤有些困惑，不知这又是何方神圣。罗曼向艾米莉亚汇报，表示马贼余党已分散在整座山脉，建议派出特别讨伐队前去清剿。艾米莉亚当即同意了这个提议。随着罗曼下令守备部队原地扎营，尚贤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阶段的清剿任务就是通过这段剧情正式开启的。随后讨伐队趁着夜色进入密林，在复杂的地形中谨慎前行，寻找马贼藏匿的据点。没过多久，穿过密林的队员们眼前一亮，敌人的营地建筑终于出现在视野当中。罗曼打手势示意大家就位，要求讨伐队员尽可能贴近敌营，准备从后方发起致命一击。潜伏在树后的尚贤感受着极其逼真的游戏体感，这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感让他不敢再把这里当作普通游戏。随着罗曼高高举起手中的长剑，突袭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讨伐队从树林中蜂拥而出，猝不及防的敌营瞬间乱成一团。马贼们还没来得及组织反击，暗处飞来的冷箭就已接连爆头。上弦在远处的连续精准狙杀，让敌人彻底陷入了恐慌，连弓箭手藏在哪都没看清，就被接连收拾掉。频繁的暗处狙杀暴露了他的位置。马贼弓箭手布鲁卡发现了上弦，大声指挥同伴先解决远处的弓箭手。可还没等敌人围过来，上弦面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系统提示因为连续3次爆头，解锁了新技能快速连射。上弦决定当场试试看。随着技能瞬间激活，手里的长弓迸发出耀眼的绿光，多发箭矢几乎同时破空而出，瞬间将迎面冲来的马贼接连爆头。看到这惊人的一幕，直播间弹幕彻底炸开了锅，大家都以为连射技能不过是个鸡肋，没想到在上弦手里不仅渐渐爆头，射速更是快得难以置信。有观众很快反应过来，根本不是技能本身有多厉害，纯粹是上弦自己的射速太夸张。随着最后一个马贼轰然倒地，战场瞬间恢复平静。上弦缓缓收起长弓，看着满屏的惊叹弹幕，轻吐出一口气，主动向直播间的观众打起了招呼。上弦夸奖其手里的长弓，表示这武器比想象中好用得多。观众纷纷在弹幕里吐槽，说好用纯粹是因为用的人是他。看到有观众打赏询问感情状况，上弦也笑着坦诚自己目前单身。看着热闹的弹幕和大家的夸奖，上弦由衷感受到玩游戏的乐趣。对他来说，赚多少钱固然重要，但全息沉浸的体验与观众的热烈回应才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正当他感叹时，一只手突然拍上了他的肩膀，来人正是罗曼，一开口就把他夸成了帝国第1弓箭手。上弦刚客套完，直播间突然弹出一条打赏，有观众疑惑战斗怎么结束的这么快，马贼首领到底跑哪去了？话音刚落，旁边突然有人高声呼喊，说找到了马贼头领的尸体。大家凑近一看，刚才被上弦顺手爆头的马贼，居然就是这伙人的老大。看到首领直接被一剑秒杀，弹幕彻底看傻了眼，纷纷直呼不可思议。可上弦却在一旁犯起愁来，拿不准自己这算不算搞砸了10万韩元的悬赏任务。看着屏幕里的上弦，艾康杰洛急切想要证明真相。还没等他细想，游戏里的上弦却突然开口，反过来询问什么是完美一击。听到这话，艾康杰洛彻底愣在原地，他实在无法相信，能打出顶级表现的高手，竟然连基础概念都不懂。艾康杰洛当即打赏1万韩元，在弹幕里震惊地质问对方怎么会不知道完美一击。面对质问，上弦语气平静，反问这难道是什么重要概念？艾康杰洛彻底被震撼到了，一直以来精准操作的顶尖高手，居然完全是凭本能在打，这让他意识到对方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艾康杰洛立刻敲击键盘，再次送上1万韩元打赏，当场向上弦发出联动邀请。弹幕瞬间炸开了锅，原来艾康杰洛已经在自己频道公开了消息，才开播3天就能和顶流合作，观众们直呼不可思议。有人劝上弦拒绝，担心引来对方粉丝围攻，也有观众满怀期待，暗地里其实非常兴奋。这时屏幕亮起1万韩元打赏，观众承诺只要他在联动中证明完美一击真实存在，就会追加10万韩元奖金。看到高额悬赏，上弦立刻有了决定。上弦在直播间正式做出回应，表示非常荣幸接受邀请。收到确切答复，艾康杰洛再次打赏1万韩元，留言表示稍后私信沟通细节。随着联动消息彻底敲定，直播间打赏与弹幕狂刷不止。看着满屏的热烈讨论，上弦不禁暗自感叹，对方为了造势，甚至编出了完美一击的噱头，不得不佩服老手的宣传手段。弹幕打赏提醒接连跳出，艾康杰洛累计打赏了12万韩元，纷纷问上弦怎么毫无反应。弹幕生怕他直接切断直播。上弦盘算了一下，首领已经解决，联动也已宣发，现在正是下播的绝佳时机。他缓缓拉开长弓，将箭头对准了高悬的明月，一束箭矢直冲云霄。上弦正式感谢了打赏，顺势向观众道别下播。伴随着系统弹出的结算提示，上弦顺势退出了全息游戏。他来到洗手台前洗了把脸，全息设备带来的高温沉浸感让他有些担心频繁下线影响大脑。缓过神来时，桌上手机突然亮起通知，看到艾康杰洛发来的消息，上弦一头雾水，对方居然要求明天直接线下见面。他连忙发消息向经纪人祝贺确认，祝贺立马吐槽提醒他，上次开会根本没认真听，这次联动不仅要在游戏里合作，还包含了线下的面对面采访。经祝贺这么一提醒，上弦这才想起来有线下采访。确认好行程后，他给对方发消息，约定明天在清溪站会合。处理完见面的事，上弦坐回电脑前查看网上的讨论，论坛里热闹非凡，大家都在热议艾康杰洛的现身，以及最后神乎其技的下播动作。一篇分析他秒杀首领的帖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发帖网友将画面放成慢动作，发现马贼首领是在瞬间接连中了快速连射的2箭。看着论坛里各种慢动作分析，上弦一时间也有些吃不准。好在网友表示，具体细节明天的联合直播就能揭晓。可话题很快偏到了他的长相上，甚至有人猜测他是个宅男。看着越发荒诞的讨论，上弦索性关闭页面准备吃晚饭。刚准备离开，经纪人祝贺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祝贺语气急切地告诉他，刚发布1个小时的视频，播放量居然已经突破4万。上弦赶忙向祝贺确认情况，祝贺透露艾康杰洛已经在自己的频道发布了2人联合直播的预告片。随着预告片正式公开，画面切入上弦骑马驰骋的场景，他拉满迸发光芒的长弓，联合直播即将正式拉开序幕。
预告片高潮画面中，上弦将长弓拉至满弦，迸发强光的箭矢破空而出，精准贯穿敌人的头部，将对手连番爆头击倒。随着敌人应声倒地，预告片顺势打出宣传字幕，是要向所有人证明，真正的百步穿杨确实存在。随着预告片播放完毕，评论区彻底炸开了锅，网友们纷纷惊叹上弦的神级剑术，甚至称他为当代的传奇神射手。看过视频的人全都在期待明天，连带脸看着画面也不禁犯嘀咕：一个新手怎么会有这种夸张技术？到了第二天，联动直播正式开启，艾康杰洛的直播间刚一开播，在线人数就刷爆了历史记录。开播前，艾康杰洛提醒上弦准备，表示平时开播也就3、4千人。祝贺在一旁帮忙检查上弦的着装，确认一切就绪后，祝贺按下了开播键，画面正式转入直播状态。艾康杰洛热情地跟观众打招呼，弹幕瞬间铺满屏幕，在线人数一下子冲上了1万人。刚开播就刷新了历史记录，夸张的人气让艾康杰洛惊喜万分。他熟练地感谢着粉丝订阅，跟涌入直播间的观众拉起家常。站在一旁的上弦暗暗感叹，对方确实擅长把控气氛和互动。艾康杰洛趁势宣布，今天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不仅会联合直播，还要进行现场采访。弹幕瞬间被上弦的名字彻底刷屏。艾康杰洛激动地公开表态，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亲自验证预告片里的神级射术，向所有人证明那并不是虚构的。听说要现场验证神级射术，弹幕瞬间刷满上弦的名字，大家都等着看他能否再次打出完美一击。直播间人数一路疯涨，很快突破了4万人大关。眼看气氛已经彻底点燃，艾康杰洛不再废话，向全网观众隆重介绍，正式欢迎今天的重磅嘉宾，传奇天才弓箭手上弦登场。在艾康杰洛的热烈呼喊下，这位备受瞩目的传奇弓箭手上弦正式在直播间亮相。得知这是阿蒙德首次公开露脸，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疯狂刷新，全网观众都屏住呼吸，等待揭开这位顶级高手的真面目。在无数镜头与观众的注视下，上弦微笑着正面亮相，大方地向所有人打招呼做自我介绍。上弦这一露脸，直播间弹幕与打赏瞬间爆满全屏，所有人都被阿蒙德的颜值所震惊。没想到技术出神入化的顶尖高手，居然还拥有如此出众的外貌。艾康杰洛在旁边也是赞叹不已，直言自己第一次见时同样被震撼，光凭这张脸就足够引发全场轰动。看到直播间热度推向最高峰，艾康杰洛顺势向观众发起现场投票，询问大家想先进行线下采访，还是直接进入游戏实机展示。观众们纷纷在弹幕中踊跃投票，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赶紧看游戏，等着亲眼验证他那神乎其技的射术。艾康杰洛提醒弹幕保持礼貌，随后正式确认了大家的投票结果，决定直接开始进入游戏演示。上弦也点头表示完全赞成。可就在准备登录的关键时刻，艾康杰洛突然开口询问上弦，他的游戏仓优化代码究竟是多少？这一问直接把上弦给当场难住，他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艾康杰洛赶忙向他耐心解释，那是根据个人脑波与体感数据，专门用来提升操作表现的专属参数。得知上弦不仅从来没有听过，还反过来询问这东西是否重要，艾康杰洛当场惊得愣在原地，难以置信他竟然一直在没有任何调优的情况下打游戏。这意味着上弦一直顶着巨大负重打游戏。艾康杰洛感到无比震惊，在没有任何参数调优的劣势下，他究竟是怎样打出那种神级操作的？就在这时，身后的经纪人祝贺突然反应过来，之前开会时自己完全忘了交代优化参数的事，他赶忙上前悄悄向艾康杰洛说明原委。得知上弦是真的对参数一无所知，艾康杰洛整个人当场看呆，甚至当着全网观众的面坦言自己内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面对满屏弹幕的疑问与困惑，艾康杰洛向全场公开了真相，阿蒙德买的其实是二手设备，而且自始至终都在没有任何调优的设备上打游戏。弹幕瞬间恍然大悟，难怪他之前在关键时刻总是突然下线，原来是因为设备没有经过参数调优。艾康杰洛连忙追问原因，难道之前打游戏时就经常遇到崩溃？上弦语气平静地解释，只要在游戏里死亡，设备就会自动强制下线。听到这个解释，艾康杰洛被彻底震惊到了。在这款高死亡率的硬核游戏里，他完全无法想象上弦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弹幕里更是一片欢乐调侃，对上弦来说只要不死就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他全服唯一一次死亡还是自己射了自己一箭。面对如此惊人的神级操作，艾康杰洛感叹他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玩家。上弦听完也若有所思地点头表示认同。看到上弦自然大方的现场表现，艾康杰洛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发自肺腑的赞叹，眼前这个人不仅游戏实力极其顶尖，性格幽默且深谙直播互动之道，简直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天才主播。面对这样一位天生的顶级主播，艾康杰洛对这次联合直播充满了信心。收起内心的惊叹后，艾康杰洛主动向上弦提出建议，先帮他生成专属的设备优化代码。上弦也立刻点头表示同意。设备调试过程非常顺利迅速，上弦体验着优化后的虚拟空间，感觉全身轻盈无比，所有动作都能完美由意识精确掌控。看到设备问题被彻底完美解决，艾康杰洛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提议是时候正式进入游戏，去亲自验证完美一击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
艾康杰洛在直播间里情绪高涨，连弹幕都在纷纷调侃，说他再次执着于根本不存在的完美一击。随着全息游戏王国时代载入画面出现，上弦也在传送通道中陷入沉思，思考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完美一击。两人顺利登陆进游戏世界，弹幕打趣说艾康杰洛纯粹是来蹭经验的。此时队伍接到了艾米莉亚大人发布的新任务要求前往附近的哥布林洞穴，彻底清剿这群祸害农夫的怪物。全员集结完毕后，准备立刻出发。接下清剿任务后，上弦与队友们乘着马车赶赴目的地。在赶路的途当中，艾康杰洛主动向大家提起完美一击的触发条件。他解释说，这款游戏的要害判定其实有积分系统，要害就像内部套着小圆拳的精准靶心。第一个触发条件就是必须精准击中靶心的正中央位置。听完艾康杰洛的这番详细解释，上弦暗想，这和现实中的射箭原理如出一辙，随即开口追问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艾康杰洛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表示第二个条件才是最棘手的地方。艾康杰洛紧接着说明，第二个条件必须在第一次出手发箭时就直接精准命中靶心正中央，绝无第二次尝试的机会。听到如此苛刻严苛的要求，上弦只是面色淡定地点了点头，平静地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明白。看到他毫无波澜的镇定反应，艾康杰洛一时间有些彻底蒙圈。没想到对普通人来说极难的条件，在上弦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难题。还没等艾康杰洛多想，身后的罗曼突然一巴掌拍在他头上，大笑着当场打断了他的思绪。罗曼凶狠地训斥艾康杰洛，叫他赶紧动起来做正事，别在这里白白耽搁大家的时间。可一转头面对上弦时，罗曼的态度瞬间变得无比温和客气，表示这次清剿任务依然全靠他来主持大局。面对这番托付，上弦只是淡定地点头回应，只留下一旁委屈吐槽的艾康杰洛。弹幕更是被罗曼这极端的双标举动彻底逗笑。说话间，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洞穴入口。艾康杰洛刚准备对着镜头好好展示一番，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罗曼一拳揍倒在地，训斥他赶紧闭嘴，别耽误正事。弹幕直接被这搞笑的场面彻底逗乐。罗曼转头让上弦带头行动，给艾康杰洛亲身示范一下如何进行伏击。上弦沉稳地下声应承，留艾康杰洛在一旁满脸委屈。此时前方黑暗中传来阵阵低吼，哥布林正一步步逼近伏击圈。上弦握紧武器，准备果断出手。优化完设备的身体操控设置后，上弦感到整体动作顺畅了许多。他隐蔽蹲伏在草丛当中，缓缓将手中的长弓拉至满弦状态。看到他准备在极难的角度直接出手，艾康杰洛心里不禁泛起嘀咕，认为即使强如上弦，也不可能在这种苛刻条件下精准命中。可还没等艾康杰洛多想，上弦就已经果断松开了手中的弓弦，箭矢瞬间撕裂空气，破空而出，精准贯穿了前方哥布林的头部，直接将其一箭当场爆头击杀。看到这干净利落的杀敌一击，艾康杰洛当场惊得看傻了眼，弹幕也纷纷惊叹，他的射术完全在另一个维度。接连几道寒光闪过，哥布林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纷纷到地起绝。看到眼前这震撼的一幕，艾康杰洛惊觉优化过设置后的上弦箭术竟然比之前还要更加精准恐怖。不仅如此，上弦拉弓调弦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完全就是一位为伏击而生的顶级猎手。艾康杰洛越看心里越是惊叹，除了这神一般的身体素质之外，对方身上那种独特的沉稳气质更是让人无法忽视。看着前方接连应声倒地的哥布林，艾康杰洛心里十分清楚，只要能给上弦一个合适的展示舞台，凭他这恐怖至极的硬核实力，绝对能成为轰动全网的顶级大明星。洞口哨兵被瞬间全灭，连弹幕都在怀疑游戏难度。罗曼顺势夸赞上弦，招呼大家继续深入洞穴。艾康杰洛在心里极度震惊，这本该由整个佣兵团协作的关卡，竟被上弦一个人轻松单挑清场。艾康杰洛对着直播间大呼小叫，弹幕也纷纷打趣调侃起来。佣兵们随后封住洞口，点燃柴火，打算用浓烟把洞里的哥布林逼出来。烟雾很快充斥了整个洞穴，可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洞内突然传来一阵尖锐怪叫，伴随着重重的脚步声，一双猩红的巨眼在暗处亮起。从烟雾中现身的正是巨型主怪哥布林冠军，系统同步发布击败他的全新任务。面对这夸张的体型，弹幕纷纷质疑能否在这大家伙身上打出极其苛刻的完美一击。面对压迫感十足的巨兽，罗曼立刻指挥举盾手上前正面防御。哥布林冠军挥舞巨剑重劈下，艾康杰洛在防线前急忙高声提醒上弦，机会只有一次，必须第一击就精准命中要害正中央。直播间弹幕都在期待，看啊，蒙德能否验证完美一击的存在。上弦当即拉满长弓，直接瞄准逼近的哥布林冠军。可在准备发力的瞬间，他突然动作一顿，缓缓放下了拉开的长弓。看到这出人意料的一幕，弹幕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压力太大才不敢出手。然而并不是因为紧张，上弦注视着前方的巨兽，发现眼前这只哥布林冠军脸上竟然戴着一副厚重的铁面具。面对厚重的铁面具，普通箭矢根本无法穿透。上弦迅速做出权衡，头部依然是命中率最高的要害，既然正面无法突破，上弦直接调整姿势，举起长弓朝正上方全力拉满，一箭破空而出，直插云霄。看到这出人意料的射法，
弹幕瞬间一片惊呼，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又要强制下播。可见使越过高空，在天空中瞬间调转方向，化作从天而降的利刃，垂直砸下。完美一击的判定，只需要精准命中要害的正中央，这就意味着要害根本不局限于额头，垂直坠落的箭矢避开了正面的铁面具，直接贯穿哥布林冠军头盔的最顶端。致命的一击深入要害，庞大的哥布林冠军应声倒下。看着被瞬间绝杀的主怪，罗曼和艾康杰洛当场看傻了眼，直播间弹幕也彻底陷入震惊。直播间弹幕疯狂刷屏，直呼不敢置信。上弦平静地注视着前方，这一击直接清空了对方的血条，整片战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现场只剩下一片落针可闻的震撼。片刻的沉寂过后，艾康杰洛率先反应过来，激动地举起双手，疯狂欢呼。直播间也瞬间被弹幕淹没，谁也没想到真的有人能打出完美一击，更没想到他会从顶端垂直破防。之前坚信完美一击不存在的玩家，当场送出高额打赏，留言表示自己输得心服口服。面对铺天盖地的夸赞，上弦依然保持着平静，淡定地向对方道谢。紧接着，系统的打赏提示音接连响个不停，铺天盖地的打赏如雨点般砸来，直播间彻底被打赏弹幕刷屏，从几千到10万韩元的打赏瞬间霸屏，全网观众都在为这精彩的一击狂欢。游戏结束后，上弦缓缓从游戏舱中坐起，拉开衣领，松了一口气。上弦走出游戏舱，吐槽设备的散热，艾康杰洛则兴奋地冲向奈脸，炫耀自己终于证实了完美一击的存在。那脸提醒他，游戏画面中断是因为打赏和弹幕太多，直接把服务器给刷崩溃了。艾康杰洛听完全然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绝佳的热度。经纪人祝贺顺势提出建议，虽然游戏断线，但直播还在继续，不如让上弦直接坐在镜头前接受采访，还能顺势再收一波打赏。艾康杰洛当即表示赞成。上弦刚想先擦干身上出汗湿透的头发，却被两人当场一口拒绝，要求他必须保持现在刚出舱的造型。服务器终于重新恢复连接，艾康杰洛带着上弦重新回到镜头前，热情地和直播间的观众打招呼。艾康杰洛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完美一击的传说终于得到了证实，自己总算洗清了先前的质疑。上弦也在一旁笑着表示，连他自己都没想过居然是真的。弹幕纷纷夸赞上弦神乎奇迹的射术，同时还不忘调侃艾康杰洛，笑称他刚才断线是不是偷偷哭过。艾康杰洛气得当场大声反驳，搞笑的互动再次引发全场狂砸打赏，直播间的打赏铺天盖地砸来。艾康杰洛手忙脚乱地表示，打赏留言根本念不过来，但依然在镜头前连声感谢。整整40多分钟过去，打赏名单依然没有断过，艾康杰洛只能一刻不停地念着名字。一旁的经纪人祝贺看懵了，完全想象不出这次究竟收到了多少打赏。就在这时，现场突然响起不一样的提示音，屏幕上亮起炫目特效，有观众直接砸出100万韩元的大额打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额打赏，祝贺和艾康杰洛当场看呆，连忙对着镜头连声道谢。艾康杰洛坦言，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佬。弹幕瞬间跟着沸腾起来，艾康杰洛随即念出金主的留言，对方专门叮嘱一定要转告阿蒙德，他真的超可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夸奖，上弦在一旁自带闪光效果，十分淡定地应了下来。可话音刚落，现场提示音再次响起，这位金主又追加了10万打赏，还附带了一模一样的留言。艾康杰洛直接看傻了眼，没想到对方为了夸阿蒙德可爱，竟然接连砸下重金。艾康杰洛向打赏的金主表达感谢，弹幕纷纷调侃打赏全是冲着上弦去的。艾康杰洛安抚好直播间，准备正式开启采访环节。艾康杰洛公布了提前收集的粉丝提问，可榜单前几名全是在问皮肤怎么保养，用什么牌子的唇彩，以及有没有女朋友。离谱的问题让艾康杰洛当场崩溃。上弦十分坦诚地逐一回答，表示自己从不做护理，也不用唇彩，目前也并没有谈恋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全网关注，上弦虽然有些吃惊，但也开始逐渐适应成为焦点的感觉。感受着现场热烈的氛围，上弦渐渐体会到了直播的乐趣。无论是游戏里的酣畅厮杀，还是镜头前的互动分享，这些仿佛早就融进了他的血液。随着直播圆满结束，大家纷纷打招呼道一声辛苦。刚从游戏舱里出来，艾康杰洛惊讶地发现上弦浑身湿透，明明设备自带散热，他却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激战。看到上弦出舱后满头大汗，那脸赶紧递过毛巾。艾康杰洛解释说，这大概是因为上弦在游戏里集中了全部注意力。艾康杰洛连声感谢大家的配合，坦言自己的直播间从没有过这么高的热度。祝贺也适时送上提前准备好的礼品。那脸见状，立刻转身去泡茶。看到这贴心的一幕，祝贺忍不住在心里赞叹，没想到上弦连人情世故都考虑得这么周全。趁着那脸去泡茶的空当，艾康杰洛兴奋地拿起平板，准备揭晓今天直播收到的打赏总额。旁边的上弦和祝贺屏息凝神，紧张地盯着屏幕。当最终收益数字正式亮起，两人当场吓傻了眼，屏幕上显示的打赏收益竟然高达536万韩元。上弦难以置信地开口确认，艾康杰洛也直言自己此前从没拿过这么高的收益。端茶过来的那脸现场算起了账，如果按约定55分成，每人能分到200多万韩元。
一听到能分到这么多钱，尚贤和祝贺二话不说，当场对着易康杰洛深鞠躬致谢。这突如其来的郑重感谢，瞬间把艾康杰洛给整不会了。艾康杰洛赶忙表示，该谢的是自己，平时他单打独斗做直播，能分到50万韩元，就算运气爆棚了。听到这话，祝贺立刻意识到，打赏并不是对方的主要收入，顺势打听起平时的盈利模式。艾康杰洛与那脸大方分享，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广告费，相当于每个月的固定底薪。那脸还会拉来游戏和产品的商业赞助，连艾康杰洛身上的衣服都是赞助商提供的。祝贺听完忍不住感叹，这运作模式简直和明星一模一样。那脸紧接着补充，像颜值出众的主播，90%以上的收入都能靠打赏解决，外貌优势在这个行当里非常关键。艾康杰洛听完很不服气，抱怨搞笑的长相难道也是错吗？祝贺在一旁忍不住偷笑起来。那脸转头看向尚贤，建议他可以好好利用颜值走明星路线。这截然不同的态度让艾康杰洛当场郁闷不已。尚贤放下手中的冷饮，明确表示自己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游戏主播。那脸见状赶紧开口解释，自己只是在探讨如何将收益最大化。艾康杰洛接着举例，建议可以一边做游戏直播，一边拓展节目和外部合作，这样平台视频会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直播则用来和粉丝维持互动。尚贤听完觉得这种模式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那脸顺势分析起行业现状，主播主要分为大众视频创作者和专注特定领域的小众直播两类，像艾康杰洛就偏向小众路线，而尚贤显然更适合走大众路线。不过那脸也特别提醒，想在视频平台打响名气，剪辑水平至关重要，找个靠谱的剪辑师才是关键。那脸询问祝贺是否做过视频剪辑，祝贺尴尬地表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那脸建议前期可以招聘专业剪辑师，考虑到目前收益有限，劝他们不用操之过急。祝贺对此连声表达感谢。聚会结束后，大家来到地下停车场告别，双方客气地表达了感谢，并约定以后有机会在一起联合直播。看着准备离开的尚贤，艾康杰洛在心里暗暗感叹，等到下一次合作的时候，尚贤的成就恐怕早已远超自己了。目送着车辆缓缓驶离，艾康杰洛心里满是羡慕，感叹对方的天赋确实无人能及。那脸见状赶紧催促他赶紧回屋。祝贺一路开着车把尚贤安全送到了家门口，尚贤礼貌地向他表达感谢。面对接踵而来的平台合作与发展规划，祝贺贴心地开导尚贤，劝他不用感到焦虑，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好。祝贺夸赞他极具天赋，相信他无论选择什么都能做到最好。尚贤忍不住轻声低笑，诚恳地向祝贺道了一声谢。告别祝贺后，傍晚的风带起了一阵寒意，尚贤一步步走上阶梯，看着脚下冷清的台阶，他不禁想起过去的每一个冬天，自己总在提心吊胆，生怕奶奶会在结冰的楼梯上滑倒。尚贤在心里默默对奶奶倾诉，今天自己赚了大约270万韩元，祝贺哥甚至一分抽成都没要，不仅能赚钱，更是体会到了乐趣。他打算先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更神奇的是，只要进入游戏，他的右手就完全不会发抖，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可回到现实中，握紧的拳头却依然在微微颤抖。当年那场惨烈的车祸，终究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伤。当年那场车祸给奶奶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痛，在她记忆里，奶奶曾常常独自躲在房间里默默落泪。这只受创的右手不仅仅是一段糟糕的回忆，更是带给奶奶无限痛苦的根源。哪怕她再怎么厌恶，也只能伴随自己的一生。但如今，她却要用这只曾经受伤的右手，在游戏里重新拉响长弓。这神奇的一幕，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若要是奶奶能亲眼看到，想必也会大吃一惊吧。身边遇到了这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好人，尚贤忍不住在想，这会不会是奶奶在冥冥之中给予的庇佑？面对这份深沉的善意，眼泪忍不住划过了脸颊。尚贤抬起手臂，轻轻擦干泪水。虽然一直在竭尽全力，但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份恩情全都还清？想到朋友的打趣和督促，尚贤笑着答应会继续坚持。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却隐隐有些难过，遗憾奶奶无法亲眼见证这一切。与此同时，论坛上彻底炸开了锅，错过了直播的玩家全都在后悔。阿蒙德一剑绝杀哥布林冠军的剪辑，在网络上迅速爆火，全网都在震惊于这神乎其技的完美一击。艾康杰洛看着手机不住感叹，网上的反响简直离谱，这还是游戏相关帖第一次冲进热度前10。那脸在电脑前提醒他，自己说的是剪辑师社区里的热议，说完便顺手把链接发了过去。艾康杰洛疑惑地点开链接，屏幕上的内容瞬间让他看傻了眼。艾康杰洛忍不住发出感叹，尚贤现在的运气简直好到了极点。手机屏幕上的热度还在狂飙，网友们被阿蒙德的神级表现彻底征服，不仅疯狂夸赞这神仙级别的剪辑，还纷纷留言打听阿蒙德究竟是何方神圣，催促着赶快把视频搬运到各大平台。清晨，尚贤洗完澡出来，一边擦着头发，一边盘算接下来的打算。他回想起昨天学到的经验，明白目前主播主要有2种盈利模式，一种是专注实时直播，靠粉丝打赏和播放广告获取收益；另一种则是主攻视频平台，凭精彩剪辑吸引播放量，进而拿到商业赞助与广告代言。比较这2种模式后，尚贤认为最适合自己的还是主攻视频平台走明星路线，这也印证了祝贺之前的说法。祝贺觉得他不像艾康杰洛，反而更接近罗曼的风格，当时还提过以后一起接电视广告。虽然罗曼的直播风格与自己不同，但祝贺指的主要是商业模式，
靠视频平台的广告和赞助来一步步实现盈利。想走视频路线，首要任务是找个靠谱的剪辑师，毕竟收益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剪辑水平。尚贤决定在热门榜单里翻找，刚好翻到一个弓箭挑战的视频。他原本以为只是运气好随便选中，仔细一看封面，视频主角竟然就是自己。他赶忙扫向频道名称，发现发布者叫徐志雅，正是上次打赏100万的大佬。尚贤好奇地点击播放，随着大气的背景音乐响起，视频展现出极高水准的画质。画面中队友正在汇报战况，表示剩余骑兵散落在山脉中，询问是否派出突击队围剿。紧接着镜头一转，小队成员骑着骏马向山林深处快速推进。尚贤被视频的质量深刻震撼，大气配乐搭配细腻色彩，把故事叙述的层次分明。画面中罗曼手握巨剑咆哮厮杀，精彩的就像一部大片。随着镜头转动，气氛推向高潮，身穿斗篷的阿蒙德赫然登场，拉满长弓准备致命一击，箭矢破空而出，精准击中目标。原本容易让人疲劳的连续战斗被剪辑的精彩绝伦，节奏感十足，连尚贤看完都忍不住笑着夸赞画中的自己。评论区里全都是网友的夸赞好评。尚贤打算给祝贺打个电话，还没拨通，手机就率先震动起来。祝贺不仅发来了同一个视频，还表示找到了一位顶尖剪辑师，准备主动去联系对方。尚贤有些担心制作费用，毕竟眼下还没有稳定收入。祝贺却让他完全不必担心，表示谈判交给经纪人就好，尚贤只需要专注于打好游戏。尚贤看着祝贺发来的消息，觉得很有道理。既然对方是个值得信赖的经纪人，自己更应把全副精力放在游戏上。活动完筋骨，尚贤重新坐进游戏舱，准备开始新一轮训练。虽然对剑术足够自信，但相比其他主播，自己的身体素质还有短板。想维持高水平的技术流直播，针对性特训势在必行。尚贤直接把特训难度拉到最高，这场高强度特训整整耗费他3个小时才彻底通关。刚从游戏舱出来，尚贤看了眼时间，发现距离开播已经没剩多少时间，顾不上做饭，他只能拿出一盒牛奶和一包坚果，简单垫垫肚子。尚贤一边吃着坚果，一边想着联合视频的反馈应该很快会反映在这次直播上。眼看开播时间越来越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随着屏幕上的倒计时归零，直播正式开启。韩国游戏发行公司 Punk 内，项目负责人正对着电脑发愁。公司引进的奇幻游戏《王国时代》，虽然专业人士给出了好评，销量却惨淡到了极点。负责人甚至怀疑引进这款游戏是个错误。他原本想举办活动吸引新玩家，可面对糟糕的成绩，公司根本不可能批准方案。负责人忍不住幻想，要是能突然出现个明星玩家就好了。可这游戏连赛事都没有，又怎么会有明星选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在搜索框敲下王国时代，没想到搜索结果里竟赫然出现一个高热度视频。他抱着好奇点开视频，画面里神乎其技的剑法瞬间让他看呆了过去，直呼这是顶级的操作水准。负责人越看越震撼，不仅是剪辑水平高，视频里玩家的操作更是货真价实。他连忙查询背景，没想到账号才注册几天，完全是个刚入行的新人，不仅技术顶级，还自带极强的直播天赋。阿蒙德的人气正以惊人速度飙升，评论区和弹幕都在讨论他，纷纷开启提醒期待下一次直播。更让负责人惊喜的是，这名新人竟然还长得十分帅气。他兴奋的一巴掌拍在桌上，坚信这次的活动计划绝对能成。对方既然只是刚起步的新人，公司不需要付出太高成本，只要给到合适的宣传就能捧红。他顺手点下关注，没想到刚关注完，屏幕上就弹出了阿蒙德的开播提醒。负责人顺势点进直播间，准备亲眼看看现场直播。可刚进去，画面里的状况就让他当场愣住。不仅是负责人没想到，连尚贤自己刚一开播，面对铺天盖地的弹幕，也感到了意外。在线人数还在以极快速度飙升，很快就突破了1100人。祝贺意识到，无论是之前的联合直播、神级操作，还是爆火的剪辑视频，阿蒙德的热度都已经彻底爆发了。看到人数突破1000大关，祝贺激动得握紧了拳头。对新主播来说，这标志着他已经具备全职出道的实力。而此时的尚贤看着眼前不断飙升的弹幕，一时愣在原地，忘了开口说话。直播间里瞬间乱成一团，有疯狂催促开播的，也有提醒大家早就开播的。当初在5万人的联合直播里，他能保持镇定，全靠其他专业主播在前面撑场。先前有其他人把控局势，现在只能靠自己独自应对。尚贤握紧了手柄，心情反而越发亢奋起来。他调整好心态，正式向大家打招呼，表示今天会接着游玩《王国时代》。弹幕瞬间刷屏，不过很快有人发现这次只有声音，纷纷喊着想让他开启摄像头。老观众见状在弹幕里解释，说他从一开始就不露脸直播。看到满屏幕要求露脸的留言，尚贤这才意识到大家的诉求。祝贺突然发来一条网络链接，原来是有网友整理了尚贤露脸的照片，并发到了网上，称他是被爱豆界遗漏的绝世神颜。帖子瞬间在网上火了起来。尚贤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帅照已经在网络上疯传，他忍不住给祝贺发去消息，承认被大家关注夸赞的感觉真的很爽。祝贺笑着调侃他，让他别装了，赶紧把摄像头打开。尚贤不再犹豫，顺势开启了摄像头，正是在直播间里向大家打招呼。随着摄像头开启，弹幕和打赏瞬间铺满屏幕，观众们被他的颜值彻底征服。尚贤笑着感谢了大家的打赏，
为了不耽误直播进度，上弦没有过多寒暄，迅速切入正题，登入了游戏。刚一进入王国时代，艾米莉亚就主动上前致谢，称赞他轻松解决了骚扰领地迪戈布林。面对夸奖，上弦谦虚地表示，这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艾米莉亚坦言，罗曼副官已经把情况全告诉他了。说话间，他突然主动伸手握住了上弦的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以为两人要产生感情线了。可没想到，艾米莉亚深情款款地看着他，竟是想拜托他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弹幕见状直接笑翻，纷纷调侃这根本不是恋爱线，纯粹是 NPC 想继续薅玩家羊毛。上弦有些纳闷，追问为什么不把任务直接交给罗曼副官。艾米莉亚解释说，领主已经批准任务需要他单独完成，随后便指向远方的城堡，介绍起接下来的目标。上弦本以为单人任务不会太难，可艾米莉亚一开口，竟要他去刺杀那个城堡的领主。上弦试探着询问领主平时会不会出城，艾米莉亚却笑着表示，领主根本不会离开城堡，只能靠他自己潜入进去。听到要单人潜入刺杀领主，弹幕瞬间笑成一片，纷纷调侃这简直是让他去送死，甚至怀疑 NPC 的人设是不是出故障了。艾米莉亚却依然满脸笑容，坚信他一定能轻松完成这项任务。观众们的打赏不断刷屏，纷纷调侃起艾米莉亚的离谱要求。紧接着，系统弹出了任务接受选项。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弦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屏幕另一端，正关注直播的负责人更是看傻了眼。根据他多年的游戏经验，只凭一把弓箭去刺杀城堡领主，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弹幕里不少老玩家都在吐槽这关的恐怖难度。负责人看着评论，也赞同大家的说法。这个工程官恰在游戏里是出了名的变态，不仅得一步步爬上高耸的城墙，一旦被发现，敏锐的敌军 AI 就会瞬间扑上来，想做到不被发现潜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可更致命的问题还在后面。这次要刺杀的目标领主，全身上下都包裹着重型铠甲与头盔，对弓箭手来说，这简直是最糟糕的局面。但负责人心里却冒出一个念头，万一他真的做到了呢？在他看来，光靠顶尖技术和出色的外貌还不足以成为圈子里的超级巨星，想要真正站上巅峰，还需要创造出一场奇迹。就在大家以为他会放弃时，上弦却干脆利落地接下了任务。艾米莉亚微笑着回应，就知道他不会拒绝。弹幕瞬间沸腾起来，大家都在为他的果断刷屏。上弦心里很清楚，这场任务难度极高，但想要在主播这条路上站稳脚跟，就绝不能在这里退缩。况且他并不是盲目接下任务，这款游戏极其讲究历史还原，中世纪的城堡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庞大宏伟，守卫顶多也就50人左右，只要找准突破口，这场刺杀就并非没有胜算。不过上弦心里有些纳闷，艾米莉亚看着温柔善良，不像会轻易起杀心的人，与其自己瞎猜，他干脆直接向艾米莉亚询问那名领主究竟做了什么。艾米莉亚神色一沉，缓缓说出了背后的真相。领主泰罗兰特一直在奴役子民，他靠放高利贷逼的平民无法还清，最后顺理成章把人贬为奴隶，一辈子替他卖命，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艾米莉亚接着解释，只要泰罗兰特领主倒下，他的家族就能出面庇护这些平民。他们虽然也想正面交锋，但眼下缺乏正当开战的名义。交代完这一切，艾米莉亚问他这个理由是否足够解答疑惑。上弦明确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随着对话结束，系统也正式弹出了刺杀领主的任务提示。夜幕降临，上弦已经潜伏到了城堡外的农田里，借着夜色与农作物掩护，悄悄向城堡逼近。为了防止暴露，他压低声音向弹幕打听，如果在游戏里自言自语，会不会被周围的守卫听到。弹幕纷纷表示游戏真实度很高，声音确实会被敌方听到，不过可以在系统设置里进行调节。上弦意识到游戏机制的硬核，决定不再多说，继续借着夜色掩护向前摸索。上弦穿过玉米地时，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身手比之前轻盈了许多。观众们纷纷在弹幕里惊叹，有人猜测是系统属性有了提升，也有人想起艾康杰洛夸过他的超强专注力，连上弦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动作比过去流畅敏捷得多。看来开播前那3个小时的高强度特训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借着这股轻盈的身手，他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城堡墙下。虽然顺利潜伏到了城墙根下，避开了巡逻的守卫，但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翻墙上去。城墙附近有2个哨兵，只要对其中一个人动手，另一个就会立刻呼叫支援。按常规前行玩法，应该绕到身后捂嘴暗杀，再悄悄放到尸体。可上弦对自己能不能成功前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除了弓箭之外，上弦对其他武器完全没有把握。他伸手握紧了背后的剑矢，打算直接用弓解决。看到他准备在前行中用弓，弹幕纷纷发来劝阻，提醒他一旦发出一丁点动静，就必须把2个守卫同时解决。可其他观众觉得这根本不现实，一个人怎么可能用弓箭同时干掉2个人？这句话却瞬间点醒了上弦，他眼神一亮，自信地向观众表示自己有办法用弓箭把2个人同时解决。弹幕里瞬间刷满了问号，大家猜测他是想模仿一弓双箭。老观众纷纷提醒，这款游戏的硬核机制根本行不通，万一没能同时干掉2人，守卫的呼救声会瞬间引来警报，到时候整场任务就彻底报废了。面对满屏的质疑，上弦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在月光下
缓缓拉开了长弓。他眼神沉凝，紧紧盯住前方的目标，做好了放箭的准备。上弦其实并非要一弓双箭，而是决定先瞄准左侧守卫，将弓拉满，射向夜空，形成一道极高的抛物线。看着箭矢直接飞向空中，弹幕再次刷满问号，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操作。首发箭矢刚一飞出，上弦就迅速抽出了第二支箭，再次扣紧弓弦，眼神冷峻地盯紧城墙。第一支箭在空中达到最高点后，顺着抛物线垂直坠下。就在箭矢即将落到守卫头顶的刹那，上弦果断放出了第二支箭。两支箭从不同方向同时命中，城墙上的2个守卫被瞬间解决。守卫连警报都没来得及发出，就我起火把瘫倒在城墙上。直播间弹幕彻底炸锅，观众全被这波神仙操作给整懵了，想不通他是怎么算准时间同时击杀的。城墙上的隐患被彻底扫除，上弦抬手远眺确认现场安全。直播间瞬间陷入一片狂欢，疯狂刷屏的打赏音响个不停，观众直呼这波操作简直就是神迹。上弦开口感谢了打赏的观众，弹幕也纷纷调侃，连游戏开发者怕是都想不到这种神迹。屏幕另一端的负责人更是被这一幕彻底震撼，坦言自己完全没有料到这种结果。在游戏发行行业工作这么久，他见识过无数顶尖玩家，但阿蒙德的实力完全是另一个维度。负责人不再犹豫，果断拿起桌上的手机拨通电话，要求对方安排明天的面谈，准备把阿蒙德的个人资料直接发过去。负责人直接向下属下达死命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把上弦成功签下来。而此时的游戏里，上弦顺着抛出的钩绳一路爬到了城墙顶端，他伸手死死扣住墙沿翻了上去，站稳后忍不住小声感叹，刚才这一趟翻墙确实够呛。上弦蹲在城墙上喘着粗气，吐槽这游戏除了射箭，其他地方根本全是超高难度。弹幕见状直呼离谱，徒手爬城墙本就是公认的难题，普通玩家起码要死磕好几次，他竟然一次就轻松成功。上弦心里明白，自己先前可是进行了高强度特训，作为运动员重复训练是基本功。他正准备伸手收拾守卫尸体，身后却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一名巡逻守卫举起火把靠近，看着空无一人的哨位，纳闷原本守在这里的人都跑哪去了。守卫正抱怨同伴又在猫着偷懒，藏在暗处的上弦直接一箭射穿喉咙，连求救信号都没让他发出来。弹幕纷纷惊叹这波精确秒杀，上弦趁势将尸体迅速清理干净。观众提醒等进到城堡内部，敌兵密集且陷入近战，哪怕是神级弓箭手也会陷入苦战，而上弦已经开始在守卫身上摸索起来。上弦看着下面森严的守卫，意识到从底层硬闯根本不现实，他干脆扒下守卫的衣服套在身上，伪装成敌兵混进了城堡庭院。这身重型铠甲穿在身上沉重又别扭，上弦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搜寻。很快他在内庭发现了一座武器库，打算拿些箭矢补给后就离开。可就在他在屋里翻找箭矢时，一名打着哈欠的巡逻守卫走到门前，守卫察觉到异样，当场出声叫住他质问起来。上弦根本没有废话，直接一箭贯穿了守卫的头部。弹幕被这果断的一击彻底惊呆，纷纷吐槽他难道是打算把敌兵全杀光？然而这番动静还是引起了城墙守卫的注意，远处亮起火光，观众在弹幕里直呼他这下彻底暴露了。上弦丝毫没有慌乱，顺手从箭袋中再次抽出一支箭。此刻周围的一切仿佛瞬间沉寂，这种极致的专注感让他找回了当年在射箭赛场上的状态，眼里只剩下了前方的目标。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世界只剩下了命中与拖把2种可能。上弦果断扣弦松手，利剑呼啸着拔地而起，城墙上的守卫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当场贯穿倒地。正是这种极端的抉择时刻，让他的专注与实力彻底爆发。上弦不再隐藏行踪，直接在城堡里全力奔跑。弹幕纷纷吐槽动静太大，这哪里还像是潜入刺杀？巡逻守卫迎面发现了他，上弦抬手就是一箭，箭矢却只贯穿了守卫的脚。看到这一箭射中了脚，观众都以为是他紧张导致失手，在弹幕里直呼这下彻底玩砸了。上弦的嘴角却微微扬起，中箭的守卫哀嚎倒地，赶来支援的同伴全被吸引了过去。赶来的守卫连忙上前搀扶同伴，两人的身体瞬间重叠在了一起。上弦顺势调整位置，瞬间拉满弓弦，守卫还没反应过来，利箭就已经呼啸而出，一箭直接贯穿了2个人。弹幕被这波神操作彻底震惊，这才明白他射脚是为了吸引人过来，从而实现一箭双雕。解决掉门前的守卫后，弹幕里全是夸他用敌人当诱饵的神操作。上弦没有多做逗留，直接向城堡内部快速推进，才刚冲上回廊，迎面就遇到一名巡逻守卫。没等对方喊出声，上弦抬手就是一箭，当场将人击倒。然而中箭倒下的守卫径直从高处跌落到地面，重重摔在了巡逻队面前。守卫们瞬间警觉，当场大喊有入侵者，警报号角瞬间响彻整个城堡。守卫们高喊着发现了入侵者，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还没等上弦撤退，数把长枪就已经架到了他面前，将他死死包围。弹幕瞬间刷屏，吐槽他这次彻底完大了。全城堡的敌人都被这声动静吸引了过来，面对眼前成群赶来的重装守卫，前行刺杀彻底变成了正面硬刚。守卫们喊杀着发起了冲锋，弹幕纷纷吐槽他不懂刺杀规则，这下彻底暴露必死无疑，都想看他
接下来怎么应对。面对涌来的敌群，上弦淡定，表示无所谓，直接开启技能速射。他顺手从剑囊抽出一把利剑，眼神极度冷酷，顺势拉满弓弦。利剑化作一道道绿光呼啸而出，向迎面冲来的守卫展开无情扫射。绿光所到之处，冲在最前面的守卫接连被贯穿，眨眼间倒下一大片。幸存的守卫定睛一看，瞬间被眼前的场景吓懵，倒地同伴的额头正中央，全都死死盯着一支利剑。面对这极度恐怖的精准度，残存的守卫彻底崩溃，大喊着怪物，纷纷掉头逃跑。还没跑出多远，残兵回头一看，差点吓傻。上弦不但没有停手，反而全速朝他们追了过来。原本包围敌人的守卫，此刻被他一人追得惨叫奔逃。弹幕见状彻底坐不住了，纷纷质问他：难道想边跑边射？在这种高速移动下，根本不可能射中。上弦却只是冷冷一笑，表示在虚拟游戏里，可远不止右手能动。话音未落，他在高速移动中再次扣紧弓弦。上弦集中全部注意力，在急速移动中接连松弦放箭，呼啸而出的利箭精准贯穿了前方守卫的后脑。残存的守卫还没来得及求救，就被后方飞来的箭矢接连扫倒。最后的守卫刚开口求救，就被利箭当场贯穿倒地。现场所有的敌兵被他一人彻底清扫干干净净。最后一名敌兵中箭倒地，尸体沿着石阶一路滑了下去。上弦终于长舒了一口气，随后对着镜头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早就说过了。这一幕让直播间彻底炸锅，各种打赏提示瞬间铺满屏幕。看着不断飙升的打赏金额，上弦意识到直播效果远超预期。随后他迈开步伐，继续向城堡深处推进。上弦踩着满地血迹，一步步走向城堡核心大门，接着向直播间表示，接下来该去讨伐最后的城主了。他伸手缓缓推开大门，迈步踏入了城堡大厅。沉重的木门彻底打开，大厅尽头的王座上，城堡领主正按着重剑严阵以待。看着眼前的重装城主，上弦忍不住直言，原本以为是个油腻贪官，没想到还挺有大 boss 气场。他随即向对方提出疑问，既然早已设好伏击，刚才为何眼睁睁看着手下被全歼，却完全不出手救援？这番直白的话语让弹幕瞬间笑翻，纷纷吐槽这是 NPC 的固定脚本。话音未落，一股恐怖的蛮力横扫而来，地面应声碎裂，上弦被当场掀飞摔倒在地，巨型重剑重重刺入头边地面，碎石飞溅中，上弦一时间完全愣在原地，铠甲散发着腾腾杀气。城主按着重剑低沉开口，冷冷询问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来。上弦心里暗自吃惊，对方竟能轻松甩出那种重剑，这怪力实在有些离谱。他迅速站稳重新拉满长弓，可当他抬弓准备瞄准时，却突然愣在了原地。直播间弹幕瞬间刷满了嘲笑。城主身上穿的是全封闭重甲，整套铠甲严丝合缝，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射穿的缝隙。面对无从下手的敌方，城主缓缓抬起手，挑衅般的朝他勾了勾手指。大厅两侧再次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城主竟召唤出了同样身穿全封闭重铠的守卫。弹幕见状直呼这关太难，小兵全被重甲包得严严实实，用弓箭根本破不了防，纷纷提醒这时候换钝器才是正解。听着大家的讨论，上弦若有所思地念叨起了钝器。墙上虽然挂着一把重量巨大的阔剑，但换用不顺手的武器反而风险更大。面对步步逼近的重铠敌人，弹幕纷纷劝他赶紧逃跑或捡起重剑。上弦却坚信，既然游戏允许选择弓箭，就绝对存在用弓箭通关的方法。他没有选择逃跑或更换武器，而是再次拉紧了弓弦，凝神观察着眼前铠甲的每一个细节。重铠守卫步步逼近，上弦正准备拉弓瞄准，却突然注意到了守卫的动作细节。看着眼前的重铠敌人，上弦嘴角微微扬起，显然已经找到了破局法子。他不再犹豫，抬腿猛地向前跃起，直接抡起手中的长弓，当成钝器朝着守卫砸了过去。大家原本以为他是要当钝器砸，上弦却在极近距离下果断放箭，利箭精准擦过守卫头盔，直接把坚固的防具强行打落。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瞬间炸锅，谁也没想到剑居然还能这么用。守卫的头盔重重砸落在地，瞬间露出了毫无防护的头部。上弦不给敌人任何反应机会，趁着头盔飞落的刹那，再次拉满弓弦，朝着暴露出的头部果断出剑。被打飞头盔的守卫恼羞成怒，挥着重剑径直朝上弦猛冲过来。弹幕直呼这简直是神仙操作。面对横扫过来的阔剑，上弦顺势贴地滑行避开，在闪避的瞬间同步扣弦放箭，利箭精准贯穿守卫毫无防护的额头，重铠守卫瞬间惨叫着倒地。上弦在空中果断把弓拉满，冷冷道出一句太晚了，箭矢瞬间贯穿面前守卫的咽喉，中间的守卫重重摔在地板上，整条长廊的红毯上早已横七竖八倒满了敌兵。弹幕瞬间被神级操作彻底征服，直呼这才是真正的顶尖射术。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一身神装。而在大殿最深处，一名身披重铠的强敌缓缓起身，冷冷评价了一句还不赖。弹幕纷纷担心，这名领主的头盔可没有提环，没法用刚才的方法打掉防具。重装领主已经挥舞巨剑逼近，面对踏步而来的强敌，上弦心里十分清楚，先前连续3次爆头已经满足了条件，他要验证自己的策略是否有效。随着念头闪过，长弓上瞬间涌现出耀眼的蓝色光焰，系统弹窗在蓝焰中亮起，显示成功激活了技能迅捷骑射。
随着技能宣告激活，一大把箭矢猛地打在上弦脚下。在弹幕一片好奇声中，上弦竟直接将这一大束箭一齐搭上了长弓，再次用力拉满。远处的领主见状发出嘲笑，叫嚣着光凭箭矢根本不可能杀死他。弹幕也直呼，游戏角色都亲自盖章弓箭无效了。面对领主的挑衅与观众的质疑，上弦神色淡然，果断松开了扣紧的弓弦，只平静地回了一句没关系。一整束箭矢重重轰在领主胸甲上，却只撞出一阵激烈的火花。领主连退都没退几步，冷笑表示这种攻击毫无意义。他刚准备迈步反击，上弦的箭矢便再次呼啸而来，精准砸在胸甲的同一位置。还没等领主回过神，第二发、第三发无数道绿光接连赶到，全部死定在同一个点上。狂暴的轰炸瞬间在大厅炸开，领主被连续不断的重击打得措手不及，甚至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领主试图挥手阻挡，愤怒叫嚣，这种攻击根本毫无作用。上弦却没有丝毫动摇，出箭速度反倒越来越快，精准度也拉到了极限。他把所有的箭矢死锁定在领主的心脏位置，在极高频的精准轰炸下，领主被死压制在原地，气得破口大骂。弹幕被眼前这一幕彻底震撼，直呼这精准度简直像是在现场打铁，纷纷惊叹阿蒙德太疯狂了。领主顶着胸口的重击，咆哮着猛冲过来，而上弦脚下的箭矢也即将耗尽。面对逼近的强敌，上弦神色平静，顺势将最后的箭矢搭上弓弦。他再次将长弓拉至满月，在极近距离下果断扣弦放箭，一道耀眼的绿光直奔领主而去。那一发凝聚了全部威力的利箭，砸在早已受损的胸甲同一位置，硬生生凿开了重甲的防御。领主甚至还没来得及表达震惊，利箭便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不可一世的重装领主彻底失去支撑，轰然道在大厅地毯之上，当场战败倒下。战斗终于落下帷幕，上弦瘫坐在满地空箭矢旁，直播间被铺天盖地的弹幕彻底淹没，打赏提示更是响个不停。面对这硬生生凿穿重甲的神级操作，观众们纷纷直呼不可思议。上弦长地松出了一口气，经历数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与极限挑战，这种通关带来的成就感让他无比兴奋。他微笑着紧握双拳，开始在直播间感谢观众们的打赏，还顺便好奇的向大家请教打赏留言里的新名词。上弦向观众解释，如果持续击中同一位置，大概需要射出40发箭矢才能破甲。见他解答的头头是道，弹幕夸他越来越有专业主播的架势，不再是当初那个青涩的新手。上弦正准备带大家去找艾米莉亚，看看他对这次通关会有什么反应，直播间却突然响起巨额打赏的提示音，一位观众直接砸下了30万韩元。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打赏，上弦当场被惊得愣在原地，弹幕瞬间再次炸开了锅，纷纷开始调侃他这次会不会直接下播。镜头一转，来到了现实世界，徐志雅正挤在人满为患的地铁里，被汹涌的人潮推着向前，好不容易从拥挤的车厢里挤出来，他停下脚步，大口喘着粗气。每天都要面对这无休止的喧嚣与人潮，这种随波逐流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夜晚的街道上，只留下他独自回家的身影。徐志雅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推开了空无一人的房间，繁重的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此刻他只想好好放松一下，顾不上休息。他一进屋就急忙奔向电脑桌，担心错过了阿蒙德的直播。打开屏幕一看，直播正好才刚开始加载，原本疲惫不堪的他瞬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庆幸自己赶得正是时候。看阿蒙德的直播成了徐志雅枯燥生活中唯一的乐趣。起初他只是被阿蒙德这个名字吸引，结果一看到他的技术就彻底沉沦。屏幕里阿蒙德刚从艾米莉亚那接了个离奇任务，徐志雅正纳闷着任务要怎么通关，没想到阿蒙德二话不说直接接了下来。难道他真打算凭操作硬解？下一秒，阿蒙德在游戏里再次秀出了惊人神操作。看着屏幕上华丽的绝杀画面，徐志雅被彻底征服，脸上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在技能加持下，绿光剑矢瞬间爆射而出，直接强行轰开了领主的坚固重铠。重剑重重摔落在地上，城主当场倒地战败。阿蒙德单膝跪地优雅收工。屏幕前的徐志雅看得目瞪口呆，激动的直接高举双手欢呼。没想到他真的用弓箭硬生生通关了。他急忙扑向电脑桌，手忙脚乱的准备给阿蒙德送上打赏。徐志雅原本打算打赏10万韩元，看到其他观众的打赏留言后，瞬间激起了胜负欲，直接出手打赏了整整30万。这笔巨额打赏瞬间引起了上弦的注意，他当场表达了感谢，甚至还一眼认出了他的账号。听到偶像居然对自己有印象，徐志雅满心期待他接下来的回应。而上弦看着弹幕里的各种留言，陷入了沉思。上弦兑现打赏承诺，准备来个后空翻，优雅下播。弹幕纷纷调侃他为了打赏太拼。他向观众道别后，直接向后跃起，本以为会像平时一样因优化差直接断线，可伴随着一阵光芒闪过，上弦却完好无损的停在检查点。直播间瞬间扣满了问号。上弦看着双手，恍然大悟，原来这次游戏居然没有崩溃。面对大家追问是不是要继续玩，他笑着再次感谢了打赏，随后表示自己要手动切断直播，尽管没能借着崩溃自然下线，但考虑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2点，在弹幕的一片欢笑声中，上弦依然果断结束了今天的直播。上弦摘下设备，走出游戏舱，长舒了一口气。本以为今晚连接没断会出状况，好在顺手完成了打赏感谢，顺利结束了今天的直播。可还没等他完全放松下来，
后台突然弹出一道打赏提示，一名叫徐志雅的观众竟然直接打赏了30万韩元。尚贤一眼认出了这个账号，上次联合直播时对方就打赏过巨款，这让他忍不住好奇对方的职业，同时也对收下如此大额打赏有些顾虑，感觉对方年纪可能并不大。他抓了抓头发，自嘲是不是有点过于老古板了，毕竟主播接受观众打赏本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徐志雅正趴在床上感慨刚才打赏的观众可真舍得花钱，顺便回味着今天精彩的直播。突然他猛地坐起身，想起还没保存今天的直播素材，他赶忙坐到电脑前挑选配乐，顺便借用公司的音效资源，很快就选定了满意的背景音乐。看着屏幕里阿蒙德的精彩表现，无论是视觉还是打斗都堪称完美，最后一幕更是展现出了明显的成长，见证着阿蒙德一次次的稳步进步。徐志雅越剪越投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徐志雅坐在电脑前不停敲击着鼠标，看着屏幕上刚剪好的精彩片段，她心里无比自信，坚信这次剪出来的视频绝对能爆火。清晨的平静被急促手机震动打破，尚贤迷迷糊糊地抓过手机，来电显示正是祝贺。他揉着头发趴在床上，听见对方询问自己是不是还在睡觉，理直气壮地反问有什么问题。听到祝贺在电话那头顺势开起玩笑，尚贤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手机紧接着再次震响起来，祝贺重新打来电话，连声道歉。尚贤重新躺回床上，问他大清早打来究竟有什么事。电话那头的祝贺正盯着电脑，语气十分严肃地表示确实出了点状况。祝贺在电话里提到，之前上传精彩剪辑的粉丝智雅不仅没有查看他的留言，甚至还设置了拒绝私信。面对这种情况，祝贺建议等智雅下次打赏时再沟通，但尚贤并不想采取这种方式，比起借机要挟，他更倾向于耐心的慢慢等待。祝贺尊重了他的选择，交代完事情后挂断了电话。挂掉电话后，尚贤有些头疼，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干脆拎起大垃圾袋准备出门散心。尚贤拎着垃圾袋走出屋子，觉得打扫房间确实是个解压的好办法。可一看到眼前长长的楼梯，他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每天爬上爬下确实挺折腾，不过他很快调整好心态，决定把爬楼梯当成额外的身体锻炼。尚贤正安慰自己困难只是暂时的，还没等想完，旁边的铁门突然被猛地推开，重重砸在了他身上。撞到人的女孩吓得尖叫起来，急忙连声向尚贤道歉。女孩焦急地凑上前询问尚贤有没有受伤，尚贤刚回了一句没事，对方手里的饮料却脱手掉落，一路滚到了旁边。空气瞬间安静了起来，女孩死死捂住嘴巴，有些震惊地盯着面前的尚贤。尚贤被对方的反应搞得一头雾水，反过来关切地问他要不要紧，没事的话他就准备先离开了。尚贤刚把垃圾扔掉，就接到了祝贺打来的电话。祝贺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他，智雅又发布了新的精彩剪辑视频，刚上线几分钟就有3000人在线观看，评论瞬间破百，视频甚至冲上了游戏热门榜第78名。祝贺预测1天内播放量就能突破20万。面对如此惊人的数据，尚贤也忍不住发出了感叹。挂断祝贺的电话后，尚贤正准备离开，身后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喊声。尚贤疑惑地回头，发现刚才撞到他的女孩正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尚贤以为是自己掉了东西，没想到对方直接递上了本子和笔，开口询问能不能给他签个名。尚贤感到十分意外，没想到对方居然是专门来要签名的，难道在自家附近真的碰上了自己的粉丝？他试探着问对方是不是看自己的直播，女孩立刻兴奋的连连点头。尚贤心里忍不住感叹，在这偏僻的老街区居然也能遇到自己的观众。看到对方神情有些犹豫，尚贤爽快地接过本子和笔，表示完全没有问题，顺便问起对方的名字。女孩赶忙道谢，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智雅。听到这个名字，尚贤下意识握紧了笔，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得知眼前这女孩就是智雅，尚贤立刻联系了经纪人祝贺，三人一起来到咖啡馆坐下。聊过之后，祝贺才知道智雅在大学里学的正是剪辑专业，做视频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得知智雅是在工作之余兼职做剪辑，祝贺忍不住夸赞起她的剪辑技术。随后祝贺开门见山表明来意，坦言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智雅显得有些拘谨和紧张。智雅忍不住好奇打听，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找自己。祝贺微笑着翻开公文包，将一份提前准备好的合同直接平铺在了桌面上。他顺势提出邀请，询问智雅愿不愿意加入团队。旁边的尚贤直接看傻了眼，没想到祝贺动作竟然这么快，连合作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邀请，智雅显得有些迟疑，敏锐地捕捉到他的犹豫。祝贺微微前倾身体，顺势放出了杀手锏，提醒他目前发布的那些视频其实一直存在着收益与版权问题。祝贺进一步补充说明，粉丝频道涉及版权和肖像权，原则上不能私自盈利。智雅却直接开口反驳，表示自己做视频根本不是为了赚钱，甚至早已把之前的收益全额打赏给了尚贤。面对这出乎意料的答复，祝贺和尚贤被对得哑口无言。祝贺见状连忙顺水推舟，建议他干脆加入官方团队，在合规前提下正大光明的合作变现。面对这份邀请，智雅低头喝着饮料陷入沉思。见智雅连合作分成都没问，祝贺心里忍不住感叹，没想到他对利益完全不在乎。祝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智雅根本不是为了赚钱，纯粹是因为喜欢阿蒙德的直播，才出于粉丝心态剪辑视频。既然利益打动不了他，祝贺立刻想到了唯一能说服智雅的办法，
他果断给旁边的上弦使了个眼色。上弦领会意思后，赶忙向前倾身，当场对智雅发出诚恳邀请，坦言阿蒙德现在非常需要他的帮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助，智雅当场愣在了原地。这毫无铺垫的直球邀请，让场面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听闻阿蒙德居然需要自己的帮助，智雅感到十分意外。眼看真情牌终于奏效，祝贺连忙揽过旁边的上弦，顺势让他配合表态。上弦有些局促的连声回应，坦言自己确实非常想和他合作。祝贺趁热打铁的补充道，后续的视频创作完全给他自由，他们只是真的很需要他的帮忙。听着对方一次次诚恳的强调，智雅紧紧握住了手中的饮料，心里深受触动。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说需要自己的帮助，智雅犹豫再三，询问能不能给他一点时间考虑。见他态度有所松动，祝贺和尚先在心里暗自叫好。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智雅紧接着表示，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智雅坦言，原公司规定不能兼职，要想成为官方剪辑就必须辞职，但他需要稳定收入维持生活，光靠浮动的视频收益风险太大，这意味着要让他加入，就必须提供一份稳定的薪水。听到这个条件，上弦心里犯了难。他才刚开始直播没多久，连请祝贺喝杯饮料都困难，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预算。考虑到眼下的经济压力，上弦主动开口，建议大家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面对资金压力，上弦还在发愁，祝贺却突然翻开公文包，表示自己刚收到一封重要邮件，游戏发行商 Punk 发来合作邀约，不仅愿意提供签约，还承诺全额承担剪辑师的薪水。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瞬间解决了最大的资金难题。看完邮件里的条件，智雅不再犹豫，当场爽快地答应签约。这爽快的态度让原本以为他会考虑很久的上弦感到十分意外。祝贺趁热打铁给出薪资方案，提供每年2500万韩元底薪，外加40%的平台收益分成。智雅毫不犹豫选择了稳定底薪，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顺利完成签约后，祝贺表示会尽快与发行商确认，有了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他。离开前，智雅顺口打听自己之前上传的那些视频要如何处理。祝贺交代后续会重新上传到官方频道，智雅表示明白，约定等一切准备就绪后再正式对接。送走智雅后，上弦赶忙向祝贺确认发行商合作的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得到祝贺的肯定答复后，上弦才相信真的有大公司看中自己。两人沿着马路边走边聊，祝贺感叹智雅远比想象中理智冷静。本以为粉丝面对邀请会很容易答应，上弦却提醒他，喜欢和签合同完全是两码事。祝贺却觉得能打赏那么多钱，对方对上弦绝对是真爱了。上弦也坦言自己没想到智雅在谈判时会那么冷静，整场沟通下来甚至一次都没笑过。不过能把公事与私事分得这么清楚，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好事。然而刚回到家中的智雅一关上大门，就立刻甩掉帽子和外套，整个人猛地扑倒在床上，终于忍不住激动的疯狂打滚。能偶然遇到阿蒙德，甚至还能成为他的专属剪辑师，这一切让他感到极不真实。智雅拿出刚签好的合同，纸上的条款清清楚楚，确认了这不是一场梦。他不禁想起了以前的遭遇，曾被身边的人嘲讽学历低，被打击离职后不可能有更好的出路。智雅看着合同，本以为自己会永远困在过去，没想到如今终于挣脱了那个泥潭。智雅翻看着手机里的评论，大家都在夸赞她的剪辑水平，赞叹这是神级弓箭手与顶级剪辑的结合。看着网友们对下期视频的期待，智雅把手机贴在胸前，第一次体会到被认可的温暖与满足。与此同时，上弦在家里活动着身体，准备今天提前开启直播。虽然以往开播时间不太固定，但他觉得每天坚持播总归是件好事。就在上弦准备开播时，电脑突然弹出了消息提示，原来是智雅发来的文件，包含了开场视频和音乐，还有详细的安装说明。上弦感到非常意外，两人明明才刚分别没多久，他好奇智雅怎么能做得这么快，便在聊天框里发去询问。智雅很快解释说，这并不是今天才做出来的，而是之前有空时一直在陆续制作。看着眼前极为惊艳的开场效果，上弦深感震撼，光凭兴趣就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更加期待智雅全力发挥后的表现。在向智雅表达感谢后，上弦调整好状态，正式开启了今天的直播。开播提醒陆续弹出，散落在各处的粉丝们纷纷涌进了直播间。面对提前开播的上弦，大家有些意外，弹幕数量迅速飙升。紧接着，屏幕上放起了全新的开场视频，高水准的画质与音乐瞬间震撼了全场观众。熟悉的剪辑风格让弹幕立刻认出这是智雅的手笔，大家纷纷猜测智雅是不是已经正式加入了团队。随着直播间人数突破1000人，上弦正式出现在镜头前，笑着向观众们打起了招呼。观众们纷纷打赏，期待今天能看到艾米莉亚震惊的表情。上弦感谢完粉丝，便直接登录了游戏王国时代。上弦重新传送回城堡大门前，地上依然遍布着昨天留下的痕迹，弹幕也忍不住打趣，只要把目击者全解决，这就算是一次完美的暗杀。虽然接下来要去向艾米莉亚汇报，但上弦决定，既然整座城堡都是自己单挑拿下的，顺手拿几个战利品完全合情合理。看着眼前摆放的几件装备，上弦一时间有些纠结，不知该选哪一个。观众们也在弹幕里帮着出起了主意。正抱着宝箱爱不释手时，弹幕提醒他旁边还架着一套铠甲，换上新防具后，整体防护力提升了不少。面对弹幕吐槽怎么不多拿几件，上弦解释受限于系统负重，这已经是能拿的极限了。不过有了这身防具，至少不会再轻易被敌人秒杀。
收拾妥当后，尚贤果断翻身上马，火速出发，行至艾米莉亚所在的城堡时，游戏里正好到了白天，弹幕也在庆幸赶路时间不用按现实计算。刚在城堡前下马，旁边停着的马车里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探出头来的正是艾米莉亚。看到去而复返的尚贤，艾米莉亚感到十分意外，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尚贤走到车前，躬身行礼，表示自己是专程来回报任务结果的。艾米莉亚立刻赶走身边的侍从，面对侍从的迟疑，她态度强硬地要求所有人退下。随后，她带着尚贤走进大殿，看着这么快返回的对方，还以为他是改变主意，准备放弃任务。尚贤却平静地表示自己是来回报任务已经完成的。这出乎意料的效率让艾米莉亚当场震惊不已。任务才交给他短短2天，尚贤却坦然解释，除去来回路程，自己只用了1天时间，就直接突袭了敌人的城堡。听到突袭2个字，艾米莉亚突然愣在原地，连忙追问他，自己当初安排的明明是暗杀，怎么变成了强攻突袭？尚贤理直气壮地表示，因为敌人的防守太严密，索性就把所有人全杀光了。这离谱的答案让艾米莉亚当场彻底崩溃，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震惊地质问他究竟干了什么。艾米莉亚彻底整懵了，弹幕纷纷笑翻，直言这表情能做成表情包。她连忙咳嗽2声，努力恢复矜持，向尚贤确认城堡是否空了。尚贤坦然表示，里面现在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听到这个确切答复，艾米莉亚感到难以置信，没想到他凭一己之力攻下了城堡。面对他的反复确认，尚贤依然一脸平静。既然敌方城堡已是一座空城，为了防止其他贵族趁虚而入，艾米莉亚果断下令要立刻接管那片领地。他迅速安排手下备好马车，准备赶往塔洛兰特城堡。就在准备登车出发时，他回头发现尚贤早已整装完毕，准备随同前往。见尚贤站在车旁，艾米莉亚主动开口邀请他同乘，表示自己有太多关于他的事，想要好好了解一下。这超乎寻常的热情态度，瞬间让直播间的弹幕彻底沸腾，观众们纷纷打趣，说这分明是好感度拉满的反应。没想到单挑城堡能把好感度刷爆。随马车滚滚出发，在安静的车厢里，艾米莉亚终于忍不住好奇，开口打听尚贤强大的原因。面对夸奖，尚贤谦虚表示过誉了，艾米莉亚却十分认真，表示自己见过那么多骑士，从未见过像他这么有本事的。尚贤依然平静，直言自己只是稍微有点射箭天赋。听到这云淡风轻的回答，艾米莉亚难以置信的追问，难道就凭这个把敌人全清光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整个人再次被震撼到了。弹幕也跟着打趣，调侃大家其实也搞不懂他是怎么做到的。艾米莉亚轻声咳嗽缓解尴尬，感叹自己头一次见到坚持只用弓箭战斗的骑士。尚贤坦言自己只是个佣兵，并不是什么骑士。听到佣兵这2个字，艾米莉亚若有所思，随后他认真看向尚贤，询问这次任务结束后愿不愿意考虑成为一名骑士。接着他连忙补充解释，家族接管城堡后需要有人管理，自己只是出于好奇顺口一问。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直播间弹幕再次炸开了锅，直呼艾米莉亚的好感度彻底拉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尚贤冷静表示自己只是一名佣兵，不可能去当什么骑士。理智的回答让弹幕直呼无趣。艾米莉亚一时语塞，顺势换了话题，表示伯爵大人想要见他一面，显然对这次任务非常满意。得知伯爵要召见自己，尚贤有些纳闷，毕竟对方还不知道强攻城堡的真相。还没等他把疑惑说出口，艾米莉亚伸手示意他打住。艾米莉亚伸手抵住尚贤的嘴唇，娇嗔地表示绅士就该默默包容女士的小疏忽。随后他轻声提醒已经到达目的地，尚贤一时间被撩得愣在原地。这一幕让直播间弹幕彻底沸腾，观众们纷纷调侃他该不会是为了能再见到尚贤才特意找借口要带他见伯爵吧。2人乘车赶到先前被攻破的城堡，此时城里正有一群杂役在清理残局。注意到有人靠近，杂役们戒备地盘问来人身份。艾米莉亚带着尚贤径直走进城门，当场表明自己亚内雷特家族的身份。得知对方的显赫来头，城堡里的众人顿时一片哗然。由于原本的守军早已被全歼，没人敢出面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艾米莉亚接管城堡。艾米莉亚看着城内混乱的众人，解释墙上挂着的这面旗帜原本代表这片领地归塔洛兰特管辖。随后他笑着走到尚贤面前，动手扯下代表原势力的旧旗帜，紧接着一幅巨大的金色旗帜当空展开，宣告着这座城堡正式易主。城下清理残局的众人看着墙上挂起的金色旗帜，简直不敢相信领地竟在1天之内换了主人。虽然大家心里充满不安，但听闻新领主的来头，只能老老实实回岗位继续干活。看折底下收拾的众人，尚贤有些纳闷，问艾米莉亚真就这么不管了吗？难道不用发表演讲，让大家知道以后该听谁的？面对尚贤的疑问，艾米莉亚只是微微一笑。艾米莉亚表示完全不必担心，大家很快就会适应新主人的到来。这幕恢宏的升旗过场，让直播间瞬间被夸赞弹幕刷屏。尚贤也打趣说自己刚才只是为了给大家看这名场面。转眼时间过了1周，城堡在亚内雷特家族统治下恢复了秩序。过去因债务沦为奴隶的平民，如今也有了通过劳动偿还欠款的机会。新的制度让领地逐渐恢复生机，从长远来看，也将为城堡带来更大的收益。此时，尚贤换上了贵族华服，依然留在城堡之中。弹幕见状，纷纷猜测他这是打算直接留下来当领主。就在这时，艾米莉亚主动凑上前，亲密地搭住他的手臂，提醒他别忘了，明天还要一起去见他的父亲。
尚贤顺势握住艾米莉亚的手，还直接亲切地叫了她的名字。这超乎预期的亲密举动，让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炸锅，大家纷纷调侃，这剧情快得像要直接通关大结局。尚贤也忍不住感叹，这展开太美妙。然而话音刚落，城堡外突然爆发出刺耳的号角警报，突如其来的一响打破了气氛，也让两人同时警觉起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远方的平原上，大批装备精良的军队正逼近城堡，领头的将领帅领兵马大举压境。尚贤推测，这恐怕是前任领主的亲戚。艾米莉亚也确认，对方正是为了夺回城堡而来。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军，尚贤却显得十分冷静，直接表示自己能解决这场麻烦。艾米莉亚紧紧抓着他的手臂，叮嘱他一定要安全回来。尚贤换回了熟悉的弓箭手装备，按时来到了前线守军阵型中。随着防守指令传遍全场，士兵们纷纷举起兵刃，准备迎击来犯的敌军。指挥官高声动员全军，是要为了艾米莉亚守下城堡。士兵们高举兵刃，齐声怒吼，士气瞬间被彻底点燃。艾米莉亚站在城墙上默默注视，尚贤抬头看了她一眼，随后缓缓闭上双眼，再次睁开时，眼神已变得极为冷峻与专注。随着战斗一触即发，系统也同步弹出了最新任务目标，要求尚贤带领全军取得战争胜利。伴随着激昂的战鼓声，这场守城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守军高呼着夺取胜利的誓言，宏大的战争场面让弹幕瞬间沸腾，观众纷纷感叹这才是游戏的精髓。没想到阿蒙德短短几天就打到了这里。面对大家拿他和其他主播进行对比，尚贤主动开口提醒，希望大家不要在直播间提及其他主播。大家正夸他直播越来越专业，尚贤往前迈了一步，随即话锋一转，直接宣布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这突如其来的下播宣言让弹幕彻底坐不住了，大家纷纷质问大战才刚开始，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关闭直播？尚贤却只是笑着向大家道别，随后化作一道白光退出了游戏。退回现实之后，尚贤躺在床上翻看着网上的讨论，看着粉丝们被卡得抓狂的留言，他满意的露出了笑容。看来今天下播的时机选得刚刚好，幸好听了艾康杰洛的建议。对于这种剧情像游戏，在关键节点及时下播，虽然当下会让观众感到失望，长远来看反而收益更高。网上甚至有人整理出了攻略，教大家如何拉满艾米莉亚的好感度。结果触发条件竟是单挑下一座城堡，惹得网友们纷纷吐槽太离谱。看着铺天盖地夸他操作逆天的帖子，尚贤心里却有些纳闷，在他看来，只要是专业弓箭手就能做到，难道以前从没有别的职业射手玩过这游戏吗？回忆起艾康杰洛曾夸过他，说他的瞬间专注力绝对顶尖，难道自己真有玩游戏的天赋？但尚贤转念一想，专注力可不是射箭运动员的专属，他也懒得继续纠结，顺手滑动屏幕看起了其他热门帖子，其中一条关于他剑术解析的帖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楼主不仅指出他的开弓姿势超越职业选手，还详细分析了扣弦和撒放的细节，专业程度让尚贤有些意外，甚至怀疑对方也是射箭圈里的从业者。尚贤顺手往下滑动评论区，没想到楼主居然亲自回复，表明自己是前国家队的射箭选手。这个惊人的身份一亮出来，瞬间让网友们彻底炸开了锅。尚贤看到这里也大吃一惊，按理说如果是国家队的人，自己不可能完全没有印象，到底会是谁在网上发帖？尚贤百思不得其解，重新躺回了床上。尚贤觉得多想也没用，况且帖子里也没暴露自己的身份。早在10年前，他就已经和射箭圈彻底断了联系，除了当时的教练，没人知道他当年是因为意外受伤才被迫放弃了射箭。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过去的画面，夕阳下队友在身后叫住了他，大声质问他真的要就这样放弃吗？面对质问，尚贤坦言自己觉得射箭已经没意思了。听到这个回答，队友感到难以置信，其他人都在拼命追赶他的脚步，他竟然只凭一句没意思就要彻底放弃。可无论队友怎么劝说，尚贤依旧态度冷淡，明确表示自己确实是认真的。见尚贤态度如此坚决，队友一时间无言以对，彻底放弃了继续劝说。队友赌气让他现在就赶紧走，尚贤没再多说什么，背着书包默默转身离开。这一刻，他到底还是没能忍住眼泪。随着回忆散去，画面切回到了第二天清晨。尚贤翻看着网上关于阿蒙德攻城的讨论，面对不少质疑他单挑能力的留言，尚贤反而觉得挺有意思。毕竟对刚起步的新主播来说，任何关注都很宝贵。正走在清晨的街头，身边突然传来开门声，尚贤抬头一看，正巧碰上了同样出门的智雅。得知智雅准备在附近慢跑，尚贤顺势提议一起同行，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起来。尚贤表示一点也不麻烦，顺便提到自己正好有东西想拿给他看。镜头一转，来到了另一边的公园长椅旁，尚贤贴心地给刚跑完步的智雅递上水。尚贤顺口问起他刚才说要看的内容，智雅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拿出手机展示自己刚为新频道剪好的几支视频。智雅害羞的请他帮忙先把关，尚贤欣然答应，满怀期待的凑上前看了起来。精彩的内容瞬间就吸引了他的注意。视频里记录的正是尚贤第一次直播时的画面，当时在新手选择武器的环节，面对弹幕劝阻表示用弓难度极高，尚贤却完全没有犹豫，依然果断选择了弓箭作为主武器。起初弹幕还在嘲讽新手选弓箭纯属作死，不料阿蒙德眼神一沉，抬手就是一记精准无比的爆头，弹幕瞬间一片惊呼。视频特效随着箭矢
飞速推进，视角紧紧锁定在箭头上。紧接着阿蒙德连续拉弓，接二连三打出急速爆头，满屏弹幕直接陷入癫狂。屏幕前的上弦彻底看呆了，弹幕反应与极致的画面节奏融为一体，这精湛的操作和剪辑效果让他完全陷了进去。智雅忐忑地询问他的看法，上弦直言这简直就是一件杰作。他夸赞视频不仅精准抓住了直播的精髓，还巧妙利用特效让新手也能轻松看懂，再加上完美的节奏和弹幕融合，整体质量高得惊人。面对这连珠炮式的夸奖，智雅一时间受宠若惊，连忙向他道谢。上弦表示自己是认真的，这支视频完全可以直接上传了。智雅觉得现在还不能发，听说一次性连发3、4支视频，效果反而会更好。上弦听后表示理解，智雅便决定以后都按这个风格剪，得到了上弦的完全支持。回到家后，智雅瘫倒在床上，直呼真是累坏了。另一边的上弦却像是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整个人当场惊呆了。回忆起上弦对视频的高度评价，智雅心里暖洋洋的，第一次体会到付出得到认可的快乐。就在她躺在床上享受这份满足时，手机突然在身旁震动起来。本以为这个时间不会有人找她，难道是阿蒙德发来的消息？智雅急忙抓起手机，看清屏幕上的信息后，整个人直接当场愣住。那条消息竟来自被他备注为混蛋的家伙。看完后，智雅顺手把手机丢在一旁，嘟囔着得赶紧去洗漱，还有一堆工作等着自己处理，想借着忙碌强行转移注意力。网上一篇关于阿蒙德攻城战的帖子引发了大家的强烈期待，不少上班族和学生党都打算等下课下班后准时围观。没想到手机突然弹出开播提醒，阿蒙德居然提前4个小时上线了。这突如其来的突袭开播，让正在上班的观众都忍不住偷溜进来。上弦一上线就向大家打招呼，弹幕瞬间被铺天盖地的问候填满。看到有人发弹幕问他今天怎么提早来了，上弦顿时愣在了原地。原本还担心提前开播时间太尴尬，没想到在线人数居然比昨天还要多。上弦解释自己也是好奇攻城战后续，加上预估这一关耗时不会太短，这才特意早早开启了直播。得知今天能看更长时间，弹幕瞬间一片欢呼。上弦也不再废话，决定直接开干。画面一转，阿蒙德再次出现在了战场上。战场上，罗曼调侃上弦前途无量。面对上弦的装傻，罗曼笑着指了指城墙上的艾米莉亚。见罗曼八卦起自己和艾米莉亚的关系，上弦赶忙开口澄清。这罕见的八卦模样让弹幕直呼，平时的严肃 NPC 居然还有2副面孔。玩笑过后，罗曼聊起了正事，表示多亏了上弦这次接下了大差事，上弦甚至有机会直接升到百夫长，拥有和他平起平坐的官阶。罗曼收起玩笑，抬手指向敌阵中央，提醒上弦注意那个戴着金头盔的人，那正是他们本次战斗的核心目标。上弦搭手远眺，判断对方大概率不会上前线，罗曼顺势安排任务，让他设法伏击敌方主将。上弦爽快应了起来。罗曼率领骑兵部队向敌阵发起冲锋，骑兵大队咆哮着杀入战场。位于后方的上弦果断挥手下令开火，弓箭手们纷纷拉满长弓，密密麻麻的箭雨瞬间腾空而起，密集的箭雨轰然坠落，敌军步兵与骑兵瞬间死伤一片，见局势成功被压制。上弦顺手把部队指挥权移交给 NPC， 随后向直播间的观众交代自己准备独自前去斩首那个金头盔敌将。不料话音刚落，屏幕上突然弹出一笔悬赏打赏，有粉丝表示只要他每击杀一个敌人，就额外打赏1万韩元。听到这样人头算钱的丰厚赏金，上弦当场看傻了眼。面对粉丝这突如其来的天价悬赏，弹幕顿时热闹了起来。有人预测他最多也就杀20个人。上弦确认对方不是开玩笑后，果断点下了接受。直播间瞬间一片沸腾，观众纷纷开始压住他能杀多少人。接下悬赏之后，上弦压低身子，在大家惊异的目光中，独自一人借着草丛掩护，悄悄摸向了敌方阵地。看着弹幕在猜测他会不会做任务，上弦压根就没打算放弃。在游戏直播里打赏机会难得，能极大拉动直播间的氛围，更何况他身上带有80支箭，要是全射中就能多赚将近100万韩元。与其直接斩首敌将快速通关，不如借着悬赏把战斗节奏拉满，给观众奉上一场极致的表演。远处的敌军正陷入厮杀，他的猎杀计划正式开始。暗处飞来的一记冷箭当场爆头，击倒了一名敌兵，敌阵瞬间陷入恐慌，士兵们惊呼左侧遭遇袭击，纷纷转过头四下张望。可放眼望去，除了茫茫树林，根本看不到半个人影，谁也不知道这箭是从哪射来的。见阵脚被动摇，敌军主将咆哮着下达死命令，绝不能为了一支箭耽搁时间。全军继续发起冲锋。话音刚落，又一名百夫长被冷箭精准爆头，轰然倒地，敌阵瞬间炸开了锅，谁也想不通这一箭到底是从哪里飞来的。此时的上弦正借着树林掩护，快速移动换位，弹幕这才恍然大悟，由于这一箭射得太过精准，敌军根本无法通过弹道锁定位置。紧接着，上弦在移动中再次出手，又一名敌兵应声倒地，连续遇袭终于让敌军抓住了蛛丝马迹，大喊着位置就在西南方向的树林里，甚至误以为是一整支弓箭手部队潜了进来。看到自己的位置暴露，上弦只是轻飘飘地说了句糟了。敌军主将迅速做出反应，调集了20人的小队包抄左侧。看到他一个人就拉满20人的仇恨，观众纷纷发弹幕喊他赶紧撤退。上弦不仅没有逃跑，反而冷静地抽出了20支箭，整整齐齐插在脚边。
看着围拢上来的20名敌兵，他正准备用这20支箭一一回应。尚贤比出手势，表示自己刚好准备了20支箭。满屏弹幕瞬间刷满了问号。围包上来的敌兵还在四下张望，还没等他们搞清状况，一道寒光已然破空袭来，当场将其中一人轰然击倒。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第二箭紧接着呼啸而至，再次精准爆头，命中敌人。接二连三的精准爆头，让围包上来的敌兵彻底乱了阵脚。有人惊恐地发现对方每一箭都是直奔头部，刚大声提醒同伴护住头部，话还没说完就被冷箭当场射中。此时的尚贤迅速拉满长弓，连射技能的倒计时只剩最后3秒。短短片刻间，地上已经横七竖八倒下一大片，残存的敌兵彻底丧失了斗志，慌乱中喊着撤退，四散逃窜。凄厉的惨叫声在林间回荡，惊得树上的鸟儿飞离了枝头。随着最后2秒倒计时结束，求救声戛然而止，围包上来的20名敌兵全被击倒，连射技能随之解除。尚贤微笑着确认打赏金额，正好清空了这一波敌人。满屏弹幕彻底沸腾，大家全被他刚好的20支箭神操作震撼，屏幕前的观众也忍不住发出惊呼。智雅看着阿蒙德的画面，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被他吸引，这不仅是因为他每次都能完美发挥，而是他身上那种绝不动摇的自信。面对20名敌兵，敢直接放话只准备20支箭，他从不会怀疑自己，这种自信也绝非盲目，而是建立在无可挑剔的精准实力之上。箭矢毫不留情地贯穿敌人的头盔，连最后的反抗也被瞬间扼杀。在智雅眼中，眼前这个带着自信微笑的阿蒙德，正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真正天才。随着整场战斗完美收尾，直播间里的打赏弹窗开始狂刷不止。尚贤没有停下脚步，顺势拉弓继续放箭，系统的击杀提示很快刷新到了40连击。弹幕见状纷纷调侃，只要把目击者全部解决，确实称得上完美暗杀。尚贤摸了摸身后的箭囊，发现自己身上还剩下一半的箭。之前开出悬赏的粉丝彻底慌了，赶忙发打赏留言求饶，弹幕全在笑他太低估阿蒙德赚钱的速度。远处的金头盔敌将大吃一惊，完全不敢相信派去包抄的20人小队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全歼。金头盔敌将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再调集40名士兵，绝不能再让这个弓箭手阻碍大局。40名敌兵奉命发起冲锋，排山倒海般朝着尚贤所在的树林压了过去。此时弹幕突然爆出猛料，要开启这种按人头算钱的悬赏，账户里至少要预存100万韩元。听到对方账户里竟然有100万，尚贤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尚贤向那个粉丝确认消息真实性，得到肯定答复后，尚贤当场拉满长弓，表示要把这100万赏金全部吃下。打赏的金主还没反应过来，冲上来的40名敌兵就已经迎面撞上了飞来的箭雨。面对密集的火力，敌兵急忙大喊保持阵型，却依然被接连射倒在地。尚贤果断开启连射技能，准备把眼前的敌兵全部变成赏金。尚贤淡定表示继续刚才的收割。在密集的破空声中，开悬赏的粉丝急忙发弹幕求饶，直播间里瞬间一片狂笑。就在尚贤疯狂收割时，远处的树林里突然闪过一道寒光，一支冷箭直奔尚贤呼啸而来，重射在了他脚边的地上。弹幕顿时一片惊呼，没想到敌军阵中竟然也有弓箭手。弹幕纷纷提醒尚贤赶紧躲避，但也有人指出连射技能开启期间随便移动会严重影响命中率。尚贤顺着脚边的残箭迅速搜索敌方弓箭手的方位，还没等对方再次发难，第2支冷箭已然破空袭来。尚贤瞬间锁定目标，抬手一箭凌空将敌人的偷袭精准拦截。直播间瞬间被满屏的问号和惊呼刷屏，大家都不敢相信眼前这手凌空拦截，甚至直呼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操作。树林里的敌方弓箭手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一道寒光便已破空飞至，直接将他当场击垮在地。看着同伴接连倒下，剩下的敌兵吓得愣在原地，不敢上前。尚贤缓缓从树林深处走了出来，顺手抽出了背后的箭矢。尚贤重新拉开长弓，心中盘算着目前已经赚到了71万韩元。面对同伴接连倒下的惨状，幸存的敌兵吓得手脚发抖，其中一人被彻底激怒，叫嚣着挥剑朝他猛冲过来。听到破空而来的动静，尚贤警惕地回过头去，冲上来的敌兵还没近身，就被尚贤一剑精准贯穿。同伴刚震惊于他出剑的速度，话还没说完，也紧跟着应声倒地。残存的敌人彻底吓破了胆，头也不回的撒腿就跑。尚贤反手摸向背后的箭囊，这才发现携带的80支箭不知不觉间已经全部用光。箭虽然全用光了，但猎杀可还没结束。逃跑的敌兵以为自己捡回了一条命，刚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尚贤直接迈开大步，全速追了上来。敌兵回头看到追来的身影，吓得尖叫着拼命狂奔。尚贤瞬间冲到身后，直接拿着箭矢从背后狠狠刺了过去。尚贤一把拔出敌兵体内的箭矢，再次搭弓拉满，随着箭矢破空飞出，远处的逃兵被瞬间击倒。满屏弹幕彻底炸开了锅，谁也没想到他靠这就地补给，居然硬生生干掉了80个敌人。尚贤松了一口气，看着面板上的悬赏进度，笑着表示距离目标只剩最后20个了。金主痛快兑现了承诺，100万韩元打赏瞬间到账。面对弹幕的调侃，尚贤笑着收下，并向金主道谢。还没等他高兴多久，远处突然传来了阵阵欢呼。尚贤转过头看去，发现前线的攻城战已经结束，主将郑帅领全军高呼庆祝。士兵们簇拥着主将，纷纷夸赞这次大胜全靠罗贝尔大人。
弹幕顿时替阿蒙德打抱不平。尚贤心里多少有点郁闷，毕竟自己独自干掉了上百个敌人，结果功劳全归到了别人头上。罗曼见状走过来向他致歉，坦言军队对待佣兵向来都是这副态度。尚贤却有些纳闷，反问：难道这态度有什么问题吗？罗曼叹了口气说：骑士团让佣兵领完基础报酬就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可明明这次战斗佣兵也出力不少。正当他抱怨军队毫无贡献时，前方的骑士主将骑着马冷冷打断，反问：按约定付钱有什么不爽？罗曼当场据理力争，强调合同里明确写着表现突出就能拿到额外赏金。骑士主将却一脸轻蔑的反问：战功卓越难道指的也是你们这群佣兵吗？骑士主将接着嘲讽，在这属于骑士的战场上，佣兵能立下什么战功？不过是以保命为由被动防守。身后的士兵也跟着肆意嘲笑。面对这番赤裸裸的羞辱，罗曼气得咬牙切齿，拳头紧握。骑士主将见状笑得更加得意，一脸嚣张的反问：怎么了？难道自己说错了吗？尚贤心里明白，外界对佣兵普遍带着偏见，但佣兵行业全靠信誉生存，没了信任，整个体系都会崩塌。罗曼当面严肃反驳，当初雇佣全凭信任，打完仗却翻脸不认账，根本没有丝毫荣誉可言。骑士主将顿时大怒，呵斥低贱的佣兵不配谈荣誉。罗曼毫不退让，当场指向身旁的阿蒙德，大声宣布他凭一己之力就独自歼灭了100名敌兵。骑士主将听全然不信，甚至当场放声大笑，把一人歼灭100人当成天大笑话。周围的士兵也跟着肆意嘲笑，弹幕纷纷发条感叹，身份差距让罗曼只能强忍怒火。罗曼无奈地叹了口气，压下怒火，准备带尚贤离开。还没等两人迈步，旁边突然传来一阵暴喝与剧烈推搡。人群中被押解过来的，居然正是敌军的金头盔敌将。士兵们在周围私下嘀咕，明明战败成了阶下囚，居然还昂着头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金头盔敌将径直走到骑士主将面前，冷冷低质问对方，毫无正当理由就强行占领他家族的城堡，甚至残忍全歼了他的士兵。他紧握拳头，厉声反问：难道这就是亚内雷特人所谓的荣誉？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骑士主将，顿时被对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骑士主将支支吾吾的辩解，声称对方家族此前一直在虐待平民。金头盔敌将根本懒得听他废话，直接要求叫亚内雷特家族的真正负责人过来。还没等骑士主将回应，现场突然传出一声冷酷的拒绝，表示他的要求恐怕办不到了。金头盔敌将震惊地转过头去，发现说话的人正是尚贤与罗曼。直播间这才反应过来，这竟然是游戏触发的自动剧情对话。看到站出来的阿蒙德，对方显然认出了这位击垮敌军的弓箭手，而尚贤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剧情走向搞得有些始料未及。金头盔敌将开口询问阿蒙德是不是骑士，尚贤直接予以否认。罗曼上前拍了拍尚贤，补充说他是佣兵团的人。听完这个回答，对方感到十分意外，他难以置信地追问，那个凭一己之力全歼100人的弓箭手，居然只是个普通的佣兵。这番话一出，刚才还在肆意嘲讽的骑士主将顿时脸色大变。尚贤没想到对方竟然知道自己全歼敌军的战果，直播间弹幕也纷纷感叹，敌人居然比自家军队更认可阿蒙德。骑士主将急忙咳嗽打断，周遭士兵也纷纷议论起来，认为佣兵靠偷袭绝不可能干掉100人。金头盔敌将冷笑一声，嘲讽这群人愚蠢透顶。他伸手扶住头盔，准备当场摘下，反问尚贤：真的要为这群看不懂他价值的蠢货效力吗？看到这一幕，直播间弹幕突然炸开了锅，不少观众甚至从声音认出了他的身份。对方顺势摘下头盔，向尚贤抛出橄榄枝，问他要不要改来为自己效力。露脸的正是游戏第2女主角罗森妮塔。突如其来的反转让直播间弹幕彻底炸锅。随着剧情深入，尚贤面前瞬间跳出了2个对话选项，哪怕刚刚战败，罗森妮塔依然表现得落落大方，散发着与艾米莉亚完全不同的魅力，连尚贤都感叹制作组花了心思。己方士兵甚至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完全忘了对方可是敌军主将。直播间弹幕更是瞬间倒戈，纷纷直言罗森妮塔比艾米莉亚更好，催促尚贤赶紧换人。面对满屏偏袒的弹幕和眼前的选项，尚贤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尚贤看着面前的选项纠结不已，直播间的观众也为了选谁吵成一团。虽然这只是游戏里的剧情，但尚贤想到自己从一开始就陪着艾米莉亚，两人早已积累了深厚的感情，突然换人确实让他有些犹豫。见尚贤迟迟没有开口，罗森妮塔出言催促，问他难道要让自己一直尴尬的等下去？满屏弹幕狂刷着选项，在众人的催促下，尚贤伸出手指按向了屏幕。尚贤并没有按下任何一个选项，反而当着全网观众的面微笑着宣布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他果断点下了退出游戏，直接光速关掉了直播，留下了满屏被当场背叛的观众在漆黑的公屏里疯狂破防爆粗。直播虽然已经结束，公屏里依然全是破防骂街的弹幕。祝贺推了推眼镜表示，这些留到最后开骂的人，其实正是每次最早守在直播间的死忠粉。虽然嘴上骂得很，但这群人打赏却最痛快，甚至还会把精彩剪辑发遍各大社区，无形中给尚贤做足了免费宣传。祝贺看着后台的数据汇总，直言尚贤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庞大的粉丝群，虽然主体是20-30岁的男性观众，但在最核心的死忠铁粉里，男女比例却出奇的均衡。
祝贺补充道，如果论打赏总金额，女粉丝这边可谓是遥遥领先，特别是那位叫家的神豪，光他一人的打赏就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综合这些因素，祝贺开始筛选适合上弦的下一款游戏。就在他刚看中一款时，房门突然被人重撞开，祝贺吓了一跳，扭头喊了一声爸。母亲赶忙拉住暴怒的父亲，父亲却气得直冲到面前，厉声质问祝贺到底为什么要把好好的工作给辞了。祝贺试图解释自己找到了新工作，却被父亲当场怒吼打断。父亲痛骂他简直是疯了，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面子，让他在熟人面前丢尽了脸。父亲容不得半点反驳，直接要求祝贺明天一早必须去自家的公司报到。祝贺刚想开口反抗，父亲便带着极强的压迫感瞪了过来，冷冰冰地质问他是不是还有意见。面对父亲咄咄逼人的态度，祝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低头表示自己明天会准时去报到。父亲夸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母亲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吃点水果，祝贺婉拒了母亲，表示自己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看着亮起的电脑屏幕，祝贺心里十分清楚，毕竟这才刚过去整整1周，总共也才赚到了大约270万韩元，离真正挣大钱还差得很远。虽然还没赚到大钱，也没获得什么重大的成就，但这1周是他活到现在最开心的日子，他也确实在其中看到了希望。泪水不自觉地滴在桌面上，祝贺默默摘下了眼镜。如果这真的只是一场梦，那未免也太漫长了。急促的门铃声突然接连响起，躺在床上的上弦被硬生生吵醒，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上弦迷迷糊糊地跑去开门，忍不住抱怨大清早是谁在狂按门铃。门一打开，门外的祝贺就抱怨他开门太慢，自己在外头等的都快急死了。上弦看清来人是祝贺，又注意到他身上背着大包小包，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祝贺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彻底从家里搬出来了。祝贺提着炸鸡来到上弦家里，热情招呼他一起吃宵夜。考虑到待会儿还要开直播，上弦委婉谢绝了饮酒，祝贺便独享了2罐啤酒。看着祝贺痛快畅饮的样子，上弦顺口询问起原因，好奇他为何突然想搬出来住。祝贺神色有些复杂，表示此事一言难尽，打算以后再说。上弦便没有继续追问。祝贺随后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询问能否在上弦这里借住一阵。上弦表示2个人住绰绰有余。祝贺连声表达了感谢。边吃边聊的祝贺突然转换话题，询问上弦对接下来游戏的打算。毕竟上次直播刚好卡在艾米莉亚与罗森妮塔的抉择关头，然而上弦却显得云淡风轻，表示自己觉得选谁都差不多。这番无所谓的态度直接让祝贺当场愣在原地。祝贺掏出手机递给上弦，询问他下播后有没有关注网络论坛。上弦摇了摇头，祝贺便解释当前2派粉丝已经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开始互相放狠话威胁。上弦翻看着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不仅完全没有被吓到，反而轻松地笑出了声，感叹这2位角色的超高人气。见上弦如此冷静沉着，祝贺暗暗佩服他职业选手的心态，随后收起笑容，准备谈论正事。上弦喝着饮料，坦言当前的游戏感觉快要完结了，但自己还没想好后续播什么，既想留住老观众，又想吸引新粉丝。听到这里，祝贺立刻掏出笔记本电脑，兴致勃勃表示早已做好了功课，保证上弦绝对会感兴趣。说罢便用力按下了回车键，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新游戏，正是风靡全球的战争大逃杀。上弦觉得这个名字十分眼熟，顺口询问祝贺以前是否玩过。祝贺介绍这是100人同台竞技的战术生存射击游戏，全凭极致的射击精度与决断力拼杀。这款游戏不仅契合当前的流行趋势，更能把上弦的顶级射术发挥出来。上弦看完后也感到相当有兴趣。上弦坦言自己不擅长玩家对战，提议在开播前先私下练习几把。祝贺一听，激动的猛地跳了起来，当场大声拒绝了这个想法。随后祝贺叹气瘫坐在椅子上，直言上弦根本不懂观众想看什么。上弦一头雾水追问原因，祝贺便反问观众看他直播的目的。上弦试探着回答，难道是为了看高水平的操作？祝贺摇头，表示技术高超的人多的是。祝贺伸手指向上弦，直言观众追看他是因为他是个绝无仅有的天才。祝贺提醒上弦回忆最初播王国时代没有任何事先练习，一上来就打出震撼全场的神级操作，正是这种横空出世的天才姿态才让观众们彻底狂热。因此祝贺决定继续沿用该策略，这次同样不做任何私下练习，直接在正式直播里展示顶尖战力。上弦心中依然有些担忧，毕竟战争大逃杀主打枪战，自己虽然擅长射箭，但在毫无练习的情况下使用枪械，难免会感到有些吃力。祝贺当即调出上弦之前在马背上精准爆头击杀陶迪的高光片段，反问谁能轻易打出这种神级操作。上弦十分疑惑地反问其他人做不到吗？祝贺直言这根本不可能，这足以证明上弦远超普通人的实力。上弦听完若有所思，想起自己开播前一直在做模拟训练。祝贺听完感到难以置信，上弦解释那是游戏仓自带的程序，因为听说能提升反射神经，他就每天顺手用最高难度通关。祝贺翻查数据，顺口询问最高得分，上弦随口回答大约12000分左右。听到这个数字，祝贺滑动屏幕的手指瞬间僵住，在上弦茫然的注视下，祝贺转过手机展示全服排行榜，指出上弦居然高居全服第一。
上弦大受震撼。祝贺核对记录代码，确认为12003分。祝贺兴奋地向上弦强调，他在游戏上的天赋与射箭无关，他就是绝无仅有的顶尖天才。看着排行榜上全服第一的记录，上弦终于确信了自己的惊人天赋。祝贺趁热打铁，当即拍板决定，立刻带上弦报名参加战争大逃杀。祝贺见上弦大白天就准备开播，好奇询问他为何突然更换时间。上弦解释想测试哪个时段观众最多。祝贺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离开前还不忘温情的道别。上弦被祝贺肉麻的称呼搞得一愣，忍不住当场吐槽太恶心了。祝贺顿时气得暴跳如雷，质问上弦知不知道自己的付出。而上弦此时已径直躺进了游戏舱，祝贺赶忙提醒他把手缩回去，免得关上舱门时被意外加伤。随着舱门顺利关闭，上弦再次登陆进入游戏，画面切回此前的剧情场景。罗森妮塔显得有些等得不耐烦，催促阿蒙德到底要考虑多久，直言再耗下去天都要黑透了。面对悬在面前的两个抉择，直播间的弹幕早已吵成一团，两派粉丝互相争论不休。上弦心里十分清楚，无论做出哪个选择，都将彻底改变游戏的后续走向。经过一番考量，上弦开口感谢了对方的好意，表示自己虽只是个普通佣兵，但早已向其他人效忠。选择一出支持艾米莉亚的观众瞬间欢呼。罗森妮塔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夸赞上弦比绝大多数骑士更优秀。士兵们随即上前将罗森妮塔作为战俘押解带走，弹幕里刷满了哀怨与不舍。上弦心里明白，选择罗森妮塔虽然能延长剧情，但他本来就打算近期更换新游戏，这样选不仅正好又能守住誓言。这时，艾米莉亚主动朝他走了过来，轻轻呼唤了他的名字。看到出现在眼前的艾米莉亚，上弦感到十分意外。艾米莉亚微笑着注视着他，身后的护卫急忙上前阻拦，提醒四周可能还潜伏着危险，劝他先退到安全的地方。上弦感到非常好奇，当场询问他是如何赶到这里的。面对护卫的劝阻，艾米莉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迈步上前，一把紧紧抱住了上弦。意想不到的举动让直播间瞬间炸锅，各种尖叫与惊呼瞬间刷满屏幕。上弦缓缓回应了他，温声表示自己带着胜利回来了。这深情的一幕让观众彻底沦陷，弹幕纷纷直夸他的声音太优雅浪漫。就在气氛烘托到最高潮时，系统画面突然黑屏跳过了后续，弹幕顿时一片哀嚎，疯狂吐槽游戏官方太不给力。队伍此时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途，上弦骑在马背上随队前行，身边的士兵凑上前打听，夸赞他一个人干掉上百人的战绩。一旁的罗曼忍不住冷哼吐槽，说这小子刚才还死不承认。面对夸赞，上弦只能尴尬的客套。罗曼忍不住打趣感慨，没想到认可他们战功的居然是敌人。上弦谦虚地表示，能成功离不开罗曼和大家的奋战。罗曼笑着回应，这话能大大提升佣兵团的士气。上弦听完有些好奇，反问，难道自己不算佣兵团的一员？罗曼直言他如今早已今非昔比，未来的去留全凭他自己的选择。罗曼随后向他表达了感谢，表示托上弦的福，大家赚到的报酬足够潇洒休整4个月。看到罗曼罕见的温和态度，弹幕刷满调侃，直呼严厉的将军居然也会笑得开心。弹幕还在热烈狂欢。队伍已经顺利回到了城里，艾米莉亚带着上弦一路深入到城堡内部，他亲自在前方领路，向守卫表明上弦是今晚的贵宾，命令守卫打开大门。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推开，门内随即传来了招呼声，迎面走来的是艾米莉亚的父亲珍妮特领主。他热情地拍着上弦的肩膀表达感谢，并吩咐侍女准备上菜。虽然领主完全没有身份偏见，但上弦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可菜还没端上来，系统竟弹出提示，宣布与艾米莉亚家人的晚宴已成功完成。紧接着，侍女递过来一杯水，让上弦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着洗手碗旁出现的按键提示，上弦下意识顺手按了下去，没想到这一按，按键竟然像节奏游戏一样飞了过来。弹幕瞬间笑成一片，调侃因为佣兵身份不懂礼仪，系统连说明都不给，硬生生把用餐礼仪变成了应有闯关、拼图、拼肉连接按键，各种奇奇怪怪的用餐 PUT 接踵而至，把高规格晚宴打成了极限手速关卡。好不容易应付完这一连串操作，上弦瘫在座位上心酸吐槽，原来见岳父的压力竟然这么大。弹幕被这奇葩剧情给逗乐了，纷纷刷屏调侃这是结婚见岳父模拟器。就在上弦刚喘口气的功夫，珍妮特领主端起酒杯叫了他的名字。珍妮特领主询问他愿不愿意成为骑士，系统紧接着弹出了全新的选项，让他选择接受爵位还是继续当佣兵。弹幕瞬间一片沸腾，谁也没想到居然真的能触发骑士路线。在以佣兵漫游为核心的游戏里，接受爵位成为骑士就意味着整款游戏即将迎来通关结局。虽然上弦原本就打算加快进度，但也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看着眼前微笑的艾米莉亚，弹幕纷纷期待起即将到来的骑士结局。上弦暗自凝神，准备做出最终选择。确定好佣兵路线后，上弦当机立断向直播间道别，便直接光速下播。突如其来的下播让弹幕鬼哭狼嚎，纷纷吐槽他又一次毫无征兆的溜了。随着舱门打开，上弦从游戏舱里走了出来。虽然今天完全没有战斗，但他觉得下播的时机抓得刚刚好。守在一旁的祝贺立马上前，笑着夸赞今天的直播效果相当不错。上弦听了有些意外，好奇反问，今天没打架，难道真的有趣吗？祝贺把手机递给上弦，展示论坛里铺天盖地的热搜讨论，强调自己的建议全都是基于数据分析。
祝贺接着带来一个好消息，赞助商决定全额资助剪辑师的薪水。尚贤听完十分开心，直言正式落实下来，感觉大不相同。得知明天还有会议和拍摄安排，尚贤决定今晚提早休息。现实中的网络上，一则突发新闻迅速引发了轰动。尚贤以阿蒙德的身份，正式与顶级游戏公司 Punk'd 签约，成为官方合作主播。消息一出，迅速传遍了各大社区。谁也没想到，凭着一款《王国时代》，他就从一个新人跃升成了世界级主播。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发行与平台巨头 ，Punk'd 一直占据着市场垄断地位。但随着竞争对手 HyGames 的迅速崛起，庞大的市场格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应对竞争 ，Punk'd 推出了合作主播计划，通过提供全方位的资源支持，换取热门主播定期推广自家的重点游戏。消息一出，网友们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质疑他目前的数据能拿到这种合作，但很快就有人反驳，能在《王国时代》这种冷门游戏里拉起上千人的观看量，一旦换成其他热门大作，号召力无法想象。不少人期待他赶紧去玩新游戏，也有玩家喊话必须先给艾米莉亚交代。虽然离下次开播还有一段时间，但直播间里早就挤满了提前蹲守的观众，都在好奇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大动作。在祝贺的陪同下，尚贤顺利完成了签约，正式开启了全新的合作阶段。与此同时，粉丝们也在网上热烈讨论，期盼着他能早点开播。就在大家满怀期待的守在屏幕前时，直播间终于亮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画面里出现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虚拟游戏场景，尚贤直接以真人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微笑着向所有观众打招呼，正式开启了他的首次真人出镜直播。尚贤在视频中正式向大家打招呼，宣布自己已经在 Altube 开设了官方频道，并成功成为了 Punk'd 的签约合作主播。看到这重磅消息，屏幕前的粉丝们无不感到惊喜与兴奋。尚贤真诚地感谢了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后续会将游戏实况视频上传到这里，此前大火的剪辑也会推出重制版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尚贤表示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优质的内容，并再次向观众表达感谢。随着签约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而来，整个网络论坛被彻底点燃，网友们对他的迅速崛起议论纷纷赞叹他的实力。为了庆祝这次重大的成功，大家欢聚在一起，共同举杯欢呼，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庆祝时刻。庆祝成功后，祝贺和尚贤一起在餐厅聚餐。祝贺对这次的成果表达了肯定，觉得可惜的是剪辑师智雅没能一起来。提到智雅，祝贺忍不住赞叹，他居然在短短2天里就剪出了3个视频。尚贤解释道，智雅在正式签约前就已经出于兴趣提前剪好了这些内容。得知真相的祝贺相当惊讶，搞不懂当时谈判时智雅为什么那么冷静。尚贤也只能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这时尚贤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祝贺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告诉他。尚贤追问起当祝贺出离家出走的原因，话还没说完，祝贺突然伸手按住尚贤，一把将他死压在桌上，急忙示意他别出声。原来是他们以前战队的老成员，刚好在这时走进了餐厅。祝贺压低声音建议等大家坐下就悄悄离开，尚贤也点头同意。可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脚步声就突然在耳边停下。来人一眼认出了祝贺，开口就是一阵冷嘲热讽，直言他当年不过是靠关系才混进来的。老成员不仅认出了祝贺，还意外发现尚贤也在现场。祝贺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对方带着戏谑的神情打听祝贺离职后的去向，追问他是不是跳槽到了附近。祝贺表面上含糊应付，心里却早已看透了对方的心思。他深知这位老同事的德行，无非是盼着自己亲口承认找工作碰壁，好趁机看笑话。要是让对方知道自己如今正担任尚贤的经纪人，恐怕脸色会相当精彩。对方转头又把矛头指向尚贤，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质问他难道不该向以前的老板问好？尚贤根本不给面子，冷冷表示彼此关系还没熟到需要打招呼。这句话瞬间让气氛降到冰点，对方被当场对的脸色铁青，气急拔坏地质问他刚才说了什么。一旁的祝贺更是吓得赶紧出声劝阻。尚贤毫无波澜地反问自己哪里说错，想起当年对方嘲讽他既没能力手又废了，全无价值的刻薄评价，尚贤干脆直接摊牌，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打招呼的理由。面对尚贤毫不客气的摊牌，对方气急反笑，当众嘲讽他不懂为人处事，还倚老卖老的教育起来，说就算关系再差也该假装客套。老同事越说越气，逼着尚贤表态认错。然而尚贤完全不吃他这一套，反而直接轻蔑地笑出了声。这反应让现场瞬间安静下来，老同事更是被整得当场发懵，满脸不可置信地质问他到底在笑什么。尚贤直接反唇相讥，提醒对方刚才还在叫自己要体面，可主动跑过来刨根问底，态度极其无理的人分明是他自己。周围顾客也开始指指点点，尚贤更是顺势一针见血地表示，在现场所有人里最不懂得体面的人恰恰就是这位普经理。被彻底戳中要害的普经理瞬间暴怒，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挥起拳头就朝尚贤砸了过去。尚贤反应极快，当场出手制止了对方，语气平静地提醒普经理有话好好说，没必要动手。朴经理被当场镇住，恼羞成怒地质问他是不是想打架。一旁的祝贺见状赶紧跳出来拼命劝两人冷静。就在冲突即将升级的鼓眼上，身后突然有人热情地打起招呼，熟稔地叫出了尚贤的名字。来人热情地拉住尚贤，祝贺和一旁的老同事都大吃一惊，赶来的正是
合作方代表吴先生，他压根没注意到现场紧张的气氛，兴冲冲地跑上前分享好消息，表示上弦刚发布的视频播放量直接飙升。Punk 总部的高管们对此夸赞不已，甚至有高管想亲自请他共进晚餐。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老同事听到这些话，当场彻底傻眼。朴经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业内顶尖巨头 Punk 的高管居然要亲自请这个后辈吃饭。周围的同事也纷纷凑了过来，认出他就是当下爆火的主播阿蒙德，直夸他本人不仅帅气，平时在公司里也十分谦逊礼貌。合作方吴先生更是热情满面，当场找上弦要签名，还得意地开起玩笑，说两人的合作合同上早就有上弦的签名了。看到这反转的一幕，朴经理整个人彻底傻了眼，怎么也没想到，曾经被他肆意嘲弄的后辈，如今居然站到了他触碰不到的高度。上弦客气地向吴先生表达感谢，另一边的朴经理面子彻底挂不住，连刚点的饭都顾不上吃，硬要拉着下属赶紧离开。面对下属的疑惑，他甚至当场气急败坏地大吼起来，最后带着人灰溜溜地离开了餐厅。解决了这场风波后，上弦再次认真向吴先生道谢。吴先生随口安慰上弦，表示这种小人不用放在心上。上弦好奇地向他求证，刚才说的高管请吃饭，是不是为了解围特意吹出来的？吴先生哈哈大笑，当场承认，直言对付这种势利眼，拿大公司的名号最管用。双方客套打完招呼，吴先生刚要离开，却又突然转过身叫住了上弦。吴先生特意叮嘱上弦，让他在有空的时候随时约自己吃饭。上弦听完直接愣在原地，以为这又是在拿他开玩笑。吴先生忍不住笑出了声，连忙解释请客吃饭完全是真的，刚才只是把高管凑热闹的场面给夸大了。对方突然提醒他，问他有没有看过之前上传的视频播放量，而屏幕上展示的正是他最初发布的第一期王国时代视频。当初签约时他就被提醒过，在直播平台火不代表在视频平台也能吃得开，一般至少得发20个视频才能慢慢看到收益。所以上弦原本没抱什么期望，可等他刷开手机一看，后续几期视频才发布了一天，播放量居然就已经逼近10万，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连大主播在视频平台的成绩都很一般，自己怎么会突然掀起这么大的水花？这时他突然想起，艾康杰洛此前曾提醒过他，想在视频平台出彩，找一个优秀的剪辑师才是关键。看到第一期视频直接冲破70万播放，他这才明白，这全靠智雅在幕后的神级剪辑。智雅之前自发剪辑的高燃视频，早就积攒了惊人的人气，连带着官方频道的流量也被彻底带火。上弦不由得感叹，自己这次真是挖到了宝。这时祝贺拿着手机走过来，分享了老同事发来的最新八卦。听说那天事情发生后，朴经理整整郁闷了一整天，甚至坚信上弦背后一定有着什么了不起的大靠山。上弦听完大感无语，搞不懂对方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祝贺笑着打趣，吴先生那天吹得天花乱坠，朴经理那种老一派偏偏就吃这一套。上弦也忍不住吐槽，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头脑简单。聊完八卦，祝贺急忙一溜烟冲进卫生间，看着这熟络的架势，上弦无奈叹了口气，随后收拾妥当出门跑步锻炼。出门跑了一会儿，上弦顿觉神清气爽。自打辞职后，自己很少出门，昨晚甚至还吃了炸鸡啤酒。作为曾经的运动员，可不能继续堕落。正戴着耳机听歌，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显示，上弦有些纳闷，搞不懂对方怎么这时候打过来。电话刚接通，祝贺就对着手机怒吼，让他赶紧看发过去的信息。听说上弦在锻炼，祝贺气得当场开始碎碎念，质问他居然为了运动不接重要电话。听着电话里的连环轰炸，上弦忍不住吐槽，对方天生就是当经纪人的料。祝贺当场气急败坏地质问他是不是在故意讽刺自己。祝贺在电话里提醒，这次的播放量相当可观，所以 Punk 的高管才想约他共进晚餐，还特意嘱咐上弦独赴晚宴要好好表现。上弦点头应下，顺口打听对方特意打电话过来，是不是就为了交代这事。祝贺这才切入正题，表示这次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智雅，怎么也得找机会好好表达一下感谢。上弦对此深表赞同，刚提议准备买个礼物表示心意，上弦直接改口表示完全不需要。上弦在电话里表示自己此刻正和智雅在一起。上弦约了智雅在刚开业不久的快餐店见面，看着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上弦暗自庆幸自己来得及时。他端着餐盘走到桌前，把准备好的汉堡推给智雅。智雅收到汉堡，客气的道谢。上弦见状忍不住确认，问他只吃汉堡行不行？明明可以提要求要更贵的礼物，毕竟半小时前询问时，智雅就慌张的表示请顿饭就行。见智雅再次坚持说没关系，上弦便让他以后想到什么随时开口。智雅一边道谢一边拆开包装，张大嘴巴狠狠咬了一大口，这豪爽的吃相直接把一旁盯着看的上弦给看傻了。被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智雅有些不好意思的提醒他别看。上弦连忙开口道歉，心里却忍不住犯嘀咕，实在是因为对方刚才嘴张得太大了。上弦一边吃着薯条，一边试图找话题打破尴尬，可智雅每次都只是客套的简短回应。几句对话下来，桌前再次陷入了沉默。上弦本
就不是个健谈的人，见智雅也是同款性格，干脆也不再硬找话题。这种互不打扰的氛围，反而让他感到格外轻松。想到自己平时也不擅长与人交际，尚贤看着眼前安静的智雅，心里不禁开始打量，像对方这样内向的性格，当初在公司上班恐怕没少受罪。智雅坦言自己除非喝了酒，平时其实很不擅长跟人交流。尚贤听完有些意外，想起上次见面时，对方明明沟通顺畅，甚至还主动展示了剪辑作品。智雅解释说，那是因为谈的是工作，只要聊正事，他就能正常沟通。可一旦到了日常社交的场合，自己就会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尚贤这才恍然大悟。智雅有些不安的低声询问，想知道自己这样是不是显得很奇怪。尚贤直接反问，难道在公司上班就不让人烦躁吗？他一边嚼着饮料，一边坦言工作固然有好处，但有时也确实让人火大。要是找不到宣泄的出口，一直硬憋着，早晚会有崩溃的那一天。尚贤表示自己和祝贺也都辞了职，所以非常理解这种心情。他告诉智雅，等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自己随时愿意听听他过去的遭遇。听完这番话，智雅一时间有些发愣，看着尚贤走在前面的背影，智雅心里忍不住感慨，觉得对方真的非常成熟。画面一转，尚贤开启了新一轮直播，热情地向粉丝们打招呼，并正式宣布了自己与 Punk 签约的消息。满屏的弹幕瞬间被祝贺刷爆，可大家在惊喜之余也纷纷发问，担心他是不是打算放弃王国时代了。尚贤笑着反问观众，难道不想看艾米莉亚的骑士结局吗？随后便向大家宣布，今天的直播依然是王国时代。他像往常一样启动游戏，但粉丝们心里都很清楚，这大概率是他最后一次玩这款游戏了，因为新的游戏征程即将开启。进入游戏分支界面后，尚贤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拍板选择了骑士路线。大雪纷飞的城堡花园里，尚贤走到艾米莉亚面前，单膝跪地向她效忠。艾米莉亚缓缓握住他的佩剑，正式宣布封阿蒙德为自己的骑士。尚贤也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和装备都换了新的。完成受封后，艾米莉亚对尚贤露出笑容，直播间弹幕瞬间沸腾，大家都以为这就是骑士路线的最终结局，纷纷夸赞起艾米莉亚的笑容。然而画面突然一转，城堡里大雪退去，转眼迎来了春天。看样子游戏里直接跳过了这段时间，弹幕纷纷猜测后续还有新剧情。尚贤看着身上华丽的新装，感叹自己这是真的成了骑士。弹幕也纷纷刷屏支持，让他干脆一鼓作气通关。可还没来得及高兴，游戏画面突然剧烈震动，整张场景居然如同被烈火吞噬，直接从中间烧裂开来。突如其来的异变让弹幕瞬间炸锅，伴随着耀眼的光芒，画面中突然弹出了新的系统提示，只有通过这最后的试炼，才能成为真正的骑士，而这正是整场游戏的最终任务。看着弹出的任务提示，尚贤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受封仪式还不算正式成为骑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名侍从突然破门而入，急急忙忙地催他赶紧准备武器，说决斗马上就要迟到了。听到决斗二字，尚贤一头雾水。侍从见他这副反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神志不清了。侍从们边吐槽边帮他换上装备，并提醒他，今天正是证明自己能力的关键时刻。侍从正嘀咕，要是被艾米莉亚听见，该有多伤心。话音未落，艾米莉亚就突然从身后出现，把侍从吓了一大跳。还没等尚贤反应过来，艾米莉亚就直接上前亲了过来。突如其来的高能福利让直播间弹幕瞬间沸腾。尚贤心里也明白过来，按照两人的剧情时间线，关系发展到这一步确实合情合理。艾米莉亚随后严肃地提醒，这场决斗如果出现差错，两人的未来可就全毁了。尚贤也郑重地下定决心，坚定地向他做出保证。得到艾米莉亚的鼓励，尚贤牵起她的手，两人一起向外走去，要向所有人证明他完全配得上骑士的称号。画面一转，两人来到了城堡附近的竞技场。此时看台上早已坐满了观众，现场一片熙熙攘攘。看着四周这架势，尚贤怀疑是要让他像决斗士一样去格斗。这时贵族阿尔贝托迎面走了过来，光是看到对方那张脸，尚贤就一阵头疼。这人在哪条路线里都是风评极差的存在，甚至被玩家评为最想砍头的 NPC 第一名。阿尔贝托一开口就满是嘲讽，质问亚内特家族怎么会给无名小卒封爵，直言现在的骑士头衔真是越来越廉价。随后他表示，既然阿蒙德没有显赫的出身，那就只能靠接下来的战斗证明自己。面对挑衅，艾米莉亚立刻站出来反驳，列举阿蒙德独自攻城击败巨兽的战功，质问对方难道这些还算不上证明？可对方却嗤之以鼻，硬说这些都只是毫无依据的夸张传言。艾米莉亚当即冷笑一声，嘲讽对方讲得好像自己立过大功一样，一句话直接把对方对得当场失态，气急败坏地质问他怎么能为了一个平民当众侮辱贵族。然而艾米莉亚根本懒得理会，直接转过身让阿蒙德做好战斗准备。听到他这么信任自己，尚贤轻声念出了他的名字。尚贤安抚艾米莉亚别担心，提醒他这场决斗本来就是自己发起的。艾米莉亚拍了拍他的手臂，表示自己并不是担心，只是看不惯别人出言侮辱他。尚贤眼神坚定的回应，只要过了今天，就再也不会有人敢轻视他们。欢呼声瞬间响彻整个竞技场，看台上的民众纷纷高呼阿蒙德的名字。面对沸腾的赛场，尚贤径直询问自己的对手是谁，对方却丝毫不急，悠哉的让他别太心急。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场边的重型铁闸门开始缓缓升起。随着铁门轰然开启，走出来的对手居然是一只庞大的巨魔。系统提示也随之浮现，真正的骑士必须能够独自击败巨魔。
看到如此夸张的试炼，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看台上的观众更是乱成一团，不仅担心巨魔失控殃及池鱼，更质疑让一个只用弓箭的弓箭手去单挑巨魔简直不可思议。直播间里大家纷纷分析，巨魔拥有极强的自愈能力，光靠普通弓箭根本无法将其消灭，必须用重型武器一击重创才行。主持人见状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嚣张的当场叫嚣，声称真正的骑士就该挺身而出。可等他回过头才尴尬的发现，周围其他的同伴早已吓得拔腿就跑，直接把场地给空了出来。面对这讽刺的一幕，上弦忍不住开口吐槽，弹幕更是被这群人的反应彻底笑翻。巨魔登场后并没有立刻发起攻击，上弦见状悄悄拉近距离。面对眼前的死局，弹幕纷纷建议他赶紧换剑近战，可上弦嘴上答应着，手上却直接拉弓开弦，迎面一箭重射中巨魔脸颊。这出人意料的操作，直接把看台和弹幕彻底看傻了眼。还没等上弦理会大家的震惊，身后的巨魔已经抡起巨棍轰然砸下。可谁都没想到，上弦这一箭直接射中了巨魔的命门，庞大的巨魔轰然倒地，连手中的巨棍也重重摔在地上。刚才还喧闹的竞技场瞬间一片死寂，看台上的观众全都看傻了眼，弹幕更是从满屏问号瞬间化作了铺天盖地的嘲笑与欢呼。弹幕这才猛然想起来，即便是自愈极强的巨魔，也扛不住上弦直击要害的神射。对别人来说的绝杀，在他眼里不过是基本操作。短暂的震惊过后，全场观众彻底沸腾，大家齐声高喊阿蒙德的名字，高呼他才是真正的弓箭骑士。可刚才还在拱火的主持人，此刻却彻底傻了眼。他坚信巨魔绝对是被暗中下了药，急忙命令手下立刻前去检查。面对蠢蠢欲动的守卫，艾米莉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警告对方决斗早已结束，如果继续胡作非为，只会彻底毁掉所有的名誉。主持人被对得哑口无言。上弦随即表示，既然没人再敢反对，那自己的受封誓言依然算数。随着话音落下，场景中突然响起了片尾曲，这场试炼也终于迎来了通关结局。谁也没想到，骑士路线的最终结局竟是阿蒙德与艾米莉亚步入婚姻殿堂。看着艾米莉亚脸上洋溢的笑容，两人牵手走过鲜花簇拥的拱门，弹幕瞬间一片沸腾，大家纷纷感叹画面太感人，连伴奏音乐都格外动听。随着屏幕上缓缓滚动出制作人员名单，上弦坐在电脑前，心里明白，这款陪伴他许久的游戏，这次是真的迎来了终点。到了该彻底告别的时候，上弦抬起手向这一切道别。这是他的第一款 VR 游戏，也是在短短1周里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那款游戏。他微笑着挥手作别，画面中的阿蒙德也背对镜头挥手致意。伴随着屏幕上浮现的感谢与终章提示，这款游戏终于彻底落下了帷幕。上弦坐在椅上，轻声感叹自己真的通关了王国时代。但很快他就重新打起精神，向直播间的观众宣布，接下来准备挑战下一款新游戏。得知要开启新游戏，直播间瞬间被弹幕彻底淹没，粉丝们纷纷开始疯狂推荐。有人好奇他会不会继续选择弓箭类游戏，也有人期待他去 FPS 或 PVP 里大展身手。看着满屏热烈的讨论，上弦也开始期待接下来的新征程。看弹幕里大家都在刷 Electrowave， 而且大部分人都想看他去打 PVP。上弦握紧拳头，坦言自己心里不可能没有压力，毕竟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完全不同，接下来要面对的不再是系统 AI， 而是活生生的人类玩家。就算把新手流程练得再熟，匹配到的也全是经验丰富的高手，赛场上可没人会因为他是新手就放水。要是一个不留神翻了车，大家捧出来的天才形象恐怕很快就会彻底碎掉。不过上弦反而露出了笑容，眼神里透出强烈的自信。上弦表示，不能因为害怕让观众失望就裹足不前。在今天直播的后半段，他正式宣布了接下来要挑战的新游戏，那就是战争大逃杀。直播结束后，上弦和祝贺一边吃着炸鸡，一边聊起了频道接下来的规划。祝贺有些担心，如果突然换游戏，那些冲着王国时代来的观众很可能会大量流失。上弦对此倒很看得开，觉得这是多游戏主播都会遇到的问题。祝贺紧接着问他，你觉得会掉多少人？随后坦言，要是运气不好，观看人数直接腰斩都有可能。听到可能会掉1半观众，上弦顿时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主播每次换新游戏居然都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祝贺解释说，虽然短时间内风险很大，但从长远来看，也是为了频道能有更好的发展。上弦觉得没有观众会喜欢看一个从不进步的频道，想要长远发展就必须敢于求变。虽然嘴上说着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观看人数瞬间掉走近1000人，只剩1000出头时，心里还是感到一阵肉疼。不过他很快调整好心态，表示等游戏下载完毕就立刻开始。可看到进度条的弹幕却彻底懵了，大家这才发现他居然现在才开始下载游戏，此前压根就没接触过。想到这位顶尖大神要以纯新手身份去打新游戏，直播间观众顿时感到无比新鲜。有观众打赏提醒他，新游戏主打极高的现实还原度。上弦好奇的反问，难道比王国时代还要更逼真吗？观众表示这是完全基于现实开发的作品。上弦不禁联想到之前接触过的奥运游戏，觉得这种写实的风格应该会很有意思。随着一声提示音响起，游戏下载进度终于达到了100%。屏幕上随即弹出了登录提示，上弦就此正式踏入了全新的游戏世界。刚进入新游戏，上弦就被直接送上了直升机， NPC 大声提醒目的地已到达，命令他立刻准备跳伞。
看着舱门外呼啸的疾风，尚贤吓得双腿止不住地发抖，直呼这游戏的还原度简直高得离谱。从万米高空俯瞰下去，地面上的建筑物小得像蚂蚁一样。弹幕见状也纷纷刷屏打趣，调侃他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看到尚贤迟迟不敢往下跳，身后的 NPC 忍不住再次开口催促起来。面对 NPC 的狂推，尚贤崩溃的直呼这根本没法跳。虽然提前看过新手教程，但现场的真实感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期。还没等他抱怨完，一旁的新手同伴就直接打断他，大喊一声禁止，跃出了舱门。看着同伴在万米高空顺利打开降落伞，弹幕也纷纷刷屏，让他向人家学习。眼看别人跳得这么干脆，尚贤终于也被激起了斗志，准备向舱门外冲去。弹幕也在狂催，提醒他再不跳可就抢不到先机了。看着别人早已开伞降落，尚贤下定决心，绝不落后，一狠心抬脚跃出了舱门。可当身体彻底脱离直升机，感受着耳边狂吹的疾风，尚贤看着迅速远去的直升机，忍不住当场直呼：这真实的坠落感到底是什么鬼？急速下坠的强烈失重感让尚贤当场吓得发愣，直呼这体验简直不像是在玩游戏。还没等他想明白，背后的降落伞突然自动打开，剧烈的拉扯让他失声惊呼，悬在半空大口喘着粗气。尚贤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这款游戏的降落伞到了高度会自动触发。尚贤悬在半空，还没松口气，就发现降落速度快得离谱。还没等他调整姿势，整个人就重重砸向地面，狼狈的在地上滚了一圈。看到这搞笑的着陆姿势，直播间弹幕顿时一片狂笑，纷纷吐槽能看到他这么笨拙的一面。尚贤趴在地上咳嗽不止，满脑子都在怀疑这游戏的新手降落难道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吗？尚贤刚抬起头，就看到四周早已经打成了一片。还没等他理清状况，附近的玩家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喊着发现新手，直接围了过来。尚贤只能拔腿就跑，满脑子纳闷对方怎么看穿他是新手的。弹幕当场扎心提醒，光看刚才那笨拙的降落姿势就全暴露了。眼看敌人紧追不舍，尚贤决定先冲进前方的建筑物里躲避。尚贤冲进屋里，重重关上房门。原本他只是慌不择路，想进来躲躲，顺便看看有没有能趁手的武器。结果刚一转头，房间里的木桌上竟然静静躺着一把武器，这居然是一把复合弓。尚贤想起以前做运动员时，曾经当成兴趣玩过几次，完全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他缓缓伸手去拿，还没来得及细看，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异响。尚贤瞬间警惕地扭过头去，楼梯上很快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显然是刚才追来的玩家准备摸上2楼。尚贤不再犹豫，顺手一把抓起桌上的复合弓，下一秒伴随着一阵吱呀的推门声，2名装备齐全的敌人已经搜进了房间。敌人边爬楼梯边嘲笑，以为尚贤还是个不敢搜物资的菜鸟。话音未落，尚贤一剑精准穿透，瞬间拿下首杀。剩下的队友看着暴毙的同伴，彻底懵了，随后顺着箭矢的方向锁定了尚贤藏身的位置。剩下的敌人刚喊出位置，准备开枪，尚贤反手又是一剑，直接将对方当场击飞，轻松拿下双杀。本以为能顺势清理掉最后一个敌人，尚贤迅速再次拉满弓弦，可转过头才发现，剩下的那人早已拔腿跑路。看着瞬间空无一人的楼梯，尚贤有些迟疑，要不要追上去？弹幕也适时提醒他，生存游戏没必要非要赶尽杀绝。弹幕纷纷吐槽敌人违规非法组队，劝尚贤赶紧追上去干掉最后一人。尚贤也觉得对方跑不了多远，当即决定动身追击。没想到刚追出来，逃跑的那人突然转身拉满弓弦，居然也想用弓箭反手偷袭。但尚贤的出剑速度明显更快，还没等对方放箭，一记精准的冷箭中命中，直接将敌人轰然击飞倒地。随着系统弹出1击3杀的提示，直播间瞬间笑成一片。尚贤也忍不住吐槽，对方居然还想当场模仿自己。直播间的弹幕还在狂笑。尚贤顺手清理着现场的物资，有些好奇地问大家，在战局里拿击杀难道这么容易吗？弹幕连忙解释，用弓箭击杀其实难度极高，纯粹是刚才那几个人太菜了。听完解释，尚贤顿时有了底气，打算接着搜刮物资继续推进。可还没等他继续动作，房间里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诡异的光芒骤然笼罩整间屋子。尚贤瞬间警惕起来，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系统弹出的提示显示，安全区将在30秒内开始缩小，留给尚贤转移的时间只剩下最后半分钟。地图上的蓝圈正在不断缩小，一旦暴露在圈外，就会持续扣血，直到淘汰。尚贤打开地图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当前的位置极不理想。听着窗外传来的阵阵轰鸣，其他玩家显然都在抓紧逃跑。尚贤不敢多留，当即决定离开建筑动身转移。可刚来到户外，他就发现周围只剩下一片空旷的废墟残垣，几乎没有任何掩体。伴随着远处再次响起的车声，尚贤明白接下来每一步都必须格外谨慎。尚贤蹲在断墙后面，听着越来越近的引擎声，心里暗暗祈祷对方只是路过。可还没等他看清方向，密集的子弹就猛烈扫了过来，伴随着一阵轰鸣，一辆载具竟然直接撞碎了墙壁。突如其来的冲击把尚贤吓得当场抱头缩倒，直播间弹幕顿时一片狂笑，调侃这反应简直就是标准新手。尚贤连忙开口解释，说自己只是第一次遇上这场面，才会被打了个猝不及防。还没等尚贤喘口气，刚才开过去的那辆车居然又折返了回来，
他本想利用建筑死角躲避，觉得车辆没法直接冲进来，可密集的子弹紧接着轰在墙上，瞬间把砖墙彻底打塌。看到这里的建筑竟然能被子弹打碎，尚贤明白继续躲在这早晚会被中弹。正好看见前方还有另一面废墟断墙，他连忙一路狂奔，再次贴墙躲好。尚贤一个敏捷的姿势，顺势滑到了断墙后面。弹幕见状纷纷夸赞，这身手简直就像在玩跑酷。敌人的子弹随后疯狂倾泻过来，可这面断墙却异常坚固，根本无法穿透，迟迟打不中人。敌人气得破口大骂，叫他别再折腾，赶紧出来领死。尚贤顺着墙角偷偷探头观察，这才发现对方居然整整有3个人，队友甚至还在嘲笑开枪这人是在跟墙打架。看到对方又是3人组队，直播间弹幕纷纷吐槽，直呼这群违规组队的家伙通通该被举报。墙后的敌人还在叫嚣着准备摸过来，尚贤则贴在墙后，冷静地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就在对方探头的瞬间，尚贤果断闪身而出，拉满弓弦，迎面就是一箭，利箭破空而出，精准贯穿了敌人的头部。带头这人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就当场倒地。尚贤心里暗庆对方没戴头盔，这才让爆头一击直接致命。剩下的同伴彻底看傻了眼，完全不敢相信队友会被一箭秒杀。另一个同伴更是一脸惊恐的大喊，对方这一箭可是直接命中了头部。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尚贤手起剑落，一箭又解决了第2个人。系统随之弹出一击淘汰的提示，这下只剩最后1名敌人了。那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摸爬滚打躲回石头后面，气急败坏地质问尚贤是不是故意将断闸鱼，甚至还威胁要砸键盘举报他。弹幕见状纷纷催促尚贤，让他赶紧动身追过去清场。可尚贤却淡定表示完全没有追过去的必要。靠着对方刚才叫嚣的声音，尚贤瞬间锁定了石头后的位置。他顺势拉满弓弦，朝着天空直接射出一记高空抛物线，箭矢划过高空，精准命中躲在石头后的敌人。弹幕瞬间彻底炸锅，直呼这种盲射抛物线简直神了。尚贤淡定表示，多亏对方一直在那里叫嚷，这才让他凭声音锁定了位置。趁着对方中箭倒地，尚贤果断拉弓补上一箭，准备彻底将这最后1人送走。可系统弹出的却不是彻底淘汰，而是将对方击倒的提示。尚贤见状有些纳闷，完全没搞懂这击倒到底是什么意思。弹幕连忙给出解释，只要没像爆头那样瞬间秒杀，重伤的敌人就会优先进入击倒状态。得知游戏里居然还能击倒倒地，尚贤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刚才会有那么多人组队。弹幕忍不住疯狂刷屏提醒，这根本不是什么非法组队，而是他直接匹配进了4人组队模式。尚贤这才想起新手教程里的介绍，游戏里除了单人和双人，还有最多4人一组的团队竞技，在4人模式下，队友可以扶起倒地的同伴。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一开始就排错了模式。得知真相的弹幕当场笑翻，还以为尚贤是故意要表演单人挑战4人组，没想到首局就犯了这么离谱的低级错误。收到悬赏任务打赏后，尚贤突然反应过来，哪怕是在4人组队模式下，如果队里没有其他人能救，击倒就会直接变成彻底淘汰。刚才那人既然只是倒地，说明对方队伍里竟然还有第4个活人。还没等他来得及回头，隐藏在暗处的敌人突然扣动扳机，尚贤瞬间被子弹重创击到。突然遭受中弹重创的尚贤，被这过于逼真的伤害反馈吓了一跳。面对敌人接踵而至的扫射，尚贤迅速贴的连续翻滚，一路顺势闪到了旁边的墙后掩体。弹幕见状纷纷直呼这居然都能活下来，也彻底印证了刚才袭击的敌人正是对方满编队的第4个人。躲在掩体后的尚贤大口喘着粗气，心率狂飙的强烈刺激让他直呼这游戏的拟真程度简直太离谱了。系统界面甚至弹出了高危警报，刚才剧烈的刺激差点让尚贤的心率突破安全临界点，一旦达到危险数值，系统就会为了安全强制玩家下线。看着这极高的限时还原度，尚贤忍不住有些纳闷，大家居然都在承受这种高压玩游戏吗？还没等他多想，掩体外突然传来的微弱动静，尚贤瞬间打起精神，紧握复合弓死贴紧墙体。可直播间弹幕却纷纷狂笑，打趣说他是不是被吓傻了，还直言根本什么声音都没听到。看着弹幕的质疑，尚贤当即警惕地朝掩体外看去。尚贤听到的脚步声极其清晰，而且距离自己非常近，对方步频虽然不快，但走得毫不迟疑。尚贤心知肚明，正面和枪械硬刚自己绝无胜算，可对方要是发现了自己，不可能走得这么大摇大摆。他瞬间反应过来，对方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靠近，根本就不是为了杀他，而是要过来救倒地的队友。尚贤默默拉满弓弦，踩着细微的脚步调整位置，随着掩体外的脚步声骤然停下，他眼神一凝，就在现在，一箭精准命中。系统接连弹出双杀淘汰提示，这彻底验证了他的判断，成功赢下了这场死斗。直播间瞬间彻底沸腾，满屏都是观众送出的打赏。尚贤注意到打赏名单里出现了大量全新的观众账号，虽然打赏的金额并不算多，但这说明频道正在吸引更多新人，自己离大众主播的目标又近了一步。解决完眼前的敌人后，尚贤准备上前搜刮战利品，看看对方掉落了什么好东西。结果低头一看，地上赫然躺着一把带瞄准镜的步枪。看到枪的瞬间，尚贤顿时犯了难，心里开始无比纠结，到底要不要放弃弓箭换上这把枪。地上掉落的正是一把热门突击步枪。直播间弹幕瞬间吵成一片，有人支持他换上现代武器，也有人喊话要他坚持用弓。面对弹幕的两极态度，
尚贤陷入了艰难选择，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能凭一把弓坚持赢下去，说不定就能打响弓箭主播的名号。尚贤心里最顺手的其实就是弓，可他也担心万一输了比赛，观众会质疑他为什么放着步枪不用。正犹豫时，系统突然弹出了一笔10万韩元的打赏，并附带了悬赏任务，要求他只靠弓箭赢下胜利。这任务来得实在太及时，正好给了他坚持用弓的理由。可当尚贤看清打赏人的名字时，却当场愣在了原地。尚贤不再犹豫，果断点击接下了这个悬赏任务，并向对方致谢，承诺自己一定会用弓赢下第一。见他真打算全程只用弓，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沸腾。尚贤顺手搜刮完地上的药品和补给，随后打开地图确认安全区，发现接下来的农场距离相当远，他心里忍不住盼着能有一辆载具。就在这时，弹幕突然疯狂刷屏，提醒他赶紧看向前方。尚贤抬头朝前方一看，居然真的发现了一辆可以驾驶的载具。他当即不再耽搁，立刻上车发动了引擎，看了一眼路线地图，尚贤决定直接开往农场的安全区。直播间弹幕也跟着沸腾起来，纷纷催促他全速前进。尚贤开着越野车一路疾驰，弹幕连忙刷屏提醒说这么大摇大摆穿越危险区，很容易惹来麻烦。尚贤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上方高处突然飞来一颗手榴弹，精准滚落到了车轮底下，猛烈的爆炸瞬间在车旁炸裂。弹幕这才补完后半句，引擎噪音会把附近的敌人通通引过来。恐怖的爆炸冲击直接将尚贤连人带车当场炸飞，连人带车重重砸倒在地，越野车当场翻了个底朝天。尚贤倒在车里一阵咳嗽，忍不住吐槽这算不算工伤。弹幕被这场面逗得哈哈大笑，纷纷留言打趣。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耳边突然再次传来清脆的金属声，尚贤心头一紧，难道还有手榴弹？又一颗手榴弹滚到了车边，随之轰然炸开。弹幕见状纷纷打出悼念词，调侃这场直播提前结束了。好在尚贤反应神速，在爆炸前及时跳出车厢，闪到了墙后。可翻滚燃烧的车辆冒起滚滚浓烟，完全遮挡了他的视线。为了探明高处敌人的位置，尚贤决定直接登上屋顶去寻找视野。尚贤一路冲上顶楼，一脚猛地踹开天台大门。他迅速扫视了一圈，发现这片屋顶上并没有敌人。尚贤当即趴到天台边缘，抬手向远处的浓烟方向张望，隐约注意到那边似乎有动静。还没等他仔细看清，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敌人的子弹瞬间呼啸着打到了身边。尚贤心里一惊，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远处的敌人见他迅速缩回死角，随即停止了盲目扫射。这伙敌人非常老练，当即决定分工协作，留2人在远处提供火力掩护，另外2人直接朝楼内包抄摸了过来。密集火力再次轰在尚贤脚边，强大的压制力让他完全无法露头。弹幕疯狂劝尚贤退回楼内，提醒他这屋顶根本没有掩体，对手显然是配合默契的熟练队伍。面对死局，尚贤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依靠听力捕捉周围的动静。他清楚记得对方一共有4个人，根据脚步声判断，2人留在远端架枪，另外2人正朝他包抄过来。可只要他敢探头，立刻就会被远处火力直接秒杀。尚贤窝在死角里，弹幕纷纷调侃他现在的绝境。远处的敌人死死架着天台，见尚贤许久没有露头，以为他已经彻底放弃。远端敌人随即通知队友，让包抄的人直接进去清场。然而尚贤早就靠着听力锁定了包抄过来的脚步声，顺势拉满了弓弦。随着包抄的脚步越来越近，敌人一脚踩碎了地上的树枝。听到动静的刹那，尚贤果断放弦，一记利箭破空而出，顺势拉弓接上了第2箭。出前的手箭精准射中带头敌人，同伴甚至还没看清箭是从哪飞来的，第2箭就已经接踵而至，连开枪的机会都没留给对方，瞬间将包抄过来的2人彻底淘汰。看到尚贤几乎没怎么瞄准就秒杀2人，直播间弹幕再次彻底炸锅，直呼他这弓箭简直就像自带自动追踪。看到刚才那一箭的惊艳表现，尚贤心里也不禁一阵感慨，当年练剑时和朋友瞎玩的花式手法，没想到竟然会在游戏里派上用场。还没等他多想，一道巨响突然打破了平静，尚贤连忙缩紧身体贴在墙边死角。紧接着楼梯间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尚贤瞬间反应过来，来人正是刚才一路追赶自己的敌人。尚贤很清楚，对方手里拿的是枪，真要正面对决自己极其被动，一旦被对方抢先开枪，自己甚至连拉弓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寄希望于对方第一枪打偏。听着门外一步步逼近的脚步声，尚贤死死拉紧弓弦，随时准备拼死一搏，靠对方打偏撞运气可不是尚贤的风格。还没等房门被彻底推开，尚贤就抢先一步松手放箭。直播间弹幕彻底看懵，直呼门可都还没完全打开，箭矢顺着尚未推开的门缝飞出，精准扎中了门外的敌人。持枪追来的敌人当场愣住，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箭究竟是怎么从那么窄的缝隙穿过来的。受击的敌人瞬间失去反抗，重重倒在了房门外。系统紧接着弹出了击倒提示，敌人应声倒在门外。直播间弹幕瞬间掀起狂潮，全在惊叹他能精准算准开门时机，连对方可能蹲下的细节都预判到了，完全不像个刚玩游戏的新手。尚贤却只是笑着表示自己不过是赶上了好运气。弹幕顿时一片欢声笑语，纷纷打趣他这话说的太装了。与此同时，留在远端架枪的2名对手等了半天，却迟迟没听到楼顶枪声，心里忍不住打鼓，不明白进去包抄的队友到底在干嘛。语音频道里顿时炸开了锅，倒地的队友
大声嚷嚷说对面绝对不是这个段位的人，自己才刚推门就被瞬间秒杀。架枪的队友根本不敢相信，觉得是他自己粗心大意。倒地的人赶紧辩解，说对方卡门缝的预判简直像挂一样。而另一边的上弦正轻松靠在墙边盘算着下一步行动。这支小队来头可不简单，队伍里甚至有钻石级别的老牌狙击手，可惜因为现实生活的各种压力，全员被迫退游整整1年，最近才以最低段位重回游戏。倒地的队友在频道里急得大喊，说自己说的句句属实，求队友赶紧过来拉人。远端架枪的同伴却不敢动弹，吐槽现在冲过去也是送死。倒地的同伴连忙补充，说对方还没补掉自己，自己正努力朝1楼爬去。架枪的同伴忍不住咂了咂嘴，局势顿时陷入了僵局。架枪的敌人一眼看穿了上弦的意图，明白他留着倒地队友是想当诱饵，就等他们过去救援时打伏击。但他想不通对方凭什么这么自信。同伴见状生出退意，劝他干脆放弃队友，直接撤退，认为能打出那种预判的人绝对是个惹不起的高手。这话顿时激怒了同伴，在低分段逃跑简直是奇耻大辱，丢的可是曾经钻石玩家的尊严。见同伴坚决要硬碰硬，劝阻的人只能无奈站起身，决定由自己冒险上前救援，让同伴留在高处用枪掩护。同伴提醒拉人时没人掩护太危险，两人当即决定一起行动。他们一路顺着土坡下滑，成功来到了倒地同伴身边。看着身上扎着箭矢的同伴，队友心里一阵唏嘘。同伴再次萌生退意，询问是不是该直接撤退。架枪的同伴却觉得他太胆怯，告诫他保持瞄准，谨慎推进，警惕对手突然从楼里杀出来。他透过瞄准镜死死锁定天台，下一秒却突然发现了异样。架枪的敌人发现了缩在墙角的同伴，连忙提醒救援的同伴贴紧墙壁推进，利用视角阻挡上弦拉弓的射击角度，并叮嘱远端必须死死锁定天台。救援的敌人顺着墙边谨慎逼近，远处架枪的同伴也打起12分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瞄准镜，眼看就要迈进天台的射击死角。上前救援的敌人暗自松了一口气，以为只要进入盲区就能安全。可还没等他完全放松警惕，空气中突然炸响一声清脆的弓弦破空声。远处架枪的敌人透过瞄准镜一看，只见一支箭矢画出高高的弧线，越过天台边缘飞落下来。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这记高抛箭就精准砸中了倒地同伴的头顶。救援的敌人原本以为只要向后闪避或侧向移动就能躲开，结果箭矢依然精准跟了过来，重重扎在了脚边。救援的敌人还没来得及庆幸避开直射，系统就弹出了同伴被上弦淘汰的提示。救援敌人转头一看，这才发现那记越过墙壁的高抛箭居然直接贯穿了同伴的眼睛。远处架枪的敌人目睹这离谱的盲区爆头，一时间也被吓得根本不敢相信，这种盲区角度根本不可能射中。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上弦直接整个人探出墙外，硬生生制造出了绝佳的射击角度。敌人看着天台上的这一幕，吓得直呼遇到了疯子，还没来得及跑开，又一支利箭迎面飞射而下。系统紧接着弹出击杀提示，上弦再次成功斩获双杀。这波惊天逆转刚结束，直播间瞬间被铺天盖地的打赏彻底淹没。上弦瘫靠在墙边，赶紧拿出从敌人身上搜到的止痛药补充血量。弹幕也被他刚才探身射击的操作彻底吓傻，纷纷调侃他简直是个疯子。还没等大家喘口气，系统就弹出了安全区将在30秒后缩小的提示。上弦喝光药水，随手扔掉空罐。此时场上还剩下26名玩家，随着血量彻底回满，他重新收好弓箭，准备前往下一个安全区。目睹刚才那场离谱的战斗后，有人迅速把上弦一人灭队的片段剪成视频，发布到了游戏论坛上，标题直接叫石头局里混进了个职业选手。帖子刚一发出来，高抛爆头的离谱画面瞬间引起围观，发帖人更是在下方直言，这家伙一个人就灭了他们整支队伍。评论区瞬间热闹了起来，大家都在讨论这种高角度的神级爆头，纷纷表示这绝对是大师级别的高手，甚至开始质疑这究竟是什么恐怖分段。面对网友嘲笑自己居然输给一把弓箭，发帖人急得直接亮出真实身份，原来他竟然是去年钻石段位的大神。看到昔日的高手玩家亲自现身，论坛里的网友们瞬间沸腾了，连钻石大神的队伍都被整队歼灭。大家纷纷猜测这个用弓箭的石头玩家到底是哪路职业高手的复出小号。就在论坛讨论的热火朝天时，突然有人发出了一串直播链接，喊话这个神级弓箭手居然正在开播。得知对方竟然是个游戏主播，好奇的网友们纷纷点开链接，呼朋唤友涌入了上弦的直播间。屏幕前的神秘玩家发出一阵冷笑，认定上弦这次绝对死定了。上弦在房间里连翻了几个抽屉，可惜这里早已被其他玩家搜刮一空，连最基础的药品都没留下一份。虽然房间里摆满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但碍于刚才接下的悬赏任务，弹幕纷纷打趣他现在只能干看者。看者界面上叠加的高额悬赏奖励，上弦心里也有了答案。上弦惊喜的发现，悬赏金额居然一举飙升到了40万，看来是观众看完刚才的操作后纷纷加码打赏。他顺手瞄了一眼直播间，在线人数竟然直接冲到了将近2000人，之前掉落的热度瞬间全涨了回来。上弦强忍着嘴角的笑意，装作镇定，准备收拾东西继续出发。可当他扫过实时弹幕时，却发现气氛变得有些不对劲，大量新涌入的观众居然在弹幕里质疑他开外挂，甚至纷纷喊话要直接举报。
尚贤看向直播间的聊天框，很快察觉到气氛不对劲，整个弹幕的风向彻底变了。新涌入的弹幕不仅质疑他开挂，甚至铺天盖地骂他是故意将断虐菜的捕鱼佬。尚贤看着屏幕上的弹幕，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被打上这种标签。他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刚才在线人数会突然暴涨，原来都是论坛那边闻讯跑来讨伐的网友。不过换个角度想，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也算好事，只要观众继续看下去，自然会明白自己没有虐菜，剩下的麻烦交给周贺处理就行。就在这时，系统弹出了安全区缩小的提示，远处隐约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随着安全区不断逼近，玩家之间的交火也越来越频繁。尚贤不再耽搁，直接迈开脚步朝新区域挺进，准备继续用这把弓箭赢下比赛。激烈的枪声接连响起，弹幕也纷纷刷屏提醒，场上已经只剩最后10名玩家。尚贤躲在墙后盘算局势，希望剩下的队伍能尽量分散开。可这话刚念叨到一半，转角处突然冲出一名玩家，两人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起。尚贤被撞得跌倒在地，抬头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对手，一时间彻底懵了。对方没有任何犹豫，瞬间抬枪扣动扳机，密集的子弹呼啸而出。尚贤凭着本能闪身避开，顺势在地上拉开了弓弦。敌人端着步枪，踏着脚步一步步逼近过来。尚贤半蹲在墙角，拉满弓弦，静静等待逼近的敌人。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死死扣住撒放器，随时准备开剑。然而还没等他松弦，逼近的敌人头部突然中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连尚贤自己都吃了一惊。敌人的同伴轰然倒地，后方掩护的队友顿时乱成一团，惊呼暗处竟然藏着狙击手。趁着敌人的注意力完全被狙击手吸引，尚贤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仇恨被解除了，在组队模式里单人行动，这时候反而成了优势。他果断从墙后闪出，再次拉满弓弦，瞄准了远处的敌人。一支利箭呼啸而出，精准砸中敌人的头盔。被射中的邦邦加吓了一跳，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阶段居然还有人用弓。头盔耐久瞬间掉了一大截，队友赶紧上前为他治疗。同伴忍不住吐槽，这弓箭手绝对是一直猫在角落狗到了现在。本以为只要解决1-2支队伍就能收场，没想到战局却变得越来越混乱。又一道急促的破空声呼啸而至，一支利箭直接从天而降，精准贯穿了邦邦家的头盔。系统紧接着弹出击倒提示，邦邦家应声道在地上一动不动。旁边正在治疗的同伴当场看傻了眼，根本想不通箭到底是从哪射过来的。还没等他来得及撤退，第二支利箭再次呼啸飞来。明明自己躲在绝对的盲区死角，却依然被对方的高抛箭精准锁定，同伴吓得瘫趴在地，满心都是绝望。系统紧接着弹出2道击杀提示，尚贤成功淘汰邦邦加和他的同伴。场上玩家瞬间只剩6人，看着被高抛箭直接收掉的敌人，尚贤忍不住咕囔：怎么死得这么快？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沸腾，纷纷打趣：这根本不是弓箭厉害，纯粹是尚贤的操作太离谱。就在这时，远处突然炸响一声枪声，系统再次弹出淘汰通知，全场存活玩家直接锐减到了4人。看着右上角只剩4人的提示，尚贤暗自盘算起来，只要剩下的3人不是同一个队伍，这一把游戏自己说不定真的能拿下胜利。系统突然弹出安全区30秒后缩小的提示，刷出来的安全区距离他相当遥远。尚贤忍不住叹气吐槽运气太差，只能拉满弓箭拔腿朝圈内狂奔。看到他遇到天谴圈，直播间弹幕顿时一片幸灾乐祸，打趣技术这么强，老天爷总得平衡一下。那些下注悬赏他吃鸡的观众急得狂发弹幕，求远处的狙击手一枪收掉他。看到弹幕狂刷狙击手，尚贤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场上还猫着那个一直没露面的顶尖高手。尚贤扫了一眼地图，如果安全区继续缩小，局势倒还在掌控之中。可惜远处的狙击手依然占据着充裕的掩体优势，他一路在遗迹废墟中穿行狂奔，心里只祈祷剩下的3名玩家最好分散在各处。结果刚转过墙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喧闹的喊声，尚贤躲在墙后偷偷一瞄，心瞬间凉了大半截。场上剩下的3个人居然全是一伙的，对方肆无忌惮地嘲笑道：最后剩下的家伙肯定是个缩头乌龟。随后便派2人向前搜索，留下1人在后面架枪掩护。躲在墙后的尚贤无奈叹气，看到他单枪匹马撞上满编小队，直播间弹幕瞬间笑成一片，纷纷打趣他这运气简直进了地狱，单人跑来匹配4排，撞上这种局面纯属早晚的事。敌方小队踩着步子风死必经之路，嚣张地表示对方想跑毒就必须过这一关，甚至笑称连毒圈都在帮他们。系统紧接着弹出毒圈开始缩小的提示，逼迫区域内的玩家必须立刻移动。面对安全区和敌人的双重死封，背靠墙壁的尚贤依然沉着冷静，暗自盘算着破解绝境的办法。距离第1名只差1步，究竟是成功登顶还是遗憾止步第4？尚贤死死握紧了手中的弓箭，单人匹马在4排局里吃鸡，和普通的发挥出色完全是两码事。越是在这种生死一关的高压时刻，越能拉开普通高手与顶级明星的差距。面对眼前的敌方小队，想要一举拿下那2笔高额悬赏，他必须在这场死局中证明自己。尚贤深知对方自以为占尽优势，此时正的意洋洋地守在掩体后，等待着他主动从墙后露头。他决定先倒出1粒药丸吞下，把自身的血量彻底补满，安心等待敌人放松警惕的那一刻。
随着药效发挥作用，整座废墟瞬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掩体另一侧的敌方小队眼看毒圈已经逼近，却迟迟没见到上弦的影子，开始怀疑是不是赌错了地方。同伴却坚信他为了避毒，早晚得露头。然而毒圈很快横扫过来，趴在掩体后的上弦直接被卷进了电光肆虐的毒圈中。系统的扣血警告频繁弹起，血条在毒圈撕扯下猛烈下滑，上弦却咬牙硬扛着持续伤害，死死趴在原地纹丝不动。守在掩体后的2名敌人半天没见人影，开始怀疑是不是刚才移动时漏了人，甚至担心对方已经悄悄绕到了身后。而身处毒圈中的上弦依然顶着伤害死死拉紧弓弦，耐心等待着最佳的出手时机。敌方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猛然发现身后传来的动静。与此同时，上弦也正式发起了反击，一支利箭悄无声息地从身后飞来，精准贯穿了敌人的脖子。同伴应声倒地，系统瞬间弹出上弦击到敌人的提示。残存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箭矢吓了一跳，连忙端起步枪朝掩体方向狂暴扫射，子弹狠狠砸在防护壁上，溅起剧烈火花。他一边疯狂开火，一边怒吼着让对面滚出来。而在电光肆虐的毒圈之中，上弦早已拉满弓弦，缓缓站起了身。上弦在毒圈中瞬间松开弓弦，箭矢破空飞射而出，掩体后的敌人还没来得及躲避，就被一箭当场淘汰。成功收拾掉整支小队后，血量只剩10%的上弦终于喘着粗气脱离了毒圈。直播间瞬间一片沸腾，全在惊叹他这波极限残血的离谱反杀。上弦长舒了一口气，稍微平复了一下呼吸，看着眼前的局势，现在只剩最后一个敌人了。即便同伴接连被淘汰，对方居然硬是一声都没吭。上弦赶紧使用急救包补充血量，推测对方就是先前频频亮起提示的狙击手。既然对手到现在都没有开枪，说明自己现在正处于对方的视野盲区。系统再次弹出安全区缩小的提示，上弦还没来得及多想，就看到最后一个敌人正贴着草地艰难地向倒地同伴爬去。对方显然是急着想把队友给救起来。上弦本来盘算着顺着对方爬行的方向摸过去，说不定就能顺势锁定狙击手的位置。可转念一想，救援倒地队友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在这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对方真会冒这么大风险吗？况且安全区正在缩小，对方原本的位置依然占据优势，完全没必要冒险移动。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对方故意在草地上爬，就是为了把他引到狙击手的视野里。上弦立刻顺着对方爬行的路线反推，既然这是个诱饵，狙击手必然守在能俯瞰这条路的位置。他迅速扫视远处的山丘与枯树，排查可能的藏身点。可还没等他锁定敌人，蓝色的电网就率先蔓延了过来，伴随着电流带来的刺激感，上弦猛然察觉到了异样。远处草丛里突然闪过一道微光，藏在暗处的狙击手正死死瞄着这边，以为上弦还没发现他的位置，正准备趁机一枪收割。趴在草堆里的上弦虽然锁定了敌人，却面临一个极度尴尬的问题，趴着的姿势根本没法拉满弓弦。眼看敌人的枪口已经抬起，上弦突然灵光一闪，直接顺势往后一倒，整个人径直躺在了草地上。直播间弹幕瞬间被问号刷屏，全在质疑他怎么突然躺平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准备放弃了。谁也没想到，上弦直接用双脚顶住弓身，双手死死拽住弓弦，竟然硬生生在躺姿下把弓拉开了。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直呼这种电影里的名场面居然能成真。上弦心里其实也没底，但他很清楚现在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无论如何这一箭都必须命中。下一秒，他果断松开扣弦的手指，利箭带着寒光呼啸飞出，箭矢带着呼啸升华破长空，精准砸中了远处狙击手的头盔。这一击打的敌人措手不及，完全没搞懂攻击究竟来自哪里，吓得连忙爬到了油桶掩体后。看到对方缩进掩体，上弦表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该怎么做了。躲在掩体后的敌人连忙拿出药水加血，以为缩在里面就安全了。可还没等他把血量补满，第二支箭就再次破空飞出，箭矢划过天际，精准贯穿了掩体后敌人的头盔。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倒在地上，被当场淘汰出局。随着最后一名敌人倒下，场上只剩下了上弦一人，他成功拿下了这场单人匹配4排的胜利。系统提示矿震撼弹出，上弦成功淘汰最后一名敌人，拿下了单人匹配4排的第1名。当初陷入1打3的死局时，根本没人相信他能逆风翻盘，连毒圈都在一路刁难，观众甚至调侃他是倒霉蛋附体，都以为这场比赛要到此为止了。可谁也没想到，上弦在绝境中接连出剑，精准击倒并淘汰剩余敌人，硬生生用实力打碎了所有质疑。观众这才明白他先前不追击的原因，原来对方打药恢复不过是自投罗网。随着悬赏任务的丰厚奖金接连到账，只凭一把弓箭登顶首局比赛的壮举，让直播间瞬间被狂欢的弹幕彻底淹没。没人料到他真能实现这场惊天逆袭，直播间瞬间被铺天盖地的弹幕刷屏，观众们接连砸下打赏表达震撼。上弦向大家表达感谢。这时一位叫美穗的玩家砸下大额打赏，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纷纷询问是不是那位知名大佬。上弦虽然困惑，但也猜到对方可能来头不小，
他决定先冷静应对，客客气气的挨个感谢打赏的观众。没想到美穗紧接着又砸下一笔打赏，直接公开询问他要不要考虑加入工会。面对突然抛来的工会橄榄枝，上弦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毕竟自己才刚刚入坑。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纷纷惊叹这位大佬平时极少亲自招人。看到大家的反应，上弦也印证了对方来头确实不小。考虑到自己目前的情况，他觉得还是需要多加练习，便委婉拒绝了这次邀请，并客气地感谢了对方的打赏。美穗紧接着又砸下一笔打赏，表示随时欢迎他改变主意。上弦再次表达感谢，答应会认真考虑。处理完工会邀请的插曲，上弦跟直播间的观众打完招呼，便正式结束了今天的直播。下播后，祝贺掏出手机给上弦看美穗的资料，看着手机里精致漂亮的照片，两人这才发现美穗居然还是个知名大美女。祝贺也觉得刚才拒绝邀请是对的。上弦坦言自己毕竟还是个新手，如果太早接触高阶对局，被拿来和职业选手对比，反而容易弄巧成拙。上弦顺便打听起网上的反应，祝贺翻了翻论坛，发现大家对这次首秀的讨论非常热烈，帖子里全是对他技术的认可和夸奖。祝贺翻看论坛时发现，除了夸奖，还有不少人在举报上弦将断虐菜，甚至嫉妒他拿到美穗的打赏。上弦看后却十分平静，表示在弹幕里早就注意到了。面对祝贺的追问，上弦打算公开优化代码来消除误会，祝贺连忙制止，提醒他公开代码会被黑客利用，无法公开代码。上弦决定先顺其自然，毕竟有关注度并不是坏事。祝贺也表示赞同，只要应对得当，这次风波反而能帮他大幅提升知名度。本以为风波能带来关注，结果突然弹出一条提示，上弦的账号竟然直接被官方封禁了，理由正是被举报的恶意将断虐菜。看着未经核实的封号通知，祝贺当场气得跳脚，直呼官方办事简直离谱。上弦尝试发邮件申诉，解释自己并没有违规，可过去好几个小时都没收到回复。祝贺忍不住吐槽，指望这帮官方人员能听解释，根本就是白费功夫。眼看官方靠不住，祝贺反而冷静了下来。既然横竖都是关注，不如借着这次封号的风波搞大动静。上弦也赞同，干脆把关注度拉满。祝贺立刻让他准备撰写公开公告。上弦随后在论坛正式发帖，向大家说明昨晚直播后因被多次举报将断虐菜，导致账号已被官方封禁的情况。帖子一经发出，立刻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讨论，评论区纷纷开始声讨官方乱封号。祝贺在电脑前快速敲击键盘，看到网友们自发把帖子疯狂扩散，舆论的风向完全倒向了他们这边，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看着网上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一旁观望的上弦忍不住询问这样搞是否真的管用。祝贺表示这一招相当管用，论坛整整讨论了一天，网友们根本没查过战绩，光凭单局里的离谱表现就把他给举报封号了。大家都在好奇他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凭一场比赛引爆这么大争议。这时手上的手机突然响起震动，智雅那边发来了消息，而距离新视频的首播只剩下最后10分钟，标题直接写着第一局就被当成将断虐菜封了号。新视频预告一出，立刻吸引了大批网友关注，不少人起初以为这只是个标题党，得知昨天的论坛热帖后，大家才发现居然是真的。所有人都在好奇他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在第一局比赛就被封号。随着首播倒计时结束，弹幕区瞬间彻底炸开了锅。新视频在无数期待中正式开播，视频画面刚出现直升机，观众还在弹幕里吐槽别是标题党，可当画面显示比赛居然是4排时，弹幕瞬间彻底炸开。有人觉得新手选错模式很正常，也有人怀疑对面全都是机器人，好奇他到底是怎么赢下比赛的。看着屏幕上不断刷屏的弹幕，祝贺直呼视频热度彻底爆了。原本大家对标题半信半疑，但随着上弦展示出神乎奇迹的操作，所有质疑瞬间化为了全场震撼。视频播放到最后1对1决胜局，上弦在草丛里上演躺姿拉弓神技，一剑爆头淘汰对手，成功登顶。惊天逆转让弹幕彻底震撼刷屏。看着高潮迭起的剪辑，网友赞叹精修版首播依然让人过瘾。一旁的同伴连忙提醒他，视频其实还没有播放结束。画面紧接着切到了举报帖子，铺天盖地的留言都在指责将断虐菜，弹幕区顿时掀起热烈讨论。不少人看穿这只是嫉妒美穗的打赏，才借着将断的借口故意举报。网友们原本以为举报只是个笑话，毕竟后台能查到真实比赛数据，恶意举报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可视频里接着展示出官方通知，阿蒙德的账号竟真的被封禁整整1年。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全在吐槽官方不去核实战绩，仅凭大量举报就直接封号，直呼这种荒谬操作简直离谱。首播圆满结束后，意犹未尽的4000多名观众迅速散去，开始疯狂在各大游戏论坛发帖讨要说法。大家本就对官方的乱作为积怨已久，第一局就被封号的风波，瞬间在各大网络社区掀起轩然大波。网络上的讨伐声浪一路狂飙，甚至直接冲上了主流新闻头条。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官方管理失误，上弦的照片更是被挂上报道首页。与此同时，官方运营团队的办公室早已乱成一团，主管怒不可遏的猛拍桌子，严厉质问下属，封号前居然连战绩都没核查，到底是怎么干活的？下属战战兢兢的解释，是因为收到的举报数量实在太多。主管听完更加火大，讽刺道，难道举报多就能直接封号？下次是不是还要投票把他给开除了？下属只能低头连声道歉。
主管叹了口气，看着屏幕上关于阿蒙德的新闻，询问对方平时直播有多少观众。下属回答大概在1000左右。主管紧接着追问阿蒙德背后有没有特殊的背景。见下属一时没听明白，主管再次重拍桌，严厉质问这人到底有没有后台。下属被吓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下属确认对方只是刚入行的小主播，没有任何背景。主管当即下令联系社区管理员，要求他们立刻开会收拾烂摊子。主管烦躁地握紧手中的文件，上面正写着他升职考核的面试通知，偏偏在这个关键节骨眼上出了岔子，让他平添了不少压力。第二天一早，尚贤站在镜子前边刷牙边看手机，发现游戏官方依然没有任何申诉回复。原本以为这次封禁顶多持续1天，就在这时，祝贺突然急匆匆地冲了过来，情绪激动的大喊帖子全都不见了。尚贤一脸茫然地转过头，完全没听懂祝贺到底在指什么。祝贺打开论坛，搜索阿蒙德的名字，页面直接显示没有任何结果。先前讨论热烈的帖子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祝贺气得当场捶桌，本以为官方顶多是不做回应，没想到竟然直接强行封禁删帖，宁可压下热度，也不愿承认失职。比起删帖，祝贺更担心今天的直播闹出这么大动静，根本没办法像往常一样继续游戏。尚贤却显得相当平静，表示自己今天本就不打算开播。祝贺连忙追问原因，尚贤这才解释自己今天早约好要和游戏公司主管见面。祝贺瞬间反应过来，既然能直接见到官方高层，说不定能顺势解决封号的事。尚贤倒显得比较坦然，表示能不能办成，只能等见了面再说。场景切到了射箭场，老者向旁边的教练询问尚贤是否真的拥有射箭天赋。教练语气十分肯定，虽然尚贤目前体能还不够，但他有着极其过硬的心理素质，而这正是射箭最关键的能力。此时尚贤正费力地拉开弓弦，即便手臂发抖，也在咬牙坚持。教练直言天赋不会凭空写在脸上，唯有经过后天培养，才能真正展现出来。尚贤松开扣弦的手指，箭矢破空而出，精准扎中了靶心。看到这一幕，连教练都吃了一惊。教练微笑着走上前，赞赏他在体力彻底透支的情况下，动作姿势依然没有变形。如果姿势稍有一丝偏差，根本不可能精准命中靶心。教练轻轻拍了拍尚贤的肩膀，叮嘱他无论以后从事什么行业，都要牢牢记住眼前的这种感觉，哪怕精疲力竭，也要稳住心态，随时准备好再次出发，这样箭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命中靶心。尚贤赶忙认真的大声回应。教练却语气一转，顺势抛出了招揽的橄榄枝，建议他不如干脆来试试专业射箭。尚贤独自走在大街上，从小他就经常被夸赞冷静沉着，靠着过硬的心理素质，当年他还曾被看作射箭天才。可如今到了找工作的时候，这些特质写进简历里，连拿出来专门提一句都显得多余。尚贤忍不住感叹人生的变幻莫测。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回头一看，来人正是吴先生。吴先生笑着感谢尚贤专门跑一趟，两人一起走在街头。同行途中，吴先生突然叫住尚贤，说他看起来不像是会紧张的人。这句话让尚贤感到有些意外。吴先生笑着解释，这其实是在夸奖他，即使是顶尖主播，与主管共进晚餐也难免会紧张。尚贤有些不好意思的坦言，自己可能只是单纯的反应迟钝。吴先生却说他在游戏里的表现极其敏锐。尚贤这才惊讶地得知，对方竟然看过了自己的直播。吴先生笑着表示，当初正是因为看了直播才选择了他。随后两人来到一家高档日料店，看着无比豪华的餐厅环境，尚贤心里暗暗嘀咕，自己赚到的直播收益恐怕连这里的一顿饭钱都不够。吴先生表示主管已经到了，准备出去把人领进来。临走前还特意安抚尚贤，说比起他达成的成就，见主管根本不需要有压力。这话让尚贤一头雾水，完全没搞懂对方到底指什么。很快，吴先生领着主管太昊走进了包间，尚贤赶忙起身鞠躬自我介绍，太昊也客气地与他打招呼。尚贤认出了眼前这位正是游戏官方的主管太昊，太昊热情地上前与他握手，表示能见到他十分荣幸。看着眼前干练得体的尚贤，太昊觉得他不像大多数主播，可刚一握手，太昊就察觉到尚贤的手在微微发抖，原来他心里其实相当紧张。厨师上菜之后，太昊尝了一口大夸美味，还打趣说用公司的公款请客，味道果然格外香。包间里的气氛瞬间轻松了不少，尚贤也跟着尝了一口，立马被顶级大厨的手艺彻底惊艳。尚贤由衷称赞菜品确实美味，太昊看他用餐十分熟练，便顺口询问他是不是经常来这种高档地方。尚贤解释自己以前碰巧去过几回，旁边的下属便凑到太昊耳边，小声透露尚贤曾在亚星工作过。太昊听完大喜过望，直夸他难怪气质与众不同，原来竟是亚星出来的精英。尚贤表面尴尬的陪着笑，心里却忍不住默默汗颜，毕竟自己当年只是个走关系进去的员工。太昊顺着话题继续说道，听说亚星的李七星理事也是这家高档餐厅的常客。太昊笑着透露，李七星其实是他的高中同学。尚贤听了相当吃惊，尚贤这才反应过来，企业高管往往来自同一个精英圈子，两人从小相识，关系显然非同寻常。他便顺势客套了一句，直夸两人气质十分相似。这话让太昊笑得格外开心，显然以这位老同学为荣。太昊接着打趣道，不过人家可比自己混得好多了。
太昊顺势自嘲起来，说亚星的名号谁不知晓，自己却只能替外起收拾烂摊子，还打趣尚贤口才极佳，难怪适合去当主播。太昊放下手中的茶杯，直言主播行业风险极高，可尚贤居然甘愿放弃亚星的饭碗，背后恐怕藏着什么隐情。这突如其来的追问让尚贤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听，尚贤意识到太昊这是对自己产生了兴趣，只要回答得当，就能彻底拉近两人的关系，这对他接下来的主播生涯以及解决游戏封号危机至关重要。尚贤暗自权衡，这件事他从未向陌生人提起过，但以太昊的地位，做事必然足够严谨。思索片刻后，尚贤决定不再隐瞒，坦言自己曾经是一名射箭运动员。尚贤补充道，自己当年的水平还算不错。听到这个回答，太昊和身边的同伴都吃了一惊，同伴心里暗自盘算，太昊平时最大的爱好刚好也是射箭，太昊感到颇为意外，顺势追问起他当年放弃的原因。尚贤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尚贤坦言当年是因为负伤才放弃射箭。太昊注意到他受损的是右手，不禁惋惜地打听起受伤的经过。尚贤解释是在夺得全国金牌回城时出的意外，得知他17岁就拿下了全国冠军，太昊和同伴震惊不已，这相当于世界顶级水平，他更是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尚贤坦言受伤后又咬牙坚持了3年，可最终还是无法克服伤病，后来在教练的帮助下才破格进入亚星，根本不是靠自己考进去的。进入亚星后，尚贤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工作也频频出错，直到他接触到了虚拟现实游戏，得知尚贤在游戏里右手竟然能正常活动，太昊感到十分吃惊。尚贤解释为了谋生，自己这才走上了游戏主播这条路。起初奶奶还在世时，他一心只想埋头工作，根本没空顾及其他。如今阴差阳错下才重拾了就业。太昊听完陷入了沉思，主动拿起酒壶给尚贤倒上了酒，感叹人生果然很难完全照着计划走。太昊笑着安慰尚贤，虽然听起来像老套的大道理，但事事顺心不见得就是好事。他坦言年轻时的梦想不过是想当个无业游民，幸好现实没让他如愿，现在的自己能吃到美味的寿司，相信尚贤未来也一定能做得很好。听完这番鼓励，尚贤捧着茶杯认真地点头致谢，一旁的吴先生也笑着附和，打趣道他最近不是刚开始玩新游戏吗？听到提起游戏，尚贤立马精神了起来。太昊突然话锋一转，伸手在包里翻找起平板电脑，随后他把屏幕递到尚贤面前，展示出一张一路暴涨的图表，询问尚贤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看着一路飙升的曲线，尚贤一脸纳闷，还以为是哪家公司的股票走势。太昊笑着揭晓答案，这其实是尚贤开播之后王国时代的销量增长曲线。不仅如此，就连游戏评论区的留言里，大部分买家都在提及他的名字。吴先生表示多亏了尚贤，他们现在在开发商面前的话语权大增。太昊看着屏幕感叹，同伴解释，虽然因为此前销量基数低，才让增长曲线显得有些夸张，但结合购买时间和用户评价，销量爆火的原因完全不言而喻。尚贤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直播居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太昊看着数据不禁感叹，尚贤身上有着独特的明星潜质。面对同伴的夸奖，尚贤不好意思的连忙致谢。太昊十分认真的表示这绝非客套，相信他未来一定会大获成功。随后太昊顺势提起王国时代其实是一款单机游戏，太昊提醒尚贤不能总玩那一款，顺势打听他接下来打算播什么。尚贤回答是大纷争。太昊表示这游戏在年轻人里非常流行，连他儿子也经常玩。紧接着太昊话锋一转，眨着眼暗中打听尚贤那边的进展。面对太昊的打听，尚贤坦言目前遇到了点小问题。下属一大早就接到主管召唤，一路小跑着赶往办公室，他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难道主管大早召见自己是要宣布升职的好消息？想到这里，他心里顿时感到美滋滋的。赶到办公室后，他敲门进去，询问主管找自己有什么事。主管见他过来，便招呼他赶紧进来坐下。下属进屋后才发现，主管不仅找了他，还把同组的金先生也一起叫了过来。主管神色凝重的开口，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今天早上去哪了。在两人疑惑的目光中，主管伸手指了指上方，透露自己一大早去了常务办公室。下属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扯上常务。主管接着表示，常务在办公室里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传闻。随后主管突然凑上前，严肃地问两个人知不知道阿蒙德这个人。下属听到阿蒙德的名字，心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明明网上的帖子早就清理干净了，常务怎么可能还会知道？面对主管的大声质问，激烈只能战战兢兢地承认。主管也不打算再多废话，当即表示他很快就要卷铺盖走人。下属一听当场懵了，以为自己顶多是被处分，觉得事情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主管听完直接笑出了声，冷笑问他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随后反问他知不知道常务究竟是从哪拿到的举报。常务只是随便动动手指搜索，就戳穿了下面人试图掩盖的真相。更加炸裂的事实摆在眼前，官方合作主播名单上赫然写着阿蒙德的真实身份竟是尚贤，他不仅没有被压制，反倒成了官方签约的合作主播。尚贤一个人就把游戏的收益拉高了整整5倍。常务得知消息后，当即打电话过来严厉质问，如果失去了合作平台的推广宣传，游戏开发的再好也无济于事。他们居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把对方的合作主播给封禁了。主管无奈的扶额叹息，直言在公司里偷偷压下丑闻确实很常见，但要想瞒天过海，前提是自己得足够聪明。
主管直言手下并不聪明，劝他以后老实做人。下属苦苦哀求再给一次机会，却被主管挥手打断。主管要求他写下检讨接受处分，并将阿蒙德的案子移交给其他团队。下属紧握拳头，无力反抗。主管冷冷警告他立刻离开，否则就叫保安将他赶出去。走投无路的下属最终只能落寞地起身离去。高层在确认阿蒙德的账号解封后，当即下令给两组，让他们着手筹备阿蒙德的广告宣传，务必彻底消除这次事件的所有负面影响。他一把堵住手下的员工激烈，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激烈，自己之前明明特意打听过阿蒙德的背景，当时激烈信誓旦旦地保证对方只是个新人，如今出了大事，他便一股脑把责任全甩给了激烈，指责全是因为激烈的误导，才害得自己落得如此下场。激烈忍无可忍，当场反驳，直言当初明明是对方决定压下丑闻，反正两个人都保不住饭碗，两人直接撕破脸打了起来。到了第二天，上弦正待在家里吃着饭，祝贺顺口打听起他昨天和官方主管见面的情况。上弦语气平淡地表示，昨天见面的过程挺顺利。祝贺嫌他回答的太简单，催他赶紧多说点细节。上弦沉思片刻后说道，感觉对方对自己印象不错。祝贺连忙追问具体原因。上弦解释说，主管不仅约他以后教自己射箭，吴先生还帮忙安排了下一次见面。这话让祝贺大吃一惊，直言这意义可非同小可。祝贺甚至开始脑补，只要日后建立起私交，对方怕是会直接把他当成自家人。看着越说越起劲的祝贺，上弦忍不住吐槽，对方未免想得太远了。祝贺夸赞上弦应对得当，接着追问他有没有提起新游戏大纷争。上弦表示确实聊过，而且对方还承诺会帮他联系大纷争的高管。祝贺听完十分惊讶。就在这时，上弦的手机突然收到了新消息，居然是大纷争官方团队亲自发来的通知，不仅明确表示账号已经解封，还附带了相应的补偿。看到问题这么快解决，祝贺忍不住感叹，看来对方是真的相当看重上弦。祝贺提醒上弦，对方一大早特意去联系另一家公司的高管。上弦看了眼手机，时间才9点35，对方恐怕才刚到公司上班。祝贺开心的打趣道，等以后教主管射箭，干脆把他教成罗宾汉算了。上弦顺势打听起，祝贺一大早在忙活什么。祝贺笑着表示，上弦习惯靠麦片凑合，自己可得吃顿正经早餐。上弦坦言，昨晚酒喝多了，打算出门运动解解酒。就在他坐着拉伸准备出门时，突然想起了什么。上弦赶紧在论坛发帖，告知大家账号已经解封，并宣布今晚7点准时开播。消息一出，粉丝们一片欢呼，不仅纷纷留言祝贺，还吐槽官方终于承认了错误。评论区的反响空前热烈。此时智雅也看到了这则消息，得知阿蒙德终于洗清了冤屈，随后他又收到了祝贺发来的消息。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几乎都在为阿蒙德说话，看来大家早就对官方很不满了。可看着看着，智雅却突然愣住了。智雅在手机上注意到了一条刚发布的视频，标题写着新人主播与官方管理员的对决。他好奇地点开视频，画面里随后出现了一个戴着熊头头套的博主，主动向大家打起了招呼。视频里的博主越说越激动，吐槽官方竟连新人的手举比赛都要封，直言管理员的操作实在太离谱。随后博主话锋一转，爆出账号能在2天内解封的内幕，原来是 Punk 公司的高层亲自出面找大纷争官方进行了交涉。博主看着电脑上的数据，发现视频才发了3个小时，播放量就直接突破了10万。他原本以为大家都会跟着声讨官方，结果打开评论区一看，里面全都在吐槽他只顾着蹭热度，视频里连一段阿蒙德的操作都没有。比起官方的黑幕与争议，普通玩家其实根本不在乎，大家挤进来纯粹只是想看阿蒙德究竟有多厉害。博主随后在视频下方附上了阿蒙德的频道链接，好奇的网友们纷纷点击涌了进去。另一边，上弦正和祝贺在家里吃早餐，祝贺心里还挺忐忑，以为自己照着食谱做的饭难吃。上弦吃着吃着看着手机，突然愣住，连忙澄清不是饭的问题。祝贺凑过去看了一眼，惊觉他们频道的播放量竟达到了40万。上弦也感到不可思议，直言平时平均也就5万左右。祝贺看这40万播放量，满脸不敢置信，甚至怀疑是视频平台的系统出了故障。上弦一边吃着饭一边显得格外冷静，分析播放量暴涨肯定和这次封号事件有关。祝贺上网一查，发现果然涌现出大量的讨论视频，忍不住感慨这真是因祸得福。他兴奋地欢呼起来，不过很快也提醒上弦，视频播放量高并不代表直播看的人多。听完祝贺的提醒，上弦赞同地表示，接下来保持平常心，继续努力就好。看到上弦心态这么沉稳，祝贺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上弦心里其实很清楚，一时的流量就像风中的烛火，明起来得快去得更快，绝不能因为一次爆红就药意忘形。他平复好心情，吃完饭便径直走向游戏仓，准备开启接下来的直播。上弦调整好状态，正式登录游戏，开启了直播。刚一上线，公屏上就弹出了大量的问候，不少新观众都在打听他是不是就是传闻中的阿蒙德。看着满屏快速滚动的信息，上弦明显感觉到今天直播间的活跃度远超平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成百上千条弹幕就像瀑布一样铺满了整个屏幕。祝贺正忙着看电脑，见上弦突然从游戏仓里坐了起来，便好奇地打听出了什么状况。上弦连忙摆手表示没事，解释说刚才活动身体时不小心碰到了舱门开关，
说完，上弦便再次躺回舱内。祝贺在一旁看得有些吃惊，没想到前行设备还能搞出这种误操作。随着上弦重新连回直播，弹幕纷纷询问刚才怎么突然断线。确认直播恢复后，观众们再次刷起了问候。还没等开场音乐播放完毕，直播间的实时在线人数就轻松突破了2000大关。祝贺给上弦发去消息，调侃完后鼓励他，这才是真正的开始，让他放手一搏。上弦看着消息，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随着阿蒙德名气的扩散，短视频带来的巨大流量，全在源源不断转化为观众，在线人数从2500多一路狂飙直逼3000大关。面对这难得的机遇，上弦深吸一口气，准备在直播中全力以赴。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上弦心里明白，这和曾经的赛场并没有什么不同，变化的只不过是舞台而已。面对满屏幕刷屏的问候，上弦嘴角上扬，热情地和观众们打起招呼。弹幕瞬间彻底沸腾，除了夸赞他的颜值，大家全在惊叹今天爆满的人数，更有不少观众急着打听昨天官方解封和道歉的内幕。看着五花八门的弹幕，上弦意识到这次吸引了不少外部平台的观众。为了让新观众了解情况，上弦决定说明账号被封的经过。他直接放出祝贺提前整理好的资料，在直播间逐一展示解释。看着如此专业的演示，观众们吐槽这简直像在开讲座。有人打赏打趣说，至少这次风波帮他涨了不少人气。上弦笑着表示赞同，他顺口提到，多亏签约公司及时介入协助，才快速解决了封号问题。这话一出，直接证实了此前爆料博主的说法。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在线人数瞬间突破了3700，眼看人数直奔4000大关，上弦不再耽搁，决定正式结束说明，开启今晚的游戏环节。话还没说完，就有观众打赏指定游戏王国，引发弹幕一片哄笑。上弦微微一笑，随即揭晓今晚真正要玩的游戏大纷争，并当场登录了游戏界面。随着游戏加载完毕，上弦成功降落到了战场上，观众们纷纷在弹幕确认这次是不是选对了单排模式。上弦顺手展示了准备界面，这次确实没有选错。看到选了单排，弹幕立马热议起来。有人觉得单排对他来说基本稳赢，甚至压住他至少能拿20杀。不过也有老玩家提醒，大纷争随机性极强，运气不好，即便是顶尖高手，也可能落地5秒就被淘汰。上弦看了一眼弹幕，点头表示赞同。这游戏的走向确实很难预料，弹幕里甚至开始争论，要是拿不到弓箭，他会不会直接垫底出局？上弦握紧拳头，心里清楚自己要证明的东西还有很多。就在这时，提示音突然响起，有观众打赏并发布了悬赏任务，只要能赢下手局，就能拿到30万韩元的奖金。看着高额的赏金，上弦毫不犹豫地点了接受。他当场向打赏观众致谢，语气瞬间充满干劲。放话，这笔赏金自己拿定了。看到他这副势在必得的模样，弹幕瞬间笑成一片，吐槽这听着完全不像是在感谢。不过只要过程够热闹，大家就乐见其成。第一场单排比赛正式开启，身上带着30万韩元的悬赏任务，直播间还有4000多名观众在围观。究竟是顺势一战成名，还是沦为平平无奇的普通主播，全看他接下来的这一发剑了。这正是他一直期待的时刻。随着强光闪过，系统提示所有玩家准备就绪。上弦嘴角微微上扬，露出自信的笑容。对局正式开始。随着直升机飞上高空，舱门旁的 NPC 教官正暴躁地催促众人跳伞，周围的玩家被一个个推下飞机。上弦站在舱门边，并没有急着往下跳，吸取了上一局盲目降落导致开局艰难的教训。这次他决定先认真观察地形，选一个物资丰富，同时竞争又不会太激烈的落脚点。选好落脚点后，上弦拉开降落伞，俯冲而下。弹幕纷纷开始打趣，赌他这次会不会又摔个狗吃屎。毕竟这只是他玩的第2局比赛，不少人都等着看他掉血摔倒。然而伴随着巨大的冲击，上弦单膝着地，完美平稳降落，干净利落的姿势瞬间惊呆所有人。观众们直呼帅气，却也吐槽这下少了不少搞笑效果。看到这干净利落的落地，有观众立刻送上打赏，夸赞他才玩第2局就有了明显进步。上弦顺口道谢，随后将目标锁定在不远处的建筑物，准备先去搜寻武器。他拔腿径直朝平房冲了过去。然而此时房屋上方似乎早已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上弦一脚踹开门冲进平房，环顾一圈确认屋里暂时安全，没看到开局遭殃的戏码。弹幕纷纷表示可惜。还没等大家失望完，上弦就在角落有了惊人发现。角落里正静静躺着一把复合弓以及配套的箭囊。看到他开局就拿到本命武器，观众们开玩笑吐槽太没意思，调侃他丢了倒霉蛋的人设。然而还没等上弦松一口气，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异响。观众还在弹幕里发问发生了什么，上弦已经察觉到有人正朝平房冲来。他一把抓起刚找到的复合弓，顺手抽出一支箭矢。既然有人主动送上门，他打算顺便收拾掉这个目标。上弦没有丝毫迟疑，直接一脚撞开大门冲了出去。对方拿着步枪刚冲过来，还没反应过来眼前闪过的是什么，上弦早已拉开复合弓锁定了目标。随着弓弦震响，箭矢瞬间破空而出，敌人还没来得及抬枪，就被一箭精准击中，当场淘汰。系统紧接着弹出击杀提示，顺利拿下本局的第1杀。上弦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武器，直言这把复合弓性能绝佳，
这一波听声辨位的高能操作，瞬间让整个直播间彻底炸锅，观众直呼甚至都没看清轨迹，纷纷打赏，感叹他比上一局还要勇猛。坐在电脑前的祝贺看着这一幕，也不禁赞叹，实在不可思议。看着屏幕里的表现，祝贺忍不住感叹，上弦比上一局还要更加强悍。上一场他光是适应游戏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可到了这一局，他完全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甚至在没完全适应前，他的操作就已经远超普通玩家。如今彻底熟悉了游戏节奏，现场根本没人能挡得住他。附近刚过来的玩家看到门口被击杀的尸体，连武器都没找齐，吓得连忙拔腿就跑。然而上弦早已再次拉开复合弓，精准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箭矢破空而出，逃跑的敌人被应声击中，系统再次弹出淘汰提示。这已经是上弦本局拿下的第2个爆头。直播间的新观众彻底看傻了，纷纷直呼这操作简直像开挂一样，不仅毫无停顿，更是把极难上手的复合弓用得行云流水。祝贺也发来消息提醒，表示复合弓因为难度极大，平时大部分玩家都会避开，看他用的这么流畅，自然感到震撼。这时老观众随手送出打赏，调侃新观众还是太年轻，毕竟上弦的箭向来都是直奔头部去的。上弦笑着向老粉打招呼道谢，连续拿下2杀后，上弦顺势打开地图查看安全区，此时系统提示30秒后缩圈。然而看到地图的那一刻，上弦直接当场愣住，安全区竟然远在4公里之外。弹幕见状瞬间刷屏嘲笑吐槽他简直是史上最倒霉的玩家。这时有热心观众打赏建议，让他先在附近搜刮些物资，毕竟前期毒圈伤害不高，到了后期药品才是关键。上弦向观众致谢后，结合上一局的经验，果断推开身旁房屋的大门，在屋内翻出了一些基础回复道具。拿到能量饮料后，他又惊喜地发现了急救包，能恢复30%的生命值，这在漫长的赶路中绝对是保命的关键物资。弹幕纷纷提醒他赶紧捡起来，上弦顺手收下，接着在房间角落继续搜寻。没想到在木柜旁竟然赫然躺着一把霰弹枪，开局就能爆出这种好装备，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观众们纷纷刷屏催促，期待着能亲眼看到他开枪作战。枪鸣鸣就躺在地上，上弦却拿着饮料眼神放空，弹幕纷纷打出问号，怀疑画面卡顿。上弦挠了挠头，装傻问道：“枪到底在什么地方？”弹幕瞬间被问号刷屏，观众们纷纷急着提醒：“枪分明就在他脚边的地上。”没想到上弦理直气壮的回应：“自己完全没看见。”看穿他心思的弹幕立马狂笑起来，吐槽他为了继续用弓箭，干脆当场演起了睁眼瞎，看他接下来打算怎么装作没看见。面对弹幕说他故意装瞎忽视观众，上弦连忙否认，随即微笑着表示自己这就换个地方继续搜。面对这波颜值的直面冲击，弹幕瞬间败下阵来，纷纷打字表示原谅了这场装瞎表演。不过接下来上弦转了好几栋房子，除了几件基础药品，愣是没找到哪怕一件防具。无奈之下，他只好向直播间请教，搜寻装备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弹幕见状直接笑翻了天，纷纷吐槽这跟技巧没有任何关系，单纯就是他运气太差而已。系统提示毒圈开始缩小，蓝圈已经逼近，上弦顾不上继续搜刮，拔腿就往安全区奔跑。他一边全力奔跑，一边决定下次干脆直接放弃搜物资，比起躲起来搜装备等别人淘汰，抢占高地主动击倒敌人才更符合自己的战斗风格。警告提示忽然在背后亮起，收缩的蓝圈已经贴到了身后，上弦这才发现距离有多近，想靠徒步跑4公里硬抗毒圈，看来确实不太现实。没能跑赢收缩的毒圈，上弦直接被蓝圈吞没。系统提示每5秒会扣除1%的血量，为了能多撑一会儿，他拿出搜到的药品当场吞了下去。看着前方近在咫尺的安全区，上弦意识蓝圈刚好可以遮挡视线，晚一点进去反而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可还没等他多想，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一辆摩托车轰鸣着，径直朝上弦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车上的玩家还隔着老远大喊让他让开。上弦纳闷对方怎么能在野地开这么快，结果骑手的惨叫声比油门还响，显然他自己也根本控制不住车速。话音未落，摩托车直接撞上了前面的巨石，整个人当场被甩飞出去。弹幕见状直呼不出所料，吐槽在复杂地形上超速开极速，纯粹就是自寻死路。不光有人骑车撞树，旁边还有2玩家为了一辆自行车抢了起来。不远处2个人面对面掏枪扫射，近在咫尺，竟然硬是一枪没中，周围满是乱七八糟的爆炸和求救声，整片战场乱成了一锅粥。上弦看完全程彻底愣在原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打的居然是最底层的段位局，周围的新手玩家还在盲目开枪叫骂，混乱中甚至有人朝着上弦的方向胡乱扫射，飞溅的榴弹直接打在上弦脚边。看着群菜鸟在毒圈里毫无理智的乱打，连直播间的弹幕都刷屏吐槽场面太乱。既然这群人根本不打算理智撤离，上弦也懒得继续看戏，他直接拉满复合弓，准备用这局的规则收拾这群菜鸟。上弦在奔跑中直接松弦，一记精准的移动爆头瞬间淘汰敌人。原本乱成一团的这群菜鸟被这恐怖的一剑彻底镇住，意识到拿弓箭的上弦才是最大威胁，众人当即决定先联手把他解决掉，纷纷抬枪朝上弦围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弹幕纷纷吐槽原本的单人比赛硬生生被这群菜鸟打成了4打1。面对包围，上弦不仅没有惊慌，反而笑着从背后抽出一支箭，直言眼前这被围攻的场面，
自己实在再熟悉不过了。面对四周响起的枪声，尚贤眼神一凝，果断拉满了复合弓。这熟悉的包围感，让他瞬间想起了当年在选手村的日子。那时候他性格比现在开朗得多，不少前辈运动员都挺喜欢他。平时在训练场里遇到，大家也总爱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前辈们的热情可不是一般的客套。足球领域的国脚拉他去操场踢球，篮球领域的国脚又约他午饭后切磋。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运动交流，结果到了球场上，尚贤直接被这群职业选手折磨得趴在地上。前辈们还在后面狂喊催他赶紧起来防守。踢完足球，接着又被拉去打篮球。尚贤投完3分已经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面对这群精力旺盛到恐怖的前辈，尚贤被折磨得瑟瑟发抖，心里直呼这群人简直全是疯子。教练甚至专门跑来警告他，让他午休别再去跟前辈们折腾，免得白白浪费训练精力。面对成堆的防守，尚贤本想找队友传球，却被前辈提醒要用假动作突破。可射箭赛场上除了裁判，根本不存在需要欺骗的对手，这种概念对他来说完全陌生。尚贤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当年前辈们用的那些招式，全都是用来忽悠他的假动作。前辈向他解释，刚才队友没办法给你做掩护，这种情况就只能靠自己运球突破。尚贤坦诚自己根本不会运球，前辈笑着表示他们可是国家队选手，但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假动作，任何人都能做到。说完，前辈便拿着球亲自示范。只见他高高跃起，摆出标准的投篮姿势。就在尚贤以为他要投3分时，前辈却在空中突然改头为转，篮球猛地朝尚贤弹了过来。前辈进一步向尚贤解释，假动作并不非要真的完成突破，核心在于让对手产生误判，只要能诱使对方露出一丝空隙就够了。听明白其中的关键后，尚贤决定当场亲自尝试一次。但想要骗过眼前的职业国脚，半吊子的演技根本行不通，无论是眼神还是身体角度，全都必须做到无懈可击。防守的前辈见尚贤迎面冲来，以为他打算直接正面硬闯，尚贤果断起脚摆出突破姿势，极其逼真的细节瞬间骗过了对手。没成想，因为动作实在猛过头，两人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一起。虽然直接摔倒在地，但看到对方真的上了当，尚贤还是忍不住兴奋的欢呼起来。虽然最后的射门还是被挡了下来，但前辈对尚贤的表现赞不绝口，称赞刚才的假动作非常完美。前辈笑着提醒他，刚才成功骗过的可全都是现役的国家队队员。得知自己居然凭假动作成功突破了职业高手，尚贤瞬间深受鼓舞。尚贤原本以为前辈教的假动作对弓箭手来说根本派不上用场，没想到今天这场混战正好成了绝佳的试验场。前方突然枪声大作，尚贤趴在地上低伏隐藏，暗中利用假动作引开注意，直接把2名敌人诱骗到了同一片区域。不知情的两人误以为撞见对手，当场毫不相让的激烈对射，弹幕还在嘲笑菜鸟互啄，尚贤却暗自确认这套技巧确实有效。直到两人打到一半才发觉不对，而尚贤早已在暗处无声拉开弓弦，准备收拾残局。尚贤果断出手，箭矢瞬间击中第1名敌人，还没等另一人反应过来，尚贤的第2箭已经破空而出，将两人接连爆头淘汰。系统紧接着弹出双杀提示，成功收下这2个击杀。尚贤忍不住叹气吐槽，这2个家伙实在太坑。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观众们纷纷直呼这波操作太疯狂，甚至不敢相信他拉弓射箭的速度居然比枪械换弹还要快。弹幕还在震惊他第2次比赛就能打出这么惊人的假动作，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尚贤的血条就在毒圈里疯狂闪烁，眼看血量告急，他只能拿出之前搜到的急救包。弹幕忍不住打趣，刚才辛苦搜物资到头来全是白费，就算用了急救包，血量也没法彻底补满。尚贤拎起复合弓站起身，感叹这一局打得实在太艰难。连屏幕外的祝贺看着眼前的战局也神情凝重。屏幕前的祝贺突然注意到直播后台实时在线观看人数竟然突破了5000人，只要能稳住这个热度，以后光靠直播收益就能吃喝不愁。看着飙升的数据，祝贺不禁庆幸自己听进了当初同事的建议。对一无所有的新人来说，引发话题争议反而是见效最快的手段。借着和官方争议的持续发酵，阿蒙德的热度也被顺理成章地推上了顶峰。祝贺推了推眼镜，深知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度消退的极快。数据分析显示，今天涌入的绝大多数都是新观众，能不能把这批新流量真正留住，全看尚贤接下来的表现了。祝贺连忙摇了摇头，打消顾虑，他坚信尚贤绝对没问题。毕竟无论面对什么局势，尚贤向来都能轻松掌控全场。面对远处的敌人，尚贤毫不犹豫拉弓射箭，直接一击爆头，再次淘汰一人。此时他的击杀数已经一路飙升到了12杀，弹幕直呼这种战斗力简直离谱。击败敌人之后，尚贤熟练的上前搜刮战利品，本以为能翻出高级装备，结果折腾半天却只拿到1盒基础急救包。看着眼前的物资，他忍不住开口吐槽，怎么每次都只能搜到低级治疗包。面对满屏问号的弹幕，尚贤笑着解释，既然自己运气差搜不到好东西，那就直接从其他玩家身上抢现成的。尚贤看着地上的敌人，叹气表示自己现在只差一个头盔就能凑齐全套装备。弹幕纷纷打趣，这局玩家分段太低，根本搜不出什么好物资，甚至有观众打赏提醒他，真想要头盔难道不该去搜房子吗？
收到打赏的尚贤感谢完观众，当场做出一个决定，表示自己以后不再主动搜物资了。弹幕瞬间被这霸气的发言折服，直呼这才是真正的狠人。尚贤补充起自己的新规则，接下来只猎杀戴头盔的玩家，没戴头盔的就放一马。弹幕纷纷打赏打趣，这下剩下的20多名玩家，到底是戴头盔安全，还是不戴头盔安全？尚贤刚感谢完打赏，余光就注意到前方出现一名玩家，还没等看清对方戴没戴头盔，尚贤顺手就是一剑破空而出，瞬间将对方爆头淘汰。倒地的瞬间，对方还在举枪胡乱扫射，看着刀在眼前的敌人，尚贤无奈的叹了口气，吐槽对方临死前还死按着扳机，明明没戴头盔，死前的动静倒是一点不小。看到尚贤刚立完规矩就破戒，弹幕瞬间刷屏打赏，嘲笑他几秒前才说要放过没头盔的，转头就把人淘汰了，这打脸速度简直不要太快。尚贤上前搜刮战利品，顺手翻出2瓶能量饮料，感受着不断响起的打赏提示，他忍不住在心里嘀咕，平时游戏直播的打赏率普遍偏低，今天居然能收到这么多打赏，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看。尚贤无意中扫了一眼直播面板，赫然发现实时在线人数竟然已经突破了5000大关。突然暴涨的数据让他大吃一惊，不禁想起了祝贺之前的提醒。祝贺曾说过，只要观看人数达到5000，就完全可以把直播当成全职来做。当时尚贤好奇能有多少收益，祝贺算完后表示，月收入能达到700-800万韩元。算着算着，尚贤忍不住偷乐，随即反应过来，直播时居然分心算钱。他暗自后悔刚才看了数据，决定以后直播再也不看人数。还没等他收回心思，一颗手榴弹突然滚到了脚边，在脚下轰然爆炸。这场袭击并非偶然，游戏里有一群被称为泡泡狙击手的玩家，他们专门窥屏猎杀主播泡泡糖，甚至会为了追猎他而故意降低段位。躲在暗处的巴布狙击手一阵疑惑，他发现远处蹲着的并不是泡泡糖，但按照直播里的位置，那个主播明明就在这附近。巴布狙击手极其擅长戏弄猎物，绝不允许泡泡糖栽在无名小卒手里。仔细观察后，他注意到尚贤虽然穿着防弹衣，头顶却根本没有戴头盔。面对这种明显的致命弱点，只需一颗手榴弹就完全足够。他果断拔下拉环，在心里掐着倒计时数到第4秒，随后把手榴弹精准朝尚贤脚边滚了过去。按照巴布狙击手的预判，手榴弹滚过去的瞬间，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只有2秒。在如此苛刻的时间差面前，低分段玩家根本无法应对。注意到滚到脚下的危险，尚贤非但没有仓皇逃跑，反而在极短时间内瞬间抽剑拉弓，直接将剑锋瞄准了脚下的手榴弹，以为手榴弹必定命中。巴布狙击手站起身，准备继续搜寻真正的目标，不料身后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撞击声，他疑惑地回头望去，刚才扔出去的手榴弹竟凭空消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被尚贤一箭射回来的手榴弹已然带着破空声直扑面门，手榴弹瞬间在面前轰然炸开，爆炸的威力直接将巴布狙击手掀翻在地。他瘫坐在地上，满脸难以置信，完全没想通扔出去的手榴弹怎么会倒飞回来，在眼前炸开。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尚贤已经大步走到了他面前。注意到对方头上的防弹头盔，尚贤再次果断拉满复合弓，将剑锋径直瞄准了他的头部。面对近在咫尺的致命箭矢，巴布狙击手瞬间陷入了绝望。巴布狙击手连声惊呼，不敢相信有人能用剑把手榴弹顶回来。还没等他继续抗议，尚贤直接一剑将他淘汰出局，成功收下这个人头。尚贤开心地捡起对方掉落的稀有头盔，直言终于让自己找到了头盔。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彻底炸锅，大家完全没看明白手榴弹是怎么倒飞回去的，有人甚至直呼这根本就是魔法。面对观众满屏的疑惑，尚贤却轻描淡写的表示其实很简单。尚贤向观众解释，当时看到手榴弹时，用脚踢距离太远，想要躲避又太近，于是自己直接一箭把他给射了回去。这理直气壮的解释让直播间弹幕直呼说了跟没说一样。紧接着有观众提出质疑，好奇手榴弹被箭射中，为什么没有当场爆炸？尚贤对此进一步补充，自己并不是直接正面硬撞，而是斜着45度，精准切中手榴弹下半部分，把它顶了回去。观众听完解释，纷纷弹幕吐槽手榴弹又不是足球，居然能被他当球给踢了回去。这时系统提示读圈30秒后缩圈，尚贤发现自己又处在边缘，立刻戴好头盔，动身赶路。他在奔跑中听到前方枪声大作，发现那边的火力比刚才还要猛烈。尚贤毫不犹豫起手开弓，一箭射穿了高处的敌人。系统击杀提示接连刷新，场上的存活人数开始疯狂锐减。转眼间玩家人数直接暴跌到了个位数，弹幕纷纷感叹整张地图都在疯狂减员。随着又一名敌人被尚贤一箭淘汰，全场100名玩家如今只剩下了最后的5个人。尚贤冷静地收起复合弓，点开小地图确认最后的位置，准备迎接最后的决赛圈。尚贤准备好迎战决赛圈，打算一鼓作气彻底结束这场比赛。与此同时，附近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巴布狙击手早已趴在暗处架起狙击枪，他透过倍镜死死锁住毒圈出口，打算直接截杀所有跑毒出来的玩家。巴布狙击手将枪口默默压低，狙击步枪早已上栓完毕，他在草丛里纹丝不动，只等跑毒的玩家撞进视野，一枪收割最后的胜局。面对弹幕满屏的嘲笑质疑，泡泡糖当场不服气的反驳，直言这次一定要赢给大家看。
见他当场放出了狠话，观众纷纷打赏调侃。系统提示甚至明确显示，他本局的胜率仅有 0.04%， 即便胜率低得如此离谱，泡泡糖依旧充满了信心。他不仅身处安全区中心，占领高地，这局的装备物资更是出奇的好，甚至觉得自己能顺势拿下首胜。就在他独自暗自得意时，远处毒圈边缘突然传来了动静，跑毒的玩家终于撞了过来。跑毒的玩家一口气冲出3人，直接占了场上剩余5人的大半。埋伏在高处的泡泡糖紧握狙击枪，弹幕纷纷打趣调侃，要是能顺手收掉这3个人，泡泡糖说不定真能打进决赛圈。还有观众当场吐槽，等会儿他肯定要枪人体描边怪运气。不料下1秒，泡泡糖果断扣动扳机，破空的枪声瞬间响彻荒野，直接将1名跑毒玩家当场淘汰。场上存活人数瞬间只剩4人，弹幕瞬间彻底看傻了眼，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一枪打中。泡泡糖一枪淘汰敌人后，连自己都愣住了，弹幕调侃他居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赶紧趁热打铁瞄准下一个目标，观众纷纷吐槽，这绝对是出了系统故障。随着枪声再次响彻战场，第2名跑毒的玩家应声倒地，弹幕被这波连杀惊的满屏，直呼不可能。泡泡糖刚准备开口向观众炫耀，却猛然看清系统的淘汰提示，刚才那一击的击杀者居然是阿蒙德。发现泡泡糖根本没有抢到人头，弹幕瞬间化身乐子人狂刷嘲笑。与此同时，在远处的背镜视野里，手持复合弓的上弦已然现身，看清抢走人头的居然是上弦。泡泡糖与全场弹幕彻底惊呆，都到了决赛圈，居然还有人用复合弓一路打到现在，眼看自己的人头被硬生生抢走，泡泡糖气的正想找上弦算账，可刚把背镜虫轻瞄过去，上弦锐利的眼神瞬间扫了过来，隔着极其夸张的超远距离，2人居然直接隔空对上了视线，吓得泡泡糖心里猛地一紧。看着这难以置信的射程差距，泡泡糖咬牙定下神来，决定先动手扣动扳机干掉对方。见上弦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泡泡糖只觉得滑稽可笑，这么远居然想用弓箭反击，完全就是个不懂射程的菜鸟。他一边向观众保证稳稳吃鸡，一边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一声剧烈的枪响破空而出，子弹径直朝着上弦飞射而去。不料上弦搭弓射出的利箭竟正面迎着子弹呼啸而来，直接在空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亲眼目睹这荒谬的一幕，泡泡糖瞬间看傻了眼，完全想不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弹幕更是刷满问号，纷纷怀疑是游戏出现了系统故障。泡泡糖偏不信这个邪，只觉得是偶发的机制缺陷。他迅速重新拉栓上膛，准备对着远处的上弦再开一枪。当背镜再次死死锁定目标，泡泡糖果断扣下了扳机，以为这次绝对能够稳稳命中。可万万没想到，呼啸而来的箭矢再次正面撞上子弹，伴随着剧烈的金属撞击巨响，泡泡糖与全场弹幕彻底被震撼。子弹接连被利箭正面拦截，弹幕直呼这绝非巧合，而是真凭实力的硬核操作。面对眼前这不可思议的局面，泡泡糖彻底慌了神。当他急忙重新调整背镜搜寻，却发现远处的上弦竟已凭空消失。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背镜中猛然映出上弦拉满复合弓，反过来死死锁定他的惊悚画面。泡泡糖心里暗叫不好，泡泡糖甚至还没来得及再次开枪，就惊恐地发现对方已逼至眼前。还没等他做出任何防范动作，上弦一箭破空飞射而来，直接打碎狙击镜，将他爆头淘汰。系统击杀提示随之实时刷新，上弦成功淘汰游戏主播泡泡糖，全场玩家只剩下最后2人。遗憾止步季军的泡泡糖只能在直播间苦笑着向观众宣布自己最终拿到了第3名。泡泡糖刚拿了第3名，弹幕纷纷发来消息安慰，突然有观众在弹幕中提醒他赶紧切到那个弓箭手的观战视角。泡泡糖这才如梦初醒，他也极为好奇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立刻点开并切入了上弦的直播间。没想到这一看彻底把他给看懵了，上弦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居然已经飙升到了5万多人。而此时仍在赛场上的上弦面对弹幕满屏的疑惑，坦言自己敢用弓箭硬刚狙击枪，是因为在这个距离下，狙击枪与复合弓的弹道射速相差无几。上弦坦言自己也没料到正面对决能成功。面对弹幕质问为何不按常理闪避，他直言按常规方式躲避，能不能活命就全看对手的技术了，把自己的生死较量交给对手决定，可绝对不是他的作风。这番霸气的回答瞬间将直播间的氛围彻底拉满，观众们被这波极具自信的操作折服，各种高额打赏疯狂刷屏，弹幕直呼这波意识简直离谱。虽然比赛尚未彻底落幕，但直播间气氛已宛如夺冠现场。上弦收起心思，重新看向前方，表示场上还剩最后1名敌人，感谢的话等拿到胜利再说。刚才的交火动静如此巨大，可场上最后那1名敌人到现在竟然没有发出半点声音。上弦瞥了眼是脚面板，意识到对方或许比自己想象中更沉得住气。为了准确找出对手的藏身位置，上弦立刻伏下身子贴紧草地，集中全部注意力，仔细分辨四周极其微小的风吹草动。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最后一个决胜对手绝对就潜伏在附近。上弦突然眼神一凝，显然已经捕捉到了某种细微声响。他迅速压低身姿，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摸了过去。直播间观众完全没听出丝毫异常，纷纷发弹幕感叹：这敏锐度简直就像个老练的职业猎人。还没等弹幕回过神来，上弦猛然抬手将复合弓拉至满月，果断一箭破空飞射而出。
这突如其来的一剑让弹幕瞬间看懵，所有人都在惊疑打问。那边分明是一片空地，他究竟是在朝哪里射击？不料这一剑精准穿过死角，直接命中了躲在墙角后面的敌人，对方被打得措手不及，惨叫着难以相信自己居然会被发现。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看傻，完全没想到那个位置竟然真的藏着人。中间的敌人气急败坏，倒地受创前疯狂扣动扳机，胡乱扫射。面对扑面而来的密集榴弹，尚贤冷静地侧身躲避，看着眼前死缠烂打的敌人，心里不由得升起一阵烦躁。躲在墙边的敌人心里其实十分清楚，尚贤头上戴着传说级的顶级防弹头盔，即便侥幸命中，也根本无法通过爆头将他直接淘汰。直播间观众也注意到了这顶顶级头盔，纷纷发弹幕感叹尚贤本局运气爆炸，拥有这套硬核防具，现在的他简直就如同无敌存在。尚贤只是觉得稍微麻烦了一点，再次果断拉满复合弓，一剑精准贯穿了敌人的颈部，痛得对方惨叫着倒靠在墙边。这一剑直接封住了对手的还击能力。尚贤刚准备搭箭给予致命一击，不料身旁却猛然炸开一阵火光，巨大的爆炸瞬间将他掀飞出去，烟雾与投掷物接连轰炸，对方将手榴弹与闪光弹一起砸向尚贤，瞬间引爆了一连串剧烈的火光。弹幕纷纷吐槽对手为了保命无所不用，尚贤果断翻身避开连环爆炸，意识到对方这是想借着烟幕掩护打药，一旦拖延下去局势会对自己极其不利。就在浓烟滚滚遮挡视野时，烟雾深处突然传出了咳嗽声，尚贤瞬间捕捉到声音来源，死死锁定了敌人的位置。烟雾中的敌人正拼命打药救命，尚贤却早已拉满弓弦，弓箭相比枪械有着绝对的静音优势，还没等敌人完成治疗，破空的利箭已然穿透浓烟，精准扎进对手体内，对手甚至连枪声都没听到，就惨叫着瘫倒在地。敌人眼看无法正常射击，伸手就想掏出手榴弹负隅顽抗，不料手还没碰到手雷，飞来的利箭瞬间贯穿了他的手掌，这精准的一箭直接封死了他的反抗。敌人万万没想到，隔着如此厚重的烟雾，对方竟然还能精准锁定自己的动作。敌人瘫在地上，正抱怨对方装备太硬，甚至怀疑尚贤也是某个大主播。烟雾深处，尚贤已然逼至身前，再次拉满弓弦，死死锁定了他的头颅。尚贤果断放箭，将敌人彻底淘汰。系统瞬间刷出击杀提示，场上只剩他最后一人。屏幕上赫然弹出第一名的胜利宣告，整场比赛他一个人就斩下了31个击杀。看着满天飘落的胜利彩带，尚贤握紧了手中的复合弓，他高高举起弓箭，兴奋地欢呼，自己真的拿下了这局的最终胜利。可话还没说完，直播界面突然亮起刺眼的光效，伴随着轰鸣的提示音，一条重磅打赏弹了出来，有观众直接砸出了150万韩元。突如其来的巨款把尚贤整得当场愣在原地，单局斩获31杀的战绩让直播间弹幕彻底炸开了锅，大家纷纷调侃这离谱的操作，明天怕是又要被系统封号。面对漫天刷屏的夸奖，尚贤赶紧向观众道谢，表示刚才比赛太紧张，还没顾得上感谢大家的礼物。他接着开始逐一念出榜上大佬的名字。面对这天降的150万韩元，尚贤直接惊得说不出话来，祝贺更是一脸不可置信。这笔巨款哪怕算上智雅之前的打赏，也直接刷新了直播间的单笔最高纪录。弹幕瞬间彻底炸锅，观众纷纷感叹，这随手砸出来的打赏居然比自己整个月的工资还要高。祝贺盯着打赏者的用户名，越看越觉得眼熟。他突然想起这个名字似乎出现在大主播的金主榜单上，随着他在电脑上一番快速查找，终于确认了这位金主大佬的身份。祝贺迅速查出了金主的背景，这两位大佬早在10年前就极为活跃，而且多年来从不挑事，不像某些打赏后提怪异要求的金主。意识到大佬是真的在关注比赛，祝贺嘴角止不住地往上扬，这意味着尚贤这次是真的要赚大钱了。尚贤赶忙向打赏的大佬道谢，可收下这笔天降巨款，他反倒有些不知所措，担心自己后续若是不中爆头该怎么交差。看着弹幕劝他千万别关直播，还调侃他对爆头有什么执念，尚贤脑海里顿时灵光一闪。尚贤在大厅选好位置，弹幕瞬间疯狂猜测，以为他要连做5个后空翻，纷纷求他千万别关直播。结果尚贤在周围一番搜寻，从角落里掏出一把复合弓，随即缓缓拉满弓弦，准备献上这次的打赏回应。看着尚贤这架势，观众在弹幕里哀嚎求他留下来，可尚贤却态度坚决，表示这事关自己的口碑与诚信。箭矢应声呼啸飞出，尚贤紧接着腾空跃起，在空中干脆利落的连做3个后空翻，稳稳落地。面对满屏弹幕的惊呼与告别，尚贤高举复合弓，热情感恩道别后，直接果断切断了直播。随着直播画面骤然关闭，现实中的尚贤一时间愣在了原处，游戏里的角色举着双手僵在原地，弹幕纷纷发问直播怎么还没结束。尚贤气得脸色发黑，明明说好做完谢幕动作就立刻关闭，祝贺居然慢了半拍，还没等祝贺把信号切断，尚贤刚才在镜头前傻笑着解释，说自己只做3个后空翻是因为加钱的画面已经全播了出去，随后直播才被匆忙关掉。直播虽然被紧急切断，但最后这段离奇的插曲还是让弹幕瞬间笑翻，甚至开玩笑调侃起了后空翻涨价。
尚贤从游戏舱里出来，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祝贺尴尬的赶忙赔不是，说刚才一时慌张忘了怎么关直播，索性直接切断了游戏舱的电源。尚贤这才明白头疼的原因，无奈的决定先去洗个澡。祝贺表示早已帮他烧好了热水。尚贤趴在洗手台前，感到一阵阵疲惫。原以为单排会比组队轻松，没想到难度完全不输组队。刚才敌人扔出手榴弹的那一刻，着实让他感到的危险。哪怕是在目前的石头段位，自己都没法做到完全掌控。要以这种状态打进钻石段位，根本毫无胜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尚贤下定决心必须变得更强，因为他绝不允许自己失败。尚贤洗完澡出来，祝贺一边看手机一边好奇地问他：“泡泡糖是不是个很有名的大主播？”尚贤表示自己以前也经常看对方直播。听到这话，祝贺有些意外地告诉他，刚才在决赛圈用狙击枪打他的那个玩家，其实就是泡泡糖本人。得知这个消息，尚贤惊得合不上嘴，不敢相信自己淘汰的居然是个大主播。祝贺随即点开了一段全息剪辑视频，视频里泡泡糖正对着观众大声惊呼，完全不敢相信对方能用复合弓打爆自己，还急着要看尚贤到底是怎么操作的。看着尚贤神乎其神的剑法，泡泡糖和观众彻底看傻了眼。得知对方居然才刚打完2场游戏，泡泡糖更是直呼绝对不可能，甚至还专门切去了尚贤的直播间。祝贺兴奋地告诉尚贤，当时有整整5万人观看了那场直播。听着这个惊人的数字，尚贤心里感慨万千，没想到泡泡糖居然真的看了自己的直播。曾经在打工最艰难的日子里，正是泡泡糖的直播陪他熬了过来，甚至让他一路走到了今天。眼看祝贺还在兴致勃勃地聊着论坛，有些疲惫的尚贤打了个招呼，打算先回房间躺下再慢慢看。见尚贤确实累了，祝贺便让他好好休息。回到房间后，尚贤躺在床上，主动搜索起泡泡糖的相关动态，可翻了一圈才发现，对方的粉丝并没有过多讨论这场对决。虽然在别人眼里，这或许只是一场普通比赛，但对自己来说却意义非凡。只要足够特别，并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可。准备睡觉前，尚贤顺手点开了论坛的热门榜单，没想到页面刚一刷新，上面的内容就让他当场愣住了。尚贤躺在床上看着手机，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论坛的热门榜单竟然被他的名字彻底霸榜。从击败大主播泡泡糖的精彩剪辑，到一对4秀翻全场的神级操作，全网都在铺天盖地讨论他的比赛。看着漫天刷屏的热帖，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深夜的房间里，智雅正缩在电脑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尚贤在比赛里的精彩表现，直到肚子一阵咕噜作响，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发现时间竟然已经这么晚了。这一天他几乎没怎么好好吃饭，可他根本顾不上这些，心思完全被精彩的比赛画面深深吸引。智雅紧紧抱住双膝，对他来说，饥饿感就和生活中的痛苦一样，迟早都会慢慢消退。只要一看到尚贤的直播，周围的一切就会瞬间隐去，甚至连那个将他拽入地狱的人，也会在脑海中彻底烟消云散。看着屏幕里尚贤展现出的神级操作，智雅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叹。智雅正在电脑前精心地规划着尚贤的比赛精彩剪辑视频，他认真地在笔记本上标记出放慢动作和添加音效的各个细节。这时，电脑突然响起了打赏提示声，智雅有些意外，没想到今天的打赏互动比上一场还要频繁。当他转头看向屏幕时，却被眼前的打赏金额彻底吓了一跳。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有人刚刚直接砸出了150万韩元。智雅赶忙点开打赏排行榜，赫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挤到了第2名。眼看第1名的位置被砸钱抢走，他急得正准备继续追加打赏，手刚按在鼠标上，他却突然停了下来。冷静下来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视频剪辑师，他无奈地趴倒在桌上，可心里想帮上忙的念头却依然无比清晰。智雅打定了主意，要想真正帮上忙，就该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与其拼钱砸打赏，不如把精彩剪辑做到极致。他重新打起精神，坐回电脑前继续剪辑视频。看着屏幕里精彩的比赛画面，智雅对这次的作品充满了信心。智雅看着电脑里满满的素材，即便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尚贤的操作也已经足够惊艳。只要经过精心的剪辑雕琢，这部作品就绝对能引爆话题，哪怕是看过直播的观众，也一定会被再次震撼。为了把细节做到极致，智雅连夜全情投入，直到天色渐渐亮起，才疲惫地趴在桌上沉沉睡去。智雅在睡前将剪好的视频上传，并给祝贺发去了上线通知，提示音瞬间响起，平台同步开启了首播倒计时。不少观众早就守在页面前等待，距离开播还有5分钟，弹幕池就已经彻底炸开了锅，满屏都在疯狂催促赶紧放片。看着眼前的离谱热度，连祝贺都忍不住感叹这弹幕彻底疯了。祝贺看着后台数据，在线等待首播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400，连尚贤自己都感到意外，明明是自己的频道，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守着观看。虽然表面上一言不发，但他其实比谁都要紧张。祝贺也忍不住好奇视频的效果，既然智雅刚剪完就立刻上传，想必对作品绝对充满信心。见尚贤始终面无表情，祝贺还好奇他怎么能这么冷静。正说着，屏幕上的视频正式开始播放，视频里居然配上了柔和的新世纪音乐。祝贺原本以为这风格与战斗不搭，没想到配乐却与尚贤流畅的动作完美融合。尚贤盯着屏幕看呆了，经过精妙的节奏调配与剪辑，画面比他亲身经历的实战
还要紧张震撼。就算完全不懂剪辑，他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部水准极高的高质量作品。祝贺忍不住感叹，就算没看过直播的观众，也会被这精彩的剪辑深深吸引。紧接着屏幕上播放起上弦一秀4的名场面，视频里的对手被逼得惊慌失措，只能拿着手枪乱射。看到第3人称视角的记录，上弦都忍不住吐槽，对手当时看起来实在有些笨拙。弹幕里一片欢声笑语，比起直播时紧张的氛围，此时的弹幕更像是一群普通的观众在享受视频。祝贺兴奋地提醒上弦，马上就要到手榴弹的高能镜头了。视频画面随即一转，切到了那位臭名昭著的降级玩家镜头，弹幕一眼认出了镜头里的人，正是那个恶名昭彰的降级玩家。大家纷纷吐槽，这家伙明明是钻石段位，却一直靠降级去鱼塘局虐菜。弹幕甚至拿上弦被封号的事开起玩笑，吐槽对方居然到现在还能正常打游戏。就在这时，视频里的降级玩家猛地扔出一颗手榴弹，手雷直奔上弦脚边滚来。智雅在视频里贴心的配上了2选1特效，逃跑还是踢开，并且启动了3秒倒计时。弹幕直呼这剪辑效果绝了，无论怎么选都像是绝路。倒计时迅速归零，上弦的眼神在一瞬间彻底锁定。上弦在倒计时结束瞬间果断出剑，竟然直接在空中精准击中了手榴弹，手雷瞬间在对方面前引爆，将那个降级玩家直接炸飞出去。弹幕瞬间一片惊呼，纷纷直呼看降级玩家被当场制裁太解气。随着这波高能名场面结束，视频接着放出了下一段预告，画面中赫然出现了大主播泡泡糖的身影，而两人同台对决的视频在网上早已引发轰动，弹幕里一片震惊，谁也没想到竟然真的遇到了泡泡糖，大家纷纷调侃泡泡糖运气不好，偏偏撞上了上弦。面对如此热烈的反响，这期剪辑视频在平台大火，已成定局。祝贺赶忙凑过来叫住上弦，让他看看手机上的最新动态。泡泡糖的粉丝论坛里现在全被上弦的名字彻底刷屏，这部剪辑视频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弦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同样久久不能平静。此时在另一处的屏幕前，戴着眼镜的男人正看着视频，画面里正是上弦在游戏里的高能瞬间。男人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完全没想到这期视频竟然能在网上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看着屏幕里那个陌生的游戏角色，大家心里都充满了疑问，这个以前从没见过的神秘新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泡泡糖当主播已经整整10年，每天长时间维持在线，游戏里遇到同圈主播本是常事，可这次刚出现的新人却突然引发了极其热烈的讨论。作为合作了5年的经纪人，程泰觉得这就是直播的魅力所在，没人能预料谁会突然爆火。他拿出设备翻看起阿蒙德的资料，对方不仅长相出众，游戏技术也相当精湛，可当他继续往下浏览时，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程泰翻看着阿蒙德的资料，整个人彻底被震撼到了。对方接触第一款 VR 游戏才刚满3周，而这仅仅是他打的第2场100人局。为了确认画面细节，他赶忙倒回比赛视频，准备重新研究那招用建档子弹的奇迹。此时弹幕里却充满质疑，不少观众觉得这是靠特效合成的画面，甚至怀疑比赛是提前排演好的大戏。程泰对此完全不认同，平台的原始直播记录随时可查，根本没有任何造假的必要。况且泡泡糖是10年零黑料的顶流大主播，说他配合新人摆拍是对他职业操守的最大侮辱。程泰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两人的操作水准差距实在过于悬殊，但他敏锐地嗅到了巨大商机，如果能促成这2个人联动，绝对能引爆全网话题。可光拿神秘弓箭手当噱头，吸引力还远远不够，他必须找到更震撼的切入点。在苦思冥想之中，他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终于确定了最完美的主题方案。不只是泡泡糖的粉丝论坛，各大热门网站都在转发展播片段，网友甚至把泡泡糖被挡子弹时的惊呆表情制作成了搞笑表情包，看到能和顶流大主播放在一起讨论。上弦兴奋地拿出手机截图存念，祝贺在旁边打趣道，没想到他居然也会崇拜网红。上弦觉得对方并不算传统明星，祝贺则直言能维持5万人同时在线的大主播，收入绝对能随心所欲的挥霍。上弦摇头澄清，泡泡糖私底下生活极其节俭，独自养育着2个孩子，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孩子身上。祝贺听后感到有些意外，能看出上弦对泡泡糖格外佩服。上弦坦言，对方如今虽然是平台的顶流大咖，刚起步时其实比任何人都要艰难，那时的他毫无幽默感，搞笑效果频频翻车，游戏技术更是菜得离谱，经常在直播里发生失误，既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特殊才艺，也没有任何出众的先天优势，可唯独凭借着一点，让他从无数新人中彻底脱颖而出。他靠的就是绝不放弃的坚韧与勤奋，不管游戏失败多少次，只要说出口，就一定会彻底做到。哪怕累到当场倒头大睡，他也凭着责任感硬生生挺了过来。正是这股狠劲，让他最终在直播圈站稳了脚跟。上弦坦然承认，每次观看泡泡糖的直播，总能让自己产生久违的怀念感，那些画面总让他想起童年时期和奶奶一起快乐生活的无忧时光。在上弦的记忆里，那位可靠又有些笨拙的邻居哥哥，总会在放学后在游乐场等着自己。虽然对方的游戏水平确实不敢恭维，但他心里一直非常佩服对方。上弦忍不住感叹，这次多亏了智雅精心制作的视频，让他和泡泡糖的对决在网上再次爆火。祝贺也极力认可智雅的剪辑能力，视频上传短短5个小时，播放量就已经成功突破了8万。照这个速度推进下去，
极有可能刷新单日20万播放的记录。听到如此离谱的数据，尚贤看着手机一时间不敢相信。尚贤滑动着手机，屏幕上充斥着不少质疑他的言论，有人吐槽他才打了2场就被吹上天，至今连最低的石头段位都没冲上去。祝贺见状，赶忙一把按住手机，劝他少看这些刻意抹黑的废话，免得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尚贤拿回手机，坦然表示自己心里有数。祝贺不解他既然知道为何还要看，尚贤只是微笑着回应。对现在的他来说，这些恶评反倒成了推动他前进的动力。尚贤平静地补充道，反正自己没有任何亲人，那些恶意重伤根本威胁不到他。听完这番话，祝贺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普先生此前总是针对尚贤，对方其实是在害怕一个对任何敌意都毫不在意的人。尚贤将话题转向正题，直言眼下最关键的是提高段位，接下来必须大幅增加直播时长。祝贺听后有些担心，毕竟 VR 游戏极其消耗体力，每次看尚贤打完都精疲力竭，他甚至连附近医院都提前查好了。祝贺劝他不要过于勉强自己，尚贤却只是平静地表示没问题。祝贺忍不住吐槽，如果一直停留在石头段位，被人当成伪天才反而更糟糕。尚贤坦然承认确实无法反驳，他推开椅子起身，表示自己会一直打上去，直到冲到真正的高段位。祝贺好奇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尚贤打算先研究些攻略视频。看着尚贤立刻坐回桌前准备，祝贺这才彻底明白，那些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恶评真的变成了推着他继续前进的动力。祝贺正准备处理日常工作，顺手点开了自己的邮箱，没想到刚打开就收到了一封重量级邮件。他拿着电脑连忙冲去通知尚贤，这封邮件竟然来自大主播泡泡糖的经纪人程泰。两人赶忙查看邮件细节，对方提出了一个合作企划，希望能邀请尚贤亲自来指导泡泡糖打游戏。得知对方的邀请，尚贤顿时感到惊喜万分。祝贺提醒道，这次的合作邀请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对方希望尚贤能够先冲到钻石段位。听到要达到钻石段位，尚贤心里明白这绝非易事。见尚贤有些犹豫，祝贺表示如果觉得勉强，随时可以拒绝。可尚贤却态度坚决，直言自己本来就打算提升段位，绝不会因为困难就退缩。祝贺见状，便准备回复对方接受合作，而这个苛刻的要求反而彻底激发出了尚贤的斗志。伴随着开播提示音响起，阿蒙德突然开启了直播，水友们感到非常意外，毕竟现在才下午3点，大家甚至怀疑他是手滑误触。没想到直播间瞬间涌入了大批观众，有人说是翘课来看，也有人调侃自己根本没上班。随着开场音乐正式响起，大家这才确定他不是手滑。尚贤微笑着出现在屏幕前，热情地和大家打起招呼，弹幕里一片欢呼，大家一边回应，一边好奇他今天为什么提早开播。尚贤向大家解释，今天提前开播是为了冲刺钻石段位。弹幕瞬间炸开了锅，误以为他要挑战一天冲上钻石，纷纷吐槽这根本不可能。尚贤连忙澄清，自己只是从今天开始行动。他沉吟片刻，给出了最终的目标期限。尚贤对着直播镜头比出2根手指，正式向直播间的所有观众立下承诺，自己要在2周之内成功冲上钻石段位。尚贤沉思片刻，当众宣布了自己的目标期限。他对着镜头比出2根手指，承诺要在2周内冲上钻石。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观众们纷纷直呼太疯狂，全服只有前5%的精英才能进入钻石，连顶尖玩家都得花上1整个月。面对满屏飞刷的质疑与惊呼，尚贤看着弹幕显得十分平静。尚贤接着向大家解释，自己仔细计算过数据，2周时间确实完全可行。但弹幕依然满屏质疑，觉得他每天起码要打8个小时，纯粹是在镜头前吹牛。尚贤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只打过2场100人局的新手，说出这种话确实显得很荒谬。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真实水平，并且手握能够证明的数据。他翻看着手机里的记录，暗自想着泡泡糖付出的努力。尚贤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新手训练里的成绩，其实比那些顶尖高手还要优秀。打破记录对他而言，早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习惯。面对看似不可能的2周承诺，他心里没有丝毫压力，反而充满重新迎接挑战的兴奋。这种迎面而来的新鲜感和油然而生的兴奋，原本早已被他埋藏在心底。其实，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渴望重新迎接这份挑战。尚贤微笑着看向镜头，准备正式开启比赛。看着屏幕前干劲十足的尚贤，祝贺忍不住喊出了他的名字。屏幕前的祝贺被这番话震惊，忍不住对着电脑大喊：尚贤疯了！所谓的理论可行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要后续有一局没能打进前10，整个冲段计划就会彻底宣告失败。这种高风险的做法完全不符合祝贺一贯稳重的性格。看着屏幕上降落入场的尚贤，祝贺渐渐冷静了下来。在他记忆里，尚贤向来低调隐忍，眼神里总是带着对周围的疏离。他怎么也没想到，如今的尚贤能展现出如此果断的一面。在祝贺的记忆里，尚贤过去总是拼尽全力熬过每一天，仿佛根本不在乎明天会怎样。但看着眼前直播间里笑得如此灿烂自信的尚贤，祝贺才终于明白，这才是他最真实的模样。既然尚贤打算疯狂一次，祝贺也决定陪他赌上一把。他立刻敲击键盘，准备把2周冲钻石的话题炒热。论坛上瞬间掀起了讨论，有人觉得新人2周冲钻石不可思议，也有不少人开始期待，如果是阿蒙德，也许真的能创造纪录。祝贺在网上推波助澜，换做以前，他肯定觉得太疯狂。但看着斗志昂扬的尚贤，他选择毫无保留地相信对方，并在心里默默为他加油。
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多条来自父母的未接来电。面对弹幕询问是否有稳妥策略，尚贤透露首要目标是前往军火库。观众纷纷表示开局军火库极其危险，落地很容易直接送命。不少人猜测他打算改用枪械。尚贤笑着澄清自己依然使用弓箭，随后径直朝远处的军火库赶去。这番回应让观众陷入困惑，大家指出搜集弓箭不必去那里，怀疑刚接触游戏的阿蒙德不了解地形。尚贤赶到军火库，趁着其他玩家混战成一团，悄悄溜进了地下区域。观众这才点出关键，军火库地下室藏着稀有物资，只要活下来就能独占，难怪开局大家都在抢命。就在尚贤搜寻时，几把飞刀映入眼帘，觉得这武器能派上用场，他果断一把将飞刀收进囊中。尚贤刚把飞刀收好，一名兜帽玩家就冲了出来，质问他到底是谁，还想抢回物资。尚贤完全没给对方废话的机会，一记高踢狠踹在对方下巴上，对方被踹得踉跄倒退，连舌头都被当场咬破。对方还没从刚才这一脚缓过神，尚贤就掏出刚捡来的飞刀，像投棒球一样猛地挥臂甩出，直接爆头干掉了敌人。击杀提示一出，弹幕瞬间彻底沸腾，大家这才终于明白，他特意赶来军火库，居然是为了寻找投掷武器。观众甚至猜测他是棒球选手，尚贤自己也恍然大悟，以前当运动员时跟棒球朋友学到的投球技巧，今天总算派上了大用场。一名观众发来打赏，猜测尚贤特意赶来军火库，是因为自信能靠身体素质碾压还没拿到装备的敌人。尚贤当场大方承认，他就是想趁大家都没捡到枪之前，先下手为强多淘汰几个人。这出人意料的思路让直播间的弹幕彻底沸腾，大家纷纷感叹这种打法太离谱。可就在尚贤感谢打赏时，身旁突然传来了子弹上膛的咔嗒声，暗处的人已经默默端起了枪，对方枪口还没抬稳，尚贤就已经贴身冲到了眼前，敌人吓得根本无法瞄准，这么近的距离长枪完全成了累赘。尚贤反手挥出匕首，直接将对方当场淘汰。随着系统击杀提示弹出，场上人数骤降到93人，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全是被他清掉的敌人。清理完眼前的敌人，尚贤把搜刮到的所有枪械全部集中堆在了军火库门口。为了不让后续赶来的敌人捡漏，他拎起汽油浇在枪堆上，直接扔出了燃烧瓶。随着大火瞬间冲天而起，整批军火被他一把火彻底烧毁。直播间弹幕瞬间被骚操作刷屏，大家被他宁可烧光也不留给别人的狠劲彻底震惊。处理完军火库的战场，尚贤跨上一旁的摩托车，准备转移去下一个地点。随着油门轰鸣声响起，他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接下来的对局里，尚贤一路横扫，毫无悬念地拿下了第1名。当结算界面弹出时，整场的最终数据极其夸张，他硬生生斩获了50个击杀。这种碾压级别的表现，让直播间的观众彻底看傻了眼。打赏提示随之铺天盖地般砸来，尚贤耐心地向送礼物的观众一一致谢，没有多做停留。他紧接着直接开启了下一局比赛，弹幕里全在为他加油打气，大家都发现他的实力远超普通玩家，甚至每一场比赛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蜕变。拿下首胜后，尚贤没有丝毫松懈，立刻开启了下一局匹配。与此同时，祝贺在网上也没闲着，为了帮尚贤维持热度，他不停制作动图，疯狂发帖造势，笑称自己都要变成引流大师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2周冲钻石是笑话，但随着第1局神仙操作的视频传开，网上的舆论风向瞬间变了。看着论坛里铺天盖地的惊叹，祝贺心里十分清楚，这场高风险的豪赌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祝贺擦了擦汗，原本以为热度已经炒了起来，只要一切按计划进行就能大获全胜，但论坛里的质疑声却依然铺天盖地。不仅有人嘲讽粉丝是在搞邪教，还质疑尚贤打的不过都是 NPC。看着屏幕上满屏的冷嘲热讽，祝贺气得紧紧握住了拳头。他这才无奈地意识到，光凭眼前的这些震撼战绩，依然无法彻底扭转网上的舆论风向。祝贺心里非常清楚，面对网上的质疑，尚贤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这场比赛彻底证明自己。随着系统提示比赛开始，尚贤正式载入战场，伴随着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新一轮的对决在荒野小镇上方拉开序幕。尚贤拉开降落伞，顺利降落在屋顶上，他快速扫视四周，发现屋顶上还有另外3名玩家，但这几人落地后完全没有交手的打算，反而默契地拔腿朝1楼奔去。尚贤心里很清楚，赤手空拳开战对谁都没好处，大家的真正目标都是先一步抢占军火库。大多数玩家开局的目标都是抢到高阶级的武器，但尚贤根本不在乎这些。一名玩家正试图强行拉开卡住的铁门，门才刚松动一条缝，尚贤直接从门后一脚猛踹出来，将对方狠狠击飞，顺势挥动匕首一刀，瞬间将对方斩杀。尚贤看着手里的匕首，发现这把刀钝的根本没法利索的解决敌人。目睹全程的另一名玩家直接被吓得当场骂街，拔腿就跑。尚贤反手甩出匕首，精准命中对方后脑勺，随后顺势上前补上一脚，彻底解决了战斗。系统弹出击杀提示，场上人数只剩98人，弹幕还在惊叹他下手果断。尚贤已经顺手拔出了敌人身上的匕首，他随口说道：“这会儿估计又有人想去撬门了。”还没等观众反应过来，尚贤连头都没回，直接凭感觉反手甩出了手中的匕首，
远处一名正准备开门的玩家，瞬间被飞来的匕首精准刺透手掌，当场发出剧烈的惨叫。这波芒至彻底让直播间沸腾，观众纷纷直呼他背后简直长了眼睛，弹幕纷纷刷起太牛了。有人指出游戏里的负伤机制，在没有高级急救包的情况下，中招就相当于直接被判了死刑。倒地的玩家趴在地上愤怒质问：开局而已，至于杀心这么重吗？上弦握着匕首微笑着回应：没办法，自己必须赶紧提升段位。说完顺手挥刀将对方彻底清理。随着击杀提示弹出，上弦斩获双杀，场上人数只剩92人。观众看着被击杀玩家的 ID， 纷纷打趣，对方此刻心里肯定满脑子都是问号。上弦看了眼赛况，趴在地上的敌人握紧匕首，一边挥舞一边大声叫喊，让上弦千万别再靠近。直播间的弹幕纷纷打趣，说新手玩家竟然能被吓成这样。面对上弦一步步逼近，对方彻底吓破了胆，连滚带爬的拼命往后退。一名玩家为躲避追杀，直接从高空纵身跃下，跌倒在地上，连声哀嚎，庆幸自己终于捡回一条命。话音未落，上弦紧随其后跳下，重重砸在对方背上，瞬间将敌人死死压在身下。对方举起匕首试图反抗，直播间弹幕纷纷惊叹，上弦这惊人的弹跳力实在太离谱。上弦手起刀落淘汰对手，顺利斩获3杀，场上人数瞬间降到了87人。这高空一跃，底下的玩家直接成了人肉垫子，帮他挡下了绝大部分的坠落伤害。弹幕直呼他每局都能整出新花样。这时有观众提醒，旁边刚好停着一辆摩托车，上弦顺着方向看过去，果断跨上车，踩下油门，准备骑车前往下一个区域。军火库1楼的残余玩家们正商量着准备一起前往地下室保命。大家话刚说完，周围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引擎轰鸣声。背着剑囊的康硕一脸疑惑，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强光中一辆摩托车竟然直接朝着大厅猛冲了进来。弹幕纷纷急着提醒，现在进军火库深处已经太晚了，里面的敌人恐怕早就全副武装。上弦却只是微微一笑，云淡风轻的表示根本无所谓。康硕彻底被整懵了，完全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把摩托车一路开进军火库里来，摩托车直接将康硕猛地撞飞出去。上弦借着飞冲的势头，顺手向前掷出匕首，精准刺中了被撞飞的康硕。伴随着一声惨叫，康硕重重摔在后方的掩体上，击杀提示紧接着弹出，康硕被当场淘汰，场上玩家只剩下84人。上弦稳稳落到地面，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大家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原来他把摩托车一路开进大厅，就是为了打出这波空中突袭。上弦停下摩托车，走上前查看敌人留下的战利品，没想到地上不仅躺着一把复合弓，还配有手榴弹和燃烧瓶。上弦忍不住露出笑容，看来自己这局的运气确实不错。此时视角来到了军火库地下一层，地下一层里，几名玩家正看着满墙的高级武器发出惊叹，庆幸这次冒险直冲军火库简直赚翻了。大家正盘算着装配好武器，再去搜寻防护物，门外突然传来一声轰然巨响，冲天火光刹那间炸裂开来。一名玩家端着枪赶出来查看，结果被眼前的场景彻底震惊。刚才开进来的那辆摩托车倒在地上，正燃着熊熊大火，整条通道已被一片火海彻底吞没，浓烟瞬间灌满了地下室。被呛到的玩家们只能拼命往楼梯上逃，可这狭窄的楼梯是唯一的出口。最前面的玩家刚冲上台阶，一支利箭凭空刺穿了他的身体。随着击杀提示弹出，阿蒙德成功收下第一个人头。后方的玩家这才反应过来，上面竟然有人用弓箭蹲守，眼看退路被封死，后排玩家当即端枪对着楼梯上方疯狂扫射。地下的持枪玩家看着地上倒了一片的同伴，完全摸不清袭击究竟来自哪里。就在他凑近背镜搜寻目标地瞬间，暗处的上弦早已拉满弓弦，伴随着一声绷紧的弦响，利箭破空而出，直奔对手呼啸飞去。利箭瞬间刺穿敌人，系统弹出2连杀提示，场上剩余人数降到了91人。楼梯下的玩家满脑子疑问，完全搞不懂暗处的箭究竟从何而来。眼看上方枪声停止，他决定借着浓烟掩护，继续猫在原地，等对手下楼搜刮战利品时打个伏击。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上弦根本没打算直接下楼，一颗拔掉栓的手榴弹顺着台阶径直扔了下来。手榴弹顺着扶手一路滚落，躲在底部的玩家根本来不及闪避，剧烈的爆炸瞬间吞没了地下室。系统紧接着弹出3连杀提示，场上剩余人数降到了90人。上弦踩着台阶不紧不慢地走下楼，顺手拨开面前残留的烟雾，成功清掉了暗处潜伏的敌人。上弦占领军火库的神级操作，被网友做成动图，在各大论坛疯狂传播，讨论度瞬间爆炸。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夸赞，祝贺在电脑前激动得我全欢呼。不过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酸民和黑粉也开始蜂拥而至，但这在祝贺看来反而是件好事。关注度越高，比赛的收益和筹码才会越大。只要上弦能继续用绝对实力说话，就算是黑粉迟早也会被彻底打服。伴随焦急促的弦响，上弦再次拉满复合弓，精准锁定远处的敌人，凭借着无可匹敌的绝对优势，上弦再次顺利拿下第1名。坐在电脑前的祝贺忍不住兴奋的大声欢呼，5场定级赛已经轻松拿下2胜，只要能保持全胜，就能直接保底拿到黄金段位，离2周冲上钻石的目标也更近了一步。上弦跨出舱门，纵身跃下，面对关键比赛
他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鉴于之前降落军火库都大获成功，他决定再次将军火库作为首选落地点。上弦俯冲穿过云层，一边下坠一边观察四周，好奇这次会有多少人和他落同一个地方。就在高速接近地面时，上弦眼神一明察觉到了异常。上弦在空中看清了对方的身份，竟然是之前被他淘汰过的钻石玩家八部狙击手。看到这位强敌突然现身，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大家纷纷猜测对方是特意跑来狙击复仇的。坐在电脑前的祝贺直接崩溃抓狂，没想到在最关键的最后一把定级赛里，居然会撞上钻石1级别的顶级高手。一旦上弦在这里被对方击败，保底拿黄金段位的计划也将彻底泡汤。落地一旦出局，冲刺钻石的计划将直接告吹。屏幕前的祝贺紧紧握住拳头，想起一旦失败，自己明天就要乖乖去公司上班。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热爱的工作，可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与此同时，赛场高空之上，对手在俯冲中侧过头，主动向上弦打起了招呼。对方顺势放话，喊话待会儿地面见。弹幕纷纷吐槽这家伙，摆明了就是跑来挑衅的。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上弦连眼都没眨，直接抬手回敬了一个中指。这出乎意料的操作，把屏幕前的祝贺当场看喷了水。直播间瞬间被一片笑声刷屏，观众纷纷叫好，等会儿落了地，一定要狠狠收拾对方。祝贺忍不住笑出了声，觉得自己刚才纯属瞎担心。以祝贺现在的状态，这场比赛根本不可能输。他双手迅速敲击键盘，决定要让祝贺的这场胜利变得更加轰动和精彩。至于最完美的引流战场，莫过于八部狙击手的粉丝论坛，只要抛出相关话题，那里的粉丝绝对会瞬间炸锅。不过祝贺心里也有些犹豫，要是热度炒得太高，一旦上弦最终没能拿下比赛，反而会彻底砸了积累的名声。祝贺虽然觉得这可能是个馊主意，但转念一想，自己根本想象不出上弦会输的模样，于是他打消顾虑，准备直接把热度拉满。随着他在网上疯狂发帖造势，论坛瞬间被彻底点燃。听说有个拿着弓箭的新人正准备去找搞事主拨八部狙击手的麻烦，网友们纷纷打听直播间入口，想要亲眼看看那个讨厌鬼挨揍。论坛热度瞬间飙升到了3000多，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看他当场吃瘪。两人在空中高速俯冲，对方叫嚣着要在落地时一决胜负。面对挑衅，上弦的眼神依旧冷峻专注，两人几乎同时调整方向，径直朝着地面的同一处建筑物砸了下去。祝贺在论坛发帖预告对手即将挨揍，帖子瞬间引发热议。虽然有人质疑阿蒙德能否获胜，但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看热闹。趁着讨论热度正高，祝贺顺势贴出了上弦的直播链接。彗星般崛起的天才新人，迎战公认的高手老将，无数观众纷纷涌入直播间，在线人数一路飙升到了近5000人。与此同时，赛场高空巨大的降落伞在风中轰然展开。上弦非常清楚，这是最后的定级赛，如果拿不下胜利，2周冲钻石的计划就会彻底泡汤。对方显然就是想打乱他的节奏。弹幕里一片骂声，纷纷吐槽老玩家故意针对新人。此时直播间人数突破了5000，已经挤进同类频道的前10名。不过上弦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续3局使用了同一种策略。上弦心里非常清楚，这种重复策略在对方眼里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大肥肉。如果对方真是钻石1级的顶级高手，段位足足比自己的目标高出了3个小等级。但反过来想，要是能把对方拉下马，对方承受的损失也远比自己大得多。对手敢主动跑来狙击，必然已经摸透了自己的出招套路。既然套路已经被看破，上弦索性不再按常理出牌，他紧紧握住手把，决定落地后直接和对方来一场硬碰硬的肉搏战。上弦根本不给对手准备的时间，直接在半空一脚踢向康硕，突如其来的袭击让对方措手不及，两人瞬间在空中纠缠失控。直播间弹幕瞬间沸腾，直呼阿蒙德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好不容易稳住身体的对方玩家嘲讽上弦不敢正面对决，只能用这种下作手段。面对挑衅，上弦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直接点破对方身为钻石高手，却特意跑来找低段位麻烦，还当面提起对方玩家先前被黑铁玩家暴揍的痛处，一句话精准踩中痛处，彻底点燃了对方的怒火。上弦冷不丁提醒对方看下面，还没等对方玩家反应过来，两人就带着巨大的冲力砸向地面，现场顿时掀起一片浓烈的烟尘，猛烈坠地带来的巨大震荡让两人都被呛得瘫倒在地上。落地后，上弦立刻弹起身来，观众全在弹幕里喊着让他趁机打，可上弦却头也不回的拔腿就跑。身后的玩家见状起身紧追不舍，上弦心里非常清楚，真要赤手空拳肉搏，自己绝不是对手，必须抓紧时间抢到任何能用的武器。跑动间，上弦用余光飞快扫视四周，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里正泛着寒光，居然有一把掉落的匕首。上弦飞身向前扑去，眼看手就要碰到刀柄，身后的玩家见状大喊，绝不会让他拿到武器，直接一脚把地上的匕首踢飞。借着这一踹的冲力，玩家顺势向前一探，抢先一步把飞在空中的匕首抓在了手里。弹幕瞬间被钻石高手的操作震惊，直呼阿蒙德这下彻底危险了。玩家抢到武器没有任何犹豫，顺势将匕首全力扔了出去，匕首带着凌厉的破空声高速旋转，这种速度根本不可能徒手去接，观众都在弹幕里催促他快躲开。然而上弦看着飞来的利刃，不仅没有选择闪避，反而迎着飞刀直接纵身扑了上去，
因为如果玩家身边还有其他武器，单纯闪避根本无法改变局势。面对高速旋转刺来的刀刃，尚贤死死盯住飞刀的轨迹，他在空中猛地伸出手，凭空硬生生抓住了旋转的刀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惊叹阿蒙德神级般的反应速度。看到这一幕的玩家彻底看呆了，不敢相信一个低段位玩家能做出这种操作。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尚贤已经握紧匕首径直冲到了面前，玩家连忙挥起手中的另一把匕首迎上去，心里盘算着只要能挡下这一击，顺势把攻击隔开，就能找到反击的机会。然而就在两把刀即将碰撞的瞬间，尚贤却突然主动松开了手里的匕首，在刀刃坠落的刹那，他用另一只手精准接住变招，这招出乎意料的空中换刀，彻底打乱了玩家的格挡预判。未等对方做出反应，尚贤一刀狠狠斩破了他的防线，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寒光划过，匕首顺势深深刺入了对方体内。刚一落地，尚贤就径直将8部狙击手踩在脚下，系统紧接着弹出击杀提示。阿蒙德在开局瞬间直接淘汰了这位钻石高手。看到这出乎意料的秒杀，坐在屏幕前的祝贺激动的大声欢呼，欢呼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叫得太响，赶紧伸手捂住了嘴巴。祝贺轻咳了一声，暗自庆幸现在是一个人住，要是还在家里，肯定少不了被家人一顿训斥。从小到大，他一直过着处处受限的生活，但现在再也没有人能束缚他了。祝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站起身来，大声为尚贤欢呼。这种久违的畅快，让他终于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论坛帖子刚一发出去，热度瞬间彻底炸裂。阿蒙德对决8部狙击手的标题直接冲上了讨论榜首页，帖子里还附带上了尚贤刚才空中换刀秒杀对方的精彩片段，评论区瞬间被大量的回复淹没，网友们直呼这才是真正的顶级对决。面对这不可思议的瞬间，网友们纷纷夸赞阿蒙德自带的明星气场，认为只要保持这个水准，他未来的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在竞技与体育的世界里，真正能让人脱颖而出的，永远是在关键时刻打出极限操作的能力。整场比赛结束，阿蒙德以47杀的战绩顺利拿下第1名。尚贤感叹开局可真够折腾，毕竟有个像蚊子一样的家伙一直在耳边吵个不停。看到网友调侃他能火全靠颜值，尚贤只是笑了笑。趁着等待定级结果的空档，尚贤打开任务结算页面，不仅完成了不用枪械的定级全胜，还顺手把击杀对手的悬赏奖励一并收入囊中。观众们看着尚贤不用枪械打败强敌，纷纷在弹幕里哀嚎赌输了钱包。顺理成章收下这笔悬赏后，系统突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提示音，等待已久的定级赛结算结果终于正式生成。尚贤盯着屏幕中央的确认按键，准备揭晓这次定级的最终段位。尚贤正准备点开结算页面，弹幕里突然有人提醒，定级赛最高只能定到黄金1，根本不可能直接拿到白金段位。得知这个机制限制后，尚贤顿感可惜，以为这次的任务直接失败了，但他还是按下了确认键，准备看看最终的定级结果。屏幕瞬间亮起耀眼的光芒，系统结算出的段位竟然是白金3。之前弹幕说最高只能定到黄金1，系统却直接打破限制给到了白金。看着眼前跳出的白金标志，尚贤整个人瞬间愣在当场，弹幕瞬间被震惊的回复刷屏，连祝贺都看得呆住了，一度怀疑是不是游戏系统出了故障。可事实摆在眼前，既然系统直接给到了白金段位，尚贤自然不会客气，高兴的准备收下白金级别的任务奖励。看到他当场结算奖励，之前断言不可能定到白金的观众在弹幕里彻底哀嚎成一片。祝贺看着弹幕里哀嚎一片，高兴的直呼这就是报应。收下任务奖励后，尚贤准备顺势下播，他用余光偷偷瞄了一眼时间，没想到这小动作瞬间被弹幕抓个正着，观众纷纷拆穿他想溜。尚贤无奈感叹大家现在是越来越精了。就在他正准备关掉直播时，画面里突然亮起闪耀的打赏特效，上次见过的女玩家美穗直接砸下50万韩元，留言让他再多播一会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额打赏，尚贤一时间愣在原地，不敢相信。看到这50万韩元的巨额打赏，尚贤那震惊的模样比刚才拿到白金段位时还要夸张，弹幕里早已彻底沸腾，大家纷纷开始起哄打趣。尚贤心里忍不住感叹，难怪大家都说直播行业风头正劲。耳边打赏提示音响个不停，观众们借着打赏疯狂挽留吐槽，现在甚至连下午6点都不到。面对观众们的苦苦挽留，尚贤却笑着打起了哈哈，表示打赏归打赏，规则归规则。眼看他依然铁了心要下播，弹幕里顿时刷满了哭脸，大伙全在哀嚎，还没准备好说再见。看着满屏射不得他走的弹幕，尚贤忍不住笑出声来。为了回应大家的支持，并兑现冲上钻石段位的承诺，他决定留下来再多播一会儿。另一边，祝贺长舒了一口气，眼看紧张的定级赛终于打完，他终于能彻底放松下来，安心享受接下来的直播。祝贺想看看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反应，打开论坛发现早就彻底炸开了锅，甚至有网友把尚贤拿到白金时那淡定的表情迅速剪成了热搜短视频，评论区里一片热议。可祝贺往下一滑，却越看越不对劲，居然有人怀疑这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甚至嚷嚷着要去官方举报。眼看有人恶意抹黑，祝贺根本坐不住，立马敲击键盘，准备亲自下场跟网友澄清。不过看着大家讨论全胜战绩的留言，祝贺心里也泛起了嘀咕，原来以前也有人拿到过全胜。他开始好奇这评分机制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决定深入好好研究一番。祝贺翻看了
其他全胜玩家的数据，发现大家的初始定级都在黄金段位。按照这个逻辑推算，拿全胜直接拿到白金3完全合理。看到论坛里依然吵得不可开交，祝贺抓着头发感到十分崩溃，觉得这群质疑者简直不可理喻。明明逻辑完全通顺，却硬要找借口恶意抹黑。看着评论区里铺天盖地的争议，祝贺陷入了深思。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大家对公平性的敏感度远超想象，一旦玩家觉得不公，舆论就会瞬间失控。看着愈演愈烈的网暴与质疑，祝贺决定在事态彻底恶化前出手。他以经纪人的身份向官方团队发去求证函，希望官方能公开发布机制说明，亲自为白金段位的合理性澄清。求证函很快送到了官方办公室，主管看清来意后却笑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位经纪人无非是想甩掉舆论压力，硬生生把这块烫手山芋扔给了官方。看完经纪人发来的求证函，主管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这位干脆利落的经纪人刮目相看，随后便和同事讨论起后续的处理办法。主管觉得只要发个机制说明就能解决，可一旁的小职员却大吃一惊，认为这件事绝不能如此敷衍了事。小职员怀疑是 AI 评分出现了错误，但主管翻着手中的数据资料，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个猜测。他明确表示阿蒙德拿到白金3实至名归，并开始向下属询问以前是否也有过定级直接拿白金的潜力。下属查到了历史数据，丹麦曾有玩家只用弓箭就定到了白金4。听到这个消息，主管不仅没有慌张，反而认为这是澄清舆论的绝佳机会。他立刻吩咐下属照他的意思给经纪人起草回信。与此同时，游戏界面弹出了胜利标识，尚贤仅凭一把复合弓，一路豪取了9连胜。尚贤在直播间里向打赏悬赏的玩家致谢，表示自己顺利完成了纯弓箭挑战。这场精彩的对局，甚至在玩家群里掀起了一股用弓热潮。尚贤看着屏幕上的积分，发现离白金2只差最后1胜，但他并不打算一口气打完，决定把最后一把留到下次。观众们纷纷劝他趁热打铁，尚贤却笑着向大家挥手道别，直接关闭了直播间。随着游戏舱门缓缓开启，祝贺端着水杯走了过来，正准备夸他今天的表现，可当他看清尚贤的瞬间，整个人却当场愣在了原地。看到尚贤浑身大汗的走出游戏舱，祝贺连忙上前关切询问。尚贤擦着汗表示没什么大碍，顺便拜托他帮忙拿瓶运动饮料。祝贺一边走向厨房，一边叮嘱他不要太拼命。可祝贺打开大冰箱找了一圈，根本没看到饮料的影子。听尚贤提醒，才注意到旁边的小冰箱。当祝贺随手拉开门时，整个人却瞬间看呆了。只见整台小冰箱里整整齐齐地塞满了同一种运动饮料。看着这惊人的囤货量，祝贺一时无语，拿出一瓶递到了尚贤手里。尚贤接过饮料，大口狂饮起来。看着他浑身大汗的模样，祝贺调侃他都能去拍饮料广告了。尚贤听得一头雾水，打了声招呼便直接跑去洗澡。待尚贤离开后，祝贺立刻上前检查游戏舱，却发现舱内的温度一切正常。如果只是设备发热倒还好办，可眼下的情况显然没那么简单。为了搞清尚贤身体异常的原因，祝贺决定先从设备排查入手。祝贺收到官方回复，没想到直接找管理员居然这么高效。原来阿蒙德的段位是由 AI 综合评估决定的，因为他全程只用单一武器，高效击杀，也没有浪费时间刷怪，系统才直接把他升到了白金。官方不仅确认尚贤的操作完全合规，还准备发布公告澄清说明。可看到邮件最后，祝贺的脸色却突然变了。为了彻底平息玩家的质疑，官方正式向尚贤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参加测试赛来证明实力。电脑屏幕上突然收到了一封新邮件，没想到定级赛刚结束，就收到了主动找上门的广告合作邀约。祝贺兴高采烈地拿着平板，告诉尚贤收到了赞助邀约。正在吃东西的尚贤一时有些懵，接过平板仔细翻看，发现这是游戏官方发来的设备赞助。祝贺在一旁补充说明，只要去官方的模拟器做测试，就能顺便澄清段位争议。可尚贤看完后却陷入了沉默。祝贺见状，连忙问他是不是不想接。尚贤表示自己并不排斥测试，只是邮件里写着的体检要求让他心里隐隐感到有些在意。尚贤担心公开测试会让更多人发现自己右手的秘密。祝贺提起韩局长也知道这事，尚贤却表示当时是别无选择，可这次活动会在网络上公开。祝贺建议让制作组剪掉敏感部分，尚贤依然坚决拒绝，直言根本无法信任制作团队。看到尚贤打算拒绝，祝贺急得喊了出来，提醒他每次走出游戏舱状态有多糟。尚贤提出可以自己去普通医院，祝贺却指出能解读游戏舱数据的人屈指可数。祝贺极力劝说，强调官方的医疗团队是行业顶尖。话说到一半，却突然反应过来，问尚贤是不是怕被以前的队友发现。这句话瞬间触到了尚贤的逆鳞，他重重一拳砸在桌上，冷冷警告祝贺注意说话分寸。面对尚贤罕见的怒火，祝贺也上了脾气，连饭都不吃便直接甩门而去。热闹的房间瞬间安静下来，只留下尚贤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尚贤独自看着自己的右手缓缓紧握成了拳头。另一边，气冲冲出门的祝贺在街上偶遇了拿垃圾出来的智雅，祝贺顺手帮他把垃圾扔进堆里。智雅顺口打听起了尚贤的下落，可一听到尚贤的名字，还在气头上的祝贺忍不住在心里怒骂起了对方。看着祝贺一肚子火的模样，智雅一眼就看出来他这是刚跟尚贤大吵了一架。祝贺顺势转移了话题，主动提议要请智雅去吃热乎的米肠汤。面对美食诱惑，智雅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两人很快便来到了饭馆，可热气腾腾的米肠汤刚端上桌，智雅就熟练地向店家加点了一瓶烧酒。看着大清早就要喝烧酒的智雅，祝贺虽然大吃一惊，但也只能乖乖买单。智雅拿起酒瓶，顺势要给祝贺也倒上一杯。祝贺原本还想推辞，可最终还是没能挡住诱惑，答应只少少的喝上一杯。端着大清早送上来的烈酒，祝贺心里起初还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自己刚跟尚贤大吵了一架，加上辞职后没了上班的束缚，干脆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一口热酒下肚，压抑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见祝贺彻底放开了，智雅立马笑着凑上前，接着为他斟满了第二杯。祝贺忍不住劝智雅大清早喝酒不太好，智雅却反手一记直球，直接戳穿了他一大早就跟朋友吵了架，被当场拆穿的祝贺顿时满脸尴尬。智雅笑着打趣说，这件事谁都能看出来。看着他大笑的模样，祝贺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喝醉了，可智雅却收敛了笑容，认真感叹人要是把心事一直憋在心里，迟早有一天会彻底崩溃。而这句话还是阿蒙德当年亲口告诉他的。听到阿蒙德这个名字，祝贺顿时愣在原地，这才意识到他说的人就是尚贤。祝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智雅就已经嚷嚷着要再加一瓶酒。他一把将酒杯重重砸在桌上，借着酒劲大声劝祝贺，既然尚贤都说了是因为心理创伤，就别再去逼他了。祝贺无奈的叹了口气，解释说这不仅关乎赞助，还直接关系到尚贤的身体健康。智雅却摇着手指强调，尚贤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有些心理创伤并不是想克服就能克服的。听完智雅的劝说，祝贺叹了口气，承认他说的对，尚贤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可依然选择了拒绝，看来心里确实有着难以逾越的创伤。还没等祝贺细想，智雅突然身子一晃，一头重重磕在了桌上，当场彻底醉倒了过去。祝贺吓得连忙上前查看情况，趴在桌上的智雅却带着醉意，小声嘀咕着男人全都是笨蛋。祝贺带着一身酒气推门回家，一进门就嚷嚷着终于能喘口气了。看到他这副模样，尚贤问他是不是喝了酒，顺便翻看起来他带回来的东西。祝贺打了个大哈欠，随口交代吴先生已经把拍摄时间敲定了。尚贤还没反应过来，祝贺就猛地弹了起来，补充说赞助广告的拍摄就在明天。祝贺这才知道，尚贤趁他出去时已经主动联系了对方。尚贤表示有些事迟早要面对，这也是当主播必须承担的。听完这番话，祝贺感动的不行，连忙为先前的失控道歉，解释自己只是太关心他的健康。尚贤却嫌弃的让他少来这套，顺势问起他喝酒的事。祝贺连忙解释，本来只是找智雅吃早餐，没想到最后居然喝到了现在。把醉倒的智雅送回家后，祝贺和尚贤顺势聊起了他。祝贺打趣智雅酒量惊人，尚贤喝着饮料，觉得他心里似乎藏着不少心事。听到这话，祝贺眼珠一转，八卦的打听尚贤是不是看上智雅了。尚贤哭笑不得的连忙否认，放下手中的饮料，澄清自己并不是那个意思。而他的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另一个背影。论坛刚发出停播公告，粉丝们正好奇发生了什么。一则新闻紧接着爆了出来，为了回应定级赛的操纵质疑，阿蒙德明天将登上官方频道公开直播，但网络上的恶评依然铺天盖地。祝贺看着满屏的攻击言论，气得直言要把黑粉全部起诉。他叮嘱工作团队收集所有恶意留言，直接交给法务团队处理。正在一旁做造型的尚贤听完祝贺的安排后，忍不住打听外面的舆论究竟有多差。工作人员赶忙向他解释，恶评主要集中在游戏社区，因为玩家对定级机制比较敏感，但在普通大众眼里，大家的整体评价其实相当积极。看到普通网友热情期待的反应，祝贺这才明白为什么之前有人建议他们走主流路线。段位质疑或许在游戏圈相当敏感，但对普通大众来说，这只是一场足够吸引人的热点话题。要想让阿蒙德真正成长，光有玩家群体还不够，主流大众的认可同样不可或缺。看着正在做造型准备的尚贤，祝贺心里十分清楚，今天的公开直播将决定阿蒙德能否真正实现出圈。看着打扮完毕的尚贤，祝贺满意的打趣道，这造型简直像要去走红毯一样，还特意叮嘱他千万别把发型弄乱。造型准备就绪，公开直播的舞台灯光瞬间亮起，现场一切准备就绪，阿蒙德即将在主流舞台上正式登场。舞台灯光瞬间聚焦，节目现场准备完毕，夏言热情引导尚贤来到指定位置就坐。随着开播倒计时开启，夏言轻声提醒尚贤，待会儿只要按照彩排时的表现发挥就好。尚贤翻看着手中的台本，今天的拍摄除了简短采访，重点在于体能测试以及检测与游戏舱相关的身体数据。面对即将到来的公开检查，尚贤暗自咽了口唾沫，心情不禁变得沉重起来。随着场记板重重扣下，节目正式开启直播。主持人夏言热情地向观众打招呼，宣布本期节目正式开播。作为一档专为顶流玩家量身打造的深度剖析节目，只有足够知名的选手才有资格受邀登场。看到阿蒙德出现在节目中，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纷纷惊叹他如今真的跻身顶级行列。在全网观众的瞩目下，夏言热情请出今晚的主角尚贤正式登台亮相。镜头正式切到了尚贤身上，帅气的造型瞬间引发弹幕狂欢，网友们纷纷直呼这颜值简直能直接出道。夏言顺势打趣，夸他明天就能去当偶像爱豆。没想到尚贤却老实坦白，自己都30岁了，当爱豆恐怕太晚了点。这句突如其来的直白让弹幕瞬间刷满了哈哈哈
夏言也忍不住吐槽，他把年龄一说，自己准备好的采访台本都没法用了。尚贤连忙开口道歉，夏言迅速把话题拉回正轨，顺势询问起他此刻的心情。尚贤坦诚自己确实有些紧张，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在线围观。尚贤顺口询问，平时也有这么多人观看吗？夏言坦言，今天的人数甚至还不如平时。听到这话，尚贤瞬间低下了头。弹幕见状纷纷刷屏打趣他的失落。夏言连忙笑着打气，安慰他凭自己的实力，观众人数翻个3倍绝不是问题。尚贤不由感叹，夏言确实是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面对旁人的质疑，他心里很清楚翻倍记录并非不可能。夏言接着打趣调侃，难道阿蒙德的号召力仅限于此？尚贤也顺着话头反问，这是在怪自己吗？现场轻松的对答让弹幕彻底炸开了锅，尚贤也深感这和自己平时的直播完全不同。夏言顺势提议直接进入正式采访，尚贤听完立马乖乖的点头配合，这反差感让弹幕再次刷满笑声，直呼刚才那个高冷帅哥瞬间不见了。与此同时，后台的吴先生正和祝贺闲聊，祝贺赞许尚贤在台上表现得不错，吴先生也感谢他特意抽空赶来捧场。吴先生坦言，阿蒙德的现场表现比预想中还要出色。祝贺则笑着表示，那家伙向来就有点与众不同，凭他的实力，要是当年选择走职业路线，早就彻底惊艳所有人了。为了保护尚贤隐瞒过往，祝贺特意提前到处打招呼，并向后台的工作人员弯腰致谢。吴先生表示，这只是举手之劳。一旁的导演虽然欣赏尚贤，但也忍不住吐槽，避开所有过去，在这个时代会少很多看点。吴先生对此并不在意，直言既然是尚贤的要求，就顺其自然，毕竟他今天站在这里，可不是靠嘴上采访来征服大家的。导演觉得体测环节向来枯燥，以为今天不会有什么看头。祝贺笑而不语，暗示好戏才刚刚开始。舞台上，夏言带着尚贤来到测试舱前，准备正式开启身体素质测试。夏言打趣问他，马上要被揭穿实力伪造了，有什么感想？尚贤坐在舱里，语气极其僵硬的喊着好紧张，这反差惹得弹幕瞬间刷满笑声。随着夏言正式宣布，阿蒙德的技能测试正式开启。测试刚一启动，尚贤活动着手掌，立刻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反馈。弹幕还在打趣说才过了3秒。夏言见状，让他先别急着惊讶，因为官方专门为他准备了专属的测试特别舞台，眼前展现的竟是一座无比逼真的超真实虚拟射箭场，连尚贤和弹幕都被这夸张的还原度吓了一跳。夏言微笑着向观众解释，既然阿蒙德以射箭闻名，官方面专门为他打造了这处专属舞台，这里不仅配备了奥运选手同款的技术设备，还能完美还原真实的射击体验。听着夏言的介绍，尚贤忍不住回头看向他，心里直嘀咕，官方事先可根本没提过这事。尚贤本想回头向祝贺确认情况，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此刻正身处虚拟空间里，眼前的场景真实的让人分不清真假。夏言打断了他的思绪，请他挑选接下来要使用的弓。尚贤走到兵器架前，挑选了一把顶尖品牌的专业弓。视我之下，无论是稳定器的平衡还是握把手感，都和实体真弓毫无差别。确认好趁手的弓后，尚贤向夏言点了点头，准备正式迎接接下来的技能测试。感受着手握真弓的逼真触感，尚贤心里非常清楚，这和重新站上职业赛场没有任何区别。夏言顺口问他是不是第一次使用专业弓，尚贤没有回答，只是静静搭箭开弓，瞬间将弓拉至满弦。那无比标准的拉弓姿态，让弹幕瞬间刷爆了屏幕，纷纷猜测他就是职业选手。一旁的夏言更是被深深震撼，在他看来，眼前的男人何止是职业水准，甚至已经超越了寻常的专业选手。尚贤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松手放箭，箭矢划破长空，稳稳扎进了靶心正中。一旁的夏言直接看傻了眼，弹幕更是瞬间沸腾，直呼这手法和他在游戏里一模一样。感受着这一击的精准，尚贤只是淡定的评价道：“这把弓用起来相当顺手。”尚贤随口解释，刚才只是试射，顺便夸赞了模拟器的真实感。夏言立马顺势夸赞官方的技术，可心里早已被刚才那件震撼到。他连忙摇头提醒自己清醒，强行稳住直播节奏，赶忙夸赞尚贤水平不错。弹幕却瞬间笑翻，纷纷吐槽这实力何止是不错。夏言顺势把话题拉回正轨，表示刚才只是热身试射，接着引导大家关注接下来的正式成绩。弹幕纷纷刷屏，急着想看正式测试的成绩。夏言顺势转过身，准备问尚贤有没有做好准备。然而话还没说完，巨大的弓弦震鸣声便陡然响起。尚贤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瞬间搭箭拉弓。未等众人反应过来，箭矢已然破空而出，3发箭矢几乎同时扎进靶心，死死锁定了10环正中。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甚至有人怀疑这是奥运选手在打游戏，还有人猜测系统暗中开了辅助。看到观众质疑设备公平性，夏言急得直接当场破音，大声澄清绝对没有任何辅助系统。激动的反应惹得弹幕一阵哄笑。监控室里的导演看着数据彻底惊呆，所有箭矢不仅全部命中10环，单发用时甚至不足 1.2秒，整轮测试在12秒内全部结束。这恐怖的数据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看着如此惊人的成绩，观众们更加无法理解，一个普通主播居然能有这种实力。尚贤却像没事人一样平淡的询问还要不要继续。夏言这才如梦初醒，
眼看测试结束的太快，夏言只能尴尬的强行收尾，宣布射箭测试到此结束。弹幕瞬间笑翻，纷纷调侃主持人已经放弃了思考。随着射箭测试告一段落，画面也顺势切到了下一个测试环节。现场切屏过渡时，弹幕刷满惊叹，直呼尚贤的表现宛如职业选手。后台导演愁容满面，本想用超逼真系统让顶尖玩家吃瘪，好以此突出设备的难度，没料到尚贤上手就能无缝衔接。祝贺在旁边打趣，尚贤只要拿到顺手的东西，展现出的实力往往截然相反。随后他打开论坛，查看网络上的最新讨论。此时论坛里早已彻底炸锅，网友纷纷吐槽这场宣传演变成了营销惨案。有人觉得这是营销惨案，也有人认为尚贤只是单纯擅长射箭，但无论如何他都已经成为全场焦点。在祝贺看来，射箭不过是他展示天赋的开始。台上的夏言连忙安抚观众，表示刚才的射箭测试只是娱乐环节。接着他顺势宣布，尚贤擅长的可远不止射箭，下一项正是生存测试。随着场地装置随之启动，新的测试场景在眼前展开。尚贤看着眼前的布置，一眼认出这就是其他选手做过的项目。夏言高声询问尚贤是否感受到了超逼真模式关闭后的变化。尚贤看着骤降的画质，被巨大的落差搞得当场愣住，弹幕瞬间笑成一片。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心里还遗憾没能多射几箭。夏言连忙凑上前询问感受，尚贤坦言现在的场景才更像在打游戏。夏言顺势大力宣传起设备的真实感，弹幕纷纷打趣吐槽别打广告了。随后夏言拉回正题，带大家切入下一项测试。夏言顺势切入经典的生存测试，问尚贤在开始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尚贤直言不讳，表示这测试看起来挺简单的。弹幕瞬间被他的自信发言刷屏。夏言好奇他怎么会这么了解，尚贤老实交代，是夏言私下提醒他提前看录像的。这句大实话让夏言瞬间崩溃抓狂，弹幕吐槽他是在现场砸场子。夏言赶紧顺势追问，那他有没有看顶尖选手电波的那期？尚贤坦然承认看过。夏言接着反问，难道看完之后依然觉得很轻松吗？面对夏言抛出的陷阱，尚贤依然淡定表示自己的分数绝对能超过对方。这话一出，再次让弹幕笑翻。夏言表面感叹他自信爆棚，转眼露出了得逞的笑容。他顺势高声宣布测试正式开始。随着测试启动，四周灯光骤然暗下，尚贤警惕地察觉到环境变化，系统的启动倒计时也随之跳到最后3秒。倒计时一结束，刺眼的强光瞬间亮起，还没等适应光线，高速旋转的机关便径直扫向尚贤。尚贤迅速下压身体，躲过这记突袭。看着开局就袭来的机关，他忍不住吐槽，这测试刚亮灯就下死手，确实有点过分。还没等他喘口气，机关炮管再次转动，直接朝他轰出一道强力光束。尚贤侧步闪过炮击，紧接着一把巨剑重重砸在他身旁。面对接二连三砸来的武器，尚贤扫视四周，发现镜头盲区就在不远处，他不再被动躲避，纵身一跃直奔盲区而去。尚贤在盲区中游刃有余。夏言忍不住感叹，真不愧是阿蒙德，绝不可能轻易被打败。看着空中巨大的夏言虚拟投影，弹幕纷纷起哄，要求公布之前电波留下的测试记录。夏言顺应弹幕要求，抬手调出历史数据界面，屏幕上赫然写着30分39秒的极限成绩。面对这惊人的数据，弹幕瞬间炸开了锅。尚贤静静伫立在场地中央，夏言顺势打趣问大家，觉得这成绩够不够夸张？夏言直言，尚贤恐怕很难打破这项记录，不过能走到这一步，就已经超越了71%的挑战者。尚贤还没来得及反应，夏言便笑着宣布刚才的攻势只是热身，随手按下了控制按钮。弹幕刷满对尚贤的同情，整个测试场地开始剧烈震战起来，真正的极限挑战这才拉开序幕。随着第2阶段测试开启，尚贤脚下的地面瞬间塌陷，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尚贤果断纵身向前跃出，险险避开陷落。看着夸张的陷阱和尚贤神速的反应，弹幕瞬间被满屏的问号淹没，地面还在接连坍塌。尚贤不敢有丝毫迟疑，开足马力向前方疾驰猛冲。在疾驰中，尚贤敏锐地察觉到了规律，地面看似突然崩塌，但在消失前会传出极其微弱的震动，只要赶在他线前提前避开即可。凭借这惊人的预判，尚贤在陷阱间轻松穿梭。弹幕纷纷猜测他是不是提前记住了路线，毕竟他可是第一次接触这项测试。夏言顺势向全网观众澄清，节目组事前绝没有提供过任何提示信息。夏言继续澄清，尚贤完全是靠现场反应在应对。弹幕感叹换成别人恐怕早就败下阵来。眼看尚贤游刃有余，夏言激动地宣布，他的成绩已经冲进前11%。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接触游戏仓才仅仅3周。随着测试进入第10分钟，尚贤成功闯进前9%，场上的攻击机制也随之改变，不仅有飞来的武器袭向尚贤，地砖一旦被击中还会瞬间消失。面对愈发激烈的测试，尚贤非但没有感到吃力，反而觉得照这节奏撑满30分钟毫无难度。监控室内的研究人员却被屏幕上的数据彻底震惊。尚贤现实中的专注度高得离谱，检测仪器完全正常，数值一路飙升突破230，甚至直奔250而去。研究员惊叹这指标已追平了顶级强者的水平，确认权前测量的潜力属实。虽然这种恐怖表现极其罕见，但当年那位顶尖选手也曾打出过同样的数值。研究员指出，当年那位强者才20出头，而如今的阿蒙德已经30岁了。但屏幕上的监测结果
却真是摆在眼前。其中一位研究员沉思片刻，提出了唯一的可能，那就是意向训练。只要持续进行高强度的心智模拟，理论上的确能维持这种顶级状态。面对同事的不敢相信，他提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假设：如果这整10年间，他每一天都在脑海中坚持训练呢？可权钱技术明明8年前才正式推出，这个推论让现场瞬间陷入死寂。女研究员心中更加疑惑，在没有权钱设备的前提下，她究竟是如何完成意向训练的？更让他想不通的是，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与此同时，测试场上的局势再次升级，夏言激动的声音响彻全场。上弦已经成功坚持了15分钟，成绩更是直接冲进前 1.2%。还没等众人喘口气，一道凌厉的攻击破风袭来，上弦瞬间察觉到了危机，场上的攻击武器变得越来越凶猛。夏言高声宣布，测试正式进入第3阶段。上弦迅速调整姿态，心里默默盘算着测试的规律。第1阶段是非武器袭击，第2阶段则是地面陷落坍塌。那这全新的第3阶段又会是什么？还没等他想明白，一道璀璨的电光突然在前方炸裂，强光之中，一道身影缓缓显现。看到这意料之外的变化，上弦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第3阶段的难度远超出所有人预料，前方竟然直接凝聚出爆裂的雷电。面对这夸张的场景，连现场解说都忍不住失声尖叫，震惊于这突如其来的雷电袭击。解说忍不住失声惊呼，测试难度居然直接上了闪电。弹幕里更是全网吐槽，直呼这根本不是人类能躲开的攻击。然而上弦没有丝毫迟疑，就在落雷轰然炸裂的瞬间，他脚下一踏猛地纵身跃起，上弦在空中侧身翻滚，赶在雷击落下的前一刻，擦着闪电完美避开了攻击。弹幕瞬间彻底炸锅，网友们纷纷直呼不可思议，这神仙反应甚至让人怀疑他是穿越来的。面对满屏的震惊，上弦非但没有任何压力，反而还在测试中看起了弹幕。他淡定解释说，落雷前会有微弱静电，脚下地砖也会提前震动。听完这番解释，弹幕纷纷吐槽知道了也根本躲不开。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是第一个敢在极限测试中一边闪避雷击一边跟弹幕互动的狠人。听完他的提醒，弹幕里也有眼尖的观众发现了异常。还没等大家讨论完，一道猛烈的攻击再次破空袭来，上弦侧身避开稳稳落地，弹幕顿时刷满佩服。他顺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坦言只要能抓住预警信号，这难度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夸张。他踩了踩脚下的地砖，发现这套攻击机制跟老游戏幻想曲里的设计非常像。上弦刚说完地砖机制，脚下竟直接蹦出巨型弹簧，把他整个人猛地冲上了半空。弹幕顿时刷满大笑，吐槽这就是调侃老游戏的代价。现在测试已经到了第18分钟，离第1名的记录只剩最后13分钟。主持人夏言也忍不住失声惊呼，到了半空中根本无法自由借力。话音未落，密密麻麻的武器再次在空中凭空凝聚，直奔半空中的上弦刺去。弹幕纷纷断言这一击绝不可能躲开，怪不得之前没有人能撑过15分钟。可身处无法借力的半空中，上弦竟硬生生扭转身躯，再次显知又显地避开了密集的攻击。这神仙般的操作让弹幕瞬间被满屏的问号彻底淹没，连夏言都忍不住惊呼，这攻击节奏对上弦来说简直就像是在放水一样轻松。夏言顺势再次加大难度，一把巨剑当头劈下，上弦竟用夸张的下腰姿势险险避开，弹幕瞬间被这离谱的操作彻底刷屏。还没等他落地，多把枪口便在空中死死封锁了退路。夏言直言这次已经避无可避。然而面对绝路，上弦在半空中猛地伸手，竟一把死死抓住了飞来的枪线。现场的导演和夏言瞬间看傻了眼，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上弦反手挥动抢来的武器，一击将刺向自己的长枪当场砸飞。借着这股反作用力，他终于稳稳落回地面。可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脚下的地砖便再次轰然炸裂。面对突如其来的炸裂，上弦单手撑得稳稳停住，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感叹，刚才这最后一击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满屏弹幕再次被彻底震撼，纷纷质疑他是不是偷偷开了辅助，甚至直呼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动作。研究员听到祝贺提到的意向训练，表示自己对此完全不知情，希望能弄清楚上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因为这极其有助于他的研究。然而面对这个令人吃惊的假设，祝贺也坦言自己此前从未听说过。祝贺进一步补充，上弦此前其实只是个普通上班族。研究员听完大吃一惊，难不成他的大脑构造天生就与众不同？祝贺好奇他为何突然提起这个。研究员随即调出了上弦的最新监测数据，表示上面的各项指标非常离谱。上弦现在呈现出的身体数据，只有在极其逼真且超负荷的心智模拟下，整整坚持训练10年才有可能达到。听到研究员的推论，祝贺瞬间愣在原地。大多数人只注重肉体上的锻炼，而上弦的训练方式完全不同。这一刻，祝贺终于想通了上弦此前的一切反常举动，无论是在网咖里熟练的拿起复合弓，还是当时毫无征兆地痛哭流涕，又或是进入游戏舱后那恐怖的专注度，这一切终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这整整10年来，上弦一直在重复做着同一个梦，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切。即使在遭遇变故之后，他也从未真正放弃过射箭，至少在他右臂依然完好的梦境深处，他从未停下过练习。现在的阿蒙德正是上弦历经整整10年的漫长折磨，从绝望深渊里一点一滴打磨出的结晶。
想通了这残忍而惊人的真相。祝贺站在后台，眼眶忍不住被泪水彻底打湿。研究员注意到祝贺眼角的泪水，关切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祝贺连忙擦掉眼泪，掩饰过去。此时全场的广播骤然响起，上弦在测试中已经撑过了30分钟，距离打破顶尖选手的纪录只有一步之遥。面对全场的沸腾与研究员的震惊，祝贺隐瞒了上弦那10年的痛苦挣扎，微笑着表示上弦根本没做过一项训练，他不过是个天生的天才。离打破纪录只剩最后的39秒，全场观众看着屏幕直呼不可思议，一个刚接触游戏舱的新人竟要现场超越顶尖强者的传奇。画面切到后台控制室，研究员刚推门进来，监控台前的同事就焦急呼喊，上弦的系统同步率正出现异常飙升。同伴闻言神色一紧，赶忙追问数值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显示屏上的同步率居然已经飙升到了97%，现场的研究员直接被这数字吓懵。按照系统设定，数值一旦超过安全阈值，玩家就会被强制剔除下线，但上弦却依然停留在测试里。同事这才猛然反应过来，今天使用的是展示用原型机，内部的安全限制根本还没完善。要知道同步率超过85%就已经属于危险范围，达到97%后果简直不敢设想。两人不敢再耽搁，连忙起身跑去处理。研究员一路狂奔，想要立刻终止这场测试，因为一旦继续下去，上弦将彻底与虚拟角色融为一体。而此时躺在游戏舱里的上弦对此还一无所知。测试场内的攻击依然铺天盖地，上弦在漫天呼啸的攻势中极限拉扯，每一次闪避都险之又险。系统界面突然弹出提示，距离打破纪录只剩下最后5秒。面对最后一波铺天盖地的攻势，上弦没有丝毫退缩，再次全速迎着攻击冲了上去。面对迎面破空刺来的长枪，上弦非但没有避开，而是在高速侧闪的瞬间，伸手一把死死抓住了长枪枪杆。上弦借力猛地一甩，将夺来的武器当场震飞砸向地面，空中铺天盖地的炮弹接连轰然炸裂。上弦在滚滚火光中灵活穿梭，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成功打破纪录。此时系统提示只剩下最后2秒，上弦刚要咬牙撑过最后的倒计时，前方竟凭空压来一片遮天蔽日的恐怖炮火。面对这轮无处可躲的猛烈攻势，光靠躲避已经彻底不够，上弦当即决定主动出击，举起长棍准备打掉袭来的攻击。可还没等他发力，心脏突然猛地一震，手臂也毫无征兆地泛起数码杂讯般的扭曲。上弦立刻察觉到身体有些不对劲，可还没等他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倒计时便已经跳到了最后1秒。伴随着系统发出的提示音，测试界面赫然弹出了游戏结束的字样。祝贺与现场工作人员大惊失色，焦急地要求立刻打开游戏舱，确认上弦现在的状况。研究员猛地推门冲进控制室，急着要检查上弦的身体指标，同时追问最终的成绩。工作人员盯着显示屏上的数据，宣布了最后的测试结果，成绩居然与第1名的记录完全持平。现场人员连忙调出详细数据，想核对小数点后的微小差距，可当结果显示出来时，两人精确到10多位小数的成绩居然分毫不差，完全一致。与此同时，游戏舱被紧急打开，祝贺焦急的大声呼唤着上弦。陷入恍惚的上弦慢慢睁开双眼，这才确认自己顺利活了下来。上弦意识还没完全恢复，心里直犯嘀咕，毕竟这几年可没听说玩游戏舱能出人命，估摸着只是今天拼得太猛。现场此时早已乱成了一团，工作人员焦急地呼叫医疗队，连直播状况都顾不上管了。上弦正想着不能一直这么躺着，医疗队就已经赶到了现场，医生迅速上前打亮手电筒检查他的眼睛。上弦恍惚之间，眼前隐隐约约浮现出一道身影，耳边似乎还残留着曾经的质问。他有些迷茫地睁开眼，下意识以为是韩素妍来到了现场，轻声念出了那个熟悉的名字，但守在身旁的并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人。医生急切地呼唤着上弦，连续询问他能否听清声音。看清眼前的医生，上弦这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虚弱地叹出了一口气。经过一番检查，医生确认上弦身体并无大碍，守在一旁的祝贺终于松了一口气。上弦看着围在床前的众人，有些纳闷，觉得只是小事犯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祝贺一听直接炸了毛，质问他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上弦一边解释自己没事，一边挣扎着想要起身，然而哈娜医生却突然打断了他，表示想单独和他聊聊。哈娜直接向上弦指出，他的右手一直都有隐患，但真正的病灶其实出在脑部。上弦明白检查做完，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瞒不住了，只能点头承认。哈娜翻看着报告，继续解释，游戏舱会直接干扰脑电波，这正是他每次全前行之后会彻底脱力瘫软的原因。这种神经系统病变类似于后天性脑瘫，幸好目前仅影响到了右手，严重者甚至可能导致单侧体偏瘫。曾经也有医生对上弦说过，他遇事故能保住性命算很幸运了，但上弦却从不觉得自己幸运，毕竟对于一个射手来说，唯独不能受伤的右手偏偏彻底毁了。诊室里，哈娜一边记录病情，一边告诉上弦，目前情况虽然还算稳定，但后续会怎么发展谁也无法保证。接着哈娜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大脑神经受损，为什么到了虚拟世界里，他的右手却能正常使用？听到这个问题，上弦低头看向自己的右手，承认自己之前也觉得奇怪，但因为在游戏里能用也就没再深究。他反问医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娜手中记录的笔猛地停了下来。哈娜医生给出解答，在虚拟世界这个纯精神空间里，是他大脑的其他未受损区域代替原本的神经控制了右手，就像员工请假由其他部门的人帮忙加班一样，但这也会导致大脑过度透支，这就是他每次权前行后都会大量出汗，彻底脱力的原因。哈娜严肃地警告上弦，虽然目前还没有大碍，可如果长时间待在游戏舱里，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保证。听完医生的警告，上弦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上弦紧紧握住了拳头，他答应过别人要打上钻石，况且打游戏就是他的工作，他只能向哈娜请教解决办法。哈娜建议他保持运动和饮食，并强调需要定期复查追踪数据。随后他顺手推过来一张名片，表示可以免费为他进行后续检查。能兼顾脑电波与游戏舱数据的医生极少，正常诊疗费用极其昂贵。面对上弦的震惊，哈娜直言他这种病例实在太罕见。上弦低头看着名片，开门见山问哈娜是不是想拿自己做研究。哈娜表示，只要他在日常中配合收集数据，允许用于学术研究即可，完全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听完这个要求，上弦当即一口答应下来，这果断的态度反而让哈娜有些意外。上弦表示会去和经纪人沟通，还没等哈娜劝他慎重考虑，他已经爽快地起身准备离开了。上弦走到门口，忽地停下脚步，想起还有个问题没来得及问哈娜医生。等他推门走出诊室，一直在门外等候的祝贺连忙迎上前，焦急询问他的检查结果。然而上弦一言不发，径直往前走。祝贺伸手想要拉住他追问，却被上弦直接一把用力推开。上弦径直往外走，开口第一句话竟是听说自己没能打破记录。他从哈娜医生那里得知，自己的成绩和纪录保持者完全持平，就差了那一丝一毫。上弦气得当场大叫，怀疑是系统数据被人动了手脚。祝贺听完瞬间抓狂，刚才上弦差一点就命悬一线，居然到现在还只关注那个破纪录。上弦反驳称纪录才更重要。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时，旁边突然有人开口叫住了他们。两人正吵得激烈，上弦的肚子却突然响起一阵咕噜声。工作人员走上前通知他们现在必须赶紧过去。上弦还没回过神，就要知刚才的直播居然一直没有关掉。祝贺揽住上弦，推着他跟上工作人员。上弦忍不住追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看直播？祝贺表示留守直播间的人数极其惊人。上弦心里感到十分困惑，距离自己昏倒已过去1个多小时，直播画面不仅一直没有中断，医生刚才还明确告诉他，测试成绩与原记录完全持平，甚至精确到了微秒级别。大屏幕上，夏言正在激动地大声宣布，阿蒙德成功刷新历史，打破了被称为诅咒的300分大关。听到这个轰动的消息，上弦彻底愣在原地，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真的突破了300分。祝贺以为上弦是被打破记录惊到了，毕竟换做任何人都会大受震慑。没想到上弦沉默了半天，突然开口打听什么是 VNS。祝贺当场愣在原地，大部分玩家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上弦却极其认真地摇了摇头。祝贺无奈一笑，催促上弦赶紧准备上台，表示台上的夏言会解释清楚。祝贺看着恢复状态的上弦，这才找回熟悉的同伴感觉。面对上弦顺势发来的调侃，祝贺急得满脸通红，忙催他别废话，赶快上台。上弦嘴里依然追问着细节，两人一路打闹着走到台前。夏言见状立即出声提醒，向所有人宣布主角终于入场。祝贺在身后轻轻推了他一把，随着摄像机镜头轰然转向，上弦在全场瞩目下迈步走上了舞台。上弦顺着引导在舞台入座，直播间弹幕瞬间爆发，观众纷纷刷屏，期待这位新人黑马的亮相。夏言热情上前关心，上弦显然还没太适应，只能有些局促地点头回应。看着上弦猛圈的反应，直播弹幕里笑成一片。夏言紧接着高声向他确认，他确实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夏言再次祝贺上弦打破纪录，热情的请他发表获奖感言。上弦摘掉头上的彩纸，非但没有接话，反而一脸认真的反问夏言，到底什么是 VNS？ 现场气氛瞬间凝固，夏言被问得当场愣住，半天没反应过来。直播弹幕更是瞬间炸开了锅，纷纷以为这是提前安排好的搞笑剧本。不知所措的夏言只能慌忙看向台下的祝贺求助，台下的祝贺无奈地点了点头。夏言整个人当场看呆，没想到上弦是真的不知道，一个才直播3周的新人，连 VNS 是什么都没搞明白。上弦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问题，既然自己的成绩与纪录保持者持平，凭什么说自己打破了世界纪录？夏言赶忙解释，单看生存挑战得分确实是平局。为了化解尴尬，夏言当场做起了科普，弹幕瞬间笑成一片，纷纷打趣节目变成了教育频道。夏言向上弦和所有人解释 ，VNS 是衡量玩家状态的指标，类似于游戏里的手速或智商。测试时系统一直在实时追踪操作，全方位评估玩家的综合表现。夏言接着向上弦解释 ，VNS 虽然不能直接代表游戏技术，但顶尖玩家的数值往往极高。此前这项数据的世界纪录一直由选手电波保持。而就在刚才，上弦在 VNS 数值上成功超越了他。看着毫无反应的上弦，夏言笑着问他是不是终于搞懂了。上弦却追问这算不算官方正式确认。突如其来的询问反倒把夏言问愣住了。上弦接着指出 ，VNS 标准在全球还没统一，在眼前这种游戏仓测出的数据根本算不上官方认证。这么算下来，自己充其量只是非官方第1名。夏言干笑着打圆场，
问他哪怕是非官方打破选手电波的记录感觉如何。尚贤沉吟了片刻，直言这挺让人失望的。夏言一听，当场惊呆了，这可是超越电波的数据。尚贤却淡淡表示，既然没有官方认证，那随便什么人都能自称世界第一了。后台工作人员倒觉得无所谓，这种发言能引发热议，反而更有话题度。祝贺只能在旁解释，尚贤只是对比赛记录极其严苛。夏言顺着话追问，难道真就因为没拿到官方认证？尚贤坦言，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在游戏里没能彻底击败对方，明明离超越对方就差那么一点。尚贤脸上不仅没有半点高兴，反而透着难以掩饰的不甘与愤怒，这让一旁的夏言看懵了。夏言看着胜负欲强到反常的尚贤，赶忙出言安慰起来。虽然没能刷新记录，确实遗憾，但考虑到尚贤几乎没用过游戏仓，眼前这个成绩已经足够惊人。他甚至给出了极高评价，表示以尚贤展现出的实力，未来作为选手绝对能彻底超越电波。这番大胆预测一出，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炸了锅。面对夏言的追问，尚贤非但没有谦虚，反而直接顺着话表示自己也认为未来能超越电波。这番大胆的回答让直播间弹幕再次一片沸腾。采访结束后，夏言热情邀请他下次再来录节目，顺便多聊聊打破纪录的细节，但尚贤却当场拒绝，表示这次测试最终只是个平局，自己并不想再提起这件事。尚贤正准备拿足球赛做比喻，吐槽平局就像控球率高却没赢球。夏言眼看他越说越离谱，连忙强行打断，宣布采访结束。后台的祝贺彻底看崩溃了，夏言赶紧对着镜头感谢观众，迅速关闭了直播。虽然直播匆忙关掉，但尚贤那番离谱比喻已经传了出去，弹幕瞬间被满屏的哈哈笑翻，论坛和社交平台也跟着彻底沦陷。电脑屏幕上还在重播采访片段，祝贺看着尚贤拿控球率做比喻，忍不住举着饮料哈哈大笑，只夸尚贤说的每句话都太绝了。趴在沙发上的尚贤看着手机回放，羞得满脸通红，只喊祝贺别再嘲笑自己了。听着回放里自己的声音，尚贤懊恼地埋下头，后悔当时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明明自己只是个刚玩不久的新人，居然会因为跟世界第一打平而发火。尚贤遮着脸暗自懊恼，承认自己当时确实太冲动了。只因听到世界纪录这几个字，让他瞬间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个只为刷新纪录而生的射箭天才。祝贺依然对着屏幕狂笑，直夸控球率的比喻简直是名场面。听着自己的黑历史被一遍遍重放，尚贤无奈的叫祝贺赶紧关掉，祝贺却打趣说这波话题度效果拉满。尚贤翻看手机里的评论热榜，发现网上的舆情竟然意外的好，大家并没有铺天盖地的骂他，反而纷纷在弹幕里表示支持。他原本以为采访发言会被网爆，毕竟自己才玩了短短3个星期，就在镜头前展现出极强的胜负欲，没想到观众反而非常喜欢这种性格。换做普通新人，打破纪录早就飘了。尚贤不仅完全没有炫耀成绩，反而极其冷静地认清平局事实。他用拿控球率自嘲的比喻，展现出极度坦率认真的态度。这种清流一般的真实反应，反倒让他瞬间收获超高路人缘。看着网上传的越来越夸张的评论，尚贤忍不住陷入沉思。没想到只是展现出最真实的性格，居然赢得了这么多人的喜爱。祝贺打了声招呼，便先回房休息。尚贤也跟着站起身来，回想起以前在公司上班时，坦率直白曾是他最大的缺点。可在这个新世界里，这份率真反而成了他最强大的武器。也许这条道路注定属于他。到了第二天，热搜榜上全都是关于昨天的讨论，不仅 VNS 和电波上了榜，尚贤的名字也赫然在列。看着铺天盖地的热度，尚贤才意识到昨天的直播彻底火了。他在搜索框输入自己的名字，出来的却全是坚果广告。他笑着摇摇头，正准备放下手机，屏幕突然收到一条新消息，对方正是之前合作过的主播艾康杰洛。艾康杰洛特意发来感谢，多亏了尚贤昨天的热度，两人合作的视频跟着重回热榜。尚贤赶忙打字回复，直言要不是当初艾康杰洛带他合作，自己根本拿不到签约资格。艾康杰洛顺势约他有空一起喝酒。尚贤打字回复收到，身后的祝贺突然凑了过来，学着尚贤的语气打趣他。还没等两人聊完，桌上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祝贺以为是有电话打进来，尚贤看了一眼，发现全是密密麻麻的邮件和短信。祝贺打去问他是不是被高利贷追债，让尚贤赶紧确认。尚贤拿过手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尚贤定睛一看，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商务合作，从服装品牌、游戏公司到餐饮加盟，全是在找他接广告和赞助。尚贤整个人惊呆了，赶忙向祝贺询问：一大清早，这些人难道都不用休息？想起以前在公司上班时，市场部同事加班熬夜的常态，尚贤这才反应过来。祝贺一边把早餐端上桌，一边向他解释，品牌方想趁身价暴涨前低价签约。祝贺接着透露，其实之前就有小品牌找上门。尚贤有些好奇，既然早有邀请，当时为何没直接答应？祝贺一边吃早餐一边直言，小牌子根本没有合作价值，贸然接不知名赞助会毁了个人形象，想长期发展就要把眼光放长远。尚贤听完陷入沉思，明明祝贺现在比谁都缺钱，却为了他的未来把赞助全推了，这是对他抱有多大的信任？
尚贤收起思绪，顺势追问后续打算。祝贺表示这次大品牌不少，但他觉得还可以再等等，甚至神秘的透露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一份惊喜方案，绝对能让尚贤大吃一惊。尚贤表示只要能靠射箭养活自己，剩下的商务安排全凭祝贺处理。比起这些，尚贤更关心丰盛的早餐，甚至直接动手抢了起来。画面一转，制作团队正欢聚一堂，负责人吴代表因节目爆火备受赞扬，同事们纷纷表示他升职稳了。大家都夸赞尚贤不仅技术顶尖，连直播互动和综艺效果都极其出色。多亏这次测试大获成功，刚好赶上明天休假，整个团队开心的在大中午畅饮庆祝。同事酒后吐真言，坦言当初吴代表找来不知名的阿蒙德时，以为是走后门进来的亲戚，没想到阿蒙德能与电波打成平手。吴代表信心满满的倒酒，直言用不了多久，所有游戏厂商都会排队找阿蒙德合作。又有同事摇晃着站起身，动情表示阿蒙德在他心里早就赢了，团队终于有了能与顶尖选手抗衡的底牌。看到有人喝到动情落泪，大家纷纷打趣笑了起来，众人随即热情举杯向吴代表祝酒。吴代表饮下一口酒，看着眼前热烈的氛围，心里满是自豪，亲手挖掘出的这块璞玉终于在全世界面前绽放光彩。画面一转，尚贤重新坐进游戏舱，祝贺在一旁严肃的叮嘱，让他不必操心任何杂事，接下来只需要把全部心思放在直播上。眼下最要紧的目标就是全力冲刺打上钻石段位。尚贤听完也深有同感。尚贤心里清楚，测试之后直播间关注度必然大涨，但他提醒自己不能被数据动摇，必须像往常一样保持冷静。调整好状态后，阿蒙德的直播正式开启。另一边还在聚餐庆祝的制作团队，手机上突然弹出开播提醒，大伙都没料到他会在大中午开播。吴代表看到通知后根本坐不住，编了个去洗手间的借口，准备偷溜回去关注直播。吴代表本想叫上大家一起看，但转念一想，局势随时可能改变。在这个名气转瞬即逝的行业里，一次节目地爆火，并不代表真正站稳了脚跟。可只要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潜质是真的，先前涌入的几千名观众就不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吴代表一边盯着手机，一边在心里暗暗盘算，平时稳定留存观众大概有3000人，如果这次能直接翻倍冲到6000，甚至一鼓作气突破7000大关就太好了。满心期待的实时数据即将揭晓，大家正在讨论聚餐去哪里续摊，吴代表突然拿着手机一路跑了回来，他直接打断了众人的聊天，激动的高声大喊，让所有人立刻来看阿蒙德的直播。此时坐在电脑前的祝贺与聚餐现场的制作团队全都被屏幕上的数据彻底震惊，直播这才刚刚开启，在线人数居然直接突破了8300人。看到这惊人的数据，祝贺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放声欢呼。如果能一直维持这个热度，后续的商业价值将不可估量。祝贺原本打算把尚贤过去作为职业射手的经历当成后续宣传的噱头，可只要一提起以前的队友或是他右手的伤，尚贤的情绪就会变得极其不稳定。祝贺这才意识到，尚贤心中的创伤远比预想的更深，确实是他先前考虑不周了。考虑到尚贤还没走出过去的阴影，祝贺决定尊重他的选择。他直接给制作组打去电话，要求把采访开场里所有涉及尚贤以前射箭的画面全部剪掉。游戏舱里的尚贤看着弹幕里疯狂涌入的新观众，明白再刻意避开人数反而很不自然。他重新调整好心态，正式向直播间的观众打起招呼。满屏飞速刷过的弹幕中涌入了大量陌生面孔，甚至还有海外观众。面对全新的直播间氛围，尚贤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竟紧张的不知该怎么开口。就在他卡壳的时候，公屏上突然弹出了老粉丝的打赏，红宝石之剑不仅送出赞助，还打字夸他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级。看着这个熟悉的账号，尚贤终于松了一口气，顺势向对方表达感谢，这才打破了开场的尴尬。尚贤开玩笑说自己算不上什么世界级，另一位老粉丝紧接着砸下打赏，只夸今天直播间的人数简直要爆表。尚贤笑着向对方道谢，承认今天的人气确实比平时火爆不少。看着这群从一开始就陪着自己的老粉丝纷纷在弹幕里热情互动，尚贤原本紧张不安的心情奇迹般的彻底平静了下来。在满屏催促赶紧开局的弹幕中，尚贤微笑着揭晓了今天的直播内容，那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大型战场模式。为了兑现2周内冲上钻石的承诺，尚贤直接开启了大型战场，只要在晋级赛中拿到3次前10，或者直接拿下2次第1，就能顺利晋级到铂金2。上次他就只差临门一脚，这次最多打4场就能搞定。尚贤对此显得信心满满。正准备匹配时，粉丝红宝石之剑发来悬赏，只要今天全胜就送上10万打赏。尚贤见状，直接提前感谢起这10万块，引得弹幕纷纷打字笑他自信过头。看着不断涌入的悬赏与打赏，尚贤表达感谢后准备开启比赛，还没按下匹配按钮，屏幕上突然弹出一笔10万块的大额打赏。粉丝不问技术，反而打听起了女嘉宾的真人颜值。尚贤一时间有点懵，看在10万块的份上，大方承认对方真人确实更加漂亮。观众激增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还没正式开局，屏幕上的打赏声就响个不停，观众疯狂打听他和电波打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看前场直播的新人在弹幕里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看着满屏热情的八卦，尚贤觉得没法直接糊弄过去。尚贤决定在开局前先跟观众聊聊，坦白当时以为比赛有内幕，自己甚至激动的一把掐住了经理的领口，没想到祝贺直接在弹幕里亲自证实，表示尚贤当时确实拽了他的领口。
尚贤见状，赶忙喊话，让管理员把祝贺给禁言了。话音刚落，游戏舱外突然传出一声巨响，祝贺一拳狠狠砸在了玻璃舱门上。尚贤看着玻璃上的手印一阵心虚，向观众吐槽祝贺这人简直太吓人。弹幕纷纷笑称，以后绝对没人敢给他搞内幕。尚贤向大家澄清，比赛绝对没有任何内幕，大公司不可能拿自家产品开玩笑。观众们也纷纷在弹幕里表示认同。紧接着有粉丝发来打赏，问他觉得自己的天赋是不是比电波更高。尚贤拖着下巴严肃回应，直言天赋太模糊，关键还得靠结果说话。又有一条打赏弹幕跳了出来，问他是不是其实并不了解电波。尚贤坦言自己接触虚拟现实游戏的时间不长，以前只是听过对方的大名，最近为了学习才开始看电波的直播。聊着聊着，尚贤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发现电波在直播时几乎从不开口说话，这种风格让他觉得非常神奇。弹幕也跟着讨论起电波不太说话的原因，又有观众发来打赏，顺便踩了一脚电波。尚贤直接让管理员把这人给封了。弹幕纷纷打趣，花钱找封也是没谁了。尚贤并没有急着开局，继续在直播间里和粉丝聊着天。另一边智雅正看着他的直播，拿着遥控器满脸写着不耐烦，吐槽尚贤到底还要废话多久。尚贤看着满屏滚动的弹幕，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话。随着看直播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讨论的话题也变得五花八门。不过看着大家的讨论，尚贤反而觉得挺有意思，也终于理解了那些刚出道的明星为什么总喜欢搜自己的新闻。就在这时，一条带着抱怨的打赏突然弹了出来，质问他为什么忽略了自己的问题。尚贤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向这位观众道歉并表达感谢。尚贤向弹幕解释，自己是因为身体不适应游戏舱才被抬走，要不过度游戏就没有大碍。观众们听完全都惊呆了，直言这对于职业主播来说简直是致命伤。尚贤笑着安慰大家，只要坚持锻炼身体就能好转，但这其实只是他安慰观众的谎言。当初医生根本没有保证过可以痊愈，只说维持运动和饮食是最好的办法。尚贤在游戏舱里紧紧握拳，暗下决心自己一定会好起来。毕竟在这里不仅能和喜欢他的人聊天，还能在游戏里尽情挥洒汗水，享受射箭。尚贤调整好状态，准备正式开始比赛。他打心底里热爱这份主播的工作，希望能在这个世界里一直坚持下去。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尚贤一路过关斩将，眼下距离成功晋级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屏幕前坐在轮椅上的女孩默默看着直播，顺手送出了一笔任务打赏。随着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尚贤向弹幕道了一声别，正式关闭直播间，结束了今天的日程。女孩关掉了屏幕，随手把遥控器丢在了一旁。她转动轮椅朝门外推去，推开房门离开了房间，身后的门随之关上。屏幕上的尚贤打着招呼，宣布今天目标是速通铂金2晋级赛。弹幕热度一路飙升。管家端着茶盘走近，发现女孩正目不转睛看着直播。管家轻轻放下茶盘，询问她是否在为尚贤感到焦虑。女孩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管家怎么看待外界的那些传言。管家一时间没听懂，疑惑地反问出了什么事。女孩直言，外界都在传尚贤很快就会超越电波。管家笑着表示，这纯属无稽之谈，电波的名望没那么容易被赶上。女孩接过茶杯反驳，尚贤定位赛后直接冲上铂金，甚至刷新了 VNS 的历史最高纪录。最重要的是，尚贤自己觉得打破纪录根本算不上什么。管家一眼看穿了女孩的心思，真正让她困扰的是尚贤身上那种游刃有余的从容，仿佛打破纪录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女孩对此没有否认，管家微笑着提醒她，自信满满的新人向来不在少数，但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新秀，如今还有谁能被大家记住？女孩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坦言自己一个都不记得了。管家顺势劝她放宽心，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管家交代完便去忙自己的事情，女孩独自端着茶杯注视着屏幕。屏幕里的尚贤再次跳向军火库，女孩怀疑同样的套路能否再次奏效。毕竟晋级赛和普通匹配截然不同，对主播来说难度更是大幅提升。随着鞋底踩踏声响起，尚贤双脚稳稳落到了地面。尚贤向观众宣布，这次依然选择军火库开局。弹幕纷纷调侃他干脆在军火库扎营，没想到他才刚站稳，身后突然传出一阵轰鸣，一辆摩托车径直向他猛冲过来。尚贤凭着惊人反应瞬间侧身，险险避开了这致命一击。直播间弹幕瞬间被惊呼刷屏，直言这反应速度简直接近电波。偷袭者一击未中，脸上反倒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还没等尚贤想明白，那人竟骑着摩托径直冲进了大楼。尚贤赶紧追到门口，眼前的画面让他彻底看呆。对方开着摩托，顺着楼梯一路往地下冲了下去。尚贤顺手关上大门，弹幕也刷屏提醒，因为他一路连胜，把隐藏分拉得太高，现在匹配到的全是准备冲刺钻石的老手。面对这些操作离谱的玩家，尚贤警惕地看向通往地下的通道。尚贤在地下搜了一圈，连一把弓都没看到，正觉得这局要白跑一趟，上方突然传出破空声，偷袭者居高临下掷出刀刃，尚贤侧头瞬间躲过，偷袭者飞身扑下，顺势投出第二把匕首，想要封死躲避路线，没想到尚贤抬手一抓，空手稳稳接下飞刀，还顺口向对方道谢送来武器。对手见状恼羞成怒，大喊着别太得意，再次甩出藏着的匕首。面对迎面飞来的凶器，尚贤挥动刚到手的刀，精准的将飞刀当场击飞。这一幕直接把对手看傻了。
尚贤走上前调侃对方，这下彻底没刀可用。还没等对手反应过来，尚贤反手甩出匕首，干脆利落地清除了对方。随着系统弹出一声击杀提示，直播间弹幕当场炸开了锅，纷纷夸赞尚贤这波反杀实在痛快。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上方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另一名玩家端着手枪疯狂扫射。面对铺天盖地射来的子弹，尚贤身形灵活闪避，将子弹全部躲了过去。偷袭者看傻了眼，不敢相信有人能全躲开。弹幕也发现情况不对，这群人不仅接连不断找上门，背上还破天荒搜刮了一堆弓箭。尚贤靠在墙边，也意识到情况有异。此时观众在弹幕里揭开真相，这群人全是看直播讨来围攻的亏屏玩家，论坛里甚至开了帖子，专门组织针对他的猎杀。看到弹幕提醒，尚贤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面对占据高地且手握枪弓的敌人，尚贤意识到正面硬拼行不通，必须换个常规以外的打法。此时高处玩家见下方没了动静，以为尚贤已经趁乱逃跑，围攻小队频道里吵成一团，都在互相埋怨配合失误。有人连忙出面劝架，提醒大家这次是为了保住电波的名誉，况且附近所有的弓都被搜光了，只要合力干掉他就能完成任务。还没等高处敌人回过神来，身后的窗户突然破裂，尚贤破窗而入，飞身将对方死死按倒在地。敌人这才惊恐地意识到，尚贤竟然把匕首插进墙壁，踩着借力一路攀上了高楼。尚贤没给对方任何喘息机会，顺势一刀干脆利落地将敌人淘汰。解决掉偷袭者后，看着破开的窗户，尚贤忍不住感慨，这招居然真的管用。弹幕瞬间被这波神操作刷屏，大家纷纷直呼太厉害。尚贤转头看向直播间，询问刚才哪位观众建议他把匕首插在墙上当踏板。在弹幕里找到了叫泡泡泡的粉丝，尚贤笑着向对方道谢。接着他低头看向地上掉落的战利品，满地的弓箭和装备散落一地，没想到这次能有这么大的收获。弹幕纷纷打字嘲笑亏屏玩家，偷袭不成反而成了送货，上门送宝童子。就在这时，楼梯间突然传出阵阵脚步声，尚贤瞬间警觉地转头看向出口，听着楼下传来的阵阵混战声，弹幕直呼光听者都让人紧张。看着下方的局势，尚贤心里很清楚，这场比赛到底有多少亏屏玩家，根本无法预料。他一把抓起地上的战利品，正式换上了弓箭。当尚贤成功拿到弓箭的那一刻，楼下的偷袭者们纷纷抬起了头，只要让他在这个位置拿到弓，这群亏屏小队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意识到情况不对，敌人吓得厉声大喊，拔腿就往楼下狂奔。可还没等他们跑远，身后就传来了沉重的轰鸣声。逃跑的几人一路冲到仓库大厅，才发现这里早就挤满了混战的玩家，把退路堵得死死的。他们拼命推搡，着想硬挤出一条生路，身后却突然传来刺耳的破空声，利箭精准贯穿其中一人的后背。系统当场弹出淘汰提示。看到尚贤一剑封喉，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直呼还剩下最后2个。幸存的同伙吓得失声尖叫，头也不回的往人群里仓皇狂奔。看着尚贤在2楼拉开弓箭，躲进混战人群的亏屏玩家都懵了，完全看不懂他为什么敢直接暴露位置。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支利箭直接破空穿过大厅，当场淘汰了一名正在混战的路人。弹幕见状直呼，反正要拿第一，干脆把底下的人全干掉。尚贤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来到军火库，这里的所有玩家就全都是他的目标。他站在高处，接连扣动弓弦，利箭接二连三精准命中人群，惨叫声瞬间响彻了仓库大厅。在毫无遮挡的高处俯瞰下，这场射击简直就像是在瓮中捉鳖。高处的连续射击瞬间打断了混战，中间的玩家捂着伤口，气急败坏，指着2楼质问是谁在偷袭。这一喊瞬间把全场的矛头引向高处，众人纷纷响应，决定先联手除掉高处的弓箭手。面对铺天盖地砸上来的武器，尚贤身形灵活，连续闪避，把飞来物全部躲过，甚至还有心思吐槽对方会拱火。看到扔上来的武器全部空掉，楼下的玩家们瞬间看傻了眼。煽动声让楼下玩家瞬间达成共识，纷纷握紧武器，调转枪口，准备先合力干掉楼上的尚贤。看到这群人公然恶意组队，弹幕直呼玩得太脏，纷纷劝尚贤赶紧撤退，毕竟单凭一把弓根本打不过这么多人。面对楼下剩下的11名敌人，尚贤坦言自己确实处于劣势，心里只恨手上的弓射速太慢，要是能像以前在王国时代里那样直接连发速射就好了。以前能轻松速射，全靠系统技能辅助，可在这款游戏里，一切都要靠纯粹的真实技术。想实现速射，就必须掌握特殊的手法。想到手法，尚贤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小时候在网络视频里看过的古战场射箭技巧，那套手法虽然看起来并不华丽，但却极其讲究效率。以前受限于竞技宫和教练的管制，这种古法速射他从没练过，但凭着现在的身体状态，他确信自己能凭记忆复刻出来。尚贤伸手抽出数支箭矢，把它们分别夹在手指缝间，死死握紧，做好了快速连发的一切准备。而此时楼下的敌人也已经举着武器冲了上来，尚贤直接在指缝间一次性夹住了4支箭矢，瞄准下方沿着楼梯间疯狂往上冲的敌人。随着弓弦拉满，第1支箭伴着破空声飞射而出，就在首发离弦的瞬间，指缝里的下一支箭已经顺势搭上了弓弦，第2发、第3发也被他顺畅的接连搭弦射出，数支箭矢接连破空飞去，沿着狭窄的通道一路向下倾泻。在楼梯间里，
激起一阵密集的撞击声。冲上来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密集倾泻的箭雨接连击中。系统界面连续刷出4条击杀提示，整队敌人被干脆利落的当场清空。在场的玩家瞬间陷入一片恐慌，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利用了游戏漏洞。面对下方惊恐的敌人，尚贤心里也有些惊喜，没想到这套古法宿舍居然真的管用。看着手里的战利品，尚贤庆幸这次准备了足够的箭矢，甚至忍不住调侃：真得好好感谢之前那位送宝童子。他再次将弓弦拉满，把通道里残余的威胁彻底肃清。四周终于恢复了平静，尚贤看着满地倒下的对手，笑着问直播间观众：刚才这波连杀表现的怎么样？弹幕瞬间再次被打赏刷屏，观众们纷纷直呼这波操作堪称神迹。观众们的打赏疯狂砸来，有人调侃这直播间都快变成神圣教堂了。尚贤笑着向打赏的粉丝表达感谢，还有观众打赏询问能不能指认出刚才哪2个是窥屏的偷袭者。面对地上倒下的一众对手，尚贤坦言自己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收拾好物资后，尚贤备好剑囊，看向了通往地下的楼梯，准备继续向下推进。弹幕见状却纷纷刷屏劝阻，提醒他拿到的积分已经足够保级，没必要继续冒险去下面硬碰硬。面对弹幕劝他见好就收，尚贤却根本没打算稳健保级，他的目标只有第1名。粉丝也看出他要继续硬碰硬，连忙提醒楼下可能有人拿到了动力战甲。第一次听说这装备的尚贤有些疑惑，热心的观众立刻在弹幕里帮他科普，这套战甲属于游戏里的传说级装备，能让防御机动力和力量成倍提升。它的属性远超其他传说装备，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神话级别。由于版本不断强化，这件科幻风装备在现代枪战模式里显得格外格格不入。弹幕接着补充，这种装备极其罕见，通常只有在军火库、大本营或是抢空投箱才有可能拿到。尚贤这才恍然大悟，坦白自己之前研究比赛视频，全都在关注提升技术的技巧，确实没防备这种纯凭运气的极端情况。正当他若有所思时，下方突然传出一阵沉闷的巨响，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和撞击声，地底下震的动静不断。尚贤停下脚步，纳闷这模式里有什么武器能砸出这种声音。弹幕却瞬间反应过来，提醒这动静显然就是那套动力战甲，而且巨响正朝着他所在的位置迅速逼近。这种罕见装备只要出场，必然会吸引全场的关注。尚贤查看日志时发现，一个叫詹森的玩家正凭借战甲优势疯狂刷屏乱杀。尚贤从楼梯缝悄悄探头，准备看看楼下的具体情况。还没等看清，一道恐怖的攻击轰然劈开楼道，伴随着飞溅的碎石，对方又当场淘汰一人。看着眼前这恐怖的威力，高处的窥屏偷袭者被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件战斗力爆表的动力战甲，此时正穿在詹森的身上。詹森脸上挂着邪魅的笑意，冷笑着注视着眼前死寂的赛场。尚贤在高处仔细观察，底下那个身穿战甲的家伙，正是之前骑摩托车的人。还没等他细想，对方已经借助战甲动力，顺着楼梯猛冲了上来。轰然一声巨响，恐怖的重击瞬间炸碎了楼道。詹森赞叹着战甲的威力，四处张望寻找尚贤的下落。此时尚贤早已在暗中拉满弓弦，准心死死锁定对方，一记破空利剑直奔詹森而去。然而詹森只是微微侧身，就轻松避开了这致命一击，仅凭移动速度就能闪避剑矢。尚贤见状吃了一惊，凭着刚才那极其刁钻的一剑，詹森瞬间认出了眼前人正是尚贤。他笑着拉上枪膛，手里赫然拿着一把英雄级武器。还没等尚贤反应过来，密集的子弹伴着狂笑倾泻而出，尚贤只能立刻躲到箱子后面。子弹打在墙面溅起大片火花，凶猛的火力将他死死压制在地。面对凶猛的火力压制，尚贤拔出了一枚烟雾弹，甩手扔了出去。弹幕也跟着起哄，调侃他这次怕是要打破拿弓不败的记录。浓烟瞬间在通道里弥漫开来。詹森见状明显愣了一下，但他并没有停下攻势，一边喊着想要签名，一边凭感觉朝着原本的位置疯狂扫射。密集子弹打在掩体上，打出大片火花。弹幕直呼刚才要是慢一步就彻底没命了。弹幕看着那把英雄级武器，直呼被蹭到一下恐怕就会化成灰。好在尚贤趁着烟雾掩护，已经悄悄转移到了安全位置。眼看詹森在烟雾里盲目扫射，尚贤看出了对方的弱点，战甲虽强但人过于狂妄，根本没发挥出装备的真正威力。此时的詹森彻底兴奋起来，一边扫射一边喊着怪话，引得直播间弹幕一阵大笑。弹幕好奇地询问尚贤能否像以前在王国时代里那样直接使用抛物线驱射攻击。尚贤看了看上方天花板，坦言这里的通道天花板太低，驱射根本飞不过去。看着对方手握顶级战甲和英雄武器，观众直言现在正面硬刚就是送死。眼看直射和驱射都行不通，尚贤却眼神一凝，表示自己其实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尚贤想起之前在视频里看过的技巧，就算希望再渺茫，他也准备拼死一搏。可见还没来得及射出，系统就突然发出一声提示音。尚贤看着界面，只能无奈苦笑，感叹这局游戏真是事事不顺。弹幕更是刷屏笑翻，调侃说这绝对是系统算法在故意针对他。还没等他多喘一口气，身后突然轰然炸开一道刺眼火光，强烈的爆破气浪瞬间席卷而来，巨响声中掩体被瞬间炸得粉碎。身穿战甲的詹森从烟尘中大步跨出，当场堵住了尚贤。
面对贴脸逼近的强敌，上弦反手扣紧弓弦，朝对方果断射出一箭。这一箭打得詹森措手不及，上弦立刻抽身撤退，在通道里寻找能挡下战甲攻击的坚固掩体。上弦找到了一根坚固的石柱，这种厚度的结构，哪怕是英雄级武器也无法打穿。可詹森紧接着就追了过来，拉响枪栓，狂笑着疯狂扫射，喊着自己是粉丝要合影。密集的榴弹直接击中了上弦的小腿，系统当场跳出受伤提示，他的移动速度被强行降低。系统突然提示安全区开始缩减，退路被进一步压缩。詹森端着枪疯狂扫射，叫嚣着躲起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激烈的弹雨死死压制住掩体。面对绝境，上弦非但没有盲目露头，反而拉开弓弦，把箭矢搭出了极其古怪的角度，直接对准了眼前的墙壁。看到这诡异的瞄准动作，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纷纷质问他对着墙是在干嘛，急得喊他赶紧振作一点。外部弹雨依旧狂轰滥炸，上弦在掩体后调匀呼吸，果断松开了扣紧的弓弦，伴着一声刺耳的弦响，利箭呼啸而出，狠狠击中了眼前的坚固墙面。箭矢撞在墙上，并没有直接损毁，反而瞬间借力折射而出。这离谱的一幕让刚刚还在质疑的弹幕瞬间全懵了。看着在空中转弯的箭矢，弹幕刷屏直呼不可思议。上弦反手抽出一整把剑，直接开启古法速射，数支箭矢接连射出，撞向墙面借力拐弯，绕过掩体飞向目标。原本以为稳操胜券的詹森瞬间看傻了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支利箭已经准穿透了他的身体。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穿动力战甲的强敌应声到地。系统界面紧接着弹出击杀提示，上弦成功将对方淘汰出局。看着眼前的战果，上弦气定神闲地收回手中的反曲弓。直播间弹幕瞬间被彻底刷屏，观众惊呼刚才是不是产生了幻觉，甚至调侃这游戏除了动力战甲，难道还有隐藏的动力弓？立刻有资深玩家在弹幕里科普，他拿的明明就是最普通的反曲弓，在游戏里甚至比复合弓还要冷门。面对弹幕刷屏质疑，是不是遇到了游戏漏洞？上弦一边在倒下的詹森身上搜刮战利品，一边随口解释这叫弧线射击，现实中其实也能做到。这话一出，直播间再次炸锅，观众纷纷追问他怎么会知道？难道现实里真的练过射箭？被问到关键的上弦猛地一愣，赶紧笑着否认，说这年头哪还有人在现实里玩弓？暗自庆幸没有说漏嘴时，房管正巧砸来打赏，顺势发问这套动力战甲现在是不是归他了？上弦心领神会，刚好借着这个打赏转移了话题。看着搜刮来的动力战甲，上弦决定穿上试试。换上战甲感受了一下，这件传说装备的质感让他相当满意。直播间弹幕忍不住纷纷吐槽，没想到他打到白金段位，拿到的第一件传说装备居然是靠窥屏偷袭的玩家送上门的。换好装备的上弦信心大增，准备乘胜追击，今天一举冲上白金2段位。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系统界面突然弹出毒气警告，毒圈已经逼近到了眼前。系统界面弹出醒目的警告提示，提醒他必须立刻返回安全区内。系统弹出警告，阿蒙德已经被毒气吞没，好在战甲自带防毒功能，强行挡下了大半毒气伤害。还没等上弦多喘一口气，他就发现身体有了异样，一股莫名的能量突然在体内爆发，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一般。上弦握紧拳头，深深感受到了这件装备的真正强大，亲身体验到顶级装备的威力。上弦兴奋的手舞足蹈，直呼光是随便活动活动都觉得好玩。直播间弹幕也纷纷调侃，笑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件像样装备，居然能高兴成这样。这奇妙的体验让他猛然醒悟，难怪这款游戏能火遍全球，毕竟在游戏里人人都能化身超人，靠着各种奇幻能力与怪物战斗。一想到要是能有10个穿顶级装备的人同台竞技，那画面该有多刺激。上弦准备一边往安全区转移，顺便在路上搜集些医疗物资。一迈开腿，他瞬间被惊到了，战甲加持下的速度快得离谱，甚至根本不用全力冲刺，每一步都像是在陆地上滑行。弹幕也纷纷惊叹这速度太夸张，直言穿上这身战甲简直跟无敌没两样。感受着急速奔跑的爽快感，上弦忍不住联想到游戏的赛事，暗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亲自试试。上弦一路飞奔，来到了一处废墟建筑里搜刮物资。还没搜多久，系统就提示安全区将在30秒后缩减。上弦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搜得太入迷了，此时他的背包已经彻底装满，里面塞满了各种医疗包和能量饮料。弹幕纷纷调侃他包塞得再满，手里却依然连一把枪都没捡。上弦还提到自己其实搜到了英雄级防具，可惜穿上动力战甲后就无法同时装备了。弹幕提醒上弦，战甲无法同时装备英雄头盔，头部就是唯一的致命弱点。得知战甲并非无敌，上弦恍然大悟，难怪刚才能够顺利反杀对手。收拾好装备，没了后顾之忧的上弦信心大增，准备立刻前去清理剩余敌人。可打开界面一看，他却发现这局居然没人发布击杀悬赏。弹幕见状纷纷吐槽，如今他战甲加身，根本没人敢跑来跟他在任务里对赌。这副一心只想赚悬赏金的反应，更是把直播间观众彻底逗乐。屏幕前的观众看着上弦的直播，忍不住笑出了声。坐在轮椅上的观众越看越觉得有趣。原本以为直接冲进军火库这种套路，第二次很难再奏效，毕竟身为热门主播，重复使用同一种战术极容易沦为别人的靶子。然而上弦射出的那些箭矢却完全超出了常理，
看着上弦靠折射打出的离谱操作，坐在轮椅上的女子大受震撼。这种酣畅淋漓的玩法，让她久违地感受到了心中的悸动。此时赛场上还剩下54名玩家，上弦给自己立下目标，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再拿30个人头。进入安全区的上弦在战场上穿梭自如，靠着出色的机动性连斩沿途的敌人。弹幕纷纷感叹穿上战甲后他简直像在飞一样，跟其他人玩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游戏。在他凌厉的攻势下，周遭的对手被接连淘汰出局。在动力战甲加持下，反曲弓爆发出远超复合弓的威力，不仅射程更远，还能进行高速连发。面对这单方面屠杀的局势，弹幕调侃游戏直接变成了恐怖游戏，更是吐槽平衡性彻底崩坏。随着最后一名敌人倒下，系统弹出了最终结算，上弦以51杀的惊人战绩，成功拿下了本场第1名。看完这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坐在轮椅上的女子轻声鼓掌，认可了上弦的实力。随着结算画面弹出，上弦也顺利提升了自己的段位。看完刚才的精彩表现，观众们彻底被上弦的实力折服，不到1周就打出这种战绩，纷纷预测他2周内就能冲上钻石段位。弹幕里甚至拿他和顶尖选手对比，讨论他能不能顺势刷新阅读记录。看着弹幕满屏的赞许，上弦表示今天的目标已经达成，随后便准备结束直播。虽然粉丝们大呼舍不得，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大家纷纷送上打赏，叮嘱他好好休息。上弦也顺势笑着下播休息。上弦感谢完大家的体谅，正式关闭了直播间。舱门缓缓打开，上弦刚走出游戏舱，双腿却突然一软，差点摔倒在地。刚才在游戏里穿着战甲全力拼搏，回到现实后，只觉得整个人精疲力竭，四肢沉重的就像绑了沙袋。祝贺见状问他今天是不是特别累，上弦坦言开局就碰上窥屏偷袭的玩家，确实耗费了太多精力。祝贺表示会记录下那些人的账号，帮他统一提交举报。上弦这才刚下播，论坛上关于他的讨论就已经铺天盖地。祝贺翻着帖子，发现经常更换主打游戏的大主播泡泡糖竟然宣布要重新回归这款游戏。按理说泡泡糖刚玩完上个赛季，短时间内并不打算再碰，可自从上次在游戏里和上弦碰上后，对方就改变了主意。泡泡糖的经纪人也紧接着打来电话，希望能让两人在游戏里自然遭遇。祝贺对此也欣然同意，毕竟以上弦目前的势头，冲上钻石段位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早已不是上弦能不能冲上钻石，而是他能不能一举打破最快纪录。成泰看着论坛上的盛况，也忍不住赞叹祝贺看人的眼光确实毒辣。而回到现实中的上弦，正吃着甜品补充体力，直呼甜食让精疲力竭的自己重新活了过来。他一边吃一边翻看手机上的反馈，今天的直播效果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不仅暴打了窥屏偷袭的敌人，网上更是铺天盖地全是在夸他的帖子，甚至还有粉丝在游戏里疯狂模仿他，叫嚣着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上弦。看着网上的留言，上弦觉得刚才那场战役确实挺有意思，甚至让直播效果变得更好，但他依然无法原谅偷袭者的行为，顺手在论坛回复违规行为就是不对的。粉丝们在论坛里热烈讨论，赞叹他在游戏里用短刀刺墙爬楼的神操作，也夸他懂得听取观众的建议。就在这时，上弦在翻看论坛时，突然注意到了一条让人意想不到的帖子。帖子里赫然写着，之前在直播间里给上弦提建议的泡泡糖，真实身份竟然是顶尖高手电波。看到这个惊人消息，上弦当场彻底愣住了。上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重新翻看泡泡糖留下的建议，叫阿蒙德用短刀刺墙爬楼，或是提醒他用战甲抗毒打法，每条都在关键时刻给出完美解法。正当上弦纳闷对方怎么做到时，祝贺走出来直喊肚子已经饿坏了。祝贺提议今晚去外面吃泡菜汤，上弦感到有些意外，毕竟祝贺平时很少去连锁餐厅。祝贺解释是对方发来广告邀请，他打算先去试吃再做决定。上弦这才反应过来，正是那家号称拥有1000年传统配方的店铺。得知还可以顺便喝点小酒，上弦二话不说爽快答应。两人收拾好准备出门，可光是路上那条陡峭的长阶梯就让人看着直犯愁。祝贺担心冬天阶梯结冰容易滑倒，上弦调侃连自己奶奶都没问题，纯粹是因为祝贺平时缺乏锻炼。祝贺受不了这番打趣，正嚷嚷着以后一定好好健身，结果路边大门突然被人推开，重重撞在祝贺身上。撞到他的是拿着手机的智雅，吓得赶忙连声致歉。头上挂彩的祝贺只能无奈表示没事。一旁的上弦目睹全过程，只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祝贺正蹲在地上找眼镜，上弦顺手帮他捡起地上眼镜。智雅凑上前看了看，确认眼镜没有摔坏，重新戴上眼镜后，祝贺打趣说最近真是有缘，走到哪都能撞见。智雅认出上弦，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随后好奇打量起两人，询问是不是打算晚上出门聚聚。祝贺解释正准备去吃晚饭，顺便邀请智雅同行。智雅好奇询问去哪家店吃，几人来到那家泡菜汤店门口，店门前早已排起长龙。智雅表示这家店最近确实很火。祝贺正打算说明来意，周遭人群突然骚动起来，路人纷纷朝着上弦指指点点，似乎认出了这位风头正劲的主播。面对路人的目光，上弦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自己还没火到这般地步。祝贺这才低声透露，这家店其实联系了广告合作。几人赶紧进店入座，看着简洁明了的菜单，上弦直接点了3份招牌地狱火泡菜汤，智雅顺势加了一瓶烧酒，展现出十分接地气的一面。
智雅刚点完酒，店里服务员突然凑上前，激动地问眼前人是不是主播阿蒙德，还提出想要个签名。没想到自己真被认出来，尚贤爽快答应下来，顺口询问对方叫什么名字。一旁的周贤没听明白，抢着报出自己的名字。尚贤也没多想，顺手把周贤的名字签了上去。拿着这份特殊的签名，服务员高兴坏了，直言回去一定要好好收藏。服务员刚拿完签名，周围顾客也纷纷涌上来，争着要和阿蒙德合影。面对这空前热情的阵仗，尚贤这才惊觉，原来自己居然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他虽然不排斥合影，但担心会给店家添麻烦。一旁的祝贺让他放宽心，因为阿蒙德在店里的消息一传开，大批粉丝慕名而来，店内瞬间挤得爆满，反而帮店家把生意带得更加火爆。好不容易应付完热情粉丝，尚贤直接累瘫在桌上。祝贺见状，连忙夸他辛苦了。眼看尚贤回到座位，祝贺顺势提议大伙正式开喝，几人当即举杯庆祝。酒过三巡，智雅一杯接一杯干了下去，不知不觉桌上堆满空酒瓶。祝贺看着满桌空瓶，不禁感叹，没想到大家喝了这么多。眼看时间不早，他刚准备提议回家，喝醉的智雅带着醉意调侃尚贤人气真高。尚贤微醺表示自己还差得远，看着说话都不利索的两人，祝贺无奈他们都已经喝大了。智雅转头质问祝贺是谁在给阿蒙德剪辑视频，还没等祝贺回答，智雅就一头栽进饭碗里，吓得祝贺赶忙上前扶他。刚被扶起来，智雅反手调侃起祝贺的年纪，智雅醉得趴在桌上叫唤。尚贤也顺势打趣，调侃起祝贺的年纪。祝贺不服气反驳，提醒尚贤明明也30岁了。谁知尚贤严肃表示自己其实才28岁，因为从小是个孤儿，不仅免服兵役，也没读大学。大家这才一直误以为他30岁。得知真相的祝贺彻底懵了，没想到他连直播时都在虚报年龄。而一旁彻底喝醉的智雅还在看着空酒瓶发愁。尚贤觉得28和30没啥区别，祝贺气得当场反驳，直呼这根本不是一回事。两人正为年龄争论不休，一旁看手机的智雅嫌他们无聊，突然打断大家的吵闹。原来顶尖高手电波竟然在此刻突然开启直播。祝贺听完大吃一惊，直言对方明明整整3年没有开播，期间充其量接了几个广告。尚贤连忙看回手机屏幕，上面赫然亮起电波的直播界面，确认对方真的在这个时候重开直播。尚贤赶紧凑近手机，屏幕上赫然亮着电波的直播，他正想看看有多少人在围观，画面却突然一变，屏幕上直接弹出异形提示，显示该频道的直播已经结束。尚贤本以为是网络出了故障，旁边的智雅也感到十分纳闷，直言直播才开了一瞬间就下线了。祝贺看了一眼手机，确认大家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看来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网络问题。大家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能猜测这大概率只是次系统故障。确认直播只是误会后，尚贤长舒了一口气，刚才那下还真让他捏了把汗。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不知不觉中居然真把电波当做了竞争对手，要是被旁人知道，恐怕会觉得他狂妄自大，毕竟对方可是顶尖的职业老将。但转念一想，电波转型当主播时也花了1个月才打进前5%的钻石段位，而自己作为新人，早就刷新了对方当年做主播时的成绩，算下来两人确实能称得上是平起平坐的对手。祝贺心里默默祈祷这只是个系统故障，毕竟电波和阿蒙德的打法过于相似，如果对方真的选择重返赛场，对负责频道运营的尚贤可绝非好事。还没等祝贺多想，刚才大声爆信的智雅就再次彻底瘫倒在桌上没了动静，看来刚才那一嗓子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看着彻底醉倒的智雅，尚贤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刚才智雅能第一时间发现直播，是因为手机直接弹出了开播提醒，这也意味着智雅很早以前就特意关注了对方的频道，难道他一直以来居然都是电波的粉丝？尚贤转念一想，既然对方多年没播，智雅转而关注风格相似的阿蒙德也算正常。眼看时间不早，大伙儿起身准备结账离开，尚贤来到前台准备刷卡，店家却笑着连连摆手，表示今天这顿饭完全免费。尚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店家热情解释，他们早已邀请阿蒙德担任品牌代言人，自然不能收自家代言人的钱。谁知尚贤直接泼了盆冷水，表示自己这边根本还没答应要接这个广告，顿时把店家整得不知所措。店员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家社长又擅自做主，赶忙连声向尚贤赔不是。尚贤本想趁机买单，店员却坚持不收，还鞠躬请求他在社长面前美言几句，帮清溪川分店争取这次代言合作。最终祝贺背着智雅一行人一起离开了饭店，店员还不忘在身后大声提醒。走在回家的路上，祝贺忍不住感叹，终于懂了长辈们为什么喜欢听奉承话。尚贤突然主动开口，表示想替祝贺背智雅，祝贺听得一头雾水，尚贤却直言自己只是纯粹想找点事做。祝贺提醒尚贤，可别等事后才来后悔，感觉路上有些引人注目，尚贤便让祝贺帮忙戴上外套兜帽，不想再被路人认出来。两人背着醉倒的人走在路上，祝贺忍不住打听尚贤到底打算怎么对待这位第一粉丝。毕竟以前在公司上班时，尚贤对谁都是一副冷淡态度。尚贤若有所思的回答，这算是一种粉丝福利吧，毕竟智雅是自己的第一个粉丝，做这些也是理所应当。祝贺听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把这层关系给忘了。尚贤不禁回想起来，此前在饭店里，智雅曾带着醉意打趣他大受欢迎，还追问是谁在帮他剪辑视频。他暗自琢磨，身为第一粉丝的智雅看到自己对其他粉丝那么热情，心里是不是有些不是滋味。
走在深夜那条陡峭的长阶梯上，背着人的尚贤实在吃不消，主动提议跟祝贺轮流换着背。祝贺忍不住打趣吐槽，就知道这小子坚持不了多久。第二天醒来，宿醉的智雅只觉得头昏脑胀，摇摇晃晃跑到冰箱前，拿出一罐冰饮料猛灌下肚，这才长舒一口气缓过劲来。刚觉得整个人活了过来，昨晚醉酒发疯的记忆就瞬间涌上心头，想起自己昨晚的失态模样，智雅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把拉开冰箱门，甚至想找瓶毒药一了百了，可惜里面除了饮料什么都没有。极度羞耻的智雅只能抱头无声尖叫，急得在原地直跺脚，后悔昨晚彻底失控，完全想不通人类到底为什么要喝酒。可转念一想，喝酒好喝又能让人快乐，智雅叹了口气，打算找部电影看看转移注意力。他顺手打开电脑，想看看手头还有没有优惠券，翻着翻着看到一部叫《潘多拉魔盒》的片子，吐槽这标题也太老套了。看着视频里开宝箱的古怪画面，智雅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纳闷自己到底在看些什么。智雅看着电脑前一堆还没处理的工作，心里难免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充其量也只是个普通的视频剪辑师。可他不知道的是，尚贤其实一直记在心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智雅始终是他最重要的那第一个粉丝。智雅收拾好心情，重新点开了剪辑软件，看着屏幕里阿蒙德的视频素材，他熟练地开始处理音频和画面。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凌晨2点27分，距离发布只剩7个小时。智雅打算一鼓作气把视频赶出来。看着完成度越来越高的高光片段，他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第二天一早，阿蒙德的频道突然连发了多集新视频，连昨晚刚播完的内容都赶出了第6集，距离首播仅剩10分钟，在线等待人数就已突破1万2。尚贤看到手机推送直接惊呆了，不敢相信对方喝了那么多酒，居然还能通宵把视频剪出来。祝贺戴上眼镜，凑近手机，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生怕智雅在喝醉的状态下剪出什么奇怪的内容。阿蒙德这局再次降落军火库，尴尬的是搜了一圈，竟连一把弓都没找到。正自嘲这局游戏恐怕要凶多吉少，身后突然窜出一名玩家，持刀偷袭，尚贤头也不会侧身避开一击。对方见状，紧接着发起第2次砍击，没想到尚贤顺势夺下了短刀，反手将武器据为己有，还淡定地感谢对方送来武器。偷袭者当场被这波图手夺刀整懵了，拿到短刀的尚贤毫不客气，反手一刀直接刺向偷袭者，对方被打得惨叫着趴倒在地。对方心里正急着要去保护电波，根本没料到会在这里栽跟头，还没等对方回过神来，尚贤直接撞碎玻璃冲了出去，顺势锁定了掩体后背着弓的另一名玩家。视频弹幕瞬间刷爆，观众纷纷惊叹尚贤的操作简直就像在看恐怖片一样过瘾。祝贺看着手机里的精彩剪辑，忍不住发出一阵赞叹，表示即便昨天亲眼目睹了过程，看视频依然觉得精彩绝伦。随后迫不及待地点开了下一集，刚点开新的一集，画面里就传来其他玩家被逼的当场大喊叫妈妈的名场面，配合满屏的花式字幕，名场面的搞笑效果直接拉满。祝贺捧着手机笑得前仰后合，直言剪辑版比直播当时还要精彩，光是前面几集就这么出彩，让他对后面的高光时刻更加期待。随着画面自动跳到下一集，屏幕里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尚贤身穿动力战斗服，继续在毒圈里搜集物资。观众们看他装备齐全，纷纷发弹幕表示这局基本稳了。得知第3阶段才会受到伤害，尚贤决定抓住机会，把周围的物资彻底榨干。地上很快堆满了急救包或药品，彻底没了后顾之忧。随着安全区即将缩小，尚贤准备主动出击，清理敌人。弹幕瞬间陷入沸腾。视频里的尚贤从高处俯冲而下，在荒漠地面拉出一道惊人的高速轨迹，第一视角的画面飞速掠过，耳边全是风驰电掣的呼啸声。观众们纷纷在弹幕里发出惊叹，直言这第一视角带来的速度感快的简直就像是在骑摩托狂飙。电圈的持续伤害不断袭来，尚贤疯狂消耗着手里的能量饮料，弹幕纷纷吐槽这储备量简直像开了无限血条。借着视野优势，他很快确认了安全区的位置。此时赛场上还剩下整整47名幸存者。尚贤顺势抽出一支箭矢，准备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四周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尚贤意识到战况正在迅速升温，他迅速转向声源方向，举起弓箭锁定远处的敌人。弹幕纷纷质疑距离太远，没有8倍镜根本不可能打中。尚贤毫不动摇，果断将弓弦拉至极限，随着一声震耳的弦响，把箭射出，箭矢直接穿透远处敌人的头部，系统瞬间弹出1击秒杀提示，场上幸存人数随之降到46人。弹幕里顿时炸开了锅，尚贤收工推测，对方大概是因为没戴头盔才会被秒杀。远处废墟后的一名持枪玩家目睹了这一切，刚开始他以为对面穿的是动力服，吓得拔腿就想撤退，可等他仔细看清对方手里拿的是弓箭后，态度立马反转，觉得有机会能打赢。对方觉得这个距离枪械占尽优势，只要干掉对方就能抢到动力服，果断扣动扳机。可枪声响过，瞄准镜里的目标竟然凭空消失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支箭矢突然从侧面呼啸而至，精准打中头部，直接将他击倒。他完全想不通箭为什么会从这个方向飞过来。还没等他喘口气，第2支箭就再次飞来，直接打碎了他的防具。对方震惊的发现空中竟同时飞着2支箭，还没等他看清飞来的第3支箭，就已被当场淘汰。
场上幸存人数瞬间降到了45人，直播间瞬间被3连发的弹幕刷屏，观众们纷纷送上打赏，直呼这波操作简直不可思议。上弦收起弓箭，平静感谢大家的赞赏，坦言这套战斗服的性能比预想的还要出色，活动着双拳感受力量，充盈指尖。现在的他完全能随心所欲快速连射。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安全区开始缩小。上弦看了一眼地图，无奈发现安全区再次刷新到了远处，而缩圈的方向正是地图中央的广场。弹幕顿时热闹起来，猜测接下来必然会在广场爆发大战。这片区域堪称整个游戏里最残酷的战场，整体地形极其开阔，除了边缘的摊位和中央的巨大喷泉，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掩体。开阔的广场向来是大乱斗重灾区，不少玩家觉得场面太乱不好打，但上弦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大混乱。对身上穿着动力服的他来说，这地方简直就是稳赢的局。就在这时，直播间突然弹出一条悬赏，有观众打赏了钱并提出挑战，只要上弦接下来能再淘汰20人，就立马追加20万韩元。上弦算了一下，现在场上正好还剩45个人，要拿赏金就要淘汰将近一半。他二话不住，提前笑着道谢，随即径直朝着中央广场狂奔而去。弹幕里一片欢呼，上弦迈进中央广场，眼前却出奇的安静。上弦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的。弹幕见状，直接开启吐槽模式，指出前面之所以无人，是因为跑在他前头的玩家早被他一路上全部淘汰了。观众顺便帮他算了一笔账，刚才这波连击过后，悬赏要求的20个人头，上弦手下居然已经拿下了7个。趁着其他玩家还没赶来，上弦准备先找个好位置占领。有观众打赏建议他去边缘2楼，上弦看眼地图，直接否决，那里离蓝圈边缘实在太近。这时有金主豪掷5万韩元，建议他直接利用中央喷泉做掩体。收到大额打赏的上弦一口答应，弹幕瞬间刷屏调侃，原来给钱这小子才听劝。虽然喷泉在最中央容易沦为众矢之的，但上弦觉得这里依然是最佳选择。作为广场上最大的掩体，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包抄过来，他都能绕着喷泉随时切角反击。而且这里正好位于安全区最中央，快速算清这笔账后，上弦心里彻底有了底。虽然弹幕里大家看法不一，但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他直接在中央喷泉旁站定，准备在这里放手干上一场。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玩家狂奔着进入广场，发现喷泉周围空无一人，暗自庆幸自己抢到了先机。看着位于安全区最中央的喷泉掩体，他兴奋地爬上台阶，以为这一局的第一名已经是囊中之物。可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喷泉的水雾背后早就站着一道早已等候多时的身影。上弦在水雾后早已拉满弓弦，一剑直接贯穿面前毫无防备的敌人。系统瞬间弹出淘汰提示，这已经是阿蒙德拿下的第16个人头。巨大的动静瞬间打破广场的宁静，周围隐藏的玩家纷纷被声响惊醒，得知中央喷泉已被抢先占领，众人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抄起武器准备联手强攻。整整12名敌人同时冲向中央喷泉。祝贺看者视频大吃一惊，直播时看者像挨个单挑，剪辑出来才发现竟然是1打12的死局。敌人此刻已经贴到了脸前，无论上弦先干掉哪一个，都会瞬间遭到其他人的集火反击。面对12人的正面围剿，上弦依然在水雾后沉着拉满弓弦，随着一声弦响，箭矢瞬间破空而出，飞出的箭矢瞬间击倒正面冲来的敌人，极快的射速直接打乱了对方的围剿。弹幕纷纷惊叹上弦的恐怖射速，直言在喷泉水雾里射击简直无敌，枪械沾水容易卡壳故障，而弓箭完全不受水雾影响。上弦正准备继续抽剑攻击，背后突然传来一响，一名敌人已经绕到身后，果断扣动扳机，密集的子弹疯狂扫向掩体，巨大的冲击直接把石柱打得碎屑横飞。偷袭的敌人一边持续压制，一边叫嚣要直接打烂掩体逼他现身。可话音刚落，一支箭矢突然穿透浓烟呼啸而出，直奔对方面门而来。持枪敌人当场看傻了眼，箭矢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敌人打得贴地滑出老远。祝贺看得兴奋不已，弹幕也直呼动力服的拉力太离谱。但巨大的动静也暴露了位置，水雾外的敌人立刻锁定了上弦，密集的枪声瞬间打响。面对扫来的子弹狂风，上弦贴着地面迅速向侧方拉开。对方以为上弦被死压在石柱后，边持续开火边叫嚣对方根本翻不起风浪。谁知上弦直接在掩体后拉满弓弦，向半空打出了一记惊人的高抛去射，飞出的箭矢越过掩体从天而降，精准砸中躲在后方的2名敌人。观众们被这波无视掩体的操作彻底惊呆，直言在生存游戏里让掩体失效太离谱，甚至调侃这种非人神技简直像开挂。祝贺看着屏幕若有所思，记得上弦刚开始用驱射时还没现在这么自如，没想到仅仅过了1局比赛，他就已经彻底把这招吃透了。这种恐怖的掌控力让祝贺忍不住感叹，难道这就是顶尖选手的恐怖天赋？话音未落，游戏里猛然爆出一声巨响，被取射砸中的敌人应声倒地，系统的提示音也紧跟着响了起来。系统紧接着弹出一击淘汰提示，场上最后1名敌人被彻底击杀，上弦成功拿下了本局比赛的最终胜利。上弦长出一口气，宣告这场硬仗顺利拿下。直播间瞬间被满屏的惊叹弹幕淹没，观众们纷纷直呼阿蒙德简直就是神。屏幕外的祝贺更是看得很激动，拿着手机连连赞叹，实在太精彩了。祝贺看着手机里的视频剪辑，不禁感慨换了镜头视角
和剪辑节奏后，战斗场面的震撼感完全不一样。这大概就是剪辑的魅力。他顺手翻开社区讨论帖，发现网上的讨论早已彻底炸开锅，大家全都在热议阿蒙德的那几趋势。接着他看向视频平台的实时热榜，惊奇地发现热榜第41名竟然已经被成功拿下。他满怀期待的准备点进去看评论，仔细一瞧，却当场愣住。排名第41的根本就不是阿蒙德，而是一位女主播的健身挑战视频。祝贺网上一番才发现，前30名里居然完全找不到，排在前面的可都是几十万大粉的大主播。难道视频已经调出热榜了？结果他仔细一瞧，视频竟然直接杀到了第21名，一下子狂飙了20个名次。这时手机突然响起了消息提示，祝贺忍不住在心里惊叹：智雅简直就是当之无愧的剪辑神人。祝贺看着数据激动的不行，剪辑师智雅简直就是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在前20的名单里，他们是唯一粉丝还没过10万的频道，只要平均播放量超过粉丝数，就说明频道还在爆发期。现在仅凭5万粉丝就能打出这种成绩，频道的发展速度简直要起飞了。不过祝贺很快冷静下来，提醒自己不能太得意忘形，但短时间内涨到5万粉丝确实厉害，他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搞个粉丝活动了。祝贺看着手机上的数据感慨，按常理初期能涨到1-2万粉就已经算非常出色的成绩，但靠着尚贤和智雅这2个天才，频道的狂飙势头根本挡不住。看着眼前这2个闪闪发光的人，祝贺心里止不住的羡慕。他看着屏幕陷入沉思，自己是否也曾像他们一样，对某件事抱有如此纯粹的热情？回想过往，自己虽有着令人艳羡的漂亮履历，却从未拥有过真正称得上天赋的东西，也没有过什么燃烧的热情。哪怕曾经在公司屡受好评，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如果听话和努力就是自己唯一的长处，那未免有些过于悲伤了。祝贺原本还在感慨自己30年的人生大不如人，突然猛地反应过来，尚贤实际才28岁，这小子居然虚报了年龄。越想越气的祝贺点开聊天框，视频都上传好几个小时了，发过去的催问消息一条都没回。祝贺扭头看向隔壁房间，怀疑这家伙是不是还没起床。此时房间里的尚贤正躺在床上睡得死香，对外面的动静毫无察觉。躺在床上的尚贤轻叹了一声，手指突然猛地颤动了一下，尚贤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急促地喘着粗气，伴随着脑海中传来的刺痛，他意识到自己又做了那个梦，梦里不断回响着别人的声音，质问他如果不继续射箭还能做什么？毕竟所有人都在追沿着他的脚步。尚贤独自坐在床边，听着耳边萦绕的话语，心脏止不住的剧烈跳动。尚贤正琢磨最近是不是太累了，祝贺推开房门打断了他的思考，笑称很久没见他睡得这么沉了。尚贤揉着头走出房间，吐槽自己昨天确实喝了太多酒，祝贺却趁机拿昨晚的事打趣，笑话尚贤比自己小的秘密彻底暴露了。面对祝贺的调侃，尚贤直接反对年纪大了不起吗？一句话瞬间对得祝贺哑口无言。尚贤径直走进洗手间，关上门，心里不断吐槽祝贺也太小气了，不就大个几岁，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尚贤站在花洒下冲着热水澡，回想起昨天穿着动力服的那场比赛，心里不禁觉得那场战斗确实挺有意思，这和刚重新拿起弓箭时的感觉大不相同。虽然纯粹拉弓射箭更具刺激感，但动力服战局却带来了一股全新体验。想到这里，尚贤突然愣住了，自己竟然会用有趣来形容这场比赛，难道自己不再只是贪恋重新射箭，而是真正开始享受这款游戏本身了吗？感受着胸口久违的澎湃，尚贤明白无论如何，这种内心的悸动都是个好兆头，更是支撑他继续前进的动力。眼下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实现对观众的承诺，在2周内成功冲上钻石段位。这不仅是追寻目标地必经之路，只要能一步步达成段位，就能在这个赛场上更长久的拉弓射箭。尚贤拿起手机，打算看看论坛里有什么新鲜事，结果刚翻2下，就看到大家都在讨论阿蒙德的视频排名。尚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智雅昨晚喝了那么多酒，应该还没发新视频，难道是以前的旧视频突然火了？等他好奇的往下滑动点开帖子，却发现最新一期的动力服战局居然已经一举冲到了热榜第19名。看着这离谱的榜单截图，尚贤第一反应还以为是网友在修图，直到看见评论区里网友们因为这惊人的排名酸成一片，他才终于确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看着手机上的第19名，尚贤忍不住轻声感叹起来，一旁的祝贺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个好成绩。祝贺注意到视频排名还在一路狂飙，尚贤纳闷智雅究竟是怎么上传的，祝贺却直接改口称对方为智雅小姐，甚至直言她是当之无愧的剪辑之神。尚贤被祝贺夸张的反应弄得一头雾水，智雅虽然厉害，但这视频分明是他昨晚喝醉后剪的，难道真有那么神奇？带着满脑子的疑虑，尚贤决定亲自点开视频一探究竟。尚贤看完手机上的惊人数据，不得不承认智雅的剪辑技术确实神了。一旁的祝贺听了，趁机打趣，得意地称呼尚贤为小子。尚贤不满地反驳，自己虽然小几岁，但也早已成年，两人算起来明明就是同代人，老这么叫显得祝贺像个老古板。被戳中年龄痛点的祝贺瞬间哑口无言，连刚端起来的饭都没了胃口。祝贺猛地一拍餐桌，叫嚣着年龄根本代表不了什么，看在自己年长的份上，这次就不跟尚贤一般见识。尚贤见状忍不住调侃起来，笑称祝贺这变脸速度实在太快。不过看着祝贺的样子，
尚贤心里倒有些佩服，觉得正是这种处事性格，才让他能在社会上混得开。看来自己还有不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没想到话音未落，祝贺直接伸出筷子，死死按住了尚贤碗里的勺子。面对无动于衷的祝贺，尚贤无奈问他能不能分点吃的，祝贺却冷笑一声，叫他好好吃自己的杏仁片去。尚贤顿时大感无语，瞬间收回了刚才的佩服，直言这哥们记仇起来真是小气。两人当即在餐桌上打闹抢起了饭，虽然嘴上各种嫌弃，祝贺最后还是把饭分给了尚贤。尚贤尝了一口，发现这哥们的厨艺居然越来越好了。接着祝贺提到频道订阅已经突破了5万大关，问要不要搞个粉丝庆祝活动。尚贤一时半会儿没什么好主意，索性让祝贺全权负责。祝贺也一口答应了下来。时间一晃而过，尚贤看着手机陷入沉思。今天是第5天，距离约定的期限也只剩下一半了。尚贤看着手机上的数据，如今阿蒙德已经冲上了白金2段位，整体的提升速度比预想中还要快。可翻看着网上的评论，他也清楚现在绝不能掉以轻心，毕竟强敌还在暗中牵制，一旦遭遇连败，此前的努力就会全部付诸东流。即便深知潜藏的风险，尚贤心里还是萌生出一个更狂妄的目标。他不再打算熬满2周，而是要在1周之内直接砸开钻石的大门。屏幕上正播放着尚贤喊话，要在本周内冲上钻石段位的直播。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子正静静看着，旁边的管家走上前问她对昨天发生的事有什么想说的。面对询问，女子始终一言不发。管家接着劝她听从医嘱，只要再耐心等一等就行。女子却冷冷地打断了对方，表示那不过是一场意外。看着屏幕里自信满满的尚贤，管家忍不住开口问道，难道他已经把这个人当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女子表示自己已经回答过，让管家立刻退下。管家恭敬行礼后离开了房间。距离尚贤放话要冲击钻石段位，转眼已经过去了5天，女子依然在独自关注着阿蒙德的直播。此时屏幕里的阿蒙德刚打完比赛，宣布下一场就将迎来晋级赛，随后便干净利落地切断了直播。女子也顺势关掉了屏幕，昏暗的房间重新归于平静。而另一边的战场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天。时间转眼来到了第6天，坐在轮椅上的女子依然在密切关注着阿蒙德的直播。此时直播里的阿蒙德提到，网上已经有人开始公开组建狙击小队，想要在比赛里专门围剿他。面对暗中的围追堵截，阿蒙德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依然决定直接前往军火库，继续沿用自己最擅长的那套战术。看着屏幕里那个半蹲拉弓的身影，女子心中泛起阵阵涟漪。这种打法看似近乎鲁莽，没有任何花哨的套路，却有着一种纯粹而震撼的力量。随着一道道击杀提示疯狂刷屏，阿蒙德再次横扫全场，成功拿下了比赛的第1名。随着段位成功升到了白金1，尚贤揉了揉头发，觉得现在下播未免有些可惜，便笑着向直播间观众提议，今天干脆再多冲一波分数。直播间弹幕顿时一片欢呼，纷纷刷屏支持他继续连胜。屏幕外的女子看着这一幕，感叹这种完全不靠运气的打法，甚至透着一种纯粹的高贵。时间很快来到了第7天，尚贤再次准时开启了直播，对着镜头表示距离自己立下承诺要冲上钻石段位正好过去了1周，今天他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全力以赴。直播间的气氛也再次被彻底点燃，直播间里的弹幕刷个不停，有人觉得接下来的难度才是真正的挑战，甚至预测他这次恐怕得卡上1整周。坐在轮椅上的女子看着这些议论，心里隐隐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可随后画面一转，屏幕里的尚贤看起来显得十分轻松，今天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好到了极点。距离阿蒙德立下那个大胆的承诺正好过去了1整周，而今天就是他兑现诺言的关键时刻。一大早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讨论，尚贤心里有些纳闷，冲击钻石的主播那么多，怎么偏偏自己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翻看评论他才发现，原来是上线了他参演的节目剪辑。点开视频一看，发布仅1小时，播放量就已经飙到了20多万。大频道的引流能力确实恐怖，不少新观众因为这期节目认识了尚贤，纷纷在评论区被他圈粉。而这波突如其来的庞大流量，刚好撞上了他冲击钻石的关键时刻。看网上的讨论焦点全转移到了自己能不能冲上钻石，尚贤反而勾起了嘴角。要是没有这点质疑和压力，这游戏玩起来可就太没意思了。把外界的怀疑和嫉妒彻底击碎成欢呼与惊叹，这种极致的爽快感，正是他当初热爱体育的原因。而如今做直播，居然能更频繁地体会到这种快感。尚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禁开始怀疑，难道比起当一名运动员，自己其实天生更适合做主播？又或者自己单纯只是个享受主目的家伙？尚贤收起心思，先被起床，径直走向了游戏舱。祝贺见他一大早就要登录游戏，感到十分意外。尚贤只是解释想提前做点练习，此前听说长时间游戏存在风险，他曾主动暂停过高强度训练。可今天刚一坐进设备，他就感觉到身体的状态截然不同。节目剪辑引来了大批新粉丝，评论区里全是在夸他的留言。感受着胸口传来的阵阵悸动，尚贤只觉得状态好得不得了，今天哪怕打上一整天也完全没问题。做完基础训练，尚贤随即进入了虚拟自由练习空间。收到连接外部应用的提示，他果断选择接入武器大师，迅速加载好了后续训练所需的装备。尚贤接入应用后，顺利找出了小时候看
看过的一段视频，里面记录着一种古战场上的实战剑术。在他看来，传统的竞技射箭在快速连射上已到极限，面对接下来的高强度战斗，他急需一种专为实战而生的压制打法。这种古法剑术牺牲了一部分精准度，换来的却是极快的射速，只在短时间内用火力彻底碾压对手。尚贤立刻在虚拟空间搭好高台练习场，改变了以往的持剑习惯，开始尝试这种多剑夹指的速射技巧。尚贤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固定的姿势，只要能应对实际战局就行。箭矢破空而出，出剑的速度确实比以前快了不少。可看向高台下的靶盘，却只有一箭精准命中了正中心。在实战中，失去精准度的射击毫无价值，可他又绝不能为了命中率而放弃射速。尚贤陷入沉思，开始琢磨是不是该改变握剑的手法。尚贤决定回归更传统的握持方式，他很清楚，强行把两种极端技巧结合起来根本行不通，但他没有放弃尝试，直接从高台上跃下，在高速移动中对着靶盘连续射击，稳稳落地后，尚贤开始重新评估这次尝试的结果。尚贤在训练中成功兼顾了射速与精准度，效果远超预期。接着他便开始尝试更具难度的驱射技巧。到了早饭时间，祝贺看着大口扫当饭菜的尚贤，忍不住提醒他一大早别把自己逼得太狠。尚贤解释自己只是真的饿坏了，祝贺却察觉到了不对劲。以往尚贤打会儿游戏就会精疲力竭，今天特训了一整早，反而神采奕奕，完全没有半点疲态。尚贤笑着和直播间的粉丝打招呼，正式宣布冲击钻石的对局开始。直播间在线人数跟着一路狂飙，大家都在期待他能否打破纪录。此时阿蒙德正停留在白金一段位55分，只要凑满100分就能触发晋级赛。但这次从白金升钻石的规则极其苛刻，晋级对局直接增加到了5局，就算拿下第一也还得再赢1局才算成功。弹幕的加油打气疯狂刷屏，系统提示全员准备就绪，这场至关重要的对局正式开启。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尚贤乘着直升机飞往战场，身旁的队友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跳伞。他对此丝毫不受影响，甚至迫不及待想看看自己今天究竟能打出怎样的表现。这局随即到了全新的丛林地图，不过地形构造和沙漠图相差不大。尚贤在空中迅速扫视，很快就锁定了军火库的位置。随后他顺势跳出舱门，可刚进入俯冲状态，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放眼望去，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跟头的玩家，甚至有人在空中狂喊着他的名字。显然这群人早有预谋，全都是专门赶来围剿他的。面对迎面扑来的狙击玩家，尚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在心里安慰自己得习惯这种场面。对方还以为找到了包抄的良机，嚣张的在空中叫嚣放话，准备给尚贤致命一击。可还没等对方得意多久，尚贤顺势一把拽住了他的装备背带，当场点破对方偷屏狙击的企图。紧接着在高速俯冲的半空中，尚贤抡起重拳，冲着对方脸上一拳砸了过去。在半空中连续出手后，被拽住的家伙当场求饶，可尚贤完全不为所动，顺势一记重踢，直接将对方踹飞落向地面。直播间弹幕被这操作彻底刷屏。收拾完对手后，尚贤果断拉开降落伞，朝着目标区域稳稳落去。这一连串强悍的空中反击，直接把现场所有人给镇住了。原本气势汹汹来围剿的玩家，连眼角余光都不敢跟他对视，生怕多看一眼就被当场收拾。随着降落伞缓缓降落，整片天空瞬间鸦雀无声，大家心里都盘算着，等会儿一落地就赶紧远走高飞。没了这群人在耳边叫嚣，尚贤反而乐得自在，心情大好的享受其久违的清静。尚贤落地后没有半点迟疑，径直冲向远处的军火库。观战的祝贺注意到他的动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直接冲进1楼展开扫荡，可看到尚贤接下来的选择，祝贺却突然有些看不懂了。尚贤竟然无视了1楼装备，一路小跑径直冲上2楼。他目标明确的抓起角落的复合弓，踩上2楼栏杆，瞬间开弓，箭矢应声飞出，将1楼正混战的敌人当场淘汰。看到这干脆利落的操作，连观战的祝贺都忍不住感叹这速度。拿下首杀的尚贤也对当下的手感相当满意，准备乘胜追击。尚贤直接夹起3支箭矢，展现出特训时的速射技巧，3箭接连飞出，瞬间将1楼混战的3人全部淘汰。观战的祝贺这才彻底看清，尚贤预判到1楼场面混乱，才会果断直奔2楼抢占制高点。现在的尚贤早已能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做出最有力的判断，这种熟练的套路打法，正是尚贤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1楼幸存者认出他是阿蒙德，被这离谱的火力彻底打懵，扯着嗓子大叫想让他赶紧换地方。直播间观众被这画面逗得不行，弹幕和打赏疯狂刷屏，直言敌人这分明是在求饶。面对敌人的咆哮，尚贤只是微微一笑，拉开复合弓，霸气回对该换地方的是他们。气急败坏的敌人当场爆发，抡起斧头就往朝2楼砸去。面对呼啸而来的飞斧，尚贤不慌不忙迎着飞斧开弓，箭矢破空而出，竟在半空中精准弹开飞斧。这违反物理常理的操作，瞬间让直播间弹幕彻底炸锅。弹幕疯狂调侃这波反物理操作，尚贤顺势扣紧锁降绳滑降落地，这一连串神仙操作彻底打碎敌人的心理防线。1楼幸存者吓得拔腿就跑，现场顿时乱成一团。眨眼功夫，刚才热闹的场地就全跑光了。观众还在弹幕里夸赞神仙操作，系统就发出安全区缩小的预警。尚贤顺手打开地图，新安全区刷新在他所在位置。
平时运气一般的阿蒙德抽中天命圈，直播间观众全看愣了，纷纷打趣是不是遇到了系统缺陷。既然毒圈直接贴到了脸上，尚贤干脆打定主意留在此地继续蹲守。看着沿途遍地的战败玩家，直播间弹幕忍不住发出感慨，这局淘汰速度远超以往，战况极其惨烈。也有观众感到纳闷，平时习惯正面横扫的阿蒙德，今天反常的避开主战场走地下通道。尚贤还没来得及解释，头顶上方就传来了密集的交火声。听着上方传来的密集交火，尚贤停下脚步仔细辨别，没听到标志性的轰鸣声，他确定这局没刷出动力装甲。直播间观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特意走地下通道是想抢神装，虽然没能如愿，但既然走到这里，尚贤打算顺便搜点投掷物，这可把弹幕看傻了眼。上方敌人拿着的都是顶级装备，只靠一把复合弓硬碰硬非常危险。面对观众对复合弓的担忧，尚贤却显得十分自信，直言自己早就在虚拟空间做过特训。这番回答让直播间刷满问号。此时上面的战场早已乱成一片，一名拿到传说级武器的钻石玩家，凭着凶悍火力肆意扫射，轻松收割周围对手。手握顶级装备的他得意忘形，甚至放话这局的第1名他拿定了。可嚣张的话音还没落下，一道尖锐的破空声突然袭来，剑光闪过，嚣张的钻石玩家连反应都来不及，画面瞬间陷入一片漆黑。强行中断的连线让他直接从游戏舱里退了出来，他还以为是系统崩溃闪退，结果定睛一看结算面板，自己居然是被一支剑秒杀的。难以置信的他当场破防，立马点开死亡回放寻找偷袭者。玩家点开死亡回放，发现当时周围明明没有任何敌人，然而回放里的箭矢竟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绕过墙角将他精准秒杀。这离谱的驱射弹道彻底颠覆了玩家的认知。他坚信游戏遵循现实物理法则，绝不可能打出这种诡计，断定对手绝对是利用了系统漏洞，甚至开了外挂。愤怒的他当即切换到观战模式，盯着画面里持弓的阿蒙德，准备剪下视频举报对方。玩家死死盯住观战画面，见阿蒙德瞬间连发数箭清场，更加坚信对方是在利用系统漏洞。可他刚准备抓把柄，就发现画面稳稳保持在160帧，完全没有任何卡顿或杂音。看着倒成一片的对手，玩家彻底傻了眼。这离谱的瞬间多发剑术，居然全凭对手的真实实力清理完军火库里的所有敌人。尚贤收起弓箭，直播间观众立刻发来打赏，好奇他是不是偷练了新招。尚贤笑着坦白，自己确实特训了驱射技巧，还顺便调整了握弓姿势。得知他只用了1天时间就能把新姿势用得如此熟练，弹幕纷纷感叹这就是真正的天才。面对观众铺天盖地的夸奖，尚贤只是笑着回应，自己不过是比别人多练习了一些。观众见他如此谦虚，纷纷在弹幕里感慨，奇奇怪怪的粉丝更是疯狂打赏，有人直呼让他赶紧去拿奥运金牌，连射箭协会的假账号都跑来凑热闹。尚贤笑着感谢大家的厚爱，收完打赏，他在军火库补充好手榴弹，准备动身前往下一个区域。可刚迈开脚步，脚下就踩到了硬物。尚贤低头一看，发现地上竟散落着几支箭矢。仔细一瞧，地上散落的这几支箭矢，居然清一色全都是稀有级别的装备。尚贤第一次知道游戏里有稀有箭矢，弹幕立刻刷屏调侃他的萌新行为。毕竟平时用弓箭的玩家确实太少。仔细查看属性，这种稀有箭矢虽然没有特殊特效，但材质更轻、更坚固，射程和飞行速度都有显著提升。尚贤满意的将它们收进箭囊。这时系统弹出了缩圈预警，新安全区居然再次刷新在军火库。为了不给后来的敌人留武器，尚贤直接扔出燃烧瓶，把遍地的顶级装备一把火烧光，随后潇洒转身前往下一个区域。身后的军火库被熊熊大火吞噬，尚贤穿过建筑区，意外发现军火库后方竟然隐藏着一片茂密的沼泽森林。弹幕纷纷科普，这是丛林地图特有的特殊区域。尚贤环顾周围复杂的树林环境，觉得这里的地形非常利于潜伏，他决定直接藏身在密林之中，静观接下来的局势变化。见他居然放弃了继续搜刮物资，直播间的观众大感意外。尚贤解释自己手头上的药品不足，藏在暗处伏击才是眼下最好的选择。这次安全区刷新的确实舒服，尚贤按兵不动，继续蹲伏。直播间弹幕却为此吵翻了天，有的喊着让他赶紧出去钢枪，也有人劝他稳住上分最重要。尚贤坚信按原计划潜伏才是最优解，要是盲目冲出去送命反而会被嘲笑。就在大家争吵不休时，有观众发起了淘汰悬赏，开出每淘汰1人给1000韩元的条件。看到这纸有1000韩元的赏金，尚贤一个没忍住，当场笑出了声。弹幕瞬间炸锅，纷纷调侃他居然嫌赏金太低，吐槽阿蒙德现在真的是变了。尚贤见状赶紧开口道歉，顺势接下任务表示感谢。刚才出资的观众顺势打赏了1万韩元，吐槽要是淘汰1人算1万。场上还有整整60名玩家，自己分分钟的当场破产。弹幕立马认出了这位打赏的大佬，想起他曾在王国时代里被尚贤硬生生搜刮走了100万，难怪这次出悬赏会如此谨慎。尚贤笑着表示不用再追加悬赏，光是今天冲击钻石段位的任务赏金就已经足够诱人了。系统很快弹出了30秒缩圈预警，弹幕纷纷催促他赶紧起身转移。尚贤切出地图仔细确认，发现自己依然处在新的安全区内，便决定继续留在这片密林里按兵不动。就在尚贤安心蹲守的这段时间里，赛场上的淘汰提示开始频繁刷屏，存活人数眨眼间就跌到了54人。
存活人数一路狂跌，眨眼间就只剩下了30人。看着依然趴在树丛里的尚贤，直播间弹幕彻底坐不住了，吐槽他竟然完成了和平主义者。刚才打赏的大佬见状，直接砸下1万韩元的淘汰悬赏。尚贤笑着算起账来，加上之前的1000，现在每淘汰1人就能拿11000。即便高额悬赏近在眼前，面对弹幕的疯狂催促，尚贤依然没有急着起身。他坦言，一直蹲着确实不是自己的风格，但眼下必须保持理性，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在尚贤看来，只要合乎比赛规则，赢才是硬道理。能把好运气转变为优势，本就是实力的一部分。话音刚落，头顶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呼啸声。尚贤疑惑地抬头望去，竟然是一个空投箱正缓缓降落。这空投箱里虽然装满了顶级装备，可尚贤只习惯使用弓箭，里面的高阶枪械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更糟糕的是，这空投偏偏正朝着他蹲伏的位置砸了过来。尚贤心里暗叫不好，这势必会把全场的敌人全都吸引过来。空投箱伴随着一声巨响重重砸落地面，巨大的震动与噪音彻底将这片区域的位置暴露给了周围所有人。看着近在咫尺的空投箱，尚贤苦笑着向直播间喊话，问还有没有人打算继续追加淘汰悬赏。观众们纷纷在弹幕里刷屏拒绝，直言这下全靠游戏系统给力。眼看危机近在眼前，尚贤忍不住吐槽了一句游戏系统，不敢有半点迟疑，拔腿就往外狂奔。尚贤决定先一步占领空投，省得被其他人抢走物资。打开空投箱一看，里面居然躺着传说级吉利服和英雄级防弹衣。尚贤二话不说，立刻将吉利服套在身上。这顶级的伪装效果，甚至让他连自己的手臂都很难看清。还没来得及细看，远处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引擎轰鸣声与刹车声。赶到的崔克斯特将越野车停在空投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见四下无人，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赶到的幸运儿。可当他准备靠近空投箱时，却猛然发现地面上留着一串新鲜的脚印。意识到早就有人动过空投，崔克斯特连忙缩回车后，判断当前角度暂时安全，果断坐回车里，踩下油门准备冲出去。崔克斯特反应极快，迅速利用车身掐住角度，完全封锁了直线的射击视野。藏在暗处的尚贤看清了他的企图，可对于掌控驱射技巧的弓箭手来说，这种掩体形同虚设。尚贤果断拉弓开箭，箭矢划出一道弧线，绕过车身，精准击中了车后的崔克斯特。遭此突袭的崔克斯特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完全想不通攻击究竟来自何方。他连忙转身查看周边，透过后视镜的反光，这才发现攻击竟是从后方飞来。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第二道弧线便再次破空袭来，系统当场弹出阿蒙德淘汰崔克斯特的提示。收弓击杀对手的尚贤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对方刚才的反应确实相当敏锐。尚贤暗自庆幸刚才选择了单发精准射击，要是贸然使用速射，刚才那一箭怕是早就射空了。顺利收下手杀后，他推测接下来至少还会再来4、5个人。弹幕也对刚才那记驱射直呼离谱，还有粉丝当场打赏求救。尚贤笑着感谢打赏，顺便打趣说送出的打赏概不退换。就在他和观众打趣时，丛林里突然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显然又有人被空投吸引了过来。可这脚步声还没走几步，却在半路戛然而止。尚贤瞬间意识到，对方一定是看见了停在外面的越野车和地上的遗物。对方看着空投箱和越野车陷入迟疑，怀疑这里的物资已经被清空，或者之前的人就是在此处惨遭伏击。隐蔽在暗处的尚贤静静观察着局势，猜测对方究竟会放弃这箱物资，还是想把它当作诱饵引诱其他人。无论如何，对现在的自己都构不成威胁。可出乎意料的是，那人突然不再犹豫，抬腿径直朝着空投箱猛冲了过去。可尚贤仔细一看，才发现对方的目标根本不是空投箱，而是径直朝着他潜伏的位置冲了过来。眼前一幕让尚贤大吃一惊，对方竟踩着车身高高跃起，毫无顾忌的飞身扑向密林。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开了锅，纷纷吐槽这人是不是疯了？就算空投物资再诱人，也不至于在开阔地狂奔。大家猜测他大概是来整活的。可看着对方径直逼近的身影，尚贤心里瞬间有了判断。尚贤看清对方的状态，推测这人受了伤，正押上性命孤注一掷的硬撑。对方一路气喘吁吁赶到空投箱旁，本以为能拿到保命物资救急，谁知箱里早就被搜得一干二净。趁着对方震惊失神的瞬间，伏击在暗处的尚贤果断拉弓，箭矢应声破空飞出。飞出的箭矢精准命中，系统当场弹出淘汰提示。尚贤看着刚刚射出的稀有箭矢，飞行轨迹比预想中更加顺畅，速度和破坏力也明显提升，道具品质差距确实不小，难怪大家都说这游戏运气和搜物资至关重要。还没等尚贤多想，耳边突然炸开一阵引擎轰鸣，又有玩家开着车猛冲了过来，几辆越野车在林间径直撞在一起，弹幕直呼这几个人绝不是队友。尚贤看清局势，判断大家全都是冲着空投来的。他原本打算继续借助吉利服隐蔽，没想到一阵枪声突然炸下，密集子弹竟直接朝他躲藏的树丛扫来。尚贤大吃一惊，对方那个距离和角度，按理说根本不可能看清躲藏的自己。面对突然扫来的密集子弹，尚贤反应极快，迅速侧身俯蹲躲避。直播间观众看明白后纷纷发弹幕，原来开枪的家伙
枪上竟然装了热成像瞄准镜，枪手一边疯狂扫射，一边向旁边的队友高喊，认定空投箱已被上弦搜刮一空，正猫在石头后面等他们互相残杀。原本还在互相撞车的敌人，转头就达成了临时合作，几把枪同时朝上弦躲藏的石头疯狂扫射。弹幕直呼这波临时组队太离谱，密集的子弹打得石屑飞溅，上弦被压制的只能缩在掩体后面。对方把越野车门当成盾牌，直接挡住了所有直线射击角度。要想打中掩体后面的敌人，就必须再次用驱射绕开车门。上弦一口气掏出多支箭矢，准备反击。枪手一边疯狂扫射，一边算计着淘汰上弦后，赶紧去抢他身上的吉利服。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一支箭矢竟直接击穿车窗，径直飞进了车内。枪手甚至没看清攻击来自何方，头盔就被箭矢精准打中，系统当场弹出装备受损提示。上弦瞄准目标，冷冷说出一句最后一个，紧接着松手放弦，箭矢破空而出，划出的弧线精准绕过车身。躲在车内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当场淘汰。眼看同伴瞬间倒下，藏在车门后的另一名枪手彻底慌了神，完全想不通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没等他理清头绪，第二支箭矢就直接砸碎车窗，在他意识到攻击会拐弯的瞬间，也跟着被干脆利落的淘汰出局。连续2次高难度驱射爆头，让直播间瞬间沸腾，弹幕刷屏调侃，掩体后面的敌人完全是被降维打击。眼看同伴接连倒下，剩下的枪手急忙钻进车里，拧动钥匙准备开车逃跑。伏击在暗处的上弦根本不给机会，果断拉弓放弦，箭矢直接击穿玻璃，精准命中脑后，将枪手当场淘汰。枪手瘫倒时重压在方向盘上，刺耳的喇叭声瞬间传遍整片密林。刚才刺耳的喇叭声果然把周围玩家全都吸引了过来，大家循着声音纷纷朝这片密林包抄，直播间弹幕也跟着议论起来，吐槽丛林地形隐蔽，根本看不清来了多少敌人。面对围攻而来的各路对手，身穿吉利服的上弦丝毫不慌，顺势拉弓搭箭。在他看来，既然大家都主动送上门来，反而省得自己再去到处寻找了。上弦最终止步于第10名。面对运气好拿到顶级装备的狙击手，确实很难招架。观众纷纷弹幕安慰，连续拿下第1后拿到第10已经足够优秀，更何况第1把狂揽27杀，悬赏金一口气结清了近30万韩元。出资的大佬在弹幕里惨叫破产，惹得弹幕一阵欢笑。上弦笑着打圆场，让大家别太欺负人家。就在这时，眼前突然闪过一阵刺眼光芒，上弦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刚才拿下的积分刚好攒满，系统成功触发了钻石段位晋级赛，只要在5局3胜制里拿下2连胜，就能顺利完成晋级。就在上弦准备乘胜追击时，祝贺突然发消息问他要不要吃晚饭。上弦这才注意到，居然已经晚上7点，今天自己还一顿像样的饭都没吃。考虑到连胜刚刚中断，他决定先下线吃完晚饭再回来。直播间观众见状纷纷打赏留人，争着要看他边吃边直播。看着弹幕刷屏想看吃播，上弦显得十分犹豫，自己手头不仅没有设备，家里还乱成一团，实在不方便公开展示。正当他准备开口拒绝时，屏幕上突然砸下一笔10万韩元的打赏。打赏的大佬明确要求必须安排吃播。看到这满满的诚意，上弦当场光速改口，竖起大拇指表示完全没问题。弹幕见状彻底笑翻，纷纷吐槽指要赏金到位什么都好说。不过上弦随后也补充道，因为缺乏吃播设备，自己得先跟经纪人祝贺确认才行。观众们见状立马在弹幕里疯狂呼唤祝贺。祝贺看着屏幕一阵茫然，上弦已经在直播间里跟观众道别，准备下播。意识到上弦真打应了粉丝，准备当场安排吃播，祝贺忍不住笑了出来。上弦找祝贺商量做吃播，本以为会被拒绝，没想到祝贺举双手赞成，认为多和观众互动是件好事。面对没有设备的难题，祝贺早就有了安排，直接提议干脆做一场户外直播。上弦担心在餐厅直播会影响别人，祝贺却拿着手机笑着表示，店家老板求之不得。他准备带上弦去的正是之前光顾过的吴康宇泡菜锅清溪川店，当初老板就表现出对宣传很有兴趣，这次刚好顺水推舟，祝贺迅速拿下了店家的拍摄许可，还把智雅也叫来一起吃大餐。就这样，他们迎来了第1场赞助直播。一行人很快来到了泡菜锅店门口，准备点上和上次一样的招牌菜。3人刚在桌前坐下，祝贺就提前叮嘱智雅今晚绝对不能喝酒。智雅虽然有些扫兴，但也只能乖乖答应下来。随后祝贺一口气点了3份招牌泡菜锅。店老板听说他们是来做赞助直播的，激动的合不拢嘴，跑过来热情打招呼。看到老板发自内心的欢迎，上弦心里最后的顾虑彻底烟消云散。他顺势翻开背包，亮出了准备好的直播设备。上弦刚把直播设备架好，就引来了周围顾客的议论，大家纷纷猜测他是不是主播，这让上弦感到不太习惯。祝贺在一旁提醒他必须慢慢适应，上弦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随着他按下手机上的开播键，这场户外吃播正式开启。平时上弦直播几乎都在专注打游戏，观众很少有机会和他互动。这次突如其来的户外吃播，让直播间的粉丝喜出望外。刚开播，弹幕就瞬间刷满了屏幕，大家都在好奇今晚的菜单，可画面里却是一片漆黑。还没等观众搞清状况，里面突然传出一道女生的声音，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发弹幕打听对方是谁。而此时在餐桌前，智雅正拿着手机帮上弦调试设备，上弦也一脸疑惑，
怎么还是黑屏？尚贤提醒智雅，手指挡住了镜头。智雅刚移开手指，整张脸就直接凑到了镜头前。看到画面里出现的漂亮女生，直播间弹幕瞬间沸腾。智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上了镜，慌忙把手机递还给尚贤。尚贤让他别慌，今晚本就由他负责拍摄，只要用三脚架架好手机，避开他自己就行。智雅嘟囔着调整好角度，镜头瞬间对准了尚贤。直播间观众也跟着热烈打招呼，看着在线人数瞬间突破6000多，全都是来看自己吃泡菜汤的。在人来人往的餐厅里，尚贤心里别提有多尴尬。但想到自己现在是个主播，他还是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向直播间的粉丝打招呼。观众们瞬间被他害羞的样子逗乐，弹幕里全是夸他可爱的留言，也有不少人在打听刚才出镜的智雅。见大家反应这么热情，尚贤也逐渐适应了节奏，大方介绍起今天的菜单。一旁的智雅稳稳掌控着镜头，粉丝们也跟着在弹幕里热烈讨论起来。尚贤向观众坦白，今天这场吃播其实是一条商业赞助，直播间瞬间刷满问号，粉丝纷纷打赏吐槽，抱怨他为了干饭竟然真接了个广告。尚贤不好意思的解释，刚好收到了合作邀请，既然计划做吃播，索性就顺手接了起来。观众们纷纷送上打赏祝贺，但依然有人死缠烂打，疯狂追问刚才出镜的女生是谁。尚贤大方交代，对方是频道的剪辑师，因为住得近，就顺便凑在一起吃饭。看弹幕一直在刷屏求智雅再次出镜，还不停质问两人的关系。尚贤直接明确拒绝，表示智雅不喜欢露面，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对于死缠烂打的观众，尚贤毫不客气的动手将其踢出直播间。粉丝们纷纷发弹幕支持，夸他越来越有职业主播的风范。看着尚贤从容处理突发状况，一旁的祝贺十分欣慰，毕竟这是尚贤第一次同时面对吃播、互动直播和商业广告的多重压力，却依然能迅速掌控全局。祝贺看着尚贤暗自感叹，这小子越是遇到危机越冷静。当年在公司遇到重大纰漏，他也是这样独自扛下大局，确实极具成为大主播的潜质。说话间，店员端上了地狱火泡菜汤，尚贤一眼认出对方就是之前找自己要过签名的员工。见店员今天格外专业正经，尚贤嘀咕大概是因为自己在直播。霸气的菜名瞬间逗乐了直播间，看着热气腾腾的汤锅，观众们纷纷夸赞卖相诱人。尚贤也顺势介绍起店里的其他套餐，可惜最便宜的那款里面没有章鱼。面对弹幕对汤名概念的疑问，尚贤顺势比出大拇指，脱口而出这汤概念是地狱，味道却是天堂。弹幕瞬间被他的商业吹捧笑翻，纷纷吐槽他简直是资本的奴隶，甚至怀疑他提前背了台词。这句话后来被网友做成各种梗图，在网上疯传开来。这时有观众打赏要求看他吃章鱼，尚贤爽快答应，伸出夹子去捞汤里的章鱼，没想到章鱼太滑，刚夹起来就滑落回锅里。一旁的祝贺赶紧出手帮他稳稳夹住，无奈的看着这个手忙脚乱的家伙。以前连切肉都嫌麻烦的人，现在居然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把章鱼剪开。自从当了主播，这小子变化确实挺大。尚贤一口把章鱼肉塞进嘴里，直呼嚼劲十足。弹幕瞬间被他的反应征服，纷纷夸赞他天生就是做吃播的料。祝贺在旁边看得很是感叹。尚贤接着熟练地示范起最佳吃法，把泡菜、豆腐、章鱼和猪肉一口气夹齐，推介说一定要4样组合在一起才过瘾。那积极的模样宛如在拍广告。看到尚贤表现得如此卖力，祝贺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看来这次接下商业赞助，确实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眼看尚贤的吃播进展得十分顺利，祝贺这才猛然想起，今天游戏里的精彩操作层出不穷，论坛上肯定早已引发激烈讨论。趁着吃饭的空隙，他打开手机准备浏览社区动态，想看看网友们是不是已经剪出了各种精彩操作的动图和梗图。祝贺打开游戏社区论坛，原本以为首页全都是尚贤的高能对局，没想到热度最高的帖子竟然是他刚才吃章鱼的动图。比起精彩绝伦的游戏操作，玩家们反而更关注他吃美食的模样。帖子下面全是吃惊的回复，大家纷纷吐槽，游戏论坛居然变成了阿蒙德的专区。看着讨论画风彻底跑偏，祝贺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尚贤如今当真是自带流量，无论做点什么都能引发轰动。翻看留言发现全在夸赞他可爱，出乎意料的好反响，让祝贺暂时放下心来。他带着好奇继续往下滑动页面，突然被一条带有敌意的热帖标题吸引，上面刺眼的写着阿蒙德这小子每次都让人火大。看到这样的标题，祝贺下意识看向正在镜头前开心吃播的尚贤。祝贺心里非常清楚，有人喜欢就必然有人讨厌。虽然尚贤平时不会被恶评影响，但作为朋友和经纪人，他还是希望尚贤能少受点伤害。看着那条冲上热搜的帖子，祝贺心里感到有些憋屈，决定点进去看看到底写了什么。帖子里罗列了一堆糟糕的设备和灯光，吐槽尚贤在各种死亡角度下居然还能长得这么帅，让人看了实在气不打一处来。看到这里，祝贺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这根本不是恶意攻击，而是网友在变相夸赞高颜值。评论区里同样非常热闹，有人抱怨发照片太伤自尊，立刻就被其他人回呛，这总比看着黑屏里自己的脸强。网友们甚至极度的吐槽，尚贤这小子简直应有尽有，连剪辑师都长得这么漂亮，
另一边尚贤还在认真做着吃播，接着凑过来向祝贺确认智雅刚才是不是真的露脸了。祝贺表示只是不小心出镜了一瞬间。此时的智雅完全顾不上别的，正拿着勺子一碗接一碗的大快朵颐。祝贺在旁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他到底已经吃了多少碗？本以为智雅会和尚贤一样胃口小，没想到食量竟然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看着智雅那意犹未尽的表情，祝贺暗自吐槽，真正该开吃播的人其实是他才对。不过这次的赞助直播确实大获成功，借助即将打破纪录的极高人气，热度顺理成章全涌进了吃播，在线观看人数一路冲到了9000人。夜幕降临，大楼高层里突然传出一阵笑声，电脑前的吴先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阿蒙德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同事激烈好奇地凑过来，吴先生兴奋地透露，虽然这次赞助直播没经过公司，但效果却好得惊人。谁能想到他会选择在冲榜关键时刻跑去做泡菜锅的赞助直播？激烈一脸震惊地凑上前围观，看着一路飙升的在线人数，感叹之余却说了句有些可惜。吴先生猛地回头，连忙追问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激烈被盯着有些发慌，连忙解释作为游戏发行商跟吃播实在搭不上边，要是能拿到赞助该多好。吴先生听完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兴奋地拍手表示这正是最妙的地方，那些想投放广告的游戏厂商肯定全都在心里干焦急，恨不得能把广告塞进这场直播。激烈瞬间听懂了他的意思，补充说可以在冲榜前先玩一款休闲手游暖场。吴先生十分认可这个想法，表示经此一役，哪怕公司接下来提高广告报价，各大厂商也依然会争着上门合作。可话说到一半，吴先生突然话锋一转，吴先生反问激烈，这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难道真是阿蒙德自己一拍脑袋定的？毕竟想要源源不断拿到赞助，必须具备极强的商务和谈判能力，这可是直接挂钩收益的硬本领。在冲榜关键时刻突然搞吃播，看似非常反常，但他知道阿蒙德绝不是随性鲁莽的人。激烈分析，阿蒙德平时性格温和，真正的幕后操盘手恐怕是他的经纪人祝贺。网上论坛此时也彻底炸锅，大家纷纷感叹，在冲榜关键时刻去做赞助吃播，简直是游走在疯狂与天才之间。激烈忍不住夸赞祝贺极具商业头脑，甚至打趣吴先生，感觉他比喜欢阿蒙德还欣赏祝贺。吴先生大方承认，遇到这样懂商务又有能力的人，在行业里谁能不喜欢？吴先生陷入沉思，甚至打起了把祝贺挖过来的主意。吃播结束后，尚贤撑得直打饱嗝。祝贺有些担心的询问，吃这么多回去马上打比赛行不行？尚贤坦白接了商单肯定要卖力多吃，不过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充满自信，表示今天状态非常好，让祝贺完全不用担心。祝贺看着眼前的他，觉得今天的尚贤似乎有些不一样，能在关键时刻一飞冲天，才是真正属于明星的潜质。祝贺提醒他今晚排位赛心里要有数，尚贤充满自信地表示，这些准备早已私下练习过无数次。祝贺无奈打趣，宝贵的首个赞助竟然成了泡菜汤吃播，所以今晚必须严格按计划推进。智雅好奇打听原本首个赞助的安排，祝贺笑着卖起关子，表示这是秘密。大家在门口道别，准备各自回去应对接下来的重要比赛。送智雅走到家门口，两人互相道了晚安。智雅突然叫住尚贤，坚定地表示相信他今晚的表现。随后大门顺势关上，留下尚贤独自站在屋外，听着关门声露出了微笑。静谧的夜空下，今晚的决战即将拉开序幕。尚贤收回心思，准备回去登录游戏，迎战今晚的比赛。阿蒙德高调宣布冲刺钻石段位，甚至直接打出要打破电波纪录的标题。消息一出，立刻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激烈看到预告后大吃一惊，连忙拿着手机向同伴确认，没想到阿蒙德真的要正面挑战纪录。然而如此高调的宣战，很快引来了高段位玩家的不满。一位自称留守钻石5年的老玩家，觉得这个新人主播实在太嚣张，他当即在论坛发帖招募队伍，打算组团去游戏里直播狙击，发誓绝不让他顺利晋级。玩家们在论坛里忧心忡忡，讨论阿蒙德能否顶住狙击完成挑战，毕竟当年连电波都曾被恶意狙击，低段位粉丝根本没办法进局帮忙。此时尚贤已经重新上线开启直播，准备正式迎战今晚的钻石排位赛，弹幕瞬间刷满了欢迎回归的留言。可刚一开播，在线人数就直奔13000人，尚贤还没来得及感到惊喜，就注意到弹幕氛围突然变得异常恶劣。弹幕因为打破纪录的标题彻底炸锅，各种质疑和咒骂铺天盖地。可尚贤完全没受影响，笑着感谢完观众，便直接拉开了今晚比赛的序幕。屏幕前，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孩正静静关注着比赛。随着首局丛林地图锁定，她敏锐的推断，尚贤白天已经消耗了不少精力，这一场恐怕会选择速战速决。女孩推断他会像往常一样前往兵工厂，然而飞机才刚驶入赛场，尚贤就直接跳下了运输机，这意料之外的选择让那脸大吃一惊。直播间里更是瞬间被问号刷屏，大家对照地图发现这个位置距离兵工厂还相当遥远，纷纷质疑他是不是因为紧张跳错了地方。可尚贤完全没有丝毫慌乱，径直向着这片未知区域俯冲而去。尚贤在空中回应弹幕的疑惑，坦言这次要打出一记变化球。屏幕前的女孩瞬间恍然大悟，她过去每次都直奔兵工厂，大家还以为那是她最擅长的常规打法，
原来之前的常规选择全是为了隐藏底牌做铺垫，敢在关键时刻掏出这张底牌，说明他对眼前的战术有着绝对自信。女孩突然想起，上弦之前明明也几次陷入过险境，她有些不敢相信，难道上弦从一开始就有着绝对自信，甚至觉得冲击钻石段位毫无难度？画面中上弦已经成功落地，看着他降落在偏僻区域，屏幕前有人开始推敲他这条路线的战术意图。原来在比赛开始之前，祝贺就专门为上弦整理了一份战术资料。他考虑到这次升段赛万众瞩目，必然会有大量对手窥屏狙击，如果上弦继续按照习惯直奔兵工厂，很容易被敌人提前埋伏，所以祝贺特意制定了全新的路线策略，打算打所有狙击者一个措手不及。祝贺把这套出其不意的安排称作变化球战术，上弦非常赞同，越是关键时刻就越要抢先对手一步。见上弦一眼就领会了意图，祝贺十分欣慰。上弦在仔细翻看资料后做出决定，表示要直接采用这套方案。祝贺凑上前好奇他选了哪一条，看清屏幕后有些意外，上弦竟然果断选择了从废弃医院开局的路线。随着游戏正式开始，上弦顺利降落在废弃医院，祝贺看着屏幕松了一口气，周围确实没有任何狙击者，但直播间的弹幕却彻底炸了锅，观众们纷纷震惊，上弦居然在升段赛这种关键局突然临时改变路线，不少人觉得这完全是一场豪赌，万一失误可能就会直接出局，甚至有人调侃，估计连他的经纪人此刻都在发抖。看着弹幕里的各种猜测和调侃，祝贺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怎么可能会对上弦产生怀疑。祝贺心里很清楚，上弦每晚都会在脑海里反复演练，他本就是个极具天赋又无比刻苦的人。进入废弃医院后，上弦贴墙沿着楼梯迅速推进，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此时整个大楼内一片沉寂，完全听不到其他敌人的脚步声。上弦顺手收集着物资，推测其他玩家此刻应该全都去了军火库。观众跑去查看狙击者的直播，发现军火库那边果然已经挤爆了，弹幕纷纷调侃，这下正好让他们在另一边互相残杀。看到大家赞叹他战术丝滑，以为他私下偷偷练过，上弦其实全靠跟祝贺研究资料后，在脑内无数次模拟演练带来的效果。顺利搜完这片区域，上弦画出界面，准备查看下一步的安全区范围。划出的地图显示，他竟然直接处在安全区的正中央，哪怕下一次再缩小范围，他也依然在安全区内。上弦决定放慢节奏搜集物资，等准备充分再去屋顶抢占据点。比起其他人的生死局，上弦这边悠闲的像在拍纪录片，观众们也忍不住弹幕吐槽，军火库那边恐怕早已杀翻了天。此时的军火库果然乱成了一锅粥，各种枪声近战，厮杀不断，淘汰提示在屏幕上疯狂闪烁，玩家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暴跌。军火库那边的狙击者们彻底懵了，大伙打得不可开交，还在拼命互相逼问阿蒙德到底跑哪去了。无辜被卷入的玩家只能被逼还手，整片区域乱成了一锅粥。看戏的观众在弹幕里笑翻了，直呼这群人不仅物资没搜到，还陷入盲目内耗，纯属自作自受。而被全场寻找的上弦，此时正待在安全区中心悠哉悠哉地哼着歌，和军火库的惨状形成了鲜明对比。上弦在废弃医院里收获满满，搜刮出的医疗物资堆成了小山，弹幕直呼这波发育简直太奢侈，哪怕残血也能瞬间恢复如初。整整3层楼搜下来，全程没有遇到任何偷袭。上弦对着镜头眨眼调侃，坦言这次真得感谢那群狙击者，把直播间观众逗得乐不可支。有了顺风顺水的开局，接下来的比赛显然会轻松不少。上弦顺着楼梯登上废弃医院屋顶，准备占据制高点，伏击所有试图靠近医院的敌人。与此同时，不少看比赛的观众却在发帖质疑，觉得上弦以前全靠身体天赋硬打，未必能耐得住杏子丸战术。然而质疑声还没落下，远处就有人径直朝废弃医院走了过来，并且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屋顶上的阿蒙德。论坛里顿时笑成了一片，大家都觉得耐心这2个字和阿蒙德放在一起实在太违和，在所有人眼里，他一直都是见人就爆头的狠角色。不少观众断定，体验过爆头的快感就很难收手，上弦随时都会忍不住直接冲出去。可此时的屋顶上，上弦只是冷静地伏在围墙后静静观察。随着地面上传来脚步声，第一个主动送上门的受害者已经走进了伏击范围。观众很快从视角里发现，这名玩家似乎并没有打算进入医院，只是径直从附近经过。弹幕纷纷好奇上弦会如何应对。屋顶上的上弦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拉满弓弦锁定对方，弓弦被猛然拉至满月，利箭直指远处的敌人。令人意外的是，上弦最终并没有松开弓弦，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大家完全不敢相信阿蒙德居然真能压制住击杀冲动。看着满屏的震惊，上弦忍不住小声吐槽，觉得弹幕这说法听起来怪怪的。屏幕前的祝贺看着疯狂弹幕，也不禁感叹，谁能想到向来刚猛的上弦，如今真能沉下心遵循生存战术。上弦长舒了一口气，坦言刚才要忍住不伸手确实不容易，而刚才路过的那个敌人对死里逃生的经历还一无所知。上弦心里非常清楚，刚才一旦贸然出手，极易暴露自己的位置，在药品珍贵的比赛后期，求稳才是最重要的策略。看到上弦接连放过敌人，观众纷纷在弹幕感叹，阿蒙德终于学会了耐心等待，越来越有职业选手的稳重范儿了。
此时场上的存活人数已经锐减到了66人，而占据安全区中心的上弦战绩依然还是零击杀。那些扑了空的狙击者们在公屏里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指责阿蒙德不敢正面刚，骂他战术阴险卑鄙。屏幕前的祝贺看着这群人的哀嚎，笑得乐不可支，还顺手打字回复感谢他们的夸奖。在他看来，被对手骂卑鄙反而证明战术成了。看到狙击者们被戏耍的团团转，他心里别提有多痛快。祝贺默默在心里给上弦加油，只要继续按练习时的策略去打，局势就完全在掌控之中。看着桌上堆满的路线资料，祝贺不禁有些感慨，自己以前也以为路线安排没那么复杂，在这百名顶尖高手汇聚的赛场上，战术复杂本就是必然。两人每天绞尽脑汁研究资料，就为了研制出1-2次能用的方案。此时赛场上毒圈倒计时开启，虽然上弦依然处于安全区，但他已经贴近边缘，预判到后续缩圈的危险，上弦决定提前展开转移。看到上弦居然在预判后面2个圈的走位，弹幕瞬间又炸开了锅，大家完全不敢相信他会打得这么长远。上弦听者满屏讨论，有些无奈的让大家消停一会儿。对上弦来说，根本不需要拿多少次第一，只要稳稳拿下这一局，就能直接冲上钻石段位。屏幕外的祝贺快速翻找资料，根据最新刷出的毒圈范围，推算上弦接下来的下一个落脚点。而上弦也已经动身，朝着预定的新区域展开转移。上弦低身穿过草丛，这里的覆盖范围够广，在决赛圈刷新前都能保持安全。他抬头望向远处，打算直接去抢占悬崖高地。这片悬崖森林地势极其陡峭，针尖一样的峰顶能俯瞰整片区域，而且狭窄的地形易守难攻，其他玩家很难强行爬上来。更诱人的是，顶部还刷新了一个传说级宝箱，只要能顺利拿到高地，这一局的胜局基本上就稳了。当然，前提得是真能成功登顶才行。虽说一旦登顶就能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攀爬过程中会彻底沦为活靶子。周围树林里早就埋伏了大量玩家，所有枪口都正死盯着悬崖上的攀爬者。观众们也纷纷在弹幕里劝阻，觉得这时候贸然爬山无异于一场豪赌。但上弦可没打算退缩，占领高地带来的刺激反而让他更加坚定要抢下这个位置。上弦很清楚，肯定会有玩家去赌一把攀爬悬崖，而他和祝贺提前准备的策略十分简单。悬崖边分布着几棵高耸的巨树，虽然高度不及崖顶，胜在更容易爬上去，还能居高临下俯瞰周围所有的草丛。这个方案的核心并非去抢悬崖上的宝箱，而是专挑那些埋伏在树林里准备狙击攀爬者的玩家下手。茂密的树叶能提供天然掩护，底下的人很难发现树上的位置。在这个分段确实不少高手能循声辨位，但弓箭比起枪械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静音。上弦很快锁定了目标位置，只要在更多敌人赶来前登上这棵树，就能彻底掌控战局。然而他刚要起身行动，耳边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上弦反应极快，立刻闪身躲到了巨石后面。一名持枪玩家正一步步向山上走来，完全没有察觉躲在石后的上弦。对方移动的方向恰好就是上弦看中的那棵大树。此时场上玩家只剩一半，最后的胜负必然会在这一带决出，那棵绝对的制高点。上弦可没打算拱手让人，他缓缓拉开弓箭，弹幕瞬间炸了锅，全在问他是不是终于要出手了。上弦拉满弓弦，嘴角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场上玩家已经淘汰过半，上弦终于准备打出本局的第一箭。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沸腾，所有观众都在期待阿蒙德的首次出手。就在上弦准备松手放弦的瞬间，他却突然察觉到了周遭的异样，立刻强行收招停下了动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看台上的弹幕有些摸不着头脑，原来在他正前方的暗处竟然还默默潜伏着第二个敌人。幸好上弦反应极其敏锐，提前察觉到了潜在危机，观众也很快发现了这名敌人。此时周围的树木过于茂密，地形限制让他无法使用驱射弹道，一旦站起来起身攻击其中一人，就会彻底暴露在另一人的枪口下，哪怕出箭速度再快，第二个人也能立刻抓住破绽出击。但上弦转念一想，观众可不是来看自己憋屈求稳的，面对这种棘手的死局，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其实只有2个，要么耐心等待这2个敌人互相残杀，要么干脆直接放他们离开。就在弹幕还在疑惑如何破局时，众人震惊的发现，上弦竟然直接在弦上搭上了2支箭。他打算同时对这2名敌人发起进攻。清脆的弓弦正想破空爆发，2支利箭同时朝2个方向飞射而出，精准压制向远处的2名敌人。遭遇突袭的2人迅速反应过来，立刻锁定了上弦藏身的石块掩体，举枪拉开了一轮猛烈的火力压制。密集的子弹打得石块火星四溅，上弦虽然被榴弹擦伤受损，但手上早已再次拉满弓弦蓄势待发。上弦眼神猛然一凝，果断松手放出了紧绷的弓弦，破空而去的利箭精准贯穿了那2名敌人的头盔，系统瞬间刷出双杀公告，彻底打破了僵持的局势。直播间内顿时一片沸腾，高额打赏与满屏弹幕彻底霸屏，谁也没想到他真能完成一箭双雕。淘汰出局的对手在公屏气急败坏，直播间打赏瞬间冲到了上千块，更有金主直接砸下50万韩元，就想看他收到巨款时的兴奋反应。结果上弦面无表情的表示刚才没看到，金主当场崩溃，弹幕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不过强行破局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上弦此时的血量已经掉到了危急状态，幸好先前在医院搜刮到了充足物资，否则刚才无护甲的状态下级一出局。然而
危机并未就此结束。远处茂密的草丛深处，一杆高倍瞄准镜已然死死锁定了上弦。随着一声轰鸣震响，狙击子弹破空飞射而来。上弦凭着敏锐本能瞬间侧身，千钧一发间硬生生躲过了这一枪。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没人敢相信他能单凭拉栓声预判躲枪，这超人类的反应速度让人大受震撼。上弦迅速贴紧大树戒掩体隐蔽，上一局比赛自己正式被狙击手淘汰，这一次他绝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2次。远距离的狙击手确实极其难缠，只要拿着高阶枪械，哪怕只击中身体，也能造成一击必杀。不过刚才既然能清楚听到枪声，说明对方距离这里其实并不算远。上弦顺势搭紧箭雨，这一次他决定主动反击，拿下对方。而在远处的草丛深处，狙击枪的瞄准镜依然在暗中窥伺。万萧特看着瞄准镜里的树干掩体，忍不住冷哼了一声。刚才那一枪分明是绝对死角，对方连动力服都没穿，却能抢先避开，这让他怀疑对方纯粹靠的是运气。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后续判断，手上的狙击枪再次拉栓上膛，他重新举起瞄准镜，死死锁定掩体，只要被他盯上的目标绝不可能活着离开。万萧特果断扣下扳机，巨大的枪声随之在林间炸响。本以为这一枪志在必得，耳边却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万萧特瞬间被彻底整懵，他明明清楚听到了命中音效，却根本想不通这一枪到底打中了什么。还没等万萧特理清现状，一支利箭就轰然砸在了他的枪身上，他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刚才那一声金属撞击并不是自己的子弹打中了对方，而是上弦射出的利箭迎面撞上了子弹。这一箭要是没有被枪身挡下，飞向的就是他的头部。虽然狙击枪的耐久度瞬间掉了大半，但保下一命总归不亏。可还没等万萧特喘口气，第二支飞箭就已经接踵而至。随着系统弹出武器损坏提示，万萧特手中的狙击枪彻底报废。他暗骂一声，甩开废枪，拔出随身短枪，连续开火。虽然枪声会引来周围的敌人，但在对方贴近之前，他必须先一步解决掉对手。可枪声还在回荡，一道劲风就再次扑面而来，致命的攻击已经逼到了眼皮底下。万萧特举枪挡下迎面飞来的箭，忍不住放声大笑，叫嚣着问对方是不是就这点本事。然而还没等他嚣张完，上弦就已经在侧面拉满了弓弦。随着一声重响，一支利箭直接砸中了万萧特的头盔。万萧特被这一击打得措手不及，这才猛然反应过来，真正的杀招居然来自侧面。利箭直接贯穿头盔，万萧特应声倒地，排名最终定格在第41名。退出比赛的万萧特满脸不敢置信，想不透弓箭怎么会有这种破坏力。还没等他从挫败感中缓过神，屏幕里就传来了上弦感谢打赏的声音。听到上弦提到50万韩元的巨额打赏，还顺口问观众想要什么庆祝反应，已被淘汰的万萧特彻底懵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刚才在那么紧张的高强对战中，居然一直在边打比赛边开直播，合着全场只有自己在拼尽全力，对方不过是在顺手互动。看着屏幕上的死亡提示，万萧特气得浑身发抖，直呼自己简直被当成了小丑戏耍。上弦在树林里继续移动，抽空感谢了之前的巨额打赏，并表示自己正在打竞技赛，暂时还不能下播。这句话直接让弹幕再次炸开了锅。刚才砸重金的金主忍不住再次打赏，质问他收了100万，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上弦却一本正经的解释，之前的打赏属于任务悬赏，普通打赏根本不能一概而论。听到这番歪理，金主当场崩溃，上弦却灵光一闪，提议对方如果真想看特别反应，不如直接再发一个反应悬赏任务。这波拉扯让观众直呼太贪心。趁着直播间里一片欢声笑语，上弦已经锁定了前方的巨树，准备爬上去占据高点隐蔽。弹幕纷纷感叹，明明是在打紧张的竞技赛，他居然还能边聊天边拉扯打赏，果然实力才是最大的底气。说话间，上弦已经顺着树干爬上了巨树，借着密集的树冠彻底隐蔽了踪迹。站在制高点向下俯瞰，地面的视野一览无余，远处的草丛里正伏击着其他敌人。对方还在手持高倍镜搜寻目标，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上弦已经在树顶死死锁定了他们。高处的视野极其开阔，此时系统提示安全区开始缩小。上弦查看地图确认，毒圈已经完全刷到了悬崖森林这边。场上的幸存玩家只剩下35人，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被逼进这片决战区域。这也是他冲刺钻石段位的最终舞台。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占据高点就能稳操胜券，但这片赛场可没那么简单。这片赛场的真正赢法，其实是克制住抢占高点的冲动。此时剩下的35名玩家里，有25个人的枪口都已经暗中死死瞄准了悬崖，另外有9个人正急着往崖顶上冲，试图占据那个看似无敌的位置。而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此刻正静静伏击在树冠深处。上弦拉紧弓弦，随时准备出手。那些冒失冲向崖顶的玩家，装备简陋且身上带伤，根本没有胜算。他们还幻想占领制高点，坐看底下的敌人互相残杀。一名兜帽玩家费劲地向崖顶攀爬，眼看胜利就在咫尺，以为自己终于能笑到最后。然而埋伏在下方的玩家们早已将枪口对准了崖壁，一阵密集的火力轰然扫过，直接将崖壁上的攀爬者扫落，伴随着惨叫声坠落悬崖。这片区域的决战向来都是从清扫崖壁上的火把子开始的。崖壁上的局势比预想中还要混乱，中枪坠落的玩家在半空死死抓住了旁人，硬要拉个垫背的一起下坠。
两人在崖壁上剧烈拉扯纠缠，瞬间沦为最醒目地火把子，底下的密集火力铺天盖地砸向两人，全场敌人的注意力都被崖壁吸引。上弦瞬间捕捉到了这绝佳的时机，弓弦震响，破空的利箭轰然射出，利箭瞬间从暗处飞射而出，直接爆头收掉一名埋伏的敌人。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上弦紧接着第二箭出手，再次狙杀一名试图趁乱偷袭的对手。场上的幸存人数瞬间掉到27人，刚才攀爬悬崖的4名火把子全部阵亡，其中2人正是被上弦当场收割。但眼下危机远没有结束，一旦崖壁上的目标清空，底下这20多名玩家的死锁就会立刻打破，整片树林很快就会陷入一场彻底的混战。上弦决定在全面混战爆发前，先动手解决掉场上一半的敌人。他拉满弓弦，利箭连续破空飞射，系统瞬间刷出双杀提示。上弦动作没有任何停顿，紧接着锁定了远处树下的一名枪手，利箭呼啸而出，一箭直接砸碎了对方的头盔。枪手还没来得及看清攻击来源，第二支箭就已经接踵而至，瞬间将他当场淘汰。这一箭成功帮上弦拿下了连杀，目前他已经连续淘汰了3人。直播间弹幕瞬间狂欢沸腾。上弦迅速观察局势，悬崖上面现在只剩最后3个人，他必须抢在目标被彻底清空前，再尽可能多收掉几个人头。上弦果断再次同时搭上2支箭，利箭破空而出，迎面爆头2人，系统瞬间刷出双杀提示，场上的幸存人数直接掉到了14人。还没等底下其他人反应过来，悬崖方向就再次传来枪声与惨叫，幸存人数转眼间掉到了13人，蓝圈还有30秒就要开始缩小，场上的幸存人数已经降到了13人。树林里的敌人被先前的攻击吓破胆，慌不择路的在林间拼命狂奔，根本想不通这种局势下怎么会有人用弓箭。上弦可没打算给对方逃跑的机会，又是一箭破空飞射而出，瞬间击穿头盔，将人当场带走。系统再次刷出双杀提示，上弦站在树梢高处，忍不住吐槽：今天戴防弹头盔的人实在太多。话音未落，远处树林里就突然炸响了一声猛烈的枪声，林间的厮杀极其惨烈，幸存人数瞬间掉到了9人。上弦抓住机会连续出箭，系统再次刷出双杀提示，轰然一声枪响过后，又有玩家惨叫着倒在地上，幸存人数直接暴跌到了4人。上弦重新拉满弓弦，吐槽：看来刚才那些想爬悬崖的人又失败了。如今场上只剩下最后4个人，树林深处的草丛里正潜伏着剩下的敌人，悬崖下方藏着的正是最后3名敌人。上弦一眼看穿对方底细，其中2人没戴头盔，1人戴着头盔，他毫不犹豫搭箭齐发，系统瞬间弹出双杀提示带走2人。出乎意料的是，剩下1人竟然没死。上弦仔细一看，对方头上戴的居然是最高阶的传说级头盔，既然爆头无法直接击杀，上弦重新拉满弓弦，决定改瞄对方的躯干。上弦正准备彻底解决战斗，手往后一摸却愣住了，背上的箭囊竟然空空如也，他把箭全用光了。前面戴防弹头盔的玩家实在太多，加上刚才对付那个传说头盔，又白白浪费了2支箭。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彻底炸锅，谁也没想到阿蒙德会在决胜时刻没了箭。如今场上只剩最后2名幸存者，那个戴着传说头盔的敌人就在崖下虎视眈眈，崖下戴传说头盔的敌人趁机举枪，死死锁定了上弦。屋漏偏逢连夜雨，系统偏偏在此刻提示毒圈开始缩减，巨大的蓝色毒圈迅速向前推进，直接覆盖到了上弦藏身的树下，没箭可用，又面临毒圈侵蚀，强烈的电流瞬间将上弦彻底吞没。看着陷入毒圈的巨型树冠，直播间观众彻底陷入焦灼，连安全区都没有站在他这边。在电流冲击的强效伤害下，上弦猛然睁开了双眼，他没有留在树上坐以待毙，而是脚下发力，直接纵身跃下。上弦脚掌刚一落地，刚才栖身的巨树就被火力打碎，弹幕直呼对方拿的是传说级武器，躲在树后根本挡不住这种杀伤力，整片丛林没有任何掩体能扛住。上弦当机立断，不再寻找掩体，而是全速向前发起冲刺，必须先一步脱离蓝圈的伤害。上弦陷入狂暴毒圈之中，致命的扣血伤害在持续累积，血量瞬间暴跌到了 36%， 只要再被子弹擦到就会淘汰。他赶忙拿出高阶补给狂灌，远处紧接着炸响了密集枪声。好在如今浓重的毒雾弥漫，对方也无法精准锁定他的位置。地上正好散落着前人的医疗物资，上弦一口气将药品全部嗑光，硬生生把血量重新拉回到了 94%。虽然血量暂时拉了上来，但毒圈的扣血速度实在太快，身上的药品很快就会彻底耗尽。此刻他的物资只剩下些许绷带以及烟雾弹、闪光弹和手榴弹，在没有箭矢的情况下，手榴弹成了他唯一的反击手段。上弦没有丝毫犹豫，抓紧手榴弹，顶着狂暴的电流，伤害全速冲刺。敌人在林间拼命狂奔，手中步枪对着周围倾泻狂暴火力，一旦停下脚步，就会当场丧命。上弦顶着电机拉开手榴弹保险，顺势将所有投掷物砸向前方枪手。猛烈的爆炸瞬间在对方身后炸开，这记致命，反击直接把敌人打懵。爆炸过后，林间枪声戛然而止，上弦立刻意识到反击时机已到。此时他的血量已经被毒圈磨到了 46%， 周围的迷雾严重干扰着视野。
尚贤顶着伤害全速往前冲刺，在浓雾中不断搜寻敌人的下落。突然他脚步一顿，眼神瞬间收紧，脚下的草丛深处正猫着刚才的枪手。草丛里赫然插着他之前射出的箭矢，用弓箭的好处在此刻体现了出来。尚贤趁着烟雾尚未散去，在周围快速搜寻，成功回收了5支箭。然而箭矢虽然补给到了5支，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在浓重烟雾的掩护下，他此刻完全失去了敌人的准确位置。面对被烟雾遮挡的视线，尚贤决定用手榴弹强行破局。虽然手头只剩最后2枚，但他必须把敌人给炸出来。他拉开保险，将手榴弹扔了出去，爆炸声瞬间在林间炸开。被吓到的枪手立刻疯狂扫射，密集的子弹直接把树木打断。对方这一开枪爆了位置，躲在巨石后的尚贤顺着枪火，瞬间锁定了敌人的下落。枪手还对着四周疯狂扫射，断裂的树干碎屑四处飞溅。尚贤看准时机，果断出手，4支利箭接连破空而出，箭精准命中敌人躯干，直接打得枪手倒退摔倒。可没想到对方挨了4箭，居然翻身爬起来，狼狈逃跑。弹幕这才看明白，对方身上穿的是英雄级护甲，弓箭打躯干本身伤害就低，想要彻底击破这身护甲，至少得连中10箭才行。尚贤伸手摸向箭囊，发现竟然只剩下最后1支箭。直播间的弹幕瞬间沸腾，所有人都在问他这下该怎么赢。屏幕前的祝贺急得按捺不住，他虽料到尚贤放弃搜刮武器库，其他敌人的装备肯定十分精良，但也完全没想到战局会变成这样。尚贤平时向来谈无虚发，可谁又能想到，最后留下的敌人全身上下都是顶级装备。对方头戴传说级头盔，身穿英雄级护甲，拿着传说级武器，而尚贤手里的只是最普通的弓箭，甚至机会也只剩这最后一发。运气已经彻底站在了对手那边。从客观来看，对方的胜算几乎到了极点。祝贺心里很清楚，眼下的战局绝对不能退缩。第1名和第2名的积分收益差了2倍以上，这次要是拿不到第1，尚贤就要再多打3次高难度的竞技赛。战局拖得越久，奇袭战术就会彻底失效，尚贤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差。就在祝贺苦思对策时，直播间弹幕突然一片骚动，不少观众认出了对面敌人的身份，纷纷询问那个知名主播章鱼烧怎么跑来了。祝贺立刻上网查起章鱼烧的资料，发现对方不仅没开直播，粉丝量竟然几乎是尚贤的2倍，甚至还曾是排名前50的职业选手。可维基百科上的记录却十分古怪，上面写着章鱼烧曾因压力过大严重脱发，但脱发期间技术却突然达到巅峰，大家都戏称他是用头发换了实力。奇妙的是，在他做完植发手术后，竞技状态就一路暴跌，再次走向衰落。看到这出用头发换技术的神奇历史，祝贺趴在桌上忍不住笑出了声。祝贺很快收起笑容，眼下的局势依然极其严峻。崖下的章鱼烧大口喘着粗气，深感眼前的对手非同寻常的难缠，他习惯性的自言自语，遗憾自己这次没有开直播，否则这场对决绝对能在网上引发轰动。不过没有观众打扰，反而能让他彻底全神贯注。明明胜券在握，章鱼烧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难道是因为对手是那个阿蒙德？对方最近在大逃杀社区里风头正盛，听说打法简直像个疯子。今天同样也是在打竞技赛。章鱼烧扶着头盔叹了口气，不知碰上他到底是运气好还是坏。崖下的章鱼烧认定局势已被自己彻底掌控，对方抗毒必然耗尽了药品，背后的箭囊也早已空空如也。就算尚贤还能掏出1-2支箭，凭自己剩的血量也足够强行抗下伤害。想到这里，章鱼烧不再犹豫，果断迈开脚步，准备上前收割战局。面对眼前的劣势，尚贤脸上却没有半点慌乱，只是低声回应了一句他心里早就清楚。尚贤在直播间里解释，他当然知道自己手里的箭不够，作为主用弓箭的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伤害。这种生死关头居然还在看弹幕，观众急得在直播间里破口大骂，催他赶紧集中注意力。此时崖下的章鱼烧正端着枪全力冲锋，准备趁势一举拿下比赛。尚贤却顺手摸出了最后1支箭，对他来说，只要这一箭就完全够了。尚贤搭上这最后1支箭，侧耳倾听着林间的风吹草动，系统突然弹出提示，最后的毒圈将在30秒后缩减。崖下的章鱼烧也很清楚，自己从武器库出来后缺乏药品，绝对不能把战斗继续拖下去。他拉栓上膛，准备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而出，狂暴的火力直接把树木打得粉碎，狂暴的扫射连周围的巨石也打成粉碎。失去了最后的掩体，尚贤瞬间被逼入了绝境，满屏的弹幕都在哀嚎，劝他千万不要死在这里。身处死角的尚贤脸上却看不到半点慌乱，他顺势拉满弓弦，向直播间再次回应，这一箭就足够了。章鱼烧叫嚣着向前方疯狂扫射，试图逼出暗处的尚贤。不料1支利箭突然破空而来，直接斜着刺中了章鱼烧的腰侧。突如其来的袭击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明明对手应该就在正前方，这一箭怎么会从左边射过来？章鱼烧以为靠着剩余血量足够硬扛下这一击，他举枪瞄准前方，准备宣告自己的胜利。可他根本没有发现，刺中腰侧的利箭已经勾住了手榴弹拉环，剧烈的爆炸瞬间轰然炸开，直接把章鱼烧当场炸飞。随着系统的风鸣提示音响起，这场比赛的胜负彻底锁定。屏幕上赫然弹出第2名的结算提示。章鱼烧看着眼前的死讯，直接炸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输，明明所有的血量
和伤害都算得死死的。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游戏出现了 bug， 完全想不通那致命的爆炸究竟从何而来。直到重新回看战局画面，他才终于看清了真相。上弦那一剑根本不是为了造成直接伤害，而在破空而过的瞬间，直接顺势拔掉了他身上的保险销。章鱼烧看着战局回放，这才明白上弦凭什么能在短时间内爆火，两人的实力差距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当看到画面里的剑居然能在空中画出弧线，他终于想通当时为何感觉四面八方都有敌人。然而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在下一支破空而出的剑矢尾端，居然用布条紧紧捆着一枚手榴弹。随着比赛正式结束，屏幕上赫然弹出了第一名的结算页面。上弦大口喘着粗气，缓缓从游戏舱里走出来，看着眼前的第一名标识，连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刚刚那惊天逆转竟然真的成功了。直播间此刻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弹幕疯狂地刷，兴着各种惊叹，所有人都在为这神乎奇迹的一局彻底沸腾。上弦回想起刚才那致命的一击，手榴弹的轨迹和现实中完全一致，他才决定尝试把手榴弹绑在剑尾，没想到这招居然真的成功了。上弦回想起刚才那致命的一击，手榴弹的轨迹和现实中完全一致，他才决定尝试把手榴弹绑在剑尾，没想到这招居然真的成功了。击败真正的职业高手，看着数万名观众在直播间狂热欢呼，一声声高喊着阿蒙德的名字，这种万众瞩目地胜利让他彻底体会到了游戏的乐趣。满屏幕都在狂刷阿蒙德的名字，这种无法言喻的爽快感让上弦忍不住握紧了双手。为了这场晋级赛，他和祝贺提前做足了准备，付出了长时间的训练，拼尽全力赢下的这场胜利，滋味甜得不可思议。看着一向冷静的上弦喊见笑出声，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全看愣了，观众纷纷发弹幕调侃，说他居然笑得像个婴儿一样。上弦自己也压不住嘴角，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从心底源源不断的涌上来。他缓缓长舒了一口气，不知道等以后再回想起今天，能否为这种感觉赋予真正的名字。看到弹幕还在讨论自己是不是偷着哭了，上弦平复了一下心情，准备直接开启晋级赛的最后一局。屏幕另一端的祝贺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挥拳大喊起来。看着结算界面赫然写着的最终第一名，他激动的甚至连连打起了嗝。祝贺觉得肯定不少人和自己有同感，便顺手打开论坛，果然不出所料，板块里全是在讨论阿蒙德。阿蒙德晋级赛拿第一，甚至击败了职业选手章鱼烧，各种精彩操作的帖子满天飞。比赛虽然才刚结束，这些帖子还没冲上总热门榜，但讨论数量已经相当惊人。看着大家的想法和自己一致，祝贺心里别提有多满足。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个不停，热门榜单开始被彻底刷新。关于阿蒙德各项神仙操作的热帖，直接把消息通知给弹爆了。阿蒙德的名字直接登上了社区热搜榜的第一名，直播间里更是打赏不断，观众都在狂欢，直呼属于阿蒙德的时代来了。随着最后一局比赛开打，直升机呼啸着飞往赛场，弹幕纷纷劝他，既然上一把已经拿了第一，这局随便放松打打就行。上弦却笑着回应，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自己都绝不会掉以轻心。这番稳健的态度瞬间让直播间的观众彻底安心。看到弹幕询问这局是不是还要跳医院，上弦陷入了思考，同样的战术用第二次未必还能奏效。上一把能赢是因为打了个出其不意，如果这局继续选择跳医院，物资匮乏的弊端只会更加致命。上一局就差点因为装备落后丢掉第一，上弦不再犹豫，径直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而此时的赛场上，大量玩家依然一如既往的涌向了武器库。弹幕发现这局窥屏追击的人好像少了，上弦看了看场地，却摇了摇头。上一局跳医院的骚操作彻底打乱了对手部署，追击的人现在直接分成了两派，分别守在了武器库和医院。既然敌人兵分两路，上弦心里也有了全新的打算。他站在机舱口向下张望，当场宣布定好了这把的战术主题。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弹幕都在追问到底是什么主题。有人猜测是要重回医院，也有人叫嚣着让他直接硬刚武器库。上弦对着直播间微微一笑，宣布这局的战术主题就是给观众送粉丝福利。这出乎意料的回答瞬间把弹幕给整懵了，大家都直呼有种不祥的预感。还没等观众问个明白，上弦已经一脚跨出机舱，向着万米高空径直纵身跃下。看到他就这么直接垂直下坠，直播间瞬间彻底炸锅，弹幕纷纷疯狂喊话，让他赶紧交代到底打算干嘛。上弦落地后直奔仓库1楼，弹幕见状纷纷发问，难道这局不打算像上一把那样继续从2楼发起奇袭了？上弦没有回应，而是直接推开正门，对着里面张开双臂，大声宣布，既然这局是粉丝福利，当然要亲自迎接每个人。仓库里聚集的大批玩家全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他敢直接正面破门，偌大的仓库顿时陷入一片死寂。直播间观众见状疯狂打赏，弹幕调侃粉丝3秒后就要上来握手。随着弹幕开始倒计时，倒计时刚刚归零，大量窥屏玩家便举着武器暴涌进来，大声喊着阿蒙德的名字，直奔门口。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直播间弹幕一片震惊，纷纷质疑上弦这样实在太危险，甚至怀疑他是在故意放弃比赛。上弦长舒了一口气，虽然没料到敌人会冲得这么直接，但他脸上却没有半点慌乱。他顺势亮出随身的小刀，手里甚至轻松地转起了头盔。直播间的弹幕这才反应过来，这群蜂拥而上的窥屏玩家似乎彻底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这些窥屏玩家彻底忘了，上弦在武器库乱战时最擅长的可不是弓箭，而是近身用刀。还没等冲在最前面的人反应过来，上弦出刀如疾风闪电，干净利落地收下全场第一个人头。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旁边的玩家叫嚣着再次冲上前来，疯狂嘲讽他不可能打破电波的记录。眼看敌人面露凶光扑到面前，上弦眼神一冷，顺势将手中的小刀甩了出去，脱手的小刀瞬间命中敌人，直接将对方当场淘汰。上弦顺势一把夺过敌人掉落的武器，反手迎上紧接着扑上来的对手。面对挥刀逼近的敌人，上弦抬手一刀划过咽喉，顺势收下第二个人头。眼看眨眼间又有2人被秒杀，后面的玩家彻底看愣了。上弦可没打算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转身直接冲向下一个目标。上弦凌空一脚爆踹，直接把扑上来的敌人重重踹飞。转眼间满地的对手全部瘫倒在地，看着上弦径直走出门外的背影，围观玩家被这恐怖实力彻底镇住，甚至有人吓得只想拔腿就跑。缩在旁边的布鲁卡也准备开溜，盘算着假装自己要去地下仓库，没想到耳边突然传来一声质问，问他是不是要去地下室，吓得他心里猛地一惊。布鲁卡猛地抬头一看，这才发现上弦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已经站上了2楼的平台。面对布鲁卡的惊恐质问，上弦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上2楼可不只有走楼梯这一条路。上弦居高临下站在2楼，拉满长弓俯瞰着下方，原本围观的玩家顿时吓得缩在原地，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刷屏，直呼上弦抢占到了绝佳的制高点。看着底下乱成一团的众人，上弦嘴角微微上扬，直接在弓弦上搭上了多支利箭。看到这熟悉的拉弓动作，底下的玩家瞬间被勾起绝望回忆，吓得当场尖叫着四散奔逃。箭雨倾泻而下，底下的玩家瞬间被全数淘汰。直播间的弹幕瞬间沸腾，直呼这波全灭看起来简直太解气。打赏提示更是开始疯狂刷新。上弦微笑着向观众表达感谢，表示自己打的同样非常痛快。看着遍地被清空的人影，观众纷纷发弹幕讨论，这速度怕是刷新了武器库的最快清理记录。上弦走上前清点物资，坦言是因为这一局玩家分布较散，这才能够如此迅速的完成收割。就在这时，上弦突然想到了什么，上一局有人打赏的那70万韩元，自己好像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弹幕惊得纷纷发问，难道他打算在比赛途中回应？上弦拎着油罐解释，现在还不行，但这局比赛里一定会兑现。说完，他直接点燃了地上的物资装备。随着安全区再次刷远，上弦立刻起身赶往遗迹。遗迹里狂风肆虐，漫天沙尘，视线受阻到连弹幕都直呼看不清。上弦靠在石柱旁静静立着，突然眼神一凝，瞬间闪出墙后拉弓瞄准。直播间弹幕瞬间炸了，这种风沙漫天视线受阻的环境，加上狂风大作，根本就不具备射箭的条件。上弦却丝毫不受影响，直接将弓弦彻底拉满，顺着他瞄准的方向看去，狂风沙尘的尽头竟隐约浮现出一道人影。弓弦响起的瞬间，利箭破空而出，精准贯穿了沙尘中那个伪装成仙人掌的敌人。随着系统弹出淘汰提示，直播间弹幕瞬间刷屏。观众原本以为他是在对着空气乱射，没想到盲区里竟然真蹲着玩家。这时有观众打赏发问，好奇这游戏里的狂风难道不会影响箭矢吗？上弦淡定解释，风当然会有影响，所以刚刚瞄准的时候，他特意往左稍微偏了一些。这番回答直接把观众彻底看服，纷纷发弹幕表示这点风阻在阿蒙德面前根本不够看。直播间有观众试图搞政治梗，下一秒就被后台管理瞬间秒封，弹幕瞬间被这手速震撼到，直呼主播手速快，连房管也是个顶尖狠角色。后台的祝贺正疯狂敲击着键盘，手速快的甚至划出了残影。而游戏里的上弦再次拉弓，又是一箭破空而出，沙尘深处立刻传来敌人的惨叫。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是谁在暗算，弹幕已经猜到敌人这是戴了头盔，才没被一击秒杀。上弦眼神冷酷，根本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随着第2支利箭破空射出，系统直接弹出淘汰提示，场上人数瞬间降到了77人。看到刚才穿透沙尘的惊艳一箭，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刷屏。还没等观众从震惊中缓过神，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上弦立刻循着声音的方向赶去，面对观众的质疑，他笑着表示所谓的粉丝福利就是尽可能多拿击杀秀给大家看。见他主动往交火中心凑，弹幕直呼全网也就他敢这么干。上弦贴近废墟墙边仔细观察，枪声一直没停，他断定那边的玩家绝对不在少数。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毒圈将在30秒后开始缩减，而废墟深处的枪声也随之变得愈发激烈起来。随着毒圈即将覆盖废墟，交火声变得越来越密集，大家都急着赶在缩圈前撤离。上弦正准备行动，突然注意到侧面有动静，沙尘中竟一下子冲出来7名玩家。这阵仗把直播间弹幕都看愣了，纷纷怀疑是不是又有人在恶意组队。上弦仔细观察了一下局势，这才明白过来，大家根本不是冲着他来的。原来这7个人是在急着逃离毒圈，而上弦此刻站的位置恰好守在了他们逃跑的唯一出口。看着迎面冲上来的这群敌人，上弦不仅没有后退，反而露出了笑容。直播间的弹幕顿时彻底炸了锅，纷纷提醒他对方手里的可全都是枪，只拿一把弓去堵门，简直就是找死。
弹幕看着冲过来的7名玩家，瞬间在直播间里吵成一片。有人觉得上一把1打20都赢了，这7个人根本不算什么。但立刻有观众提醒，刚才那是近战拼刀，现在对方手里可全拿着枪。还有观众劝上弦，明明位置占优，应该先撤入安全区，可上弦根本没打算躲，再次果断拉满弓弦，迎着沙尘直接一箭射出，穿透沙尘的利箭，精准命中远处的敌人。看到上弦选择正面硬刚，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粉丝福利。那一箭落下后，冲在最前的玩家立刻反应过来，出口已经被人死死掐住。为了赶在缩圈前冲出一记，这群原本还在厮杀的人瞬间调转，枪口朝着出口疯狂扫射。面对扑面而来的密集火力，上弦早已顺势躲进了墙后掩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走投无路的敌人必然会临时联手，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密集的子弹打得掩体碎石飞溅，巨大的石壁最终被打得轰然坍塌。看到这惊险的一幕，直播间弹幕纷纷表示，同时硬刚7人的火力果然还是太勉强。敌人以为已经成功压制住了上弦，大声喊着同伴想要趁机冲出一记。然而烟尘尚未散尽，上弦便已再次拉满长弓，冷冷反问对方到底想趁什么机会。上弦松开弓弦，利箭瞬间穿透前方的敌人，势头不减，紧接着又贯穿后方一人，直接完成一箭双雕。弹幕直呼这波操作太干净利落，对手发现他用的是弓箭，立刻大声呼喊同伴爆点。上弦面不改色，直接在弓弦上搭起多支利箭，朝着前方破空射出，多发利箭瞬间在敌群中炸开，冲在最前面的几人接连倒地。转眼间地上横七竖八躺了一片，只剩下最后1名玩家站在尸体中间。看着这恐怖的一幕，彻底发懵。看着远处站在废墟上的上弦，他慌忙举枪想要反击，结果枪却偏偏在关键时刻卡壳。还没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上弦的下一箭便已破空袭来，当场将这最后1人彻底淘汰。随着最后1名敌人倒地，系统直接弹出多杀提示，场上人数瞬间锐减到63人。上弦轻松收起长弓，微笑着表示战斗结束。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彻底炸锅，观众纷纷直呼这波操作太绝，简直像是在看西部片里的神射手。打赏特效更是开始疯狂霸屏，观众们纷纷砸下大额打赏，预祝他顺利冲上钻石段位。面对狂刷的打赏，上弦微笑着逐一念出名字，向大家表达感谢。上弦看了一眼地图，准备先行赶往安全区。还没等他迈开脚步，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引擎轰鸣，一辆越野车正从远处呼啸而来。上弦毫不犹豫，瞬间拉满长弓，一箭破空，贯穿前挡风玻璃，直接将车上的司机当场爆头。失控的越野车重重撞向废墟，瞬间掀起剧烈的爆炸火光。上弦淡定收弓，继续前行。弹幕直呼这根本没法躲，敢从他面前过，只能算自己倒霉。随着场上仅剩最后10名玩家，上弦的击杀数已经来到了33人。看到这惊人的数据，弹幕纷纷表示，在高手云集的局里，拿到33杀绝对能稳稳晋级钻石。上弦心里盘算，只要拿下这局的第一，下一把不失误就确实稳了。既然胜利在握，上弦笑着拉开长弓，表示要把今天所有的打赏回应，在接下来的战斗里一次性全兑现了。弹幕看到上弦的举动，瞬间刷满了问号，不敢相信他要在排位中途做出回应，甚至担心这会影响到他的晋级。面对满屏的质疑，上弦只是微微一笑，当即抬手松弦射出一箭。观众瞬间注意到不对劲，这一箭不仅没有向高处开火，反而划出了一道极夸张的弧线，曲率甚至比平时还要离谱。那道画出离谱弧线的利箭，绕了一大圈后，居然直接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上弦自己的后脑勺。上弦竟用这一箭把自己给淘汰了，本局排名直接定格在了第10名。直播间弹幕瞬间爆发出满屏问号，观众全看傻了，直呼这波节目效果简直绝了。眼看屏幕上刚要结算段位，直播界面却突然显示已结束，观众还没看清段位就被强制下播，弹幕直接炸开了锅，纷纷不敢相信他居然就这样下播了。原来上弦并非意外断播，他利用了游戏胶囊的硬件功能，成功在结算前强行关闭了直播。随后上弦重新返回游戏大厅，准备查看这局比赛的最终结算。随着结算界面亮起，他如愿以偿成功晋升到了钻石段位。上弦高举拳头庆祝自己做到了，不仅彻底完成了既定目标，还兑现承诺拉满了节目效果。正当他还在自我满足时，祝贺突然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原来祝贺在战绩网站上看到了他成功登上钻石段位，特意兴奋地跑过来向他确认。祝贺表示关注的人早就去战绩网查过了，还大夸上弦简直是个直播天才，连最后光速拔线下播的操作都被祝贺捧成了绝妙的节目效果。上弦听完哭笑不得，坦言自己当时其实只是随便胡闹。祝贺一听，直接无奈地捂住了脸。祝贺推了推眼镜，严肃提醒上弦，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主播，不仅一周冲上钻石，还把顶尖选手的记录直接砍掉了1/4，最后的光速下播更是把热度推向了顶点。祝贺直接把手机递到上弦面前，示意他赶紧看看现在的热搜榜单。上弦定睛一看，发现第7名正是钻石段位。祝贺笑着指了指屏幕，让他再往更高的名次看看。上弦顺着往上一看，发现第5名和第6名全都被阿蒙德和他的段位直接霸榜。看着热搜榜上爆火的关键词，上弦一时间愣在原地，完全被这铺天盖地的热度镇住了。祝贺见状忍不住调侃起来，这下该明白为什么说他最后的光速下播是一场绝妙的营销神作了吧。
祝贺接着分析，别的机构花大钱买热搜，你却只用一个下播反应，就让13000多名观众自发跑去搜你的名字，甚至这还是拿了打赏后的回应，等于边赚钱边让大家免费做宣传。面对祝贺夸他是顶尖高手，尚贤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当时真的只是碰巧运气好，但在尚贤心里，眼前能把一次偶然的胡闹精准剖析出商业价值的祝贺，才是那个真正的营销天才。不仅各大热搜榜被占领，连大乱斗游戏的官方网站都专门为阿蒙德发文报道，庆祝这位新人主播仅用1周就冲上了钻石段位。这一报道立刻引爆了游戏论坛，玩家们纷纷在帖子下留言，不仅称赞他是世界级的水平，甚至开始期待他去挑战别的游戏。祝贺看着电脑上铺天盖地的讨论，感慨能被官方主页报道极其罕见，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完全正常，毕竟1周打上钻石的成绩放在整个游戏圈都堪称传奇。论坛上依然有许多玩家留言，希望尚贤能重新回去玩王国时代。祝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王国时代这种小众游戏虽然粘性极高，但尚贤如今已经成了签约主播，选游戏必须优先考虑商业收益，现在立刻回头绝不是明智之举。下一部作品依然得挑热门大作，只要能再拿下一场胜利，日后才有余力回头重温小众游戏。正思考着，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新消息，发件人正是泡泡糖游戏的负责人。祝贺等待已久的关键消息终于到了，对方不仅看了直播，还专门发来祝贺，表示尚贤上了热搜，让后续推广工作轻松了太多，能收到游戏官方经理的感谢。祝贺一时间觉得有些不真实，这显然超越了普通合作范畴。还没等他细想，手机再次震动起来，又一条新消息弹了出来。祝贺定睛一看，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微妙。这条消息的分量同样不容小觑，居然是知名游戏厂商 Punk 发来的。对方不仅大赞刚才的直播表现，还透露他们的韩总监注意到了尚贤之前悬而未决的韩国弓箭手企划，很可能会因此彻底敲定。祝贺完全没想到，直播热度竟然能一路传到 Punk 高层，在众多合作主播当中，偏偏只有阿蒙德吸引到了这位总监的注意。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祝贺不敢有丝毫怠慢，赶忙坐在电脑前反复修改回复。处理完邮件，祝贺脱力般靠在椅子上，眼前的一切顺利的就像做梦。随之而来的还有好消息，广告合作与平台收益明天都将到账。很快，泡泡糖官方也准备在今天正式发布双方合作的重磅公告。还没等把公事彻底聊透，祝贺突然打住话题，看着面前的碗，严肃要尚贤给个解释。难道这就是他准备的早餐？看着眼前这碗干巴巴的麦片，祝贺无奈叹气，表示尚贤说要准备早饭时，他就该猜到会是这样。尚贤倒是一脸理直气壮，指着包装袋上的标语辩解，说上面分明写着能开启满分活力。祝贺看着他这番狡辩，瞬间被气得当场无语。祝贺追问尚贤有没有见过泡菜汤店宣传自己能管饱，尚贤边吃边回答没见过。祝贺又问那非法赌博网站是不是总宣称自己安全可靠，尚贤想都没想就表示确实见过。祝贺直接道破其中原因，泡菜汤本身就能让人吃饱，根本不需要特意挂在嘴边宣传，反而是那些让人倾家荡产的东西才会刻意打着安全的旗号。这麦片正因为算不上正经一餐，包装上才非要装成能补充能量。祝贺气得一把捏碎包装袋，怒斥尚贤脑子里除了阿蒙德啥都不剩。尚贤看着彻底抓狂的祝贺，只能淡定的应了一声。祝贺实在受不了这干巴巴的麦片，宣布从明天开始由他亲自做早餐。尚贤倒是顺水推舟，爽快答应。祝贺暗自发狠，准备用丰盛大餐征服对方，甚至开始幻想尚贤求他做饭的画面。不过祝贺很快打住话题，提起广告收益已经到账，今天连平台的收益也一并结算了。听到有钱拿，尚贤急忙追问到底有多少钱。祝贺拿手机把各项收益加在一起，可看清总额后却当场愣住了。祝贺原本心里有个预估，但把广告费和打赏收益全部加起来，总额居然直接突破了1000万韩元，确切数字是1156万。尚贤听到这个金额大吃一惊，追问这是不是扣除税费和福利后的到手收入。祝贺直接戳破他的幻想，提醒他早就已经离职，现在不仅没有福利积分，甚至连保险都没交。尚贤一时间被震得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意味着整整1000万韩元全都属于他们两个人。祝贺更是激动的补充，这甚至还没加上视频平台的收益和泡菜汤广告的酬劳。先不管后续要交的所得税，祝贺拿出手机算了一番，只要合理避税，尚贤一个月就能到手近700万，拿700万堪比大企业的顶级薪水。尚贤正沉浸在不敢相信的喜悦中，却突然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自己一个人拿走了700万，那祝贺又能分到多少钱？虽然按照合同规定，经理拿到的抽成微乎其微，但祝贺一直24小时在身边帮忙，尚贤索性提出这次的收益他们直接5-5平分。祝贺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吓了一跳，连忙质问他为什么。尚贤解释，这就当是第1个月的奖金。祝贺名义上虽然是经理，但实际上早已是真正的合伙人。况且这段时间祝贺一直在无偿帮忙，除了必须按约定跟智雅分成的平台收益，其余收益全部平分。听到尚贤这番话，祝贺由衷感慨他这个人确实很不简单。面对这笔额外的奖金，向来骄傲的祝贺没有拒绝，只是轻声说了一句谢谢。尚贤心里很清楚，祝贺之前为了维持两人运转，一直在自掏腰包，甚至承诺过不到300万就不拿薪水，能留到现在全凭对自己的信任。
祝贺收下钱后提醒尚贤，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千万别再这么分。他让尚贤不用在意抽成多少，毕竟自己干的活远没有尚贤多，万一以后局势不好，自己还能再去签其他主播，让尚贤完全放宽心。祝贺顺口问尚贤，拿到这笔钱打算怎么花？尚贤边发停播公告边表示，今天发了薪水，打算好好休息。他还提到自己之前做过预约，差一点就给忘了。说话间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尚贤接起电话确认，今天是不是随时都能过去？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祝贺在旁边暗暗纳闷，以为他是订了什么高档餐厅。难得迎来休息日，祝贺一身轻松地躺在沙发上，看着到账的奖金。他原本想买件冬装犒劳自己，可转念一想，现在还没到大手大脚的时候，便果断打消了念头。祝贺顺口问起尚贤到底预约了什么地方，尚贤平静地表示自己预约的是奈谷堂。听到这个回答，祝贺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什么高档餐厅的名字。等他彻底回过神，当场吓得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他不理解为什么发了薪水，第一件事居然是跑去预约纳谷堂。面对满脸难以置信的祝贺，尚贤只是微微一笑，邀请他陪自己一起过去。祝贺跟着尚贤来到后院，发现平时先有人来的角落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正在祝贺纳闷时，尚贤走到一根木头，标记前单膝跪下，表示之前怕吓到他才一直等到现在。随后尚贤看着那处标记，示意祝贺向自己的奶奶打个招呼。尚贤坦言，埋在这里其实是奶奶的遗愿。祝贺以为是老人家对这里感情深厚，尚贤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最初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奶奶只是担心死后继续变成他的负担，才特意选了这个不需要花钱的地方。直到之前的医生看了直播认出他，主动联系提醒，等经济条件好转，就重新帮奶奶安排个像样的地方。听到这番话，祝贺低头紧紧握住手中的手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祝贺主动提出要帮尚贤一起过去，尚贤本想独自前往，祝贺却反问他难道要抱着骨灰罐坐公交？见尚贤提醒他自己也没有车，祝贺直接表示现在租车方便得很。很快，祝贺就租下了一辆车，载着尚贤往目的地出发。坐在车上的尚贤由衷感谢祝贺能亲自开车送他。祝贺坦言这都是经理该做的事。尚贤接着转过身，向一同前往的智雅道了声谢。智雅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自己只是因为祝贺开口邀请，这才跟着一起过来。尚贤微笑着看向智雅，随后轻轻抚摸着怀里奶奶的骨灰罐。他在心里默默问着奶奶，眼前这些人是不是都很善良？这也让尚贤回想起以前和奶奶住在贫民区的时候，家里总是少不了登门拜访的外人。那时常常会有传教的人上门敲门，劝他们寻求救赎，走向天堂。那些人总是堵在大门口缠着奶奶，直到被奶奶硬生生赶走。尚贤能感觉到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忍不住开口询问，担心奶奶会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因为没有得到救赎而坠入地狱。面对尚贤的担心，奶奶边削着苹果边告诉他，无论有些人多么糟糕，最终能拯救我们的依然是身边的人。与其等待遥远而虚无的救赎，不如好好善待身边的邻居和朋友。尚贤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心生怀疑，以为那些上门传教的人总比住在贫民区里的邻居更能帮到他们。他以前确实一直这么想，可如今看着身边全力相助的伙伴，尚贤在心里向奶奶承认，这一次确实是奶奶赢了。正当祝贺看着窗外美景兴奋惊叹时，尚贤在心中默默说道：“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说完，尚贤紧紧将怀里的骨灰罐抱住。尚贤在心里默默告诉奶奶，以后再也不用为他担心了。车子一路开到了休息站，刚一停稳，祝贺就风风火火地冲向小吃摊，喊着自己要买烤土豆，还霸道地不让其他人点一样的。智雅忍不住吐槽他像个孩子。站在车旁的尚贤心里也默默决定要吃烤土豆。最后每个人都买到了心仪的小吃。尚贤看祝贺买了一串鱿鱼，顺嘴问他怎么没点烤土豆。祝贺理直气壮地表示，大家出来就该买不一样的换着吃。这时智雅端着年糕走了过来，大放招呼尚贤一起吃，却开玩笑说香肠上全是口水，谁都不许抢。结果下一秒，智雅就把香肠夹给了尚贤。祝贺抗议他双重标准，智雅却表示刚才只是在开玩笑，气得祝贺在旁边抓狂不已。一行人来到了纪念公园，提前接到预约的工作人员赶忙上前迎接，向尚贤确认逝者的身份。尚贤点头承认，并向对方介绍了陪自己同来的朋友们。工作人员带大家前往准备好的位置，看着眼前开阔的景色，尚贤不禁发出感叹，这风光和他想象中一模一样，正是奶奶生前无比思念的乡村景色。工作人员踩上阶梯，打开阁位，表示这里的视野极佳，能选到这个黄金位置十分幸运。对方转头询问尚贤是否要亲自把骨灰罐放进去，尚贤点头应了下来。他紧紧抱着骨灰罐踏上阶梯，伸手将罐子缓缓送入阁位。可真正到了放手的那一瞬间，尚贤的手却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工作人员注意到尚贤的异样，赶忙上前伸手相助，温和地表示让他来帮忙。尚贤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微笑着向对方致谢。在大家的陪伴下，骨灰顺利安放完毕。尚贤转过身，感谢朋友们一路陪他来到这里。祝贺也微笑着看向尚贤，眼神里满是理解与支持。尚贤转过头，专门向智雅表达感谢。智雅神色平淡地表示没什么，顺势提出要尚贤请大家吃晚饭。
智雅拿出手机展示路线，说附近正好有一家名气很大的米肠汤店。看到智雅连路线都提前查好了，尚贤忍不住笑出声来，爽快答应由他买单，甚至连酒钱也一并承包。祝贺一听急忙反驳，表示自己开着车根本没法喝酒。尚贤提出还车之后再去酒吧续摊，到时候费用依然由他来出。祝贺瞬间变了脸色，直呼好主意。喝醉的智雅整个人瘫在祝贺身上，嘴里还一直念叨着阿蒙德的名字。看着这熟悉的折腾场面，尚贤心里忍不住直叹气。好不容易折腾到门口，祝贺赶忙问智雅把钥匙放在了哪里，可智雅除了喊名字根本给不出回应。无奈之下，尚贤只能去智雅包里翻找。由于附近的路灯实在太过昏暗，尚贤摸索半天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只好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亮。手机的灯光刚一照亮周围，尚贤无意间往上一看，竟发现上方台阶的阴影里站着一道不寻常的人影。那个人静静伫立在暗处，似乎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们几个人。这突如其来的诡异目光让尚贤心里泛起一阵疑惑。第二天一早，智雅按着剧痛的头醒了过来，完全想不起昨晚到底喝了多少。她只隐约记得大家去了酒吧续摊，自己不仅比平时话多，还笑得特别开心，但再往后的记忆就一片模糊了。当时祝贺还在旁边劝尚贤少喝点，尚贤却硬撑着说自己根本没醉。对智雅来说，昨晚确实是极其愉快的一晚。智雅忍不住感叹，自己已经很久没遇到这么真诚又温暖的人了。昨晚在酒吧里，祝贺和尚贤举杯，笑得开心，气氛格外融洽。这让他回想起过去的工作，那时身边人的心都像尸体一样冰冷，在那个环境里，活人的诉求无人理会，甚至还不如死者的遗言有分量。当初那永无止境的加班循环，是因为一位同事猝死，才终于画上了句号。站在灵堂前的智雅，心里没有丝毫悲伤，反而感到一阵解脱，甚至觉得这也许能改变什么。死者的声音总能引起重视。当时智雅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早已和周围人一样，彻底麻木死去了。智雅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看了一会儿，总觉得眼前的场景有些陌生。他转头环顾四周的陈设，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根本不在家里。智雅吓得立刻坐了起来，完全记不起昨晚到底是怎么回来的。直到断片的记忆碎片涌入脑海，想起自己趴在祝贺背上发酒疯，尚贤和祝贺被他折腾得狼狈不堪，智雅吓得赶紧一把捂住了嘴。惊醒过来的智雅忍不住尖叫出声。等他收拾好出来，祝贺已经煮好了热汤，尚贤尝了一口，夸赞祝贺的厨艺越来越棒了。智雅有些愧疚地低着头，不断为昨晚的失态向大家道歉。祝贺忍不住出言训斥，怪他喝成那样实在太冒失，还抱怨昨晚背他爬楼梯有多辛苦。智雅小声嘀咕着，表示其实直接把他送回楼下自己家就行。看到智雅这个反应，尚贤在心里无奈暗想，看来智雅对昨晚发生的事根本一无所知。祝贺这才说出原委，昨晚本想直接送智雅回家，可当时他家门口正有个陌生人来回徘徊，大家放心不下，这才把他带了回来。智雅急忙追问对方是不是男人，祝贺坦言自己没仔细看，是尚贤注意到了那道人影，据说是比尚贤矮一些的男性。结合手机里刚收到的恶毒短信，智雅心里十分确定，昨晚蹲守在他家门口的绝对就是那个混蛋。智雅心里又惊又怒，那家伙居然直接找到了自己家门口。尚贤突然开口问他当时和前男友分手到底闹得多难看。智雅吃惊地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尚贤端着杯子表示，除了他脸上的表情太明显，自己这个角度也正好能看到手机屏幕，不过他补充说明自己绝不是故意偷看。智雅低下头看向桌面上的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前男友发来的新信息。智雅明明早就警告过对方不许再联系，完全想不通他为什么还会跑来家附近。越想越气的智雅一时没控制住情绪，砰的一声把水杯重重砸在桌上。祝贺给智雅倒了杯水，劝她别再纠结已经发生的事，趁热赶紧把饭吃了，还顺便吐槽智雅实在太轻，背他的时候感觉就像背了只小狗。智雅不服气的反驳自己才没那么轻，惹得尚贤在一旁偷笑。其实昨晚刚被带回这里时，智雅就曾专门向尚贤道谢，感谢大家关心他的安全，不仅收留了他，还没有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智雅坦言这其中的恩怨说来话长，尚贤却表示光看他给前男友设的恶劣备注，就能大致猜出是个什么情况了。尚贤让智雅不用急着讲，等他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开口，作为交换，到时他也会讲讲自己的故事。智雅忍不住好奇追问，尚贤坦然回答，那是关于他初恋的故事。听到初恋这两个字，智雅一时间有些吃惊。把智雅安全送回家后，尚贤回到屋里，看到祝贺已经在厨房洗碗。尚贤本打算自己来洗，祝贺表示自己受不了碗堆在水槽里。尚贤向祝贺表达感谢，祝贺顺势提起正事，表示与泡泡糖的联合直播时间已经敲定。尚贤追问具体时间，祝贺交代是在明天下午5点，比平时开播提前2个小时。祝贺补充说明，这次联合直播是在游戏里线上进行，毕竟对方极少参加线下活动。虽然尚贤表示理解，但心里其实很希望有机会能见上一面。祝贺见状便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只要这次直播的合作效果足够好，他打算争取让尚贤和对方一起代言新游戏，而且这是他已经跟吴经理沟通过了，得知有可能拿下共同代言，尚贤感到十分意外。尚贤表示自己看对方的直播已经有3年了。正当祝贺准备继续沟通时，尚贤却突然问起今天直播到底要播些什么。听到这个问题，祝贺顿时大吃一惊，
上弦无奈坦言，之前光顾着冲击钻石段位，完全把准备直播内容的事给忘了。祝贺赶忙起身去拿笔记本电脑，准备抓紧时间和上弦商量方案。在他的心里，今天的这场联合直播很可能会成为频道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不久后，联合直播正式拉开帷幕。上弦熟练地向观众打起招呼，弹幕立刻热闹起来，纷纷开玩笑调侃他上了钻石段位，居然连直播都敢迟到了。看着后台3800的在线人数，上弦心里也很清楚，今天没有特别活动，人数自然比不上冲段的时候。不过只要等会儿正式进入游戏，人数应该就能回升到6、7千。正当他准备开始游戏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一笔1万韩元的打赏，观众迫不及待地在留言里追问他和泡泡糖的联合直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上弦感谢了观众的打赏，澄清联合直播安排在明天，今天打算先在钻石局热热身。弹幕感叹他现在越来越有大主播的架势。上弦补充说自己隐藏分高，很可能匹配到大师段位的玩家。观众惊叹他的隐藏分太恐怖，甚至问他要不要顺势冲击大师。上弦笑着表示最近冲分太累，今天只想玩点轻松娱乐的模式。看到他说要玩娱乐模式，弹幕立马猜起是不是要玩王国。上弦不再多言，直接开启全潜入模式进入游戏。随着潜入设备启动，上弦瞬间进入了游戏世界。画面一转，一架直升机正轰鸣着盘旋在丛林上空。阿蒙德笑着向观众公布，今天准备游玩的模式正是大战。而线下的祝贺也守在电脑前，屏息凝神地注视着直播间的一举一动。网吧里的观众看直播时突然大叫，把身边的同伴给吓了一跳。同伴原本还调侃上弦是怕被大师玩家打败才选娱乐模式，结果阿蒙德直接在游戏里砍下3连胜。凭着这波惊人的表现，上弦成功拿到了晋级资格，正式开启了钻石4的晋级赛。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观众们纷纷刷屏打脸，调侃他之前还说只想玩娱乐模式，结果转头就打进了晋级赛，直言他刚才绝对是在偷偷发力。看着弹幕铺天盖地的起哄，上弦心里不禁有些动摇，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真要一鼓作气冲上大师。看着眼前弹出的晋级提示，上弦一时间有些犹豫，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往上冲。这时他想起祝贺之前的提醒他本质上是个游戏主播，而不是职业电竞选手。当时祝贺特意合上电脑分析，说观众表面上是在看技术，但后台的数据却表明大家其实更喜欢他这个人本身。祝贺还说过，技术只是吸引观众的手段，主播的核心永远是互动与魅力，不能只盯着游戏段位。上弦本想听从建议随便玩玩，没想到轻松拿到了晋级资格。面对满屏催他冲击大师段位的弹幕，上弦按捺下心中的胜负欲，他笑着向观众挥手道别，随后直接宣布下播，只留下满屏遗憾和震惊的弹幕。上弦刚从游戏仓里出来，祝贺就打趣说他老毛病又犯了，明明打晋级赛时状态那么好，怎么随便玩玩还能拿第一？祝贺本以为上弦会像往常一样自夸是天才，没想到上弦却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面对祝贺的疑问，上弦坦言，虽然遇到的玩家水平确实变强了，但不知为何，整场游戏反而让他觉得越来越顺手。听完上弦的话，祝贺也陷入了沉思。祝贺立刻在电脑上搜索阿蒙德的狙击招募贴，结果发现论坛上居然一条相关的帖子都没有。祝贺转头向上弦解释，自从他打破了最高纪录，那些恶意狙击的观众就全消失了。加上上弦现在的隐藏分级高，匹配到的全都是职业选手或大主播，根本没人会冒着名声扫地的风险，专门跑来恶心他。高端局环境干净，自然打得越来越顺手。上弦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以前打游戏总感觉像背着负重沙袋一样。交代完原因，上弦准备先去洗漱，而论坛里关于他随便玩玩就上了钻石的讨论也迅速传开，社区都在夸上弦没了狙击手，实力确实非同凡响。但祝贺却发现网上的讨论热度并没有达到预想的高度，论坛的热门帖子几乎全被顶尖主播泡泡糖霸占，日均5万观众的大主播人气确实在完全不同的量级。祝贺一路往下拉到第10名，才终于看到一条关于上弦的帖子，帖子里写着能击败上弦的只有双排模式下的泡泡糖，甚至把两人即将到来的联合直播直接炒成了2位天才的正面决斗。看到这个标题，祝贺惊的当场把刚喝进口的水喷了出来。祝贺看着泡泡糖的搞笑动图，笑得停不下来，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直播天赋确实和上弦截然不同。但看着社区里的帖子，祝贺也清楚意识到关于上弦的热度正在慢慢消退，幸好明天就是联合直播，不然上弦很可能会被观众逐渐遗忘。祝贺心里明白，任何新鲜感和热度随时间冷却都很正常，眼下的局面其实并不算坏，关键在于他们能否抓住机会再次翻盘。想到这里，祝贺按下了手中的鼠标，开始思考现在是否到了最佳的时机。祝贺看着电脑里的文件夹，其中包含了上弦挑选的3款新游戏，关键在于怎么能让上弦自然的过渡到新游戏里。祝贺一边敲着键盘，一边苦思冥想。这时刚结束游戏的上弦缓缓推开潜入舱门走了出来，想到明天真的要和泡泡糖联合直播，上弦心里依然感到一阵不真实。关注泡泡糖这么多年，哪怕只是在虚拟世界见面，上弦心里依然非常紧张。为了平复心情，他决定提前登录游戏做准备。系统提示：初始形象将根据玩家的生物基因生成，点击确认后，角色在光影中快速凝聚完成。
可等尚贤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身上只穿着一条内裤，屏幕上还弹出了选择服装的提示。这突发状况让尚贤瞬间傻了眼，尚贤赶忙开始挑选服装。起初他换上了一套正装，可转念一想，只是打个游戏，穿得太正式未免有些怪异，于是他又换回了平时的连帽衫。这下终于感觉舒服自然了。随着服装选择完毕，系统提示音响起，画面迅速连接进新的频道。尚贤眨眼间就被送入了一片浩瀚的星空之中，看着周围漫天的亮光，尚贤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觉得这里简直就像浩瀚的宇宙。可当他仔细观察四周时，才猛然发现那些闪烁的光点根本不是星星，而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频道。透出光亮的光球里，甚至能直接看到别人频道里的画面。尚贤好奇的伸手想凑近看看频道里的画面，结果刚一靠近，屏幕就亮起红光，弹出了锁头。原来这些个人频道都设置了隐私保护。他环顾四周，才发现绝大多数光球都带着防护锁，根本没办法随便进去逛。看着漫天的亮光，尚贤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走。就在他不知道去哪时，伴随着一声清晰的提示音，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新信息。对方惊讶地表示，没想到他居然已经提前到了。看着这条新消息，尚贤瞬间反应了过来，还没等他仔细琢磨，泡泡糖已经笑着凭空现身，非常自来熟的一把握住尚贤的手，直夸他真人比镜头前还要帅气。本以为平时只在屏幕里看的大主播，第一次在虚拟空间碰面会有些尴尬，可看着对方热情的态度，尚贤也顺势大方地做起自我介绍。两人正式打过招呼，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融洽起来。泡泡糖一上来就一脸惋惜地表示，听说有人劝尚贤去死。尚贤听得一头雾水，结果泡泡糖笑着解释，大家其实是在祝他早日冲上钻石。这种硬凑的谐音冷笑话让尚贤感叹，这果然是泡泡糖的风格。开完玩笑，泡泡糖招呼尚贤前往自己建立的频道，面前瞬间亮起蓝色的传送门，伴随着系统弹出的通行代码提示，尚贤准备正式前往泡泡糖的个人频道。尚贤伸手轻点面前的传送门，怀着好奇踏入了传送光芒中，想亲眼看看大主播的频道究竟长什么样。尚贤刚跨过传送门，就被一阵剧烈的震动声震住，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受震撼。星空下伫立着巨大无比的恐龙造型装潢，周围还布置着各种喷泉与建筑，这与他在直播里看到的场景截然不同。尚贤不禁猜测，这里难道是未公开的私人频道？泡泡糖笑着回应，说自己只是最近偷懒没好好收拾。尚贤却觉得这里非常酷，表示这里完全符合他对泡泡糖的印象。面对泡泡糖的惊讶，尚贤坦言自己很早就在看对方直播，甚至正是因为泡泡糖，他才萌生了成为主播的想法。听到这番话，泡泡糖显得十分意外，忍不住打趣说，尚贤看起来更像是喜欢在外面玩的户外派，实在不像会窝在家里看直播的人。话还没说完，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泡泡糖战队的米霍闪亮登场。看着眼前一身时装打扮的米霍，尚贤不禁感叹造型确实相当大胆。泡泡糖见状赶忙大声制止，抱怨米霍当着新客人的面穿着实在不够讲究。米霍却完全不以为意，反驳称这只是游戏里的付费道具，要是羡慕大可自己也买一套。这句话瞬间把泡泡糖气的当场反驳。看着眼前的打闹，尚贤感叹游戏里确实什么服装都有可能。米霍这时突然凑到尚贤面前，主动问他是不是认识自己。尚贤仔细一想，立刻记起米霍之前曾给自己的直播间打赏过5万韩元，当时还顺手邀请过他加入战队。尚贤赶忙向米霍开口致谢，米霍见他居然真记下了这件事，显得十分高兴。看着笑逐颜开的米霍，尚贤暗自感叹，对方看着一副高冷模样，笑起来反差倒是挺大。见米霍有些过于热情，泡泡糖赶忙开口叫停，免得尚贤感到尴尬。尚贤顺势开口打听米霍今天是否也一起联合直播。泡泡糖解释道，米霍虽然也是自己战队的成员，但两人平时极少一起直播，今天纯粹是想介绍他们认识。接着他凑到尚贤耳边透露，其实是米霍死缠烂打，非要让他带过来。这话当场被米霍抓个正着，气得质问两人在嘀咕什么。泡泡糖却一本正经打哈哈，夸他只是在讨论她有多漂亮。米霍当场大声拆穿了他的谎言，泡泡糖只能哈哈大笑糊弄过去，顺势带着尚贤走向其他队员，主动把他介绍给队友们。打完招呼后，泡泡糖带着尚贤坐下，向他展示了防止被恶意狙击的操作技巧。尚贤这才恍然大悟，感叹自己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门道。泡泡糖笑着表示，当主播久了，自然能掌握各种小招式。紧接着，他透露了这次联合直播的计划，打算把尚贤被他折磨的惨状当成卖点。尚贤一听就明白了核心所在，泡泡糖见他领会的这么快，立马竖起大拇指大力夸赞，随后便建议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等正式开播时再重新集合。尚贤退出游戏，准备先吃点零食，刚出来，祝贺的消息就发了过来，打听他和泡泡糖沟通的怎么样。此时祝贺正盯着泡泡糖的直播间，看到对方正边休息边啃着香蕉，心里还不禁担心尚贤会把事情搞砸。尚贤回复说两人聊得很顺畅，开播前先各自休息，顺便提到对方还把战队成员介绍给了他。得知泡泡糖居然主动介绍了战队成员，祝贺顿时松了一口气，兴奋地表示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兆头。祝贺发消息透露，听泡泡糖的经纪人说，对方平时极其排外，不喜欢的人连频道都不会邀请。尚贤听完有些诧异，表示对方一上来就把自己拉进了频道，
祝贺忍不住夸赞上弦人缘真好，搞得上弦只能干笑。这时米霍走了过来，打趣他怎么笑得这么开心。上弦解释只是朋友发的消息。米霍顺势注意到他已经换好了衣服。米霍觉得刚才那套在陌生人面前穿太夸张，顺势问上弦现在这身怎么样。上弦夸赞非常适合他。米霍接着透露，泡泡糖平时极少介绍全队，可见他是真的挺喜欢阿蒙德。上弦听完有些意外，毕竟两人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米霍笑称泡泡糖看人一向很准，随后便再次抛出橄榄枝，问上弦要不要考虑加入自己的战队。话还没说完，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界面显示直播将在10分钟后正式开始。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上弦只能抱歉打断，准备赶去集合。米霍话还没说完，上弦丢下一句联合直播时间到了，便直接当面消失，只留米霍一个人坐在原地抓狂，搞不懂这人怎么说走就走。此时系统弹窗提示上弦正式上线开播，等待的众人也注意到了他的登录。泡泡糖看着后台提示，没想到上弦居然比预定时间提前上线。此时直播间的弹幕早已铺满屏幕，观众都在讨论两人段位悬殊，甚至调侃泡泡糖是专门来让上弦吃苦头的大恶人。看到弹幕的打趣，泡泡糖边吐槽边迅速换好正装，他戴上墨镜，拿起麦克风，高声宣布这场两位天才的正面交锋正式开始。弹幕见状又是一阵哄笑，纷纷吐槽他算哪门子天才。泡泡糖接着高调宣布，今天的重头戏是让游戏天才上弦教他这个直播天才打大战场。画面一转，两人居然已经载入了游戏，正坐在飞行中的直升机上。弹幕见状纷纷惊呼，没想到他们趁着做开场介绍时就已经提前匹配好了房间，直夸这防狙击的手法相当老道。坐在舱门边的上弦也主动向泡泡糖的观众打起了招呼。上弦向大家自我介绍，说自己只是个新人主播。弹幕瞬间沸腾起来，纷纷刷屏回应。泡泡糖顺势问他等会儿打算降落哪里，上弦略加思索，直接提议直奔军火库。听到这个决定，泡泡糖当场傻眼，连忙凑过去小声抱怨，说这和之前商量好的完全不同，开局就去军火库，对自己来说难度太高了。上弦笑着解释，说直接冲军火库反而更适合新手练习。听到这个离谱的理由，泡泡糖彻底无语，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家伙根本就没有当教练的天赋。就在两人说话间，直升机已经飞到了目标区域上空。阿蒙德要和泡泡糖联合直播的消息迅速在观众之间传开，大家都期待能看到阿蒙德当教练，甚至等着用他遭罪的画面寻开心。毕竟没人觉得泡泡糖的技术真能提升，大家最想看的就是看阿蒙德怎么体验当年那些教练受过的折磨。随着系统开播提示音响起，上弦的频道正式上线，大批观众瞬间蜂拥而入，准备围观这场受苦直播。阿上弦是很清楚，泡泡糖平时最喜欢躲起来苟活，但这既然是指导直播，就必须找个提升最快的方法。他想起自己刚当新手时，提升最快的路子就是直接冲击军火库。泡泡糖听完彻底慌了，直呼去这地方就是送死。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刷屏，全都在等着看热闹。泡泡糖还想叫住他，却发现上弦完全没打算听劝。泡泡糖当场抓狂，质问上弦之前说常看直播绝对是撒谎，要真了解他绝不可能选军火库。弹幕也跟着笑成一片，全都吐槽上弦这下彻底露馅了。可上弦根本没理会他的抱怨，直接一声令下率先跳下直升机。泡泡糖只能赶忙对着观众提前甩锅，表示这局要是迅速淘汰，全怪阿蒙德。交代完后果，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大喊着紧跟着跳了下去。两人成功降落地面，上弦稳稳落地，泡泡糖却摔得在地上一路翻滚。见他摔得狼狈，上弦关切地问他有没有事。泡泡糖赶忙跳起来，急着找步，解释说自己可不是不会落地，纯粹是因为上弦跳得太突然。看着极力辩解的泡泡糖，上弦淡定地提醒他，自己可什么都还没说呢。上弦交代军火库一层纸有刀和弓，随后拉着泡泡糖直奔目标区域。面对惊慌失措的泡泡糖，上弦心里其实很清楚对方技术极差，但既然担任指导教练，他就下定决心要帮对方有所突破。面对泡泡糖的担忧，上弦坦言这局并不追求获胜，只有通过实战才能真正学会战斗，如果一味逃跑到了关键时刻，根本无法应对。听完这番道理，上弦顿时深受鼓舞，弹幕也纷纷改口夸赞上弦原来早有准备。观众随手送出打赏，调侃阿蒙德这是想借机坑死队友。上弦一边感谢打赏，一边无奈澄清。泡泡糖急得追问打赏说了什么。看着极度紧张的泡泡糖，上弦回想起之前看对方直播的画面，当时对方一遇到敌人就吓得乱枪扫射，上弦这才明白问题所在。泡泡糖之所以一直逃避交火，根本原因就是极度胆小怕死。上弦深知对方缺乏实战经验，敌人一旦贴脸就会手忙脚乱，而近距离强制交火的军火库正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特效药。话音刚落，敌人就直接闯了进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泡泡糖当场吓得尖叫连连，观众们却在弹幕里乐开了花，纷纷表示就爱看他这腹下破胆的反应。上弦顺手抓起武器，他清楚对方想活命就必须学会自保。面对迎面刺来的利刃，上弦干脆利落架刀挡下，顺势出声安慰对方，让他放宽心。上弦喊了一声跟紧我，就径直朝敌人群里冲了过去。泡泡糖只能闭着眼，硬着头皮挥刀。没想到刚一睁眼，面前的敌人已经被倒地解决。系统紧接着弹出上弦双杀的提示。
眨眼间干净利落连过两人，把一旁举着刀的泡泡糖彻底看傻了眼。然而军火库里的战斗远未结束，后方又有敌人闻声提刀逼近。阿蒙德面对扑上来的敌人，侧身闪避，顺势划伤对方，紧接着一脚把残血敌人踢开，正好送到身后的泡泡糖面前。看到送到嘴边的人头，泡泡糖赶忙举刀冲上前想收掉残局，结果因为过于紧张失了准头，这一刀只是轻轻戳到了对方，根本没造成什么伤害。直播间弹幕顿时一片嘲笑，泡泡糖还没来得及懊悔，就被残血敌人反手抓住，直接重重扑倒在地。可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撞击，系统却突然弹出了击杀提示。原来这一摔恰好让他的刀刺中了敌人要害。看着稀里糊涂收下的人头，泡泡糖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泡泡糖意识这是自己第一次用刀击杀，立马挺起胸膛嘚瑟起来，装出一副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的样子。还没等他开心多久，远处就传来了凄惨的哀嚎。顺着声音看过去，尚贤已经在敌人群里展开屠杀，个人击杀数瞬间飙升到了11人。看着尚贤拿着近战武器乱杀，泡泡糖忍不住纳闷，对方明明是个弓箭专精的玩家，弹幕也纷纷感叹，真正的高手用什么武器都能乱杀。就在泡泡糖还在发愣时，远处突然闪过一道寒光，一把飞刀径直朝他袭来，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暗器竟在半空被精准弹飞。泡泡糖被吓得跌坐在地，半天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尚贤缓步走上前询问他的情况，泡泡糖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刚才危急关头是尚贤甩出手中的武器，在空中把敌人的暗器硬生生拦了下来。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泡泡糖忍不住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人类。直播间的弹幕更是彻底轰动，原本打算来看尚贤受苦的观众，全都被这神仙级的空中拦截给惊呆了。尚贤提醒周围玩家太多，提议先上2楼去找弓箭。泡泡糖条件反射般高声喊道：“遵命！”这副打报告的模样，立刻引来弹幕一阵疯狂嘲笑，调侃他是不是在部队服役。泡泡糖气得当场对着观众抗议。可当他偷瞄后台数据时，发现在线人数竟突破了5万5，远超平时的观看量，让他心里一喜。深知观众最爱看顶尖高手受苦，而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开始。两人巨大的实力差距让泡泡糖备受折磨，可尚贤至今都还没拿出真正的本事，甚至连一点苦头都还没吃到。而通常当他展现真正实力时，也就是他开始陷入苦战的时刻。尚贤在楼上搜到了一把弓，旁边的泡泡糖比他还要激动，朝着镜头高声大喊，直呼重头戏马上就要开始。弹幕见状纷纷开始调侃吐槽他不去打比赛，反而当起了现场解说。尚贤顺手查看后台数据，发现在线人数正一路狂飙，热闹程度堪比以前的晋级赛。看样子是泡泡糖的观众大量涌入，让他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大主播带来的夸张热度。面对观众对教练的超高期望，尚贤坦言压力确实不小，但这股期待反而让他彻底燃了起来，决定拿出真本领回应大家。他带着泡泡糖来到2楼看台，居高临下锁定了1楼入口的敌人。由于底楼没有任何枪械武器，拿到弓的他们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尚贤耐心讲解高空狙击战术，但他心里明白跟对方说也是白搭。泡泡糖表面上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心里却清楚自己根本射不中。面对泡泡糖的讲解，弹幕纷纷吐槽他自作多情。尚贤不再多言，直接将4支箭同时搭上弓弦。虽然在视频里看过无数次，但亲眼目睹这招4箭齐发，一旁的泡泡糖依然看傻了眼。随着尚贤果断松开弓弦，4支箭矢呼啸而出，楼下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接连击中倒地。快到极致的射速让直播间弹幕瞬间沸腾。尚贤这一击直接暴露了位置，楼下敌人纷纷高喊2楼有弓箭手，全场仇恨被他一个人拉满。还没等泡泡糖庆幸没被盯上，尚贤就转头催他赶紧拿弓输出。泡泡糖当场吓得发愣，弹幕也趁机疯狂刷屏，吐槽他明明是选手却总当解说，逼得他只能硬着头皮拿起弓箭，心里对自己的技术完全没底。泡泡糖勉强拉开弓弦，把箭射了出去，结果箭矢根本没有向前飞行，直接垂直砸在1楼地面。弹幕瞬间刷满嘲笑，吐槽他表演花式抛射。泡泡糖气得当场崩溃，大声抱怨弓箭比想象中难用100倍。他连忙向旁边的尚贤找补，直呼这游戏根本没人会用弓箭。可尚贤完全不为所动，依然手起箭落稳定输出。随着箭矢精准命中楼下敌人，底下顿时传来一阵困惑的惨叫。泡泡糖心里很清楚，自己接连犯错还能安然无恙，全靠尚贤独自扛下了所有注意力。弹幕疯狂刷屏，直呼这就是人形炮台。随后的箭矢接连精准命中，楼下敌人被成片收割。泡泡糖看得彻底发愣，感叹玩了这么久游戏，很久没见过如此震撼的场面。尚贤则片刻不停，再次搭箭开弓，持续掌控全场。面对楼下扔来的飞刀和斧头，尚贤纹丝不动，稳稳控场，见局势彻底稳定。他顺势劝泡泡糖多加练习，直言刚开始谁都做不好，放空心思开弓就行。虽然心里吐槽对方一开始就是天才，但泡泡糖还是深受鼓舞，决定抛开杂念再试一次。他重新搭箭拉弓，屏息凝神准备射击。泡泡糖锁定楼下的目标，随着弓弦一阵猛烈震响，箭矢划破长空，精准贯穿了敌人的后背，将其当场击倒在地，确认这一箭成功命中。尚贤立刻夸赞了他的表现，弹幕也瞬间反应过来，原来尚贤一直在掌控局势，故意给泡泡糖创造轻松射击的机会。虽然泡泡糖明白
全靠上弦在前面降低难度，但亲手命中目标地爽快感，还是让他瞬间自信心爆棚。而这恰好是上弦的用心所在。面对缺乏自信的人，积累微小却确定的胜利，才是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上弦让他保持这个节奏，承诺会一直在身后做他的后盾。受到鼓励的泡泡糖在中一箭，连弹幕都惊叹他居然能连续命中。手感大好的泡泡糖兴致勃勃，正准备乘胜追击再来一发，对面远处却突然飞来一发冷箭，直奔他的位置袭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偷袭，泡泡糖吓得连忙转头求救。可此时的上弦正看向另一个方向，面对避无可避的偷袭，以为必死无疑的泡泡糖闭上眼睛放弃了反抗。谁知伴随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半空中飞来另一支箭，精准将袭来的冷箭当场弹开。泡泡糖这才惊觉，对面高台上居然藏着敌人。而在空中拦截那一箭的，正是侧面早已拉弓就位的上弦。神仙般的反应瞬间震惊全场，对面高台上的敌人气得大喊上弦开挂。可话还没说完，上弦就已经再次松开弓弦，飞出的箭矢在空中划出夸张的弧线，绕过障碍精准击中敌人。看到这完全违背常理的弯曲弹道，泡泡糖整个人彻底看傻。泡泡糖追问，刚才拦截冷箭是不是也是这招？上弦淡定承认这只是取弧射击，甚至科普起偏心搭箭改变弹道的原理。面对硬核的物理理论，泡泡糖听得一脸茫然，叹气担心粉丝权被对方吸走。可他转念一想，这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本大家想看的高手受苦直播，上弦到现在居然一顿苦都没吃到。看到上弦玩得这么开心，泡泡糖心里彻底崩溃。明明让高手受苦才是今天直播的最大卖点，结果最后全程遭罪的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泡泡糖自带一种特殊天赋，能不费吹灰之力让利刃教练受尽折磨。当初同伴带他打游戏时，还满怀信心承诺要一路带飞，结果泡泡糖一开车就直接炸场，乱跑拉满全场仇恨，最后落得全员阵亡。弹幕当时全在吐槽，说他越是努力认真，带他的教练就死得越惨。泡泡糖看着眼前的上弦，以为今天的直播也会再次重演这种惨剧。这场直播彻底变成了上弦的个人高光集锦，不管泡泡糖怎么下坑操作，身边的上弦都丝毫没受影响，依然保持着极其精准的稳定输出。通常在沉浸感极强的游戏里，队友一旦胡乱操作，其他人很容易就会情绪失控。以前带他的那些教练早就被他折磨到当场崩溃，可上弦自始至终都稳如泰山。泡泡糖这才猛地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到底强到了多么夸张的地步。在一楼敌人被上弦迅速清空后，泡泡糖心里开始不安起来，觉得这场比赛进行得过于顺利，这与大家想看的节目效果截然相反。他甚至担心今天的直播成绩会惨败。可当他看向弹幕时，却瞬间愣住。观众非但没有抱怨，反而对这种毫无压力的流畅操作大加赞赏。比起看教练情绪崩溃发脾气，大家反而更喜欢上弦这种稳健的大心脏。面对观众这突如其来的超高热情，泡泡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泡泡糖看着数据恍然大悟，以前教练崩溃是因为拖后腿真能搞砸比赛，但上弦的实力强到足以硬生生带飞，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半点压力，这就是硬实力带来的绝对自信。在一楼威胁被彻底清空后，泡泡糖干劲大增，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提升自己。在确认完一楼安全后，泡泡糖连忙追问接下来的行动。上弦决定带他前往地下室，去给泡泡糖寻找武器。确定好下一个目标后，上弦随手将绳索固定在栏杆上，紧接着顺势一跃而下滑向一楼，干脆利落平稳落地。站在楼上的泡泡糖当场看懵，趴在栏杆上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下去。看到他这副手足无措的模样，弹幕瞬间笑翻，纷纷吐槽他简直毫无运动细胞。见泡泡糖不敢跟着滑绳下楼，弹幕调侃他是在挑战上弦的心态。上弦倒是一点没生气，提醒他附近安全走楼梯就行。泡泡糖如释重负，连忙道谢。观众见状纷纷感叹，只要实力强到能提前清场，就永远不会被队友搞崩心态。随后两人继续深入，还没到地下室，就听到密集的枪响。几名玩家正手持枪械激烈交火，看到这火爆的战斗现场，连上弦都禁不住发出感叹。看折底下枪声响个不停，系统界面却半天没有击杀公告。上弦禁不住吐槽，怀疑这群人到底全都是菜鸟，还是跑来贯彻和平主义的。见他一本正经的开嘲讽，弹幕瞬间被逗乐，纷纷笑称节目效果彻底拉满。上弦没打算多耽误，决定趁枪声掩盖脚步，先带泡泡糖藏到柱子后面。泡泡糖赶忙一路小跑跟上，刚停下来就累得直喘粗气。上弦确认过泡泡糖没有大碍后，迅速判断出底下还残存4支队伍，其中甚至还有单人队伍。泡泡糖听完大受震撼，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区域能挤下这么多人。想到自己已经2个月没进过地下室，泡泡糖心里难免泛起嘀咕。上弦劝他不必担心，打算先等对方互相残杀再捡漏，并承诺帮他找一把顺手的狙击枪。听到有枪可用，泡泡糖连忙点头答应。弹幕被他一脸茫然的模样逗乐，纷纷吐槽他完全没听懂安排，纯粹是在盲目跟从。弹幕纷纷吐槽泡泡糖不像在打游戏，倒更像是在现场看戏的观众。听着底下猛烈的步枪声，泡泡糖心里直打鼓，担心飞来一颗榴弹就能要了他们的命。他忍不住问上弦，这种情况下他们真的算占据优势吗？上弦却十分平静，表示他们在暗处掌控视野，楼下的敌人根本没发现这里。泡泡糖看着底下的火光，忍不住提醒对面拿的可是热兵器，而他们手里就只有
尚贤顺势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弓，尚贤反倒觉得在地下室用弓箭反而比枪械更有优势。泡泡糖听完全然不信，弹幕也纷纷刷屏吐槽，称他把怀疑全都写在了脸上。毕竟拿弓箭去硬刚英雄级武器，怎么看都不像有胜算。可还没等他想明白，尚贤却突然要他准备撤离。尚贤掌握着场上局势，刚有一支队伍被清出局，剩下的3队里还有个独狼，他决定先掩护那个独狼。尚贤计划先解决掉其中一队，让泡泡糖趁机冲出去捡地上的传说级狙击枪。一听要冒着危险跑出去捡枪，泡泡糖吓得连忙抗拒，觉得继续躲在这里偷袭更安全。弹幕看穿他想白嫖躺赢，纷纷调侃尚贤明明能一个人收割，纯粹是在借机训练他。泡泡糖转头问观众有没有看到枪，结果弹幕一问3不知，气得他大骂观众靠不住。话音未落，尚贤已经再次开弓放箭，尚贤这一箭再次画出弧线，绕过柱子击倒了掩体后的敌人。敌人都还没看清方向，系统就接连弹出双杀提示，连泡泡糖都看傻了眼。趁着敌人清场的空档，尚贤立刻让泡泡糖行动，泡泡糖连忙拔腿就跑，直奔地上的那把狙击枪冲了过去。泡泡糖刚冲出去，就在楼梯底下发现了那把狙击枪。与此同时，尚贤再次顺手团灭了一队敌人。场上剩下的最后一个敌人，此时把火力全都集中在尚贤身上，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泡泡糖。泡泡糖一把抓起狙击枪，迅速躲到了柱子后面。拿到武器的他意识到，自己终于也能在场上发挥作用了。泡泡糖迅速架起狙击枪，从瞄准镜里锁定了远处那个最后的敌人，但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急促的呼吸让镜头不断晃动。他连忙屏住呼吸，调整状态，死死盯紧目标，准备按下扳机。随着十字准心锁定对方头部，泡泡糖果断扣动扳机，伴随一声巨响，枪声骤然响彻全场，子弹瞬间贯穿敌人头部，直接将最后一名对手淘汰出局。系统播报立刻弹出击杀提示，看到眼前爆头命中的画面，泡泡糖当场震惊的说不出话，完全没想到自己真的打中了。弹幕瞬间沸腾，全都在庆祝这难以置信的一枪，甚至调侃这是尚贤特训的效果。尚贤笑着鼓掌，夸奖他打得不错。受到夸奖的泡泡糖开心坏了，弹幕调侃他像拿了奖状的小学生。泡泡糖却攥紧拳头表示，以前喘着粗气时根本不可能爆头。尚贤随后招呼他过去。尚贤带着泡泡糖走进装备室，让他在里面随意挑选武器，没了紧张感的束缚。泡泡糖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甚至积累了不少自信，拿着英雄级装备爱不释手。看着正在补充见识的尚贤，泡泡糖忍不住暗自感叹，原本以为特训只是做节目效果，没想到这种粗暴的方式竟然真的让技术有了提升。随着安全区开始缩进，尚贤骑着边3轮摩托车，带着泡泡糖赶往安全区。拿到了传说级狙击枪和顶级配件，加上尚贤补充的稀有剑士，泡泡糖瞬间自信心膨胀，甚至觉得这一把有机会直接夺冠。泡泡糖主动提出帮忙开车，想要替尚贤分担。了解他开车黑历史的尚贤，不出意料的当场拒绝。弹幕瞬间笑成一片，纷纷调侃暗杀计划直接破产。尚贤完全不给翻车的机会，虽然拒绝了他开车的请求，尚贤还是顺口夸奖了一句，认可了他重拾自信后的射击表现。尚贤直言他在车上对付敌人的表现相当不错。泡泡糖回想起自己坐在边车里成功击中对手的画面，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弹幕也跟着疯狂刷屏，调侃他这次终于有希望打上青铜段位。尚贤接着表示，最初在游戏里见识到那种顶级狙击时，根本没联想到会是他。后来得知真相时大吃一惊。听到尚贤这么高的评价，泡泡糖顿时喜出望外，直呼对方夸得自己有点受宠若惊。两人正骑着摩托往前赶，远处树林间突然亮起一道闪光，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坐在车上的泡泡糖当场胸口中弹。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他猝不及防，意识到自己被暗中的狙击手盯上，他顿时慌得手足无措，连忙询问尚贤接下来该怎么办。面对突发状况，尚贤表现得格外冷静，比起下车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留在车上高速移动反而更加安全。他毫不犹豫加大油门，载着泡泡糖加速向前冲去。摩托车一路冲进沼泽森林，车轮很快就被泥水掐住，尚贤只能被迫停下，表示这车没法继续往里开，必须换辆越野车才行。两人随即弃车，猫着腰藏进密林深处。泡泡糖小声询问是不是要一直躲在这里。尚贤观察着周围，表示现在的安全区位置对他们其实相当有利。话还没说完，尚贤突然伸手示意他立刻保持安静。尚贤打算先给泡泡糖包扎伤口，结果翻遍了他的背包，居然连最基础的绷带都没找到。泡泡糖这才意识到，光顾着去军火库抢高级枪械，背包里连救命的治疗物资都没准备。可他转念一想，突然反应过来，尚贤平时根本不用任何高级武器，到底是怎么靠军火库开局一路赢下来的？泡泡糖忍不住问尚贤，没枪没药到底是怎么一路赢下来的？弹幕也跟着纳闷，这到底打的是什么硬核局？尚贤却理直气壮表示，治疗物资只要击杀敌人就会掉落，反正别人会帮他们搜集好。泡泡糖听完直接放弃思考，弹幕也纷纷吐槽，这是把真人玩家当成了刷怪 NPC。这时系统提示泡泡糖还在持续流血，他刚想问该怎么止血，
尚贤突然伸手捂住他的嘴，示意他听周围的声音。尚贤笑着低声表示：“送治疗物资的人，这不就送上门了？”泡泡糖被压在草丛里，一脸茫然，耳边除了阵阵风声，完全听不到任何人的脚步。尚贤早已神速搭建拉弓，眼神死死锁定着密林深处。远处的树林里，几名玩家正结伴前行，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还没等对方理清状况，一道寒芒便呼啸破空，重重定在了这群人面前。一箭精准击中前方敌人头部，系统随之弹出击倒提示。猝不及防的遭遇让对方当场倒地，整支小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泡泡糖见状赶忙举枪准备开火，尚贤却一把按住他的枪管，提醒他开枪只会暴露两人的位置。面对泡泡糖的询问，尚贤只是让他稍安勿躁。说话间早已在弓弦上搭好数支箭矢，随后猛然松手，几道寒芒同时呼啸破空，箭矢应声命中。系统再次弹出击倒提示。泡泡糖趴在草丛里看傻了眼，从这里根本看不清敌人，尚贤却能做到箭箭必中。幸存的敌人发现同伴倒地，赶忙朝着他们认定的方向猛烈开火。泡泡糖赶紧低头躲避，却发现枪声响起的方向完全不对。尚贤在旁边低声解释，敌人是被弧线箭矢的轨迹误导，完全打错了位置。泡泡糖这才明白这诡异弹道的厉害。泡泡糖忍不住嘟囔，弓箭才是隐藏的神器。弹幕立马调侃这完全是人的问题。说话间，尚贤又是一箭撂倒一名敌人，剩下的敌人赶忙躲进石块后方，趴在地上试图抢救同伴。殊不知他在暗处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尚贤看得清清楚楚。大局已定，尚贤直接发话，让泡泡糖出手收拾最后一个，就算现在暴露位置也无所谓了。泡泡糖应声拉栓上膛，准备开火。眼前这局势可比刚才好多了，完全没理由失手。泡泡糖屏住呼吸，死死锁定前方的目标，随着他果断扣下扳机，枪声骤然响彻草丛，子弹应声爆头，系统击杀提示随之弹出，彻底收掉最后一个敌人。这一枪不仅干掉了敌人，还顺便爆出了一堆治疗药品。第一次成功收下人头的泡泡糖高兴的直接挥拳欢呼，弹幕也开始疯狂吹捧他的狙击表现。看着兴奋不已的泡泡糖，尚贤倒是十分平静，他淡定表示，正如自己之前说的，就算从军火库开局，也一样能拿到药品补给。弹幕被这番发言彻底整懵了，纷纷刷屏问他到底说了什么。面对满屏的问号与震惊，尚贤只是轻飘飘留下了一句：太简单了。战斗彻底落幕，泡泡糖随手丢开枪，瘫趴在地剧烈喘息，看着面前的结算画面，他眼角冒出泪光，随后猛地跳起举拳大喊，自己真的成功拿下了第一。结算界面弹出的那一刻，尚贤走上前向他道贺，直播间弹幕彻底沸腾，满屏都在狂刷夸赞，也有不少人在调侃胜率党破防。看着飞过的 0.04 弹幕，泡泡糖一头雾水，连忙询问尚贤到底是什么意思。泡泡糖尴尬解释自己在该模式下的个人胜率其实只有4/1000。尚贤听完非常吃惊，连忙询问上次联合直播不是拿过团队第一吗？对方无奈坦言，在这游戏里哪怕小队吃鸡，只要中途阵亡个人胜率就不增加，这也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活到了最后。弹幕被这奇葩规则逗乐，有粉丝打赏夸赞他这局的狙击表现，泡泡糖赶忙向观众致谢。粉丝打赏建议他趁势单排冲青铜，弹幕也跟着起哄，眼看要被逼去打单排，泡泡糖当场装傻，硬说自己没看到打赏，弹幕当场拆穿他刚才读打赏非常熟练。装不下去的泡泡糖拍手打断话题，招呼大家把掌声送给尚贤，直夸对方技术实在厉害。尚贤反过来夸起泡泡糖，认为他听指挥表现不错，其实技术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得到肯定的泡泡糖有了底气，顺势吐槽观众天天喷他，甚至放话再开黑就直接封号。接着他满怀期待的凑上前询问尚贤，要是自己认真打，在这个模式里能冲到什么段位？尚贤平静的表示，能打到什么高度全看自己付出多少努力。说完便自顾自走开。泡泡糖追问，要是像职业选手那样通宵苦练，尚贤认真想了想，表示哪怕拼尽全力，最多大概也只能打到青铜段位。听到这扎心的评价，泡泡糖当场瞬间石化，弹幕笑成一片，吐槽苦练半天竟然只能拿个青铜。观看直播的程泰被这一幕逗乐，吐槽尚贤哪怕客套一下，至少也该给个黄金段位。程泰打量着屏幕上的尚贤，直言这新人确实有点意思。程泰原本担心新人急着抢镜头，没想到对方全凭硬实力撑场，还能兼顾队友给提升机会。程泰暗自感叹，尚贤甘愿退居幕后当教练，把主持大局的机会留给队友，展现出了对直播生态的深刻理解。这时手机收到信息，是吴先生询问考虑的怎么样。原本打算观望的程泰不再犹豫，立刻拨通电话，决定正式加入。随着游戏结算画面更新，泡泡糖的段位竟冲上了青铜4，出乎意料的结果让他兴奋大叫，弹幕一片震惊，调侃连系统的升级速度都没这么离谱。不敢相信这一切的泡泡糖伸手狠捏了自己一把，确认是不是在做梦。弹幕纷纷讨论起来，虽然依然在青铜段位，但泡泡糖的技术和自信大有提升，和尚贤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泡泡糖激动地向尚贤道谢，表达能和偶像一起打游戏的喜悦。见气氛正合适，他顺势请求带他一路冲上白银。面对这得寸进尺的要求，尚贤伸手打断，当场拒绝。弹幕再次笑翻一片，泡泡糖干咳2声，连忙改口，表示刚才只是顺口一说。接着他向尚贤打听是否听说过一款叫传奇人生的游戏，
得知尚贤从未接触过，他顺势发出邀请，希望下次能一起组队双排。面对突如其来的邀请，尚贤愣在了原地。泡泡糖放话下次换他来叫尚贤，却被弹幕当场拆穿是想继续蹭车，急得泡泡糖大声反驳。弹幕无情揭露他在那款游戏里的银牌段位含金量低得可怜。说不过弹幕的泡泡糖气急败坏，叫尚贤向观众打招呼后结束直播。下播后弹幕依然讨论不停，感叹游戏天才自始至终连苦都没吃过，再次取得了大胜。退场前泡泡糖表达了联播的开心，尚贤也回应自己同样很愉快。泡泡糖再次强调希望对方考虑组队玩传奇人生的提议，尚贤当场答应了下来。尚贤刚想坦白自己本就打算尝试，话说到一半动作却突然停住。远处长椅上正静静坐着米霍，米霍一个人托着腮，若有所思地坐在花丛旁。泡泡糖注意到长椅上的米霍，有些好奇他今天居然没有开播。米霍表示今天心情不好，干脆休息。泡泡糖听完非常意外，毕竟平时米霍工作起来一直很拼。面对这番询问，米霍狠狠瞪了他一眼，质问自己休息难道也有问题？吓得泡泡糖连忙开口解释。随后米霍转头看向旁边的尚贤，夸他这次和别人联合直播表现得挺好。尚贤听完客气地向他道谢。米霍紧接着补充道，原本还以为尚贤不擅长跟人相处，看着米霍这副反应，尚贤心里明白，他分明是在一个人偷偷生闷气。尚贤想起米霍之前给自己的打赏，毕竟对方自尊心那么强，自己却已经连续拒绝了他2次，而且祝贺之前也特意叮嘱过他，尽量少和这些大主播打交道。尚贤本就习惯了和别人保持距离，于是他转头对米霍坦言，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紧接着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不过自己其实挺喜欢的。一旁的泡泡糖听完忍不住偷笑，吐槽尚贤说话像个大人似的。没成想米霍直接黑着脸站了起来，吓得泡泡糖赶忙捂住嘴巴。米霍就这么死死瞪着尚贤，眼神里写满了锐利与不爽，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米霍没好气的丢下一句只是开玩笑，便转身离开了现场。看到米霍离开且没有发火，泡泡糖庆幸自己这次轻松过关，尚贤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泡泡糖笑着替米霍向尚贤道歉，解释说米霍平时就不太懂得隐藏情绪。尚贤听完也表示他似乎经常这样。紧接着泡泡糖忍不住佩服起尚贤，直言只要米霍动真格的，以前还真没哪个男生能扛得住。尚贤听完这才恍然大悟，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尚贤坦言刚才的状况其实挺明显的，泡泡糖顺势吐槽，像他这种帅哥恐怕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尚贤在心里暗自觉得米霍这脾气确实有点像小孩，不过这话可万万不能直接当面说出来。眼看时间不早，泡泡糖便提议今天先到这里。尚贤客气地表达感谢，表示这次合作自己非常开心。两人随后结束了当天的联播活动。告别之后，泡泡糖独自惬意地躺在草地上，回想着今天的经历，发现这场合作比预想中还要有意思。他也深深认可了尚贤之前的那些话。尚贤退出游戏，看了眼时间，没想到不知不觉已经播了整整6个小时。祝贺在旁边兴奋地告诉他，今天的直播数据再次刷新纪录，最高在线人数甚至突破了14000。不仅如此，连米霍都主动开口，表示想要和他一起组队玩游戏。面对祝贺停不下来的唠叨，尚贤实在有些受不了，丢下一句去洗澡后，便果断推门躲进了浴室。尚贤刚走进浴室，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祝贺在门外大声质问，问他刚才有没有答应泡泡糖组队。突然的声响把尚贤吓了一跳，连忙出声否认。祝贺这才松了一口气，表示自己正在规划他接下来的游戏安排，幸好刚才没有冒失答应。尚贤顺口打听起计划里的游戏，本想顺势说自己其实对传奇人生挺感兴趣，可话还没说完，门外就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没想到祝贺已经坐在电脑前，争分秒秒的开始整理后续资料了。看着门外一刻不停忙碌的身影，尚贤忍不住感叹，这经纪人对待工作实在是有够拼命。尚贤想起以前在公司时，祝贺工作起来简直就像一台机器，而现在看着祝贺丰富的表情，他感叹对方终于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了。可念叨着普通人这几个字，尚贤看着湿漉漉的手掌，默默将拳头紧紧握了起来。尚贤很清楚自己的秘密迟早有暴露的一天，即便无法阻止，他也绝不会去怨恨任何人。洗完澡出来，尚贤凑到桌前，好奇地询问祝贺正在整理什么。祝贺解释，这是一份游戏主播的详细名单，已经按年龄和受众群体做好了分类。看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尚贤惊叹居然会有这么多的主播。祝贺却直接泼来冷水，表示这还只是国内范围，而且上面的每一个人体量都比他大。得知这个残酷的现实，尚贤当场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尚贤看着名单有些好奇，打听起这些大主播是不是只玩传奇人生。祝贺表示确实基本以此为主。尚贤以为泡泡糖已经是顶流，没想到光玩传奇人生的主播观看量更高。祝贺解释泡泡糖的粉丝粘性极高，广告报价更是全行业最高，算得上是公认的广告之王。两人正聊着，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收到了一条新消息。祝贺看了一眼屏幕，拍了拍尚贤，让他抬起头来。尚贤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并没有气馁，祝贺就已经把手机递到了他面前。祝贺递过来的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条通知，尚贤即将和广告之王泡泡糖一起合作拍摄广告。与此同时，网上对这次联播讨论热烈，论坛里
全是对两人的好评，不少人夸赞上弦是真正的教练，不仅带飞队友，还帮泡泡糖提升了技术，大家对他俩下次的传奇人生双排充满期待。上弦看着满屏的夸赞，欣慰的笑了。这场直播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上弦也借着泡泡糖的高人气，成功赢下了口碑和关注。上弦看着手机上的信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第一个广告合作竟然来自顶级的大品牌泡泡糖。祝贺得意地表示自己说到做到，他一直希望上弦的首秀能拿下这个大牌，这才极力推荐他去代言新游戏。上弦被这番话感动得不行，连声呼唤祝贺的昵称。祝贺大笑着刚准备享受夸奖，结果上弦突然冷静下来，反问祝贺到底知不知道这广告具体是宣传什么的。上弦看着手机轻轻笑出了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不仅能和泡泡糖一起打游戏，甚至还能合作拍摄广告。他禁不住低声感叹，要是能早点开始做直播就好了，要是奶奶能看到现在的自己，也一定会很高兴吧。画面一转，视角来到了高耸的办公大楼外。办公大楼内，吴先生热情地将人迎进会议室。话还没说完，他却发现会议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文件。吴先生当场对着办公区大吼，质问刚才哪个部门开完会没收拾。他大声怒吼说，今天这里要签合同， Fantasia 的代表也马上就要到了。此时一身正装的上弦和祝贺正静坐在会议桌前，看着眼前的这场混乱。吴先生趁着代表还没赶到，先给几人交代起合同细节，表示这次合作不仅包含线下拍摄，之后还需要在直播里定期推广新游戏。听到要宣传新游戏，上弦有些疑惑，祝贺顺势追问具体是什么游戏。吴先生这才反应过来，忙晕了，竟然连游戏名字都没交代。随着桌面上的投影一亮起，画面上浮现出 PU 版角色的全息影像。吴先生介绍，这次要代言的是一款全新的手游。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宣传项目，上弦一时间有些愣住了。上弦感到有些出乎意料，毕竟哪怕 VR 技术在发展，比起庞大的手游市场也依然存在差距，特别是在商业收益这块，以往这类手游都是找顶级明星代言，可这次对方不仅选了泡泡糖，甚至还指明要上弦一同参与。吴先生看出他的疑惑，解释说找主播代言属于破例特例，上弦也客气地表达了感谢。接着吴先生指着合同补充，除了基本的广告代言，这次合作还有一个关键条款，上弦将被直接制作成游戏里的英雄角色。听到这个消息，上弦和祝贺当场愣在原地。面对出人意料的提案，祝贺和上弦一时没反应过来。上弦笑着表示，直接看现场演示最直观。随着桌面上的全息投影再次亮起，一个二头身的 Q 版萌系角色瞬间浮现在两人面前。看着桌上活灵活现的 Q 版自己，上弦和祝贺愣在当场，上弦却对自己的设计信心满满，得意地询问起两人的看法。上弦解释道，只要拿到体能数据授权，很快就能完成3维建模。虽然现在的全息投影还不能触控，但游戏里会完整呈现。上弦试着伸手触碰小人，意识到打断了，说明有些尴尬。上弦笑着表示，亲身体验也是演示的一环。随后吴先生正式确认，上弦和泡泡糖二人都将被制作成游戏里的可操控英雄。确定自己真的要成为游戏角色，上弦心里大受震撼。他比谁都清楚这次合作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重。祝贺在心里直犯嘀咕，这次合作的体量远超预期，他只能拼命绷紧表情，强装冷静。吴先生刚准备切入正题，和大家商讨具体的合同细节，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激烈提醒客户已经到了。吴先生顺势让人请他们进来。随着对方正式入座，接下来的谈判准备正式展开。对方递上具体的报价金额，客户看罢开门见山地表示，考虑到这次合作的规模，这个金额实在有些让人遗憾。听到祝贺嫌报价太低，吴先生显得相当意外，上弦心里更是一阵震惊，毕竟那可是整整2000万韩元。不过看着镇定自若的祝贺，上弦很快冷静下来，相信他心里肯定早就有了打算。客户敲着桌面表示，2000万韩元对现在的上弦绝非小数，顺势追问祝贺嫌报价低的原因。祝贺没想到对方会直接向自己提问，刚拿起文件准备开口解释，现场突然响起一阵咳嗽声，祝贺顺势停下，询问对方是不是有话要说。对方尴尬的表示只是卡了嗓子，示意谈判继续。上弦随后主动接过话头，表示这次合作的期限只有3个月。祝贺用笔指着合同上的角色化条款，指出条款里根本没有注明使用期限，而游戏角色一旦上线，就会一直使用到停服为止。祝贺据理力争地表示，这就相当于长期的授权协议，2000万充其量只是临时合同的上限，如果要签永久授权，报价标准就必须重新调整。对方对此回应道，2000万已经是考虑到永久授权后公司内部规章允许的最高额度。祝贺紧追不舍，直接质问对方所谓的内部标准究竟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的。面对质问，对方表示内部评估标准无法公开。祝贺当即列举出上弦的具体数据，虽然粉丝只有5万，但播放量堪比30万大主播，过去1周的直播观众也有7、8千。质问这些是不是都被忽略了？对方反驳道，没有任何合同会只参考单周的数据，通常都是以月为单位来评估。按这个标准来看，上弦平均也就3、4千的水平，这才是他目前的真实定位。谈判现场的气氛瞬间冰冷下来。可祝贺非但没有继续反驳，反而笑着认可了对方的说法，承认这确实是上弦当下的定位。祝贺以游戏至少运营5年为前提，反问对方有没有买过股票。
他表示等所有人发现股票有价值时，股价早就已经飞上天了。既然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现在的价格就该提前体现出来。对方顺势追问，难道认为上弦5年内会持续成长？祝贺斩钉截铁地表示，用成长来形容都算保守，他未来绝对会彻底爆火。对方听完忍不住笑了一声，吐槽祝贺这牛皮吹得实在太夸张。一旁看着情绪高涨的祝贺，上弦甚至开始犹豫要不要赶紧出面制止他。祝贺强调自己可不是在吹牛，随即在桌上铺开了一整套准备好的数据。他表示这是上弦的观看量与同行对比图，上面清楚显示出上弦剧烈的增长走向。面对这条陡峭上升的曲线，祝贺质问直接按平均值定价，极其不合理。他斩钉截铁的否定后，翻开资料，拿笔顺着趋势画出了延伸的预测线，强调这才是评估上弦市场价值的正确方式。对方反驳说那张图不过是假设。祝贺斩钉截铁的打断他，强调这不是瞎猜，而是上弦注定会达到的未来，必须把这种潜力算进他现在的价值里。随后祝贺拿2家公司的估值打起比方，虽然对方公司净利润更高，但 Fantasia 凭着极高的市场预期，市值反而遥遥领先。面对祝贺连珠炮式的追问，对方被问的双手紧握，一时间无言以对。祝贺接着表示，投资者看重的就是未来，就算 Fantasia 现在的规模不如亚星，大家也是在为未来买单，他们不过是想把这套逻辑用在上弦身上。对方听完陷入了沉思，他心里很明白，如果现在否定祝贺的说法，就等于否定了自家的商业价值。他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掉进了对方设下的陷阱。面对祝贺无法反驳的逻辑，对方最终选择妥协，当场拿笔划掉了合同上的原定报价，承诺会重新给出更好的合作条件。看着对方主动提高待遇，祝贺和上弦相视一笑，这场谈判终于圆满落幕。对方拿起笔，直接划掉了合同上的原定金额，当场承诺会支付超过原定2000万的报酬。面对这出乎意料的胜利，祝贺在心里一阵狂喜，一旁的吴先生更是忍不住鼓掌赞叹，直呼祝贺这波谈判实在太精彩了。吴先生顺势感叹起来，直言亚星能发展成大企业一点都不奇怪，毕竟手下全都是这种级别的优秀人才。听到亚星这2个字，对方瞬间大受震撼。吴先生见状顺水推舟地表示，祝贺和尚贤过去可都在亚星工作过，他还以为对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看着对方一时间慌乱不已，吴先生在心里暗暗吐槽，看来这帮人谈判前根本就没做背景调查。吴先生心里很清楚，如果只是普通的打工人员，绝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正是祝贺赌上一切的全力以赴，才造就了现在的局面。吴先生顺势追问对方，既然要重新评估，那他们最高能给出多少报酬？对方坦言完全赞成祝贺的逻辑，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表示自己无法在现场立刻给出确切数字。这个意料之外的回答让祝贺和上弦当场愣住。祝贺向对方确认是不是需要上报高层，对方坦言要说服决策层，必须拿出更具体的依据。祝贺明白对方想看确切的数据，可他们眼下已经没有更多筹码了。就在这时，上弦突然掏出手机递了过去，主动展示起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对方本以为这也在评估范围内，结果拿过手机一看，上面的订阅数竟然飙升到了8万1，明明昨天看还只有5万。上弦解释说，剪辑师今天早晨刚发了新视频，订阅数应该是因为这个才暴涨的。得知短短几个小时就涨了3万，一旁的吴先生相当震惊，在场的其他人也私下议论纷纷，不敢相信这夸张的涨幅。对方很好奇究竟是什么视频能带来这么夸张的涨幅，他直接将手机内容投到了大屏幕上，提议在场的众人一起观看。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的清晨，剪辑师智雅刚刚醒来，打着哈欠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排期上传好上弦的系列视频后，智雅直接瘫倒在床上，连续熬了3个通宵，她累得连手指都懒得动弹。或许别人会觉得他对上弦太上心，但他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敷衍凑合。在梦里也是关于大家对视频效果的期待。随着手机响起一阵提示音，智雅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屏幕上显示距离排期好的视频首映只剩下10分钟。这部视频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看着即将开始的首播，他心里不由得既紧张又期待，不知道大家看后究竟会是什么反应。智雅准时点下了播放，随着首映提醒弹出，清晨的街道上不少刚出门的粉丝都愣住了，没想到这个时间居然会有视频首映，弹幕和评论区瞬间热闹起来。有人调侃是谁教阿蒙德用的首映功能，还有上班族打算到了公司摸鱼观看。路边的学生们也凑在一起，确认阿蒙德是否真的刷新了记录。随着倒计时归零，视频在众人的期待中正式开播。看过直播的观众也纷纷刷起弹幕，准备重温当时那场轰动的直播。视频开场是经典的跳伞画面，弹幕里不少人还在打趣，说这场直播本身就是传奇，剪辑师这次怕是躺着就把钱挣了。可随着上弦拉弓放箭，画面上突然亮起一条亮红色的轨迹，伴随着接连弹出的击杀提示，箭矢穿透敌人的路线被清晰还原。原本难以看清的神级操作，做完色彩标记后变得一目了然，弹幕瞬间一片惊叹，观众们这才意识到这份剪辑到底藏着多少心思。弹幕里的夸赞还在不断刷屏，画面风格却突然一变，瞬间切换成了黑白滤镜。伴随着上弦的每一次击杀，画面上都会画出醒目的红色叉号，把连续淘汰敌人的节奏彻底拉满。观众们纷纷在弹幕里惊叹，明明只是个击杀集锦，竟然剪出了电影大片的质感。
视频的高潮瞬间让弹幕彻底炸锅，观众们纷纷惊叹：神级剪辑配上顶级操作，简直比游戏宣传片还要刺激！不少人当场点下关注，在弹幕里疯狂催更下一期。看着画面呈现出的炸裂效果，一旁观看的客户大为震撼。这份成品的效果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质感甚至超越了绝大多数官方宣传片。看完极具大片质感的剪辑视频，对方忍不住发声惊叹：这竟然是一位剪辑师独立做出来的！祝贺！顺势反问对方觉得怎么样，对方赶忙夸赞视频效果极其出色。祝贺却表示自己说的并不是视频。尚贤直接亮出手机后台，就在刚才看视频的这几分钟里，粉丝数又暴涨了整整2000。这实时飙升的数据，就是尚贤潜力最直接的铁证，完全理应体现在这次的报价中。面对这硬核的数据事实，对方彻底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叹气。对方承诺会带着新方案回来，说完便离开了会议室。看到谈判圆满成功，吴先生对两人的表现大加赞赏，直言他们明明没做充分准备，今天的发挥却极其惊艳。祝贺客气地表示多亏了大家协助。吴先生心情大好，当场决定请两人吃顿大餐。随着谈判顺利收尾，画面一转，传来了阵阵鼠标点击声。吴先生正坐在电脑前机械的工作，只觉得索然无味，心里满是看完精彩大片后的空虚感。就在这时，电脑突然弹出了开播提醒，画面显示尚贤竟然在这个时间点发起了直播。搁在平时，他肯定会继续埋头苦干，可现在他实在是无法克制好奇心，迫切想知道尚贤现在的实时在线人数究竟已经涨到了多惊人的数字。点开通知，出现的正是尚贤本人，他正穿着一身休闲卫衣，面带笑容的对着镜头直播。谈判结束之后，祝贺高兴的拍了拍尚贤，坦言这次要不是有他助攻，自己根本不敢要求更高的报酬。两人离开大楼，走在街上，祝贺推算报酬最多还能再加1000万，这样算下来总数能达到3000万。想到以前在公司才聊这种预算，祝贺感叹现在随口就是上千万。尚贤也跟着附和，要是真能拿到3000万就太棒了。祝贺提醒尚贤，光顾着高兴可不行，接下来的重头戏是帮他更换直播游戏。尚贤对此有些顾虑，毕竟主播突然换游戏风险极大，就像饭店突然换了招牌菜一样。祝贺也很清楚转型的风险，但眼下新视频刚发布，正是最好契机，具体的过渡方案必须谨慎敲定。至于今天的直播安排，祝贺决定先联系合作方安排联合直播，等商量好具体策略再让尚贤开播。尚贤当场答应了下来。尚贤从床上醒来，感叹自己好久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他拿起手机翻看消息，此前他曾给剪辑师智雅发过留言，大赞对方刚发布的新视频效果惊人，但智雅至今还没有回复。想到做出高水准视频，智雅肯定又是通宵加班。尚贤断定他此刻还在补觉，随后来到冰箱前，拿出一瓶饮料大口喝下。尚贤看了一眼时间，发现已经到了下午3点。按照之前的约定，为了健康和避免过度消耗，这个时间本该好好休息。况且上了钻石段位且联合直播成功，确实到了该放松的时候。可看着眼前的游戏仓，他还是忍不住手痒。不为了工作，纯粹想找点乐趣。虽说现在粉丝变多，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但他最终还是跨进了游戏仓。尚贤想起自己刚做主播的时候，房间里只有区5个观众，那时虽然不够专业严肃，却玩得很开心。看着眼前显示5秒开播的界面，他想起以前看到这画面都会紧张，这次完全没有任何预先规划，不知为什么感觉却格外轻松。他甚至觉得待会儿直接问粉丝想看什么也挺有意思的。下午3点突然开播，让直播间的观众非常吃惊，弹幕纷纷打字询问，猜测他是不是要冲击大师段位。尚贤笑着跟大家打招呼，弹幕瞬间被他的名字彻底刷屏。有粉丝打赏询问今天是不是还要继续打游戏，尚贤直言自己今天完全没有任何规划，连要玩什么都还没想好。这出人意料的坦白让弹幕区瞬间刷满了问号。在认识祝贺之前，他几乎没有任何能称为朋友的人，而看着眼前热烈的弹幕，他突然觉得这些观众似乎也成了他的朋友。尚贤顺势问大家接下来要做什么，弹幕纷纷笑喷，质问他既然没计划干嘛要开播。尚贤认真解释，说自己纯粹只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天。这话一出，弹幕区瞬间一片震惊，有粉丝当场打赏，断定这肯定又是接了商业合作。看着大家纷纷打趣调侃，尚贤忍不住笑了出来，连忙澄清今天真的没有任何商单。有粉丝打赏打趣，生怕屏幕会突然弹出泡菜汤广告，看弹幕全都在提防自己。尚贤哭笑不得，吐槽大家对他竟然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他再次澄清今天真的没有接商单，不过要是有好玩的合作，自己倒是不排斥，还顺势问大家觉得什么广告更有意思。弹幕纷纷调侃他主业是接广告，打游戏反倒成了副业。这时有粉丝打赏建议，凭他的好身材可以考虑接服装广告。尚贤坦言此前确实有服装品牌找过他，只可惜对方要求把宣传横幅塞满整个屏幕。尚贤表示那种铺满屏幕的横幅广告自己大概率会直接拒绝。粉丝们也纷纷表示赞同，觉得那种广告确实太土了。这时有人打赏提问，让他讲讲之前跟其他主播联动的趣事。尚贤正准备跟大家好好聊聊，却突然停了起来。屏幕上的弹幕开始疯狂飙升，速度快到几乎完全看不清。在尚贤的印象里，只有打出惊天动地的神级操作，弹幕才会达到这种狂飙的状态。
当他凑近看向后台数据，整个人当场呆住了。直播间的实时在线人数竟然直接冲到了15000人，这突如其来的恐怖热度让尚贤彻底懵了圈。看着这离谱的在线人数，热度竟比打冲榜赛和联动时还要高，尚贤忍不住嘀咕：难道自己其实很有讲话的天赋？弹幕却瞬间浇来冷水，劝他别做梦。粉丝们纷纷在弹幕里揭穿，大家全是看了 Alltube 上的新视频，尚贤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是冲着破纪录视频来的。没想到智雅剪出的视频威力这么大，直接把热度全都引流到了直播间。就在尚贤感到有些尴尬时，屏幕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提示音，屏幕上亮起的打赏提醒竟然来自 Fantasia 的官方账号，对方一上来就砸了50万韩元，留言询问能否就破纪录做个采访，还专门提到夏言已经在等他了。看着满屏飞舞的特效，弹幕里一片不敢置信，直呼官方竟然连采访费都预付了。尚贤仔细确认后发现，这还真就是官方的认证账号。想到之前本就答应要跟对方合作，尚贤觉得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他当场爽快收下打赏，答应了邀请。随着双方达成一致，这场备受瞩目的采访也正式开启。镜头一转，画面来到一家餐馆，泡泡糖正心情愉快的在桌边等候。随着店门被推开，来人开口向他打招呼，泡泡糖刚准备回应，却被对方身上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被这非同寻常的气势当场镇住。泡泡糖吓得连忙站起身来打招呼，刺眼的强光竟然来自对方一颗溜光水滑的大光头。看着大变样的好友，泡泡糖当场傻眼，忍不住扑上去质问对方：不是去闭关训练了吗？怎么还把费尽职的头发全剃了？这突如其来的咆哮引得旁人纷纷侧目，对方赶忙示意他小声一点。两人重新坐下倒好酒，泡泡糖迫不及待地追问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光头青年端起酒杯叹了口气，无奈地讲述起其中的原委。听完好友的惨痛经历，泡泡糖忍不住帮他总结：明明比赛时装备占尽优势，第一名眼看就要到手，结果硬生生被阿蒙德抢走，不仅输掉关键的晋级赛，还被挂在热门视频里公开处刑。泡泡糖气得当场拍桌，质问好友是不是彻底疯了，居然为了赢阿蒙德去剃光头。光头好友连忙劝他低调一点，社区论坛早就已经传开了，都在嘲笑自己刚高调宣布闭关，转头就被一个新人彻底打爆。听到好友把阿蒙德当成普通新手，泡泡糖当场愣在原地。面对泡泡糖的追问，好友一本正经地摸着光头，表示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是光头。泡泡糖听得一阵无语，这分明只是观众开玩笑的梗，不过听说植发后还能长出来，他也懒得再去当面拆穿。好友边吃边补充道：剃头能降低头皮温度，防止脱发。听得泡泡糖哭笑不得。顺着话题聊到最近的游戏进度，好友表示自己最近一路连胜，觉得很快就能在排位里追上阿蒙德。看好友还在为即将赶上对方而得意，泡泡糖整个人彻底傻眼，原来这家伙对阿蒙德现在的实力一无所知。泡泡糖提到前几天刚和阿蒙德做过联合直播，好友听完顿时来了兴趣，追问对方私下里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泡泡糖回忆起之前的接触，坦言尚贤虽然自带明星般的光芒，私底下却意外的随和亲切，明明比自己小了整整10岁，做事谈吐却显得非常成熟。说到兴头上，泡泡糖还感慨到了自己这个年纪打个交道就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见好友盯着自己，眼神里满是嫌弃，泡泡糖忍不住笑着打趣，说好友现在的看人眼光可比20多岁时要准得多。光头好友听完也觉得有理，默默承认了这一评价。光头好友感叹，尚贤不仅心态强大，技术更是达到了大师级别，绝对是底子深厚的老高手。顺口问起他到底玩了多久，泡泡糖坦言，尚贤其实才接触游戏1个月。听到这个答案，好友瞬间震惊的一口喝光闷酒，把杯子重重砸在桌上。他忍不住吐槽这种怪物简直太不公平，可随后又笑着感叹，偶尔出现这样的顶尖天才，这个世界才更有意思。泡泡糖也夸起好友，说他当年能在一队打首发，同样是个顶尖天才，不像自己只能一直在低分段打转。聊着聊着，泡泡糖突然想起一件事，连忙叫住好友。他透露尚贤接下来不准备继续玩大战场了。这话一出，好友惊得连筷子上的食物都掉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画面一转，采访正式开启，尚贤来到了虚拟场景中，微风拂过，阳光洒满整片花海。尚贤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置身于绚丽的花草之中。不远处，夏言身穿白裙，高高举起右手，笑着挥手，热情地欢迎阿蒙德到来。尚贤发现夏言的状态和之前在片场时大不相同，连弹幕都在羡慕他的好运。尚贤客气地上前打招呼，夏言热情地拉开椅子，邀请他落座。看着浪漫唯美的花海环境，尚贤坐下后反而有些局促，直言两人单独待在这里未免太亲密。夏言笑着表示，面对面坐着确实会有点尴尬，不过为了让观众看清镜头，这样安排画面效果才会最好。这番回答让弹幕再次沸腾，弹幕区一片夸赞，直呼夏言简直太专业了。夏言趁热打铁，抬手比出个相框手势，对着尚贤拍了一张照片。尚贤满脸问号，完全没看懂这是什么操作，怀疑对方是不是在逗自己。看到弹幕提醒这是虚拟世界自带的功能，尚贤这才恍然大悟。紧接着，夏言抛出新问题，打听起尚贤现在的直播间究竟有多少观众在线。尚贤询问这算不算采访问题，夏言笑着表示不用太拘谨，毕竟今天并不是正式采访，
尚贤确认了一下后台，表示现在大概有15000人在看。夏言听后大吃一惊，尚贤坦言，在破纪录视频发布之后，观看人数和订阅数就暴增了。夏言听完立马热烈鼓掌祝贺，看着明明看不到弹幕的夏言能做出如此热情的反应，尚贤忍不住感叹，这就是天生的镜头感吗？夏言顺势问起尚贤接下来的目标，弹幕也纷纷跟着好奇起来。夏言猜测他是不是打算以最快速度冲击大师段位，没想到尚贤直接摇了摇头，当场抛出一句重磅炸弹，坦言自己正打算退出纷争之地。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夏言当场愣住，连忙提醒他这可是在官方频道直播。尚贤却显得十分坦然，表示官方旗下又不是只有这一款游戏。尚贤顺势提到官方即将发售的新游戏，觉得大家完全没必要太沮丧。弹幕纷纷吐槽这硬广成分也太明显了。夏言立马配合接话，说这确实是今年的年度重磅大作。尚贤心里却暗自嘀咕，自己其实压根连听都没听说过。尚贤笑着表示，所以官方也不用为他退出纷争之地而难过。夏言顺势追问，那他是准备去玩这款新游戏吗？尚贤表示自己目前还没想好。弹幕瞬间笑翻，吐槽这游戏都没上线，他居然还能装得像在认真考虑一样。夏言紧接着打听，那他心里有没有别的备选游戏？尚贤当场愣住，想起祝贺之前交代过要先商量好策略，这下直接把他整不会了。虽然还没跟祝贺商量好要怎么对外公布换游戏的计划，但尚贤的直觉告诉他，现在就是公开的最好时机。与其继续遮遮掩掩，不如趁着这个机会直接说出来。他当即决定不再隐瞒，顺势准备公开自己接下来的打算。画面一转，镜头来到另一边，一只手正轻轻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阿蒙德在直播中公开了自己的打算，表示这次准备尝试一款叫 Leo 的新游戏。听到这个游戏名字，端着酒杯倾听的女人直接把手中的酒杯生生捏碎，酒水洒了一地。与此同时，女人也正静静地望向远方。这位女人的反应同样极不寻常，显然阿蒙德提到的这款新游戏已经彻底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听到这个游戏名字，好友瞬间惊得目瞪口呆。泡泡糖再三确认，对方说的就是那款传奇人生。他突然想起来，好友以前曾是这款游戏的职业选手，可好友此时早已失魂落魄。一想到阿蒙德彻底放弃了大战场，自己这段时间的苦练和剃头全成了笑话，巨大的打击让他当场破防，崩溃的连声哀嚎，最后更是把头重重砸在桌上，吓得一旁的泡泡糖赶忙上前劝阻。看着趴在桌上崩溃的好友，泡泡糖连忙给他倒上一杯酒，心里忍不住感慨，职业选手对输赢的执念还真是够深。好友缓过劲来，好奇打听泡泡糖是怎么提前知道的。泡泡糖如实坦言，是自己的经纪人主动联系了尚贤的经纪人，而且其实是他劝尚贤去玩Leo的。见好友遭受无妄之灾，泡泡糖连忙不好意思的向他道歉。好友笑着摆手表示不用介意，但说完这句话，他的眼神却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好友紧紧握着酒杯，也动了重新玩Leo的念头。泡泡糖以为他要复出打职业，连忙提醒他都已经退役整整3年了。好友赶忙解释，自己只是打算单纯去玩这款游戏，这让泡泡糖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好友当年为了打职业天天苦练，至今想起那段日子都会做噩梦，可以说是彻底恶心透了这款游戏。看着好友这副模样，泡泡糖忍不住追问，难道他就这么想赢阿蒙德吗？好友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重重放下酒杯后，好友忍不住叹气，直言泡泡糖根本不懂他的心情。泡泡糖连忙笑着表示自己怎么就不懂，结果瞬间被好友一句话堵了回来，吐槽他一个卡在青铜段位的人懂什么。泡泡糖气得当场反驳，强调自己明明已经是白银段位了，可好友却觉得青铜和白银根本没区别。就在这时，镜头一转，正在家里刷牙的祝贺似乎也接收到了这个重磅消息，看到对方居然已经坐进了游戏舱，祝贺急得赶紧凑到电脑前。他十分担心突然更换游戏会导致直播间流失大量观众，这正是他之前一再交代让对方先做好调研的原因。祝贺紧张地盯着屏幕祈祷，希望对方只是在大战场里进行冲击大师段位的挑战。祝贺凑近屏幕定睛一看，直接被眼前的画面给整懵了。画面里尚贤正和女主持人坐在浪漫的花海中亲密对谈，满屏都飘着粉红泡泡。看着这唯美过头的画风，祝贺扶着额头抓狂吐槽，这哪是什么正经采访，不知道的还以为跑去拍恋综了。冷静下来后，祝贺十分困惑，完全想不通尚贤怎么会突然跑去参加官方采访。屏幕前观察的祝贺突然反应过来，现在直播间汇聚了大量冲着阿蒙德来的观众，确实是宣布更换游戏的最佳时机。他忍不住阵阵懊恼，后悔没能提前和对方商量好转型策略。还没等他细想，尚贤已经在镜头前淡定开口，表示自己这次打算尝试 Leo。听到这个游戏名字，祝贺震惊的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祝贺看着屏幕被惊得说不出话，忍不住感叹尚贤这招简直神了。借着官方采访的庞大流量，顺势宣布尝试新游戏，把关注度彻底拉满。随后尚贤开启直播向观众打招呼，弹幕瞬间炸开了锅，大家还在讨论上次采访抛出的重磅炸弹，甚至打趣他今天是不是要变成纯聊天主播。看着屏幕上的情况，祝贺发现尚贤今天似乎并不打算打游戏，而是准备专门开一场聊天直播。谁能想到这场简单的聊天直播竟然成了换游戏的完美过渡。尚贤借着涌入的庞大客流，向大家展现出更真实的自己，
彻底征服了直播间的观众。他用实力证明，大家喜欢的不单是大战场，而是阿蒙德这个人。粉丝们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换游戏。看着弹幕全在期待新游戏，祝贺瘫在电脑前无奈苦笑，亏自己之前还费尽心思联系泡泡糖做联合直播帮他转型。看着游戏舱里的尚贤，祝贺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这家伙真是让人服气。尚贤坐在游戏舱里，干脆顺势把直播标题也给改了。另一边，祝贺赶忙打开论坛，想看看玩家们对这件事的反应。虽然首页出现了不少耸动的标题，甚至有人吐槽阿蒙德是背叛者，但祝贺仔细翻看帖子后发现，大家对于他换游戏的讨论并没有预想中那么糟糕。虽然确实夹杂着一些负面评价，但整体局势完全在可控范围内。看明白这一点的祝贺，终于彻底松了一口气。观众们全在好奇尚贤会选择哪位降临体。在 Leo 这款游戏里，玩家依靠附身的降临体进行战斗，对降临体的掌控直接决定胜负。祝贺其实花了一整周时间去研究最适合尚贤的降临体，其中最吸引他注意的是一个叫萨娜的弓箭手，他的被动能通过命中目标为全队回血，可惜综合评级只有 T2。祝贺觉得评级其实并不重要，凭尚贤的手艺，完全能把萨娜的被动发挥到极限，把降临体的潜力彻底炸出来。与此同时，花海里的采访也迎来了尾声，夏言笑着宣布采访圆满结束，并真诚感谢阿蒙德的配合。尚贤也客气地回应了对方，毕竟夏言不仅打赏了50万韩元，甚至还额外支付了一笔采访费。弹幕纷纷吐槽尚贤真是一如既往满脑子都是钱。夏言爽快地表示会立刻把钱转过去，心里暗夸尚贤这招确实聪明，直接拿钱说事，反而彻底绝了传绯闻的可能。互相道别之后，尚贤便退出了花海场景，夏言独自留在原地，准备结束这趟采访。另一边，离开花海的尚贤也对着自己直播间里的观众打了招呼，表示今天的采访比预想中久了一点，自己准备下播吃点东西。随后便向大家告别，关掉了直播。夏言随后也向自己的直播观众告别。得知尚贤接下来打算转战 Leo， 夏言心中不禁充满期待，不知这个男人这次又会在新游戏里掀起怎样的风暴。尚贤刚从游戏舱里出来，祝贺就夸他在采访里表现不错，但也忍不住吐槽他居然趁自己睡觉的时候直接抛出更换游戏的重磅炸弹。尚贤听完轻声一笑，顺势打听起观众们的反应。祝贺盯着电脑上的论坛页面，表示情况比预想中好得多，原以为会引发大范围抵制，没想到大家的接受度居然还不错。听到局势还在掌控之中，尚贤便让祝贺不用担心，转头喊着肚子饿走去翻冰箱。看着他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祝贺忍不住在心里抓狂，明天可就要换新游戏了，这家伙居然还能这么淡定。尚贤站在开着的冰箱前挑选，看到里面的牛肉和豆腐，想起祝贺煮的大酱汤堪称一绝，便打起主意想让他下厨。随后祝贺顺口打听采访的由来，尚贤坦言是对方频道突然砸重金，顺势提出了采访邀请。看着祝贺坐在电脑前飞快打字，显然正忙着处理工作，尚贤也没再打扰他。尚贤觉得每次都麻烦祝贺不好，便想在冰箱里找点现成速食，结果冰箱门开太久响起了警报，祝贺被吵得实在受不了，怕冷冻食材彻底化掉，只能主动提出帮忙下厨。尚贤立马顺水推舟，把牛肉和豆腐的清单报了出来，连做大酱汤的配料都算好了。祝贺看穿他这是早有预谋，随后让他趁做饭这会儿去看看整理好的降临体资料。尚贤顺手递过去削皮刀，祝贺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为了让这个胡乱吃零食的家伙吃顿正经饭，他从搬进来那天起就没少下功夫，带着满满的成就感，祝贺在厨房干劲十足的切菜，尚贤则乖乖坐到电脑前翻看祝贺提前整理好的资料。屏幕上陆续划过萨纳和莱昂、纳德等降临体信息，尚贤滑动着电脑屏幕，看着成堆的降临体资料，上百个角色各有技能，光是印记就让人头大。他决定先看祝贺筛选出的重点，点开萨奈的详细说明，使用光之弓攻击命中就能为自己和队友回血。可面对密密麻麻的文字细节，比起死板的说明，他觉得看实战视频效果更好。于是他准备搜索一下泡泡糖使用萨娜的实操视频，结果搜出来一看，靠前的视频竟然全都是3年前的，这让尚贤有些发愁。毕竟游戏版本更新频繁，现在的机制和当年肯定大不相同。他在犹豫要不要换别人的视频，但转念一想，自己只是刚入门的新手，并不打算去打职业。出于强烈的好奇，他最终还是点击播放，准备亲眼看看对方当年的神级操作。本打算随便看一个，结果尚贤一连刷了3个视频，光看文字介绍，还以为萨娜只是个后排辅助，看过实战才发现对方打法远比想象中激进，画面里的操作并不华丽，却极其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动作，让他见识到了真正的游戏理解。尚贤正看得入神，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呼唤，智雅不知何时凑到了身边，着实把他吓了一跳。智雅问他怎么吓成这样，尚贤这才发现身后的人居然是智雅，连忙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智雅解释说是祝贺邀请他过来的，自己其实都已经到了20分钟。刚才祝贺跟他打招呼时，尚贤因为看视频太专注，完全没注意到。智雅忍不住调侃，他在游戏里警觉得像人形雷达，没想到现实里居然这么钝。注意到电脑屏幕上的内容，智雅发现他正在看泡泡糖的视频，尚贤便坦言自己打算尝试新游戏。智雅听完瞬间来了兴致，正准备接着说下去，祝贺突然在身后喊大家吃饭，打断了2人的对话。众人围坐在餐桌前准备用餐，祝贺端出一锅热腾腾的牛肉大酱汤，得意介绍
这是自己改良的2号特别款。尚贤忍不住吐槽名字像科幻电影，祝贺笑称这是为了庆祝谈判成功特意准备的未来感大餐。尚贤也感叹今天的谈判确实不容易。一旁的智雅忍不住抱怨，两人又在聊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话题。祝贺则打趣说这就是大人间的交流。尚贤好奇地问起祝贺怎么会邀请智雅，祝贺解释说智雅平时就喜欢跟大家聚餐，这次便顺便叫她来家里尝尝手艺。智雅尝了一口，立马夸赞味道相当不错。尚贤在一旁默默吃着，突然对祝贺说了句干得漂亮。祝贺以为他是夸汤做得好，尚贤却补充说自己指的是把智雅叫来这事做得好。祝贺被这句话瞬间整懵了，话音一落，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大家一边吃着热腾腾的大酱汤，一边顺势聊起了接下来的合作。看着聊得热火朝天的众人，尚贤心里也对后续安排有了打算。随着这场聚餐圆满结束，不知不觉间夜幕已经悄然降临。聚餐结束后，祝贺一走出房间，就看到尚贤又坐在桌前吃起麦片，看着这家伙油盐不进的样子，祝贺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早晚有一天他连早餐都会想喝大酱汤。就在这时，祝贺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新消息，之前联系的合作方传来通知，表示厂商已经确定好了最终广告费。看到广告费终于尘埃落定，祝贺赶忙准备查看邮件，想看看对方这次到底把价格抬到了多少。随着合同文件下载完成，祝贺一眼看到上面的数字，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一旁吃着麦片的尚贤见他这副反应，忍不住开口打听情况。祝贺满脸难以置信地举起手机，声音颤抖着说出了最终金额，对方竟然开出了整整5000万。这突如其来的巨款直接在屋里炸开了锅，极度的震惊伴随着惊呼声响透了整座房子。为了庆祝拿到5000万巨款，祝贺当场拉响了礼花，他举起可乐一饮而尽，直呼这味道实在是太甜了。旁边有人吐槽，那是因为你喝的是可乐。看着祝贺兴奋地戴上头饰，尚贤感叹这也太夸张了。祝贺则打趣回应，明明你自己也戴着派对墨镜。两个人一边吃着披萨，一边聊起后面的安排。尚贤提议该好好感谢吴部长，祝贺得意地表示早打过电话，办事效率之高，让尚贤忍不住夸赞不愧是他。祝贺顺手把对方发来的日程直接转发给了尚贤，感叹大公司的效率确实够快。尚贤仔细核对了一遍时间，发现拍摄正好避开下周看诊，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时手机突然跳出系统通知，他还在好奇系统怎么连上手机，刚一点开通知，屏幕里蹦出一个立体小人打招呼，吓得尚贤当场惊叫起来。等看清消息的内容，尚贤这才发现竟然是泡泡糖主动发来的。对方听说他接下了广告，特意发来祝贺并加油打气，没想到大神会亲自发消息。尚贤兴奋的连打带敲，赶忙给对方回了一句感谢。随后他坐回电脑前，开始在键盘上敲打起来。祝贺拿着手机走过来，问他在忙什么。尚贤坦言自己打算抽空研究一下新游戏，正准备翻翻全词派的实战视频。祝贺提醒尚贤，全词派玩游戏时很少说话，对新手来说帮助有限。他建议改看 Sensei 的教学视频，里面的讲解更适合新手入门。尚贤谢过祝贺后，点开主页，准备先挑一段随便看看。没想到刚看了会儿，他就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熟了。等他猛然惊醒查看时间，才发现自己竟然睡了整整3小时。尚贤无奈地叹了口气，意识到自己不是看视频学习的料，既然坐不住，不如直接上手去实战里摸索。他走到游戏舱旁边，觉得就算现在关注度变高，也没必要丢掉敢打敢攻的风格。况且对于 Leo 这种高门槛游戏，大家本就不会期待他一上来就是高手。而此时网上的社区和论坛里，得知尚贤今天准备试玩 Leo， 观众们早已展开了热烈讨论。尚贤翻看着网上的帖子，发现大家对他换游戏的态度普遍挺好，看来之前认真打游戏积累了不少好感。紧接着他又点开了专业社区，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半职业高手，是硬和玩家们交流攻略的地方。然而在这里讨论他的帖子不仅很少，评价更是相当严苛，不少人都质疑他能否适应高难度对抗。面对这些看衰的言论，尚贤明白一切最终还是得靠实力说话。看着眼前准备就绪的机器，尚贤明白自己即将正式踏入Leo的世界。随着游戏舱门缓缓开启，祝贺问他是不是现在就要上线。尚贤表示今天打算直接实战。祝贺闻言便坐回电脑前，准备随时记录数据做分析。祝贺直言，换游戏初期难免会流失观众，自己得抓紧做好分析，尽快把掉的人气拉回来。尚贤也顺势向他道了声谢。随着祝贺在电脑前快速敲击记录，尚贤也坐进了舱内。祝贺坦言自己心里其实挺紧张，毕竟不少主播都在换游戏时栽过跟头，他甚至梦到今天的直播彻底搞砸了。虽然之前的采访反响不错，但谁也无法保证开播后的真实效果。面对祝贺的顾虑，已经做好准备的尚贤却相当坦然，表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只管正面迎上去就好了。看着眼前势在必得的尚贤，祝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觉得凭借尚贤的实力，这场挑战绝对不可能搞砸。随着系统启动深度潜入，尚贤化作数据流，正式踏入了游戏世界。与此同时，画面转到了户外的建筑大楼，在大楼的高处，一位长发身影正默默抽着雪茄，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坐在轮椅上的女子
抽了一口雪茄，直言味道还算不错。一旁赶来的老管家见状出声劝阻，提醒他才刚出院，根本不该抽烟。女子觉得有些扫兴，反驳自己又不是每天都抽。说完，她拿发夹把头发扎了起来，问对方：“这样总行了吧？”管家叹了口气，表示扎起头发也改变不了抽烟的事实。女子见状，只能作罢，顺手弹了弹烟灰，表示自己马上就抽完。按灭手中的雪茄，看着河里落下的烟灰，女子陷入了沉思。曾经耀眼的人生，如今只剩灰烬，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女子开口打听起下一次治疗的时间，老管家表示安排在下周。女子吸了最后一口烟，希望这次治疗能有好结果。老管家语气非常笃定，表示他一定会重新回到巅峰，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轮椅上的女子让老管家先回车里等待，自己想独自再待一会儿。老管家听从安排，先行离开。女子随后掏出手机，翻出了阿蒙德的直播页面。画面里的阿蒙德刚进入游戏，正在进行新手教程。女子盯着屏幕，陷入沉思，不知道换了这款新游戏之后，阿蒙德还能否继续展现过人的天赋。与此同时，尚贤单手遮在额前，正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站在高处俯瞰整座战场，眼前宏伟的景色让尚贤忍不住发声感叹：新游戏的世界远比想象中更加壮观。抛开之前比赛采访带来的临时热度，尚贤以前在大逃杀的常态观众固定在7、8千人左右，如今突然换到了全新的游戏，那些习惯看大逃杀的粉丝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继续追随？看着屏幕显示的6300在线人数，尚贤心里觉得这成绩相当不错，留存率已经超过了一半。毕竟新游戏和以前的大逃杀完全不同，观众有所流失也在所难免。尚贤笑着和直播间粉丝打招呼，准备正式开启这场全新的挑战。尚贤心里不断安慰自己，觉得大家只是不爱看新手教程，等到了明天人数自然会涨回来。可冷静下来仔细一想，在线人数直接掉到只剩6000，这落差未免也太夸张了。他赶忙让自己清醒过来，提醒自己不能被观看人数影响。面对弹幕纷纷询问是不是真的要放弃大逃杀，尚贤明确表示今天确实打算正式开启新游戏挑战。看到老粉丝打赏表达遗憾，尚贤认真表达了感谢，坦言短时间内不会再回大逃杀，自己是真的想尝试这款新游戏，体验它和传统大逃杀的差异。面对其他老玩家的抱怨与祝福，尚贤也都一一笑着回应致谢。面对粉丝放弃游戏的指责，尚贤笑着辩解自己可没有放弃，惹得弹幕纷纷吐槽让他赶紧去玩。他不再多说，直接开启了新游戏的新手教程。随着一道光芒闪烁，尚贤正式降临游戏世界。看着四周高耸的建筑，他忍不住发出了感叹。尚贤刚准备选择之前查过的角色萨娜，才发现找不到选择界面，弹幕赶忙提醒新手教程阶段无法自由指定，只能从给出的3张卡片里挑选。明白规则后，尚贤看着眼前的选项，毫不犹豫拿下了那张弓箭手卡片。随着卡片在手中迸发出光芒，系统提示他抽中了名为蕾娜的英雄。看到这个结果，弹幕瞬间沸腾起来，纷纷表示蕾娜可是出了名的4阶高难角色，甚至打趣希望蕾娜能直接把他打回大逃杀。看着手里这位同为弓箭手的角色，尚贤只是若有所思的端详起来。尚贤还在纳闷，大家怎么都觉得他会在这里吃瘪。没等他细想，系统便提示蕾娜的化身已融入体内，悬浮的卡片骤然迸发出强光，在手心中凝聚成一把光芒长弓。第一次见到如此炫酷的特效，尚贤忍不住发出了惊叹。弹幕被他这没见过世面的模样逗乐了，更有老玩家专门打赏调侃好久没碰到这么新鲜的新人了。面对粉丝的打赏，尚贤也赶忙笑着向对方致谢。尚贤问大家自己很像新手吗？弹幕纷纷打趣表示没关系。这时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女声，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直接把他吓了一跳。听着对方催促他赶紧前往敌方阵营，尚贤才反应过来，这原来是英雄化身蕾娜的声音。面对蕾娜毫不客气的毒舌吐槽，弹幕反而看得津津有味，直呼这声音听着太带感了。尚贤也只能干笑2声，感叹这英雄的脾气可真够火爆的。见时间耽搁的差不多了，蕾娜催促他尽快动身，尚贤也收起心思，准备正式迈向战场。还没等尚贤细看，身旁的小兵就热情地同他打起招呼。尚贤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些正是己方阵营的兵线。看着小兵干劲十足地向前冲去，敌方阵营也很快杀出了兵马。双方一接触，直接在战场中央兵刃相接打在一起。尚贤跟着兵线继续推进，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敌方阵营。看着小兵们冲到敌方防御塔下打成一团，双方后排的弓箭手也纷纷举弓拉满。随着一声令下，箭雨在空中交错飞过，瞬间扎中了对方的士兵。密集的箭雨瞬间击倒了前排的小兵。看折倒在地上的士兵，尚贤发现己方的兵线仍在源源不断刷新。蕾娜再次开口催促，让他别像大妈一样呆站着，赶快帮忙。尚贤拿起武器，发现这把弓轻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蕾娜解释这是能响应他魔力的特殊弓，虽说手感有些奇怪，但尚贤还是顺势捏紧了弦。正当蕾娜疑惑时，尚贤已经极其熟练地拉满弓弦，凝聚出的魔力箭矢瞬间架在指尖。看到尚贤瞬间凝聚出魔力剑，蕾娜一时间也有点不敢相信。弹幕见状纷纷打趣，调侃蕾娜的态度转变太快。蕾娜赶忙冷哼一声，强行否定，觉得尚贤大概只是花拳绣腿。随后蕾娜给前方的敌方士兵打上标记，要求尚贤朝他指定的位置射击。
话音未落，上弦便果断松手放箭，直接把蕾娜给看呆了。弹幕更是瞬间沸腾，直呼这一箭又是完美正中靶心。面对上弦这精准的一箭，蕾娜硬撑着嘴硬，表示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弹幕见状，纷纷嘲笑蕾娜死鸭子嘴硬，同时也对上弦的剑法感到震撼。没想到初次上手就能有这种惊人表现。看着屏幕里阿蒙德那淡定的神情，坐在轮椅上的女子轻笑了一声。她本想推着轮椅回车里，没想到车轮直接卡在了路缝当中，任凭怎么用力都纹丝不动。看着近在咫尺的车门，女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好不容易挣脱开卡住的轮椅，女子重新看起了手机上的直播，看着画面里出战告捷的阿蒙德，女子提醒他别得意的太早，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开始。听着对方这番突如其来的警告，上弦无语的小声反驳，表示自己可从来没有得意过。女子注视着屏幕，思绪仿佛被带回了过去，那是重写历史，再次捧起冠军奖杯的辉煌时刻。现场解说的呐喊声响彻全场，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名字诞生了，他就是选手电波。恭喜 CK Intes 战队问鼎巅峰！伴随着全场观众狂热的欢呼，电波面带微笑，站在了属于他的最高舞台上。蕾娜让上弦别高兴得太早，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响指声陡然响起，耀眼的蓝色电弧在空中炸裂，前方敌军士兵的脸上瞬间全部被打上了瞄准印记，连远处的弓箭手也没能幸免。整整30多个目标被同时锁定，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彻底炸锅。蕾娜当场下达指令，要上弦把被标记的敌人全部击中。弹幕纷纷发条吐槽，这分明是老战士在故意刁难新人。看着远处的多个目标，蕾娜断言上弦的运气到此为止。话音未落，上弦便冷静地拉弓开弦，魔力箭再次精准打中敌兵头部。眼看对方被一击击中，蕾娜神色动摇，赶忙补充说还有时间限制，必须把剩下的目标全部解决。上弦丝毫不受干扰，指尖扣弦，连续快速出箭，数道光芒交错飞出，前排敌兵被接连精准射中，箭矢命中后直接在敌群中炸裂。上弦注意到这次的伤害明显更高，蕾娜解释这是技能魔力爆发，只要连续命中3次，就能引发魔力炸裂，造成更高伤害。话音未落，上弦顺手又是一箭打出4连击，蕾娜干咳一声，硬撑着说连中4次只是运气好。弹幕见状纷纷打趣，笑称蕾娜这分明是在咬牙硬撑。蕾娜赶忙补充，第4击之后伤害增幅会降低，但能继续叠加神将层数。上弦手起剑飞，接连出剑，魔力剑迅速在敌阵中相继轰开，魔力剑直接将敌人一击爆头。弹幕瞬间被这恐怖的伤害惊呆，上弦丝毫没有放慢节奏，手中长弓接连开火，数道光束飞向敌阵，接连炸开。观众被这省去装填过程的射速彻底震撼。蕾娜还在念叨着神将技能的设定，上弦已经再次拉紧弓弦，锁定向了最后一个被标记的目标。随着指尖松开，最后一发魔力剑带起耀眼光轨呼啸而出，魔力剑直接贯穿敌阵，把剩余被标记的敌兵全部爆头。看着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敌人，蕾娜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弹幕里也刷满了不敢置信。随着所有敌兵被清理干净，新手教程正式宣告结束。上弦不好意思的向蕾娜坦言，刚才自己光顾着专注攻击，其实根本没听清他讲了什么。上弦顺口请蕾娜再解释一遍，弹幕纷纷预测傲娇的蕾娜绝对会当场发飙。上弦本以为这是没戏，打算下播后再自己查攻略，没想到蕾娜话锋一转，称赞上弦是个难得有本事的契约者，竟破天荒同意破例重讲一遍。这出乎意料的态度转变，让整个直播间刷满了问号。随后蕾娜开始讲解终极技能神将，这项能力可以将寄宿体内的传说实体召唤到现实战场之中。蕾娜继续解释，这项技能拥有凌驾普通技能的毁灭力量，关键时刻甚至能直接决定战斗胜负，就如同真正的神明降临一般。而想激活垒内的神将，前提是连续命中4次以上随机生成的标记。从第4击开始，每次命中积累1层神射手的骄傲，必须凑满整整100层才能释放。此时，在屏幕前分析数据的祝贺正在计算上弦刚才那场战斗的收益。由于层数必须从第4连击开始叠加，哪怕刚才一口气连续射中30发，最终积累下来的也只有27层。祝贺忍不住发出感叹：神将的激活门槛确实高得离谱，不愧被称为神射手的骄傲。上弦心里也在犯嘀咕，难道真要重复上100次才能攒满？没想到这心思被蕾娜当场看穿。蕾娜随后给出了补充机制，击杀普通小兵只给1层，击杀史诗野怪或敌方契约者一次就能直接增加10层，只要在敌方契约者身上打出连击，连续成功13次就能攒满。上弦这下彻底明白，要想频繁使用神将，就必须不断寻找敌方契约者交手。解释完规则，蕾娜直接下达指令，要求他在这场战斗里至少成功释放出1次神将。上弦本想抓紧时间叠加层数，没想到好不容易攒下的连击竟然直接被清零重置，积攒的层数瞬间归零。还没等上弦反应过来，地面猛地震颤起来，浑身缠绕着烈焰的巨汉轰然降临。来人正是敌方英雄伊格坦，他咧开燃烧的骷髅巨口，大笑着看向握着长弓的上弦，准备亲自迎战眼前的对手。伊格坦气势汹汹地盯着上弦，宣告眼前的对手就是自己。上弦却完全没有被唬住，反而纳闷这低级人机为何如此嚣张。刚才登场动静搞得那么大，他还以为碰上了高阶怪物，
直播间弹幕瞬间笑成一片，被当成低级人技的伊格坦当场暴怒，怒吼着骂上弦好大的胆子。伊格坦带着满腔怒火挥拳猛轰过来，身边的小兵也在契约者增益加持下，加速向上弦发动冲锋。面对铺天盖地冲上来的敌人，上弦丝毫没有慌张，冷静的让蕾娜立刻开启标记。蕾娜问他这次需要标记多少个，上弦嘴角微微上扬，让他把能标上的全部锁定。随着蓝光炸裂，眼前的敌群亮起密密麻麻的锁定印记，连冲在最前面的伊格坦也被当场标记。上弦看着满屏的目标，露出了自信的微笑。上弦果断扣弦拉弓，指尖急速连发，无数魔力光剑化作箭雨呼啸而出，冲在最前方的伊格坦还没回过神，漫天光剑就已经铺天盖地迎面砸下。上弦双眼死死锁定瞄准印记，飞出的箭矢发弹无虚发，接连在敌群与伊格坦身上猛烈炸开，巨大的冲击波瞬间席卷整个战场。上弦平静地握紧长弓，直播间弹幕被这极致的射速彻底震撼，纷纷惊呼刚才宛如流星雨砸落。随着烟尘渐渐散去，地面传出沉重的脚步声，浑身燃烧着烈焰的伊格坦竟并未倒下，低声吼叫着再次从烟雾中走了出来。可还没等伊格坦站稳，就再次被当场轰飞，重重倒地，连蕾娜都忍不住惊呼太离谱。直播间弹幕更是瞬间炸锅，全都在震惊这恐怖的连射速度。上弦看着倒地的敌人，笑着感叹这游戏确实很有意思。随后他主动看向蕾娜，询问下一步该怎么释放终极技能神将。蕾娜本想解释释放神将需要攒满100层，结果一看系统数据，神射手的骄傲已经直接飙到了整整120层。刚才那波疯狂砸下的急速箭雨不仅发弹无虚发，还瞬间把技能层数彻底灌满。看着眼前这夸张的战绩，蕾娜终于收起了轻视，决定正式教上弦如何开启神将，以及如何彻底掌控他全部的传说力量。屏幕前的祝贺感到十分惊喜，蕾娜对阿蒙德的好感度竟真的提升了。在游戏机制中，契约者与英灵的亲密度能直接在实战中提供额外的战斗优势，但能否提升全看英灵自身的主观认可。蕾娜的态度能从刁难变成认可，无疑是个极好的信号。直播间的弹幕也瞬间彻底炸锅，看到阿蒙德在新手教程里大展身手，祝贺原本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现在唯一需要关注的只剩下直播间里那几千名观众了。祝贺深知更换游戏的黄金期只有1周，必须在此期间帮上弦把观看人数拉回巅峰。看着屏幕上详细的观众情绪与留存分析，他坚信只要各自在擅长领域拼尽全力，就一定能让直播间人数重新冲破1万大关。视角切回游戏内部，蕾娜正准备详细讲解神将的释放要求，上弦却注意到直播界面有了新变化，在线观看人数瞬间暴涨了1000多人，直接一路飙升到了7500人。看着一路飙升的在线人数，上弦正琢磨，这是老观众回归还是吸引了新人。一旁的蕾娜见他走神，立刻发火质问他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听。面对蕾娜的怒火，上弦只能硬着头皮敷衍说听了一半，这态度瞬间让蕾娜彻底炸毛，警告他这是最后一次讲解。上弦这才赶忙收回思绪，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因为担心观众数量而走神，他不禁感叹自己现在竟真的越来越像个专业主播了。屏幕前观察数据的祝贺也深有同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观众的留存竟变得如此珍贵。上弦重新调整好心态，暗自握紧了手中的武器，既然做出了选择，眼下唯一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为观众呈现出最精彩的战斗表现。蕾娜耐心地讲完规则，问上弦听懂了没有，让他现在就当场试一次。上弦自信地笑着准备动手，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施展，蕾娜却急忙大声叫住了他。此时两人的正前方正是敌方防守要塞的前线。蕾娜见上弦刚才一直在走神，气得当场大声质问，问他究竟是故意无视还是耳朵聋了。弹幕却看乐了，直呼能被蕾娜开骂简直是奖励。上弦被骂得十分尴尬，这种左耳进右耳出的本能，以前在射箭训练时是个神技，没想到现在反倒成了阻碍。听到蕾娜叹气说没法教了，上弦试探着问那是不是要直接结束，还顺口提议要不留着下次再练。弹幕瞬间彻底炸锅，狂刷屏叫他千万别在这时候下播。上弦被这突然叫停搞得一脸纳闷，明明刚才蕾娜还气得放话再也不叫，弹幕也以为蕾娜要彻底暴走，没想到蕾娜却破天荒地改了口，解释说现在像上弦这么优秀的契约者太少，才破例专门再为他详细讲解一遍。这反常的待遇让弹幕瞬间满屏问号，观众们纷纷直呼简直太不公平。再次讲完规则后，蕾娜终于让他现场实际操作。上弦看着双手，这才明白神将技能只要做完一套设定好的动作，就能瞬间激活释放，这种姿势触发机制是为了避免在混乱战斗中意念误触。上弦按照规则抬起双手，将食指与中指并拢，迅速构筑出预设的识别姿势。随着血脉契约正式履行，炽热的火光冲天而起，终极技能神将瞬间爆裂释放。随着刺眼的光芒褪去，蕾娜的真身在虚空中缓缓显现，她俯视着面前的上弦，淡然表示你终于召唤我了，契约者。眼看传说中的蕾娜轰然神将，直播间弹幕瞬间彻底沸腾，观众们全在狂刷屏，直呼太帅了。蕾娜潇洒落地，狂暴的雷电在她手中疯狂汇聚，瞬间化作一柄散发耀眼光芒的神圣长枪，准备展现神将的真正威力。
蕾娜高举神圣长枪重重轰向地面，炽热的蓝光与雷电沿着大地瞬间蔓延，恐怖的能量风暴在敌阵中央轰然炸裂，瞬间将要塞前线的敌兵全部卷入其中。蕾娜表示这就是神将专属的附加技能，只要完成神将就会自动触发。上弦看着这毁天灭地的范围伤害，被眼前的夸张威力彻底震撼，他心里忍不住感叹，看来之前选的萨娜确实不太适合自己。蕾娜看着被震撼到的上弦，微笑着说：“现在的他已经有资格迎接真正的对决了。”上弦本以为已经掌握了所有技能，蕾娜却表示剩下的技能实在太多，根本没办法一一讲解。最快的办法就是在挨揍中慢慢领悟。话音刚落，蕾娜便化作束光芒直接离开，只留下上弦一个人在原地凌乱。随着系统宣告新手教程正式完成，即将把他传送至真正的战场。界面紧接着弹出了契约者名称设置，上弦毫不犹豫地输入了阿蒙德，结果系统却弹窗提示该昵称已被占用。见自己的常用名字居然被抢先注册，上弦当场愣在原地，弹幕更是顺势开始打趣，建议他改叫坚果。上弦退而求其次试了试坚果，没想到居然也被抢住了。看来这游戏的玩家确实不少，他无奈决定换个冷门点的名字。只见上弦嘴角微微上扬，转头直接输入了鲁莽的勇士。随着系统提示设定成功，直播间弹幕瞬间爆发出满屏的哈哈哈，纷纷吐槽他居然趁机映色广告。名字搞定后，上弦发现由于账号等级不够，目前还无法解锁排位模式，于是他果断点击匹配，准备先打一把普通匹配赛。随着传送阵的光芒在脚下亮起，上弦瞬间被光束包裹，正式迈向了真正的战场。上弦随着传送光芒进入局内，顺势打量起刚匹配到的队友，其中一人查看属性后却当场破防，怒骂怎么会排到一个1级的新人。听着这句突如其来的吐槽，上弦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对方骂的居然就是自己。还没等他开口解释，众人便已被正式传送落至地图战场，前方瞬间亮起密密麻麻的锁定目标，大量敌兵正铺天盖地冲向阵地。论坛评论区里，网友们正围绕阿蒙德展开热议，有人惊叹他打出的夸张战绩，也有人质疑他打败高手纯属偶然。双方在评论区直接吵成一团，看着屏幕上越演越烈的争论，祝贺无奈的捏了捏眉心。这种新社区的氛围确实相当火爆，连专属术语和点赞习惯都各有不同。好在帖子的点赞量一路飙升，顺利冲上了热门板块的前列。祝贺提前在各大论坛发帖引流的策略，显然已经收到了明显成效。哪怕有人质疑这是在刻意炒作，祝贺也完全不在意，只要能为上弦重新带回关注与热度，这一切就完全值得。祝贺在论坛疯狂敲击键盘，只要帖子能抗住争议存活下来，就必定能冲上热门。视角切回游戏局内，队友一看到上弦只有1级，再次一脸晦气的抱怨运气太差，甚至用极其恶劣的命令口吻要上弦这个1级的新人乖乖去打辅助。上弦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明明大家都是从1级过来的，区普通匹配赛居然也这么大反应。面对队友的随口辱骂与颐指气使，上弦眼神微沉，突然想起了以前某位前辈说过的叮嘱，前辈曾告诫他作为运动员太有礼貌，现实里可行，但在游戏里行不通。既然这游戏的风气如此，上弦决定入乡随俗。当初前辈强行教他的那些脏话，此刻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上弦直接化身电竞老喷子，输出火力强到系统只能全程消音，原本嚣张叫嚣的队友当场被喷懵，屏幕前的祝贺也彻底看傻了眼。上弦淡定地调整好装备，准备彻底适应这场比赛的规则。上弦装备就绪，队友们看着他身上的斗篷和长弓，这才震惊地发现他选的英雄竟然是蕾娜。原本态度恶劣的队友瞬间慌了神，怪同伴刚才不该挑衅上弦，甚至主动认怂要改去打辅助。有队友凑过来打趣，说蕾娜可是公认极难操作的角色，问他是不是单纯看场的好看才选的。闹剧告一路段落，众人开始确认各自的分路，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系统弹出了5秒倒计时，上弦不再关注队友的态度，比起这场对局的胜负，他决定把比赛当作个人练习，专注于打好自己的操作。随着倒计时彻底归零，所有人正式准备迎接对局开幕。随着耀眼的蓝色阵纹在脚下瞬间亮起，上弦握紧长弓，正式踏上了这片战场。上弦看着眼前的战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匹配比赛。对局刚一开启，队友们便迅速散开，各自奔赴预定的分路。这时一名队友回头叫住上弦，让他这个远程输出跟着过去帮忙拉野。听到完全没接触过的游戏术语，上弦瞬间被问懵在原地。队友看出上弦的茫然，主动表示可以边走边为他讲解。上弦还没开口回应，弹幕就笑称光看他表情就能猜出个大概。队友简单说明了地图的基本规则，3条主路各有分工，而打野则需要在野区刷怪提升等级，找机会伏击敌方选手。所谓拉野，就是帮打野把第一只野怪打成残血，再把击杀经验留给打野。上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拉野。虽然赛前他特意看视频做过功课，但游戏里的专业术语实在太多了。上弦跟着队友
来到野区预定位置，队友让他先在原地等待，交代野怪刷新后由自己扛伤害，上弦只要负责在旁边输出就行。听到队友顺口叫出自己的游戏昵称，直播间弹幕再次笑成一片，纷纷开始刷屏打去这个怪异的名字。上弦接着追问该攻击到什么程度，队友解释只要留一口气就行，最后一击的经验和金币必须留给打野，等打完就要立刻返回各自的分路。上弦刚表示明白，眼前突然跳出了新的系统弹窗，观众秀敏砸下10万韩元发起了首胜任务，上弦连忙开口向对方表示感谢。上弦向观众保证一定会赢下比赛，顺便好奇起这游戏私信功能的运作方式。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第一只野区怪兽咆哮着轰然刷新，打野队友大喝一声，率先冲上前去，挥动双斧正面迎击巨狼，凭一己之力硬生生扛下了野怪的伤害。见仇恨已经拉稳，队友连忙大声吆喝上弦赶紧开火输出。上弦赶忙应下，顺势抬起长弓，迅速将目标锁在了面前的野怪身上。上弦定睛一看，就发现面前的野怪身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锁定靶心。原来使用蕾娜这个英雄时，玩家熟练度越高，出现的命中点就越多，而且目标点还会随之缩得极小。面对这微乎其微的靶心，上弦没有丝毫迟疑，抬手果断一箭射出，伴随着蓝光轰然炸裂，长剑精确无比地贯穿了野怪，把一旁的队友当场看傻了眼。密集的箭矢化作蓝光疯狂炸裂，精确无误地轰在野怪身上的各个死穴，在一旁扛伤的队友直接当场看傻，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级玩家的手法。直到旁边的队友大声开口提醒，让他赶紧收下最后一击，队友这才从震撼中猛然回过神来，连忙抡起双斧砍向残血野怪。随着斧光落下，成功收下了野怪的赏金与经验。巨狼轰然到地，队友刚松了一口气，升级的蓝光却突然在上弦身上亮起。上弦看着面前弹出的升级面板，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刚才那最后一击竟然是被自己抢了。现场气氛瞬间降到冰点，打野第一波野怪被抢，弹幕瞬间彻底炸开了锅，全在刷屏看热闹。看着满屏幸灾乐祸的弹幕，上弦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真的闯了大祸。上弦本想开口道歉，没想到队友态度却突然大转弯，客客气气的请教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弹幕见状直呼上弦是礼貌教育家，直接把脏话队友喷成了文明人。毕竟原本要打进10秒的野怪，上弦2秒不到就直接秒杀，队友甚至怀疑蕾娜其实是隐藏超神英雄，忍不住凑上前激动的追问秘诀。上弦有些尴尬的如实解释，蕾娜只要连续命中目标，伤害就会随之不断提高。听完这毫无花哨的解答，队友和弹幕一时间哭笑不得，这种道理简直就像劝人努力学习一样。上弦主动为刚才抢怪道歉，队友虽然没有计较，但打野节奏却是已被彻底打乱。队友见状主动提出，决定陪队友一起去野区补发育，并安排等级更高的上弦独自去守单人线。面对独自守线的要求，上弦还在愣神，蕾娜却已在身旁现身，提醒他敌方兵线即将抵达。上弦不再犹豫，转身看向空无一人的防线，准备独自迎战。上弦爽快答应独自守线，弹幕见状直呼不敢相信，第一局就敢单人抗压，不愧是习惯了单打独斗的明星选手。其实上弦心里也有盘算，单人独守虽然风险极大，但能独享全部兵线经验，等级提升反而会比对面更快。他深吸一口气，做好咬牙硬撑的准备，大步迈向防线。可还没等他站稳脚跟，地面却突然发生猛烈爆炸，狂暴的冲击瞬间将他吞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上弦措手不及，别说轻兵守线，连保住阵脚都成了难题。爆炸掀起的泥土劈头盖脸砸来，上弦被巨大的冲击力逼得连连后退。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他恐怕连一次反击都做不到，就会被对方直接淘汰出局。在迷茫的烟尘与光芒之中，敌方英雄布鲁卡手持木杖缓缓现身，嘴角正挂着势在必得的冷笑。兵线在防线前轰然交火，敌方两人看着单枪匹马推进的上弦，完全没想到远程输出竟敢独自压线。面对前方的敌方选手，上弦开始调整技能的目标点。为提升对玩家的命中率，他决定减少目标数量并放大靶心，把目标控制在10个左右。决定做出的瞬间，敌方两人与周遭小兵身上骤然亮起密集闪烁的蓝色锁定靶心。这突如其来的锁定让敌方两人当场愣在原地，目标点过多及一段连击遭到反噬。蕾娜及时提醒上弦，对面毕竟有2个人，一旦有人专门牵制，单打独斗会极其危险。敌方萨满奎潘手持法杖迎面踏出，嘲讽上弦竟敢独自送死，甚至放话要让他连经验都吃不到。魁潘挥杖召唤出巨大的恶心蟾蜍，泼洒出满屏腥臭粘液。突如其来的视觉冲击让上弦瞬间产生强烈生理不适，连弹幕都在嘲笑他心理承受力太差。面对铺天盖地砸来的恶心怪物，上弦被逼得大声惊呼。上弦向后滑行拉开距离，抬手就是一剑正中冲来的巨大蟾蜍。魁潘见状承认这一箭射得不错，但紧接着表示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上弦拉开弓弦连续射击，箭矢接连轰在怪物身上，可每当蟾蜍被打散，泥浆又会重新凝聚复原。只要魁潘还有法力值，这只恶心怪物就能无限再生。面对疯狂落下的泥浆，上弦陷入了棘手难题。泥浆铺满地面，形成酸液区域，上弦的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弹幕纷纷直呼酸液太恶心，劝他一打2先咬牙硬撑。但上弦心里非常清楚，萨满魁潘故意缩在射程之外，想越过去攻击就必须穿过蟾蜍。
可一旦踩上酸液，不仅会持续扣血，还会受到严重的减速效果。到时候对面两人集火，自己必死无疑。吃不到兵线，就攒不到金币买装备，被动挨打下去，整场比赛都会彻底崩盘。绝境之中，蕾娜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蕾娜提出要教上弦位移技能，上弦这才想起升级后还没学习新招，有了位移就能快速贴近萨满魁潘。蕾娜提醒只要向前翻滚，就能自动触发技能，大幅提升移动速度与攻击力。听到要趴在地上翻滚，上弦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连弹幕也开始嘲笑这个尴尬的姿势。但眼下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上弦果断决定学习，准备把所有目标集中到魁潘身上。上弦果断领悟技能，瞬间向前俯冲翻滚，凭借位移加速越过危险区域。缩在远处的魁潘见状大笑，嘲讽远程输出连自己的射程都搞不懂。上弦清楚常规射击确实够不到，眼前只有这位一次翻滚贴近的机会。看到上弦竟然直接肉身冲脸，魁潘顿时大惊失色，连声呼叫附近的队友赶来支援。魁潘叫嚣着贴脸也能两人联合围杀，上弦却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容，冷冰冰的断言自己可不是来送死的，而是专门来收割性命的。上弦贴脸逼近的瞬间，魁潘身上浮现出20个死穴靶心，看着眼前极其微小的目标，魁潘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密集的箭矢已经破空而至，精确无误的连续贯穿身体，瞬间触发3连击的法力爆发，狂暴的蓝光能量在魁潘身上轰然炸裂，血量当场暴跌了30%。面对上弦无死角的恐怖输出，局势彻底逆转。随着上弦后续箭矢持续输出，狂暴能量不断在其体内炸裂，魁潘的血量瞬间暴跌到只剩2成。被打残的魁潘狼狈翻滚爬起，冲着远处埋头刷兵的阿蒙德大声求救，让对方别再贪恋补刀，赶紧过来帮忙。然而上弦完全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目光紧紧锁定眼前猎物，准备直接痛下杀手。此时远处的队友刚清完野怪，顺势触发翻滚技能，不仅拿到2成移动速度加成，还获得了30点攻击力提升。逃命的魁潘一路鬼哭狼嚎冲了过来，队友赶忙动身前去接应，可看到魁潘那暴跌见底的血量，整个人顿时懵了。还没等两人成功汇合，上弦的蓝光箭矢已然破空飞来，死死锁定了魁潘后脑的致命死穴。因为第一波野怪被上弦抢走，打野的等级硬生生被卡在2级。看着惨淡的经验条，他心里越想越觉得诡异。对方明明只是刚入坑的1级新手，怎么可能打出如此恐怖的输出？这种夸张的伤害机制，要么是碰上了系统漏洞，要么就是遇到了顶级职业大神。哪怕在高手如云的比赛中，他也从未见识过这么离谱的蕾娜。还没等打野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同行的队友却突然开口道别。原来刚才抢怪受影响的不止打野，连带着过来帮忙的队友也卡在2级，无法再继续留在野区拖延发育。队友交代下路1打2，无法久留，便不再单的赶回分路。打野看着独自守线的上弦，担心对方顶不住敌方压制，正准备动身前去救援，不料播报突然轰然响起，上弦竟然单杀敌方英雄，成功抢下全场第1滴血。还没等打野和队友反应过来，又一道提示赫然弹出，上弦紧接着完成了双杀。看着屏幕上的击杀战报，打野和队友彻底傻在原地。打野拜托队友再多帮自己刷一会儿野，队友考虑到下路暂时没有敌方英雄，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两人依然对上弦夸张的伤害充满疑虑，甚至怀疑这是遇到了系统漏洞，还顺带吐槽起他那莽夫战士的昵称。面对队友的打趣与议论，一旁的上弦只能尴尬的打着哈哈，默默握紧了拳头。